结婚当天，我搞大了狐狸的肚子，我才发现相爱3年的女友竟然不是人。经过婚礼大宴后，我和妻子早就醉得不省人事。朦胧之中，我看着已经熟睡的妻子，竟发现她头上莫名长出一对毛茸茸的耳朵，并且后面还有几条扭动的尾巴。开始我以为是用来增加情绪的小道具，可感受着手中毛茸茸的触感，我下意识觉得老婆她不是人。可当我用手抓住妻子的耳朵时，或许因为部位太敏感，此时只见老婆整个身体都是一抖，随后发出一道轻盈之声。只见她猛地睁开双眼，然后直巴巴地看着我，眼神之中满是惊恐的神色。而就在这时，一道系统声从耳边响起：选择1，询问自己老婆为何头上有狐狸耳朵，并表示自己无法与妖兽生活。完成任务后奖励10000资产。温馨提示：如果抛弃老婆，他会因爱成魔，不但会成为一只强大的魔兽，而且会成为人类的心腹大患。选择2人受势不两立，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事后去除魔寺举报你的老婆。奖励初级修炼功法。选择3，管什么人不人妖不妖，做个勇猛的妖魔骑士。奖励神像镇狱神功。我没想到系统居然在洞房夜出现了。虽说选择1的这100亿资产很是诱人，但毕竟是自己辛辛苦苦追到的老婆，刚修成正果怎么可能抛弃？至于第2个嘛，我是肯定做不出来的。很显然我只剩下第3个选择了，做的勇猛的妖魔骑士。伴随我的选择，系统也随之弹出：恭喜宿主获得神像镇狱神功。可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气息从我体内涌出，数道雷电虚影从我眼眸深处闪过。此时他眼神之中满满都是惊恐的神色。我摸了摸他那毛茸茸的耳朵，称道：老婆，这道具真好，摸起来好舒服。见我一脸醉醺醺的样子，他才从惊愕之中清醒过来。只见他温柔地看向我，随后向我露出一个甜美笑容。哪有什么道具啊，时间不早了，老公早点休息吧。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那犹如惑人的魔音不断地涌入我的耳边。他看我慢慢地闭上眼睛，随后用手轻轻地推了推我，确认我真的睡着之后，他才轻轻地坐了起来。刹那间，3条长长的尾巴才伸展了出来。只见他原本温柔似水的目光也变得杀伐凛凛。原来新婚盛典上，茶叶被动了手脚，这才险些让老公发现我妖魔的身份。不过庆幸的是我俩都喝醉了，否则还真不好解释。好在只喝了1小口，不然到时候妖气爆发，定会被降魔寺的高手感应到。他暗暗发誓地称道，如果再敢伤害她老公的话，必定要诛他9族。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嘴上心心念念的老公我可是很清醒啊。此时我心中暗恨起来，如果不是那个暗中使坏的混蛋，你现在已经抱着老婆做一些浪漫的事了。此时你也懒得浪费多余的脑细胞，既然选择下毒了，就一定会自己跳出来的。此时装睡之中的你一把抓住将老婆的狐尾抱在怀中，老婆尾巴突然被抓，这让他杀气腾腾的眼睛瞬间变得眼波流转，随后更是羞羞地钻到你的怀抱之中。老公，人家修炼还不到位，还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身体之中的妖气，现在给你身子就是害了，就请你再忍耐一段时间了。白九颜调皮地说道。新婚之夜，白九颜特别的幸福，轻轻地吻了一下你的脸颊，幸福地抱住自己的丈夫，闭上眼睛假寐起来。此时白九颜开始炼化身体之中的活妖粉，她要在早上之前收起自己半人半妖的样子，免得吓坏老公。深夜中，一道狼嚎之声划破夜空，抱着我入睡的白九颜猛地睁开眼睛，黑色的眼睛已经变成了猩红色，其中散发出滚滚的杀意。今日是本尊大喜之日，容不得你们这群小小放肆。他站起身来，轻轻地为你盖上被子，随后直接化作一道流光飞出窗外。感受到白九颜已经飞远之后，你睁开了眼睛，那狼嚎声音充斥着一股妖力和战意，像是一张战书。此时你的脸色阴沉的可怕，你知道有人给白九颜下毒的时候，就猜到今夜不平静了，坏我好事，如今还主动上门挑衅，不管你们是谁，都是死定了。当即也是化作一道流光，追寻着白九颜的残余气息飞行而去。这还是你第一次飞行，那种感觉非常的新奇。找到了你追寻着老婆的气息来到一处荒山之上，此时隐藏在远处阴影之中的你，远远的看到站在山顶的老婆和3位壮汉，老婆半人半妖的样子，真漂亮。山顶之上，白九颜身穿红色嫁衣，背后3条长长的白色尾巴正在不断的晃动，她的头顶上面还长着一对毛茸茸的狐耳朵，看上去就充满了妖媚。此刻3个壮汉见到白九颜背后的3条白色尾巴，眼神之中都是露出狂喜的神色。3条狐尾错不了，他就是狐族叛徒，现在他身中祸妖粉剧毒，咱们轻而易举就能够将他擒获。任你白九颜藏得再深又如何，还是躲不过我的本命神通9天10地搜魂鼻。哈哈，老3战斗的本领不行，但是他这独门神通却强得离谱。白九颜任凭你跑到天涯海角，但是你身上的狐臭味还是躲不过我家老3的鼻子。3位壮汉满面得意的笑容，他们3个人已经觉得吃定了白九颜本尊。大喜之日，你们3只区区玄阶初期的小狼竟敢给我下毒，险些吓到我老公，你们该死！白九颜厉声说道。白九颜，你有天狐血脉，修为确实比我们强一些，但是你中了狐妖粉一身，实力怕是发挥不出30%吧。大哥，咱们快点动手吧，毕竟是人类的地头除魔司，那群疯狗可不好对付。好，咱们3兄弟一起上，抓了这小狐狸，先爽再说，等玩够了再将他杀了。拿着他的尸体去狐族陵上。3位壮汉身高都在1.9米左右，身上穿着黑色金衣，他们的相貌更是非常丑陋，皮肤上还长着一些黑色长毛，张开嘴更是能够看到一口锋利的牙齿。杀3人乃是3胞胎，从小就心意相通。随着一声大喝，3人抱起出手，漫天爪影向着白九颜笼罩而去，似乎要将其撕碎找死。白九颜厉笑一声，身上涌现出浓重而可怕的气势。白九颜不退反进，4人瞬间就打成一片。老婆很强吗？
竟然能够一人压制3只妖魔，你心中暗笑起来。此刻白九岩恐怖的实力之强，竟一时之间压着3只妖魔不断的退后。3只小妖魔，今日本尊不将你们打得魂飞魄散，难解心头之恨。白九岩怒吼一声：“白九岩，我们3兄弟承认小看了你，没想到你在服用了活妖粉之后，还能够拥有如此可怕的实力。”妖魔老大狞笑说道：“可我们赶来找你，就已经做好了万全之策，你乖乖的受死吧。”说话之中，这位妖魔老大手一抖，就看到他指尖夹着一张符箓。当见到这个符箓的那一刻，白九岩整个人大惊失色，不由自主的惊呼一声，立即冰火生泪。白九岩心惊肉跳的看着这张符箓，他知道自己死定了。此时妖魔老大带着一脸惋惜神色看向白九岩，真是可惜了这一副绝美的身体，原本还想要将你活捉，跟我们兄弟乐呵一下，现在只能够用这冰火神雷将你轰杀了一击。冰火神雷符箓贵到离谱，一直是3兄弟压箱底的宝物，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胁，他们是绝对不舍得拿出来的。不过用来斩杀白九岩还是非常值得的，狐族给他们的奖赏远超过这枚葫芦。去死吧！妖魔老大一挥手，这张葫芦就迎风向着白九岩的方向飞行而去。刚刚离手就开始自动燃烧，最终形成一个闪烁着雷电的大火球。火球散发出的恐怖气势已经将白九岩压制的动弹不得，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神雷砸过来。老公，对不起，我以后没办法陪伴你了。2颗晶莹的泪珠从白九岩的眼角流淌下来。面对死亡，他唯一不舍的就只有自己的老公。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仿佛鬼魅一般的出现在白九岩的面前。此人身上穿着黑色长袍，长袍之上绣着9条金龙，脸和露在外面的部位都蒸腾着淡淡的黑雾。透过黑雾能够看到一双充满愤怒和杀意的双眼。面对袭来的冰火神雷，你只是淡淡伸出了自己的手臂。白痴竟敢徒手接冰火神雷，不知死活，愚蠢，竟然用你的命去救这个狐狸精，你们都要死。地级冰火神雷的恐怖你挡不住，哈哈！冰火神雷炸死他们2人，到时候搜刮一下，说不定还能够从这傻子的身上找到一些宝贝。就在妖魔3兄弟嘲笑的时候，冰火神雷已经飞到了你和白九岩的面前。震惊的一幕出现了，那一只笼罩着淡淡黑雾的手掌竟然徒手捏住了冰火神雷。这一幕吓得妖魔3兄弟的心脏差点从口中跳出来一道犹如九幽最深处传来的深沉声音：不屑之极，雕虫小技。说话之中，你将这巨大的冰火神雷捏在手中，送到自己的嘴巴前面，张嘴一吸，那张嘴就仿佛变成了巨大的黑洞，不过是眨眼的时间，就将这冰火神雷全部吸到腹中。咕咚！见到这一幕的妖魔3兄弟以及白九岩都是吓得吞咽了一口口水。这么恐怖的吗？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能够生吞冰火神雷的，这可是足以炸平一个小山的冰火神雷，这样被吃掉，你不怕肚子炸开花吗？在众人注视之下，你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还有吗？顿时吓得妖魔3兄弟摇了摇头，他们吓得腿都快软了。生吞地级冰火神雷不说，竟然还要再来一颗，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要求，更何况你当地级符箓是大白菜吗？妖魔老大胆战心惊的说道：前辈，没了我们半辈子心血也只是买得起一张，既然这样，你们就去死吧！你伸出手指，无尽的雷电从你的指尖之中狂涌而出。不，前辈饶命，求您饶命啊！雷电笼罩之下，3只妖魔之来的极哀嚎一声，随后就化作3具焦尸倒在地面上。你只虚空一掌，庞大的无形力量硬生生将3道透明的灵魂从这3具焦尸之内拉了出来。3道灵魂在不断的挣扎，最终还是被你握在手心之中，化作3个透明的小狼。一旁白九岩异常感激的看向前，但白九岩话还没有说完，你就直接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白九岩的面前。感谢前辈救命之恩，大恩大德没齿难忘。白九岩向着你离去的方向一拜，即便是白九岩没有吃下火妖粉，全盛实力也是必死。今日能够活下来，全仗着这位不知名的前辈搭救。望着已经成为教师的3只妖魔狼族，白九岩的眼中满是愤恨之色。如果不是这段时间本尊忙着结婚的事情，荒于修炼，没有突破境界，也不至于被你们几个废物弄得如此狼狈。白九岩暗下决心，不知道这3个蠢货有没有将我的消息卖出去。如果被狐族知道就麻烦了。他心中已经暗下决心，要尽快修炼，提升自己的实力，一定要在姐姐找到我之前拥有与她匹敌的力量，不然老公会有危险的。白九岩心中压力很大，但就在这个时候，白九岩头顶上毛茸茸的耳朵抖动了2下，他隐约从远处听到了一些声音，难道是除魔司？虽然南海市这种18线小城市的除魔司中没有高手，但不代表人类之中没有强者。嗖，白九岩化作一道流光，拔地而起，消失在天空的尽头。另一边，你已经回到凤凰大酒店之内。就在你开始检查自己收获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一阵波动传来，是你老婆回来了。你连忙回到自己的被窝之中，装作还在睡觉的样子。几个呼吸之后，一道白色人影从窗外飞了进来，小心翼翼地回到房间之内。他警惕地伸出半个脑袋向着窗外望去。白九岩庆幸地长出一口气，还好我激烈将追踪到我的除魔四疯狗甩掉了。他中了3只妖魔的活药粉剧毒，再加上刚刚战斗的时候受到了一点点的伤势，使得白九岩战斗力大减。一旦被除魔司找到的话，他或许可以仗着自己的实力强行闯出来。那还是，但是老公就遭殃了。以除魔司那群疯狗的性格，大有古代东厂和西厂的作风，有杀错不放过，一定会将她老公认为是勾结妖魔的人类叛徒，到时候她死定了。幸好除魔司没有追踪到她，平复了一下心情。白九岩回到床上，见到你还在沉睡，他笑着钻到你的怀中，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等我将伤势养好，一定要抓紧时间突破到地级了，不然的话始终是个麻烦。白九岩喃喃说道，拥有地级实力就可以成为称霸一方的强者，遇到危险我也能带老公走了，到时候就能完美的掌控自己的妖情，不用担心侵蚀老公的身体了。
想到这里，白九颜就格外的开心，枕着你的手臂逐渐的进入到梦乡。今日大战许久，他真的很累了，却不知道自己的自言自语全部都被你听到，真是个傻丫头。你很想告诉白九颜，他那点妖气根本不可能侵蚀你强大的身体，可想了想，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两人相拥一夜无话。翌日清晨，你醒过来，整个人伸了一个懒腰，面对身上有伤的妖魔气宿主，应该如何选择？选择一，当做什么都不知道；选择置之不理，反正他有一半的九尾天狐血脉，就算不治疗也可以很快恢复。奖励冷血无情称号。选择二，毕竟是我老婆，去药店购买一些品回来，虽然疗效甚微，却也代表了自己的心意。奖励初级炼丹术。选择三，我的老婆我来疼，亲自去蓝海市外斩杀地级以上妖魔，取其精血和内丹为老婆煲汤，可以快速恢复伤势。奖励玉雷9卷。我曾陪伴老婆这一路，所以我做不出第一选项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第二个选项以我的性格也不是敷衍之人，于是又只剩下第三个选项。如果有了这么强大的实力，还不肯为老婆付出的话，那和畜生有什么区别？于是我坚定地说道，我选择三。恭喜宿主获得玉雷9卷。一瞬间我的脑海充斥着很多的东西，玉雷9卷的内容如同一道洪流，不断的在我的脑海之中横冲直撞。我捂住头，脸上露出几分痛苦之色。就在这个时候，我丹田之中的神像仰天怒吼，似乎天空之上的星辰都要吼落下来。脑海中的洪流听到这吼声的那一刻，顿时间老实的像是孙子一般，开始主动和莫凡融合。许久之后，我长出一口气，此时我已经完全领悟玉雷9卷。就在这个时候，房门声音响起，老婆提着一个小袋子走到莫凡的身边。原本满脸笑意的老婆在看到我的那一刻，脸色顿时变得惊恐吓地退后了2步，手中的袋子也从手上划过，因为她从莫凡的眼底深处看到一条非常可怕的雷电光芒闪过，一瞬间她仿佛置身于无尽雷电海洋之中，赫赫天威差点将她毁灭成为灰烬。绝大多数的妖魔最恐惧的就是雷电这种东西，那是公认的妖魔克星，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修炼雷道功法的人地位格外尊崇。只是转瞬之间，我眼中的雷电就已经消失不见，那种仿佛置身于无尽雷池之中的恐怖感觉也消失不见，这让她感觉自己是产生了错觉。她和老公在一起这么多年，自然知道莫凡只是普通人罢了。我将袋子打开，笑着说道，哟，都是我最喜欢吃的早餐，谢谢老婆了。豆浆油条都是热的，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她将之前的恐惧抛开脑后，便开心的笑了起来，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她心中很开心。莫凡一边狼吞虎咽一边说道，一会要答谢一下参加咱们喝酒的同事们，那你注意身体，千万别再喝多了。我用力的点了点头，老婆让你受苦了，结婚还要和我住酒店，你要相信我，我相信咱们很快就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了，还是那种大大的豪华别墅。她笑着点了点头，那样子仿佛真的已经实现了一样。两人吃过早餐之后，就退了酒店的这个房间，她要尽快回去调息自己的身体，让自己身体尽快恢复。另一边我并没去找她的朋友，而是乘坐地铁来到蓝海市边缘，最后悄悄地离开蓝海市。为了防止人类成为妖魔的走狗，除了少数战斗人员之外，大部分普通人没有特批是不允许走出城市的，这是对人族的一种保护，同时也能够防止人类叛徒离开城市，将重要情报送给妖族。蓝海市边缘的守卫非常严密，我只能够悄悄地隐藏身形，躲不开不定时巡逻的巡查队。来到蓝海市外，我离开蓝海市之后，看到的是郁郁葱葱的森林以及高高的杂草。他脚下的公路因为年久失修，已经裂开得非常严重，在道路的边上还停着腐蚀非常严重的破烂汽车。100多年前，一道光柱从天而降，无数的妖魔从这光柱之中走出，开始大肆残害人类。因为事情太过突然，而且妖魔的实力太强大，人类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此时我看向破旧的公路和腐蚀不成样子的汽车，100年变化沧海桑田也不过如此。感慨一句后，我便向着不远处森林的深处而去。他要猎杀妖魔了，而且地级以上的妖魔都是有名有姓的存在，实力都非同小可。我记得3年前有一个报道，蓝海市北边一座山沟中生活着一只地级黑云魔虎，那家伙实力很强，脾气暴躁，力量强大，非常棘手。但是我并没有因为黑云魔虎的强大而放弃，我很想要抓住这只魔虎，它的精血和妖丹正是目前老婆最需要的东西。我准备和这蓝海市最强妖魔碰一碰。我往密林深处走去，那虫鸣兽吼的声音便越发清晰，对此我却毫无惧意。我眸光坚定，在草丛中快速前进着。突然一阵掺着血腥气的妖风急速向我后颈扑来，我一声并未回身，只是伸出五爪向背后狠狠一抓，顿时森林里电光四起。他的身后明显传来了皮肉烧焦的声音，那妖物传来了惨烈的一声哀嚎，然后重重地摔进了草丛里。我回身在草丛里狠狠一踢，那浑身冒着烟的妖物便又被踢到了空中。莫凡用雷电之城网把它固定在空中。我没兴趣知道你是何物，你只需告诉我黑云魔虎如今在何处便好。那声音冷酷而阴沉，把那小小妖物吓得边瑟缩边流泪。大师饶命，大师究竟是何人？小的记得降魔司不许你们人类出城的呀！我不耐烦地收紧了雷电网，那妖物又被电得惨叫一声，然后极为凄厉地喊道，大师别电我了。黑云魔虎是我们这一片的领头，如今居住在森林深处的虎啸山上，您只管去便是。如今这个时候他一定还在睡觉呢。这小妖物边说边流泪，越想越伤心，他只不过想杀一个人类王呢，怎么好死不死撞上了这种强者呢？我丝毫没有放了那妖物的打算，给我带路。小妖物哪里有拒绝的余地，只好小心翼翼地拖着那雷电网，带领莫凡往虎啸山深处走去。到达一处黝黑的洞穴前，那妖物瑟缩着停下了脚步。大师，黑云魔虎正在这洞穴深处，我知道他已经没什么用处，便随手一甩电光，噼里啪啦一番，便直接把那妖物甩开了几百米远。没兴趣听洞穴外一片惨叫与鸟兽奔袭，我直接昂首迈入了洞穴之中。洞穴里血腥气与腐臭气简直熏天，还没等他看清里面的地形，一阵凛冽的阴风便直直地朝我刮了过来。哪个不长眼的东西，竟敢扰你虎爷安眠！一阵刺耳的虎啸声直接从洞穴深处传来，随后那声音以急速奔袭向洞口。仅仅一瞬间，我甚至已经看到了他那双泛着寒光的巨大虎爪在空中挥舞出的弧度。好家伙，
这是送上门来了。我冷笑一声，直接祭出神像镇御神功，丹田内那只右相感应到莫凡的召唤，直接昂首发出一声悠远的兽鸣，顿时声波激荡，洞穴外那嘈杂的百兽奔袭之声停了下来，所有动物都瑟瑟发抖地卧倒在草丛中，不敢再进一步。他们明显感觉到了某种来自神兽的威压，这是他们从出生以来从未感受过的威胁，太庞大了，太碾压了，那股力量直接把他们震得连一丝反抗的心思都不敢有。而黑云魔虎也在瞬间停下了脚步，他没敢再朝我冲来，只是停在了莫凡身前10米处，震惊又疑惑地观察着我。我这才打量了那黑云魔虎一眼，可能由于还没睡醒的原因，这虎妖如今是完全的兽化，只不过已经完全直立行走了起来。他身上满布着黑云纹样的皮毛，手上脚上的利爪寒光逼人，眸色血红，獠牙颇长，仅仅一看便比昨晚那几个狼妖强了不少。与此同时，黑云魔虎吞了口唾沫，紧张地张口了：“小小人类不知死活，你不好好窝在你们城内，跑来你虎爷处送什么死？你可知虎爷此处是由何人罩着的？不管你实力如何，还不快快滚！”他明显对我有些发怵，可仍不肯放下面子，依旧张口叫嚣。我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所谓地级强者也不过如此。下一秒还没等黑云魔虎反应过来，我便一言不发，直接以急速冲向黑云魔虎。他的手上出现了一道由雷电形成的刀刃，这正是御雷9卷里面所记载的招式灭神雷刃。那雷刃一路火花带闪电，直直地砍向黑云魔虎的脖颈。魔虎躲闪不及，纵使已经使出全力避让，仍旧被那雷刃由尖到肚狠狠地划了一刀，顿时电光四起，他的皮肉也发出了一阵焦响，一股深入骨髓的痛意轰入了黑云魔虎的脑袋，这使他直接暴怒了起来。他那红眸闪出了一阵血光，然后仰天怒嚎一声，黑云魔虎的身形明显变大了起来，獠牙也伸长了1倍，他拼命扑向我，嘴里还凝聚起了一个血红的光球，那光球与虎爪一道狠狠地射向了我的面颊。我冷笑一声，随手一挥，一只携带着雷电的象影闪现，虎爪顿时被雷电击落，光球也梦幻般的四散在空中。黑云魔虎彻底蒙圈了，我不再给黑云魔虎反抗的机会，手持那灭神刃狠狠一挥，顿时灭神刃直接插入了黑云魔虎的脖颈，他眸内的血光渐渐消散，变成一片灰暗，然后重重的仰身倒在了洞穴里。洞穴里顿时激起了一阵陈年的飞灰，我回身一望，还好洞穴外的妖物们此刻都被吓蒙圈了，没人敢上前打扰他。我捂着鼻子上前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工具，灭神刃刺中的伤口早已被烫成一片熟肉，我又在另一处开了一刀，妖血潺潺流下，全被莫凡接入了一个瓶中。随后我又剖开了猛虎的肚子，取出了黑云魔虎的妖丹，然后物尽其物地收集了所有能令白九岩恢复伤势、增长修为的东西。剥削了一番之后，我走出了洞穴，狠狠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莫凡大不咧咧地走在了出林的路上，而路的两边哪里有还有妖物敢来骚扰？仔细地备好那些要给白九岩使用的东西，他又是一路躲过各种人员的侦查，这才在吃午饭之前赶回了家。站在家门口，他左右仔细闻了闻，确认自己身上没有了一丝虎臭味与血腥味，这才敢敲敲房门。此时白九岩正在客厅中盘腿打坐，他那3根毛茸茸的白狐狸尾巴正在身后轻轻舞动着。昨夜他中了祸妖粉，伤势不小，所以只得趁莫凡外出时，趁机运功为自己疗养一番。此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动作，白九岩闻声眼神一亮，笑意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他知道一定是莫凡回来了。白九岩双手拈作花瓣状，轻轻一旋，便收回了房内所有异象，然后便喜滋滋地跳到门口，从猫眼里看了一眼，快速拉开了门。老公，你怎么才回来？想死人家了？他二人毕竟新婚燕尔，白九岩简直是一刻都离不得莫凡，恨不得永远黏在一起才好。莫凡连忙接住跳到他怀里的白九岩，然后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发，不好意思，在同事那里耽误的有些久，怎么等着急了？白九岩在莫凡怀里蹭了蹭，莫凡简直不知道拿自己这位娇妻如何是好，便连忙把她哄进了房内，然后提了提自己那黑色背包，向白九岩笑道：我同事给了我好多他从老家带来的好东西，说是专门祝贺咱俩新婚用的，今天中午我就用这些东西给老婆做一顿大餐。白九岩听说有好吃的，哪里还顾得上身上的伤势，连忙馋得向莫凡点了点头。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大部分时候都是莫凡做饭。白眼九当初会爱上莫凡原因之一，也正是因为莫凡有这样一手好厨艺。莫凡见白凤九并没有对这一包食材生意，便立马顺势把他拎到了厨房里，然后打发白九岩自己在客厅里看电视。白九岩不疑有他，自然是喜滋滋地等待着老公的美味佳肴。而莫凡把那些东西在酒店自带的小厨房里摊开，却有些一筹莫展了起来。虽说他厨艺不错，可处理妖血妖丹这些东西，倒还真是生平头一回。正当莫凡在厨房里忙东忙西时，城外的森林里，一声怒吼震慑山谷。一位身着西装的飞机头青年，此时站在那一片狼藉的洞穴口，已然抑制不住身上的怒火。洞穴内一阵又一阵的腥气不住地翻涌而出，青年的心中悲愤交加，甚至不需要他进去看，仅仅从灵气的骤然断裂上判断，就能知道黑云魔虎恐怕已遭毒手。他咬牙抓起旁边的一只小妖，然后用力捏住对方的喉咙，怒声问道：是谁杀了我的黑云魔虎？那只小妖不住地在空中挥舞着四肢挣扎着，然后满脸涨红的艰难回答道：李公子莫要动气，先放了小的吧。那名被称作李公子的青年狠狠把小妖往地上一摔，然后捏拳问道：还不快讲？小妖趴在地上一阵咳嗽，然后虚弱地回答道：禀告李公子，虎爷本来一直在洞穴中修行，我们也不敢打扰，谁知道今天早晨突然从城内闯入了一个男人，他实力颇强，一路冲到了此处，然后便把虎爷放血挖裆了。李公子的拳头已然捏出了响，他面色被气得铁青，咬牙道：竟敢违背命令私自出城，还杀害了由我们李家所饲养的黑云魔虎，我看这人是不想活了，等到小爷我揪出此人，一定要让他九族一起给黑云魔虎陪葬。小妖们跪在地上瑟瑟发抖，根本不敢反抗，此场面若是让其他人见到，
必定都要大惊失色。统治人类世界多年的妖物们，此刻竟匍匐在一个人类的脚下，此人究竟是何等来头？李公子的目光直直射向了旁边一只长着黑色羽翼的妖物。你们一族最善追踪定位，还不速速组织人手，给我找出那个狗杂种的地址！李公子既然已经发话，蝙蝠竟然哪里敢违抗？更何况今天早上，他们确实也远远地看到了那男人击杀黑云魔虎的场面。森林里，几只蝙蝠精一齐张开双翼，一阵阵蓝色光波从他们的头部激荡开来，渐渐从森林扩散到了整座海蓝市。此时正在厨房里拿虎妖的肉煲汤的莫凡，敏锐地感觉到了一股从天空上激荡而来的力量。在看厅看电视的白九颜也眉头一皱，看向了窗外。多少年了，海蓝市的上空都没有传来过如此浓重的妖气，难道是谁惹怒了城外的妖族？与此同时，除魔司的警铃也大作了起来，他们连忙派出人手，在城市的各处妖道里开始了严密的搜查与排除，可是始终没有找到那股妖气的源头。而莫凡放下手头的各种东西，走到窗前抬头一望，便知道此事恐怕与自己今早的行动脱不了干系，难不成是来搜查自己的？莫凡回头看了看那还在砧板上静静躺着的红色妖丹，冷笑了一声，没想到你这妖物后台还挺大。他不由想起了自己击杀黑云魔虎前，黑云魔虎所放出的那句狠话。莫凡双手抱胸，淡淡的挑了挑眉，不管你是由谁罩着的，既然你的名号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又要为我老婆寻求良药，那你无论如何都得死。没再继续观察，他无所谓的耸了耸肩，继续回到厨房开始切起了肉。此时我端着一大煲汤和几个精美小菜，那诱人的香气顿时传遍了整个房间，把老婆的口水都要馋了下来。但不知为何，这食物的香气竟然让他伤口的隐痛都消减了一些，难不成这就是美食的力量？但他哪里知道，我在每个菜里都掺了黑云魔虎的精肉，作为 B 级的强者，虎妖身上的每一处骨肉都有功效，对他的伤势自然是大有裨益。他越吃就越感觉自己丹田处萌生出一股暖洋洋的能量，不知为何，在这股暖流的滋养下，他竟然心有所感。朦胧中，他已触摸到了那层属于地级强者窗户纸，只需要轻轻一捅便能顺利晋升地级。此时他一脸震惊地看着我，吃一顿老公做的饭便能突破地级，这是多少妖物求都求不来的福分。两人吃完饭后，我本想要独自去厨房清洗碗筷，却不料你的妻子竟然也要和同去。然而他刚一进去，便被眼前的画面所呆滞住。原来在我刚刚做饭时，由于妖丹太过于明显，没能掺进菜里，于是我便想着下次再给他吃。还没等你拦住，白九颜已然率先冲到了那红色妖丹前，他吞了吞口水，指着那妖丹，然后用呆呆的震惊眼光看着妖丹。这种东西老公怎么会有？此时我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却在脑海中迅速寻找理由。就在这时，脑子里突然传来了一阵系统声：选择一，告诉老婆这颗妖丹是自己费尽辛苦在郊区杀了一只大妖魔的来，让老婆好好心疼心疼自己，奖励初级疗伤丹药。选择二，这颗妖丹是自己从黑市上买来，花了好多钱，但为了老婆是值得的，奖励100万资产。选择三，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不让老婆担心与怀疑，奖励修为大幅度增长。下一秒我淡淡道，那是我同事送给我的礼物，说是他爸妈从拍卖行里买回来的。选择成功，获得奖励修为大幅度增长。听闻后的他才长舒一口气，他将那妖丹攥进手里，对我说道，我很喜欢这个礼物，谢谢老公。说完后，他便飞速带着那妖丹溜进了洗手间。此时他左右望了望，要知道这颗妖丹本是地级妖物才会凝成的上品，有了这个东西，过妖粉对他造成的损害便可以立即归补。此时洗手间内，他建立起了一个格局外置的屏障，然后结起手印默念了几句咒语。下一秒，手中那颗红色妖丹竟然腾空而起，妖丹的周围浮现起了几个粉色的奇异字符，并结成法阵。而那妖丹在一阵阵粉色光波中渐渐旋转消融了起来。那妖丹释放出一股又一股的红色光芒，红色光芒一旦释出，便迅速被粉色光波吞噬吸收。每吸收一次粉色光波的质感便强大一分。待到光芒消失，他轻呼一口气，刹那间他身后突然涌出了4只毛茸茸的尾巴。此时他已成功恢复伤势，并且顺利晋升至地级。九尾天狐的血脉不同于其他普通狐族，他们九尾天狐出生便携带2尾，旋即升3尾，地级便晋升4尾，往后每升1级再升1尾，直到9级方可练成通天地气鬼神的大妖。此时他也没想到自己可以如此轻松的进阶，他收下那剩余的妖丹，随后深呼吸了几下。而此时我像是毫无察觉一般，正在厨房洗碗。其实我哪里会不清楚刚才在洗手间里发生的一切，可我知道他并不想让我这么早的察觉，于是便装作不知，全当哄自己的傻老婆玩了。次日清晨，他便偷偷摸摸的出了门。虽说那颗妖丹已经帮助不到他，但显然还有别的作用。此时他来到了市中心最为繁华的地段，就开始思念自己的老公。而正当老婆出神之时，他心中所想的老公正跟在他身后，默默观察着老婆的一举一动。如今老婆正在被人盯着，自己还是随时随地跟在老婆周围，好好保护她才是。大厦深处有一处装修的颇为豪华的电梯，只是不常被人使用。他轻车熟路的迈步到电梯前，随手从包里掏出一张卡，在感应器上绕了一下，那电梯便轰然打开，承载着他往下坠去。渐渐的，四周的景色越来越富丽堂皇起来。隐在他身后的我好奇的挑了挑眉，因为我是第一次知道海蓝市的地底原来还有如此雄伟壮观的建筑。电梯门轰然打开，他撩了一下头发，仰着下巴走了出去。他以扫在家里时柔弱娇贵的形象，竟凭空变得霸气凛冽了起来。
同时守护在电梯口的几个侍应生见到他也连忙弯腰齐声问好道。他微微皱了皱眉，向他们比了个虚，示意让他们不要如此高调。那些侍应生见状便连忙噤声，连大气都不敢再喘。看到此幕的我简直有些惊讶的合不拢嘴，自己的老婆除了是神秘莫测的九尾天狐，还是拥有如此大资产的女富婆。我一路仔细观察，终于在入口处发现了几个大字：九湖拍卖所。我按了一下内心的震惊，继续跟着他拐来拐去，终于穿过各种回廊走廊，然后敲响了一个办公室的红木门，还未等到应答，便直接推门走了进去。此时里面坐着几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见到他前来，均是齐齐鞠了个躬。不知白小姐大驾光临，情树无等有失远迎。看着温柔似水的娇妻，竟是蓝海市中的隐形富婆。就在刚刚，小九穿过走道，来到一间办公室内，里面的老者见状后纷纷向他鞠了个躬。他径直的朝前走去，并取出那颗妖丹，地级妖兽的妖丹。各位大师估个价吧。几名老者见状后瞬间激动了起来，且看这表面光泽，怕是刚取出不久，而且还含有那妖兽生前的灵力。此物若是上市拍卖，绝对是天价。明晚你们以这妖丹为主题，举行一个拍卖会，届时我会前来，引在观众席中进行参观。她要以此为由，给她老公一个惊喜。听闻后，几名大师连忙承诺道，定会将这妖丹拍出案例级别的价格。把妖丹托付给几位老者后，他便转身离去。数分钟后，小九便回到家中。不过此刻的两人一个在内，一个在外。他轻轻吸了一口气，然后拿出钥匙打开了房门。他探头进去，左右望了望，见四下无人，便蹑手蹑脚地回到了卧室。他看到还在床上浅眠的我，嗔怪地笑了笑，真是傻老公，到现在还没醒。此时我也适时睁开了双眼，只见他神秘兮兮地拉着我进了卧室。我一脸激动地认为要对自己做出夫妻之间常做的事，可激动了半天，老婆却趴在我的耳边称道：“咱们要发财了。”心知肚明的我心中暗笑，随后一脸惊讶地问道：“怎么回事？”只见他用那双白皙的小手挡住了我的嘴，随后称道：“将昨天我送他的那个珠子给一位识货的朋友看。”经过一番故弄玄虚，他终于向我说出了要带我参加拍卖会的目的。我没有违抗老婆的好意，于是便答应了下来。我也没有想到，本是想给老婆寻找一些疗伤的东西，没想到还有这份意外的收获。此时夫妻俩拿着早早准备好的入场券，随着那衣衫华贵的人们一起踏入了拍卖场。此时他微微皱起了眉头，以前也经常乔装进入拍卖场，所以认识大多数城中贵子名媛，可这一次竟然有很多连他都没见过的陌生面孔前来参加。就比如说他们身前那一列队伍，个个身着笔挺西装，戴着蓝黑墨镜，他之前从未见过。可这些人少说都有玄级境界。经过观察，除了他们夫妻二人以外，竟然还有李家。说起李家，那可是海蓝市4大家族之一，财力雄厚，连他们都被今晚的拍卖内容吸引。看来那颗妖丹造成的影响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可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丝嘲讽的声音：“哟，这不是我们的校花吗？怎么下嫁给了穷人之后，也好意思来参加这个拍卖会？你们有钱买这里的东西吗？”原来此人正是王家的公子哥，也是老公4年的大学同窗，与李家同属海蓝市4大家族。此时我像看死物一般看着王爵，那眼神不禁让王爵闭起了嘴。只见他的脸上含着一抹轻佻的笑容，随后不停地在小九的身上进行扫视。王爵脸色一沉，刚要说些什么，忽然从身后传来一道声音：“原来王少爷到了，真是幸会。”他一转头，直接被李军吓了一大跳。这人不是刚刚痛失爱宠，正在海蓝市上流圈里发疯，要用500万悬赏杀了黑鱼魔虎的人吗？他怎么会来？要知道王家与李家乃是多年的对头，再加上王爵知道李军刚刚痛失爱宠，所以并不想正面触上李军的眉头，还是能躲则躲吧。随后只见他一挥手，带着身后几个小弟溜进了场所内。此时二人也顺利进入拍卖场。没过多久，拍卖会就正式开始了。经过几轮拍品，终于到了那枚妖丹。此时拍卖师精神振奋地喊道：“下面就是我们本次拍卖的重头戏，一颗地级妖兽的新鲜妖丹，起拍价5000万。”他明显有些激动，连忙握住了我的手。尽管5000万对他来说只是小数目，可对于他们夫妻二人来说，却是一笔可以直接让他们迈入中流阶级的大钱。盯着这颗妖丹的人果然有很多。拍卖师话音一落，立马有人加价。随着场上的叫价愈演愈烈，这颗妖丹的价位已经被哄抬到了9000万。这时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王爵又举起了叫价牌。他直接站起来，回身向小九比了个爱心，称道：“我出1亿，送给我心爱的白小姐。”场下顿时议论纷纷了起来。可就在这时，一位身着白色西服套装的女人微笑着举起牌子，她清澈的声音响彻全场：“1亿5000万。”众人闻言愣了愣，这么有魄力的女人简直举世罕见。另一边的王爵急了，因为他最近的修炼进入了瓶颈期，这块妖丹他势在必得，怎么可能拱手让人？1亿6000万。前方的女人继续微笑着加价：1亿8000万。要知道在往上加就要超过他的预算，但在小九的面前他又很不甘心，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喊道：1亿9000万。谁知进场之后一直安静至今的李军突然有了动作，他神色阴沉地举起了叫价牌：2个亿。话音落下，整个拍卖场安静了一瞬间。王爵狠狠地瞪着李军的方向，眼珠子都红了起来。2个亿，这人是完全疯了吗？这颗妖丹再好，2亿也顶破天了，他要如何向家里长辈交代？突然王爵抬眼看向台上那颗血红的妖丹，一个疯狂的想法涌入了他的脑海，难不成这妖丹就是李军的爱宠黑鱼魔虎的妖丹？要不然如何解释李军如此疯狂？还有人继续加价吗？拍卖时颤抖着嗓子问道。王爵咬牙，他确实不能再加下去，况且与李军这个疯子斗，显然没有什么好处。他十分不甘心地放下了手中的牌子，而前方那个身着白色西装的女人也只是清浅地笑了笑，然后摇头表示放弃。随着拍卖师手中的木锤落下，7
清脆的声音中，李军越过人群，违反规定的跳上了会场。保安根本没有想着去制止，所有人都以为李军只是想上台亲自观看自己的拍品而已。而下一秒，李军的话震惊了所有人，他一把推开拍卖师，然后拿着话筒，眯眼向台下威胁道：“我希望九湖拍卖所尽快向我提供卖家的所有身份信息，我会用这2个亿买卖家的人命。”此言一出，群众哗然，这是什么情况？李家公子究竟在干什么？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种有违法纪的话来？而观众席上，我显然不负刚才的懒散，我直起了腰，看着李军，从他那愤怒与疯狂交织的脸上，似乎一瞬间明白了之前那阵弥漫海蓝城的妖气是何人所为。原来黑云模糊口中的后台竟是他，李家公子李军。正当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时，那拍卖师颤抖着跪在李军的面前，瑟瑟地说道：“禀告李公子，我们拍卖所的规矩一向不透露卖家身份的，您不要让小的难做呀。”李军抓着话筒阴笑一声，下一秒他狠狠一脚将那拍卖师高高踢起，拍卖师的面色瞬间惨白且狰狞了起来，他不受控制地吐出了一口鲜血，以扭曲的形体在空中上升，然后又重重地砸在了地上，嘴里喷出的血在空中划过了一道残忍的弧线。拍卖所里顿时一片混乱，所有人都尖叫着向外跑去。王爵震惊地呆坐在座位上，这李军这是彻底疯了不成？大庭广众之下的他真当李家能够只手遮天吗？他的身旁几个小弟连忙搀扶起王爵，要将他送出场外。王爵在小弟的搀扶下终于可以行动了。当他经过白九岩与莫凡的座位时，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打算在白九岩面前逞一次英雄。可当视线放到他们夫妻俩身上时，王爵震惊地后退了一步。只见白九岩不知为何双眸中满是愤恨，此刻银牙紧咬，粉拳紧握，看上去竟像是要与李军拼命的样子。而莫凡也神色阴冷地盯上台上的李军，他们夫妻2人竟然没有丝毫想要逃跑的意思。尽管这偌大的拍卖场，除了没来得及逃跑的王家一行人，只剩这夫妻2人了。疯了都疯了，愣着干什么跑啊？王爵一声令下，他的小弟们顿时把王爵背在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逃出了拍卖会所。逃到门口时，王爵的脸色已然不能用黑来形容。想他堂堂王家王爵，想要什么没有？今天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接连着让2人给败了面子，结了伙，最后还落了个仓皇逃窜的下场。传出去他还要不要脸了？缓了一口气过后，王爵咬牙切齿地站起来，阴狠地瞪了瞪身后的拍卖所，眼中闪过一抹隐晦的杀意，转身利落离开。而此时拍卖场内，李军仍握着话筒，对着空荡荡的会所桀桀地笑道：“本来只是碰碰运气，没想到真的让我碰中了。今日在这里拍卖的这颗妖丹，果然是我李军的爱宠。黑云魔虎所有，我与黑云魔虎曾经签订过灵契，对他的气息格外敏感，所以今天我一定要知道这颗妖丹的卖家是谁。”他的视线又转向了后台，我希望你们都有点眼力劲，不要做出让爷爷我生气的事儿，否则下场就会和那个拍卖师一样。我养了他这么多年，我自己还没取血挖丹，竟被其他人捷足先登，那人必死无疑。后台所有的工作人员已经吓得倒成了一片，他们不敢穿过李军所在的拍卖台逃走，可后台又没有其他的通道，因此今天他们面对的可能只是死路一条。此时观众席上的白九岩终于忍不住了，这个拍卖场虽然只是他产业的一部分，但也是他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底下的每个员工都如同他的家人一般，这个李军实在太过分了，怎么能如此草菅人命？转头看向莫凡，他在心里默默抱歉，老公对不起，我实在不能坐视不理。下一秒他手起刀落，一个手刀劈上了莫凡的后颈，莫凡不想让白九岩发现自己的异常，也只好顺他的意乖乖的倒下。瞬间白九岩便已冲至了场上，我就是这颗妖丹的卖家，你有什么冲我来便是，放了这些员工让他们回家去吧。李军眯着眼睛打量了白九岩一番，然后静静摇了摇头，我不乱杀女人，我有明确的消息，杀了魔虎的人乃是男人，女流之辈莫要前来送死。白九岩冷笑一声，是吗？那我们手底下见真章。下一秒他已幻化出了虎爪虎耳，风一般的向李军攻去，可李军却丝毫不慌，他冷笑一声站在原地，双手画出一个泛着蓝光的大圆，随后向前一推，那大圆自行化作一个实体屏障，以千钧之力将白九岩重重的击退。同时场所的角落里，那群戴着蓝黑墨镜的西装人士终于从阴影中走出，他们整齐地迈出了步伐，齐刷刷地走到了李军身前。白九岩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他娇嫩的嘴角被那股不明力道击出了血。该死，这李军竟是地级巅峰强者，那群保镖的实力也都不容小觑，都是自己的错。如果自己不执意拍卖妖丹，还带着老公前来，今天又怎会遭遇此等祸事？自己没死于妖族追杀之手，难道要死于人族之手吗？实在是太不甘心了呀！正当白九岩有心赴死之际，他的眼前突然涌起了一阵黑雾，一个戴着黑金面具的人，又如那天晚上一样，奇迹般的出现在了他眼前。那人一身黑袍，周身黑雾涌动，嗓音如同九冥里传出来的上古之声一般。你可知你滥杀无辜，乃是触犯了人族法律？李军仅仅震惊了1秒，随后便狂放的大笑了起来。法律，我告诉你，在这海蓝城，我李家便是法律，我李家便是天道。莫凡无奈的摇了摇头，真是阎王叫你3更死，哪能留你到5更？这等疯人还是早日杀了为好。他伸出左手往李军处狠狠一压，顿时一只凭空形成的象腿虚影，就像踏碎虚空一般，狠狠朝李军头顶踏来。李军丝毫不惊慌，依旧以急速画了一个泛着蓝光的大圆，然后向上一推，这是他们李家世传的功法，玄武神功。从理论上来讲，他所画出的这道屏障，与世间来说乃是最为无敌的防御，他根本不相信有什么攻击可以突破。可下一秒，
李军的脸色忽然变得苍白起来。只见在象腿接触到蓝色大圆的一瞬间，那蓝色大圆便如同脆弱的蝴蝶一般被踩得分崩离析，轰然四散在空中。然后那象腿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达了李军的头顶。还没等李军喊出一声求救，那象腿便重重的塌下。下一秒台上哪还有李军，只剩下了一滩肉泥。李军的保镖们见状，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余力去保护李军，因为眼前的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直到现在他们才反应过来，李军已经死了，可他们显然没有任何报仇的机会。那个象腿又高高的抬了起来，向他们横踢了一脚。白九颜挣扎着擦掉唇角的心血，他有心想问这个出手屡次救他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谁，可下一秒他终究支撑不住伤势，缓缓晕了过去。而经过象腿的那番横扫，此时那神秘人面前已无一人站立。莫凡冷哼一声，他挥了挥袍子往后看去，却看到了白九颜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样子。老婆，莫凡连忙摘掉面具冲了过去，他细心的抱起了白九颜，替他查看了一下伤势。幸好白九颜并无大碍，只不过是这几日吃多了补物，又与李军的雄厚功力正面相撞，一时气血翻涌，这才晕了过去。莫凡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将白九颜打横抱起，然后慢慢向拍卖场外走去。此时的拍卖场里可谓狼藉一片，原本后台的员工们都已抱起了头，瑟瑟发抖，根本不敢看外面发生了什么。可外面一阵喧哗之后，竟然奇迹一般的安静了下来。半晌之后，他们连忙爬出躲藏的地方，抬头一看，只见台上鲜血横流，道具东倒西歪，哪还有刚才那副精致华贵的样子。幸好存放拍品的玻璃柜离战场较远，因此并没有受到什么波及。那颗红色腰丹赫然还停留在柜中。这时从桌子底下钻出了一个褐皮白发的老先生，仔细一看，那人正是当日与白九颜研究腰丹价格的学者之一。有员工爬了过来，颤抖着嗓子向他请教道：老板不在，您就是主心骨，您快说说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是好？那老先生捋了捋胡子，垂眸思考了片刻后，他神情坚定地对那员工说道：我们先报警，有监控录像，谁闹事一目了然。还有白小姐嘱咐老夫做的事，老夫一定会尽力为她办好。所以这颗腰丹我们即日便送到李家，让他们如约交出那2亿元。员工闻言吓得跳了起来，问李家要钱。他又探出脑袋向外看了看，没见到李军的身影。员工自然本能地以为李军是离开了拍卖场，毕竟那人是赫赫有名的李家公子，又是地级巅峰的强者，有谁能奈他何呢？海兰市的街道上，几辆警车与救护车正朝九湖拍卖所的地址飞奔而去。就在刚才他们接到报案，李家公子大闹拍卖场，而后失踪，场内数人死亡，死状均是血肉模糊，不辨面目。这对于平静了许久的海兰市来说，不可谓是一件大事。而九湖拍卖所外，那名与王爵争相叫价的身着白色西装的女人，正面色凝重地看着场内。她的纤纤玉手中，一个绿色玉盘正发出莹莹的光亮。不久之后，几辆车身全黑，上面标着特警字样的车疾驰而来，停留在了那女人身旁。里面有几个全副武装的人极为利落地下了车，然后单膝跪在那女人脚下。周Sir，请恕除摩斯特警队来迟。那名被称作周Sir的女人淡淡摇了摇头，表示并不见怪。她只是将那冒着荧光的绿色玉盘交给身边人望了一眼，然后挑眉问道：你们可知这意味着什么？见到玉盘异状的人均是大惊，有地级以上的妖魔出现在了海南市内。周Sir淡淡点了点头，没错，这玉盘乃是师傅传给我的，绝对不会有错。就在我走出拍卖所不久之后，这绿盘竟然亮起了光，里面绝对有大事发生。你们现在立即封锁住现场，不要让普通警察进去，这件事全权由除摩斯接手。除摩斯特警队立即开始了极为专业的清场，而周Sir一直双手抱胸，静静地盯着出口。他相信与这件事有所牵连的人总会走出来，而到那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下令逮捕住那疑似妖魔的人。可这女人不知道的是，莫凡早就抱着白九颜消失在了拍卖场内。就在刚才走出拍卖所的前一刻，莫凡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刚刚击杀了李家大少爷，此时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自然是引火烧身，所以他万万不能这么走出去。可他才练这神功不久，自己一人疾行千里倒是容易，抱着昏迷的白九颜却是做不到了。于是一瞬间，他已出现在了拍卖所不远处的停车场，随手在路边打了一辆车。莫凡便抱着白九颜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但是渐渐的，莫凡却觉得有些不对劲起来。跟在的士后面的有几辆可疑的黑车，这几辆黑车好像已经跟过了好几个路口，该死不会是来跟踪他们的吧？这时白九颜在莫凡的膝头微微嘤咛了几句，莫凡心疼的摸了摸他的头发。白九颜终于睁开了朦胧的双眼，他眸中水光潋滟，又颇有一些紧张，咬了咬唇，看着莫凡，他轻声问道：刚才不是还在和李军战斗吗？怎么下一秒就出现在这车上？莫凡显然领会了他想要问的内容，含笑安抚道：没事了，老婆别怕，我刚才在拍卖所里朦朦胧胧的醒来，看见你倒在台上，便上前把你抱走了。我们现在马上回家。白九颜含着眼泪紧紧地抱住了莫凡，还好老公并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份，刚才她还以为自己以后见不到心爱的老公了呢。想来是那神秘人打败了李军，救了自己。这时白九颜突然神色一沉，以她的角度明显能看到身后那几辆形迹可疑的黑车。莫凡知道白九颜已然发现，便低声到后面车不对劲，别回头，别让他们看出来了，我们把他们引开。白九颜面色凝重，有些紧张的点了点头，同时在心里急速思考，谁会这么跟踪他们？会不会是李家派来的？除了李家，他暂时还真想不出别人来。莫凡也转头看向身后，他摇头到目前不能确定，等一下就知道了。后面黑色的车里，王爵脸色猥琐，但一双眼睛闪烁着诡异的星光。快给我追上他们！对，直接给我逼停他们的车！咦，怎么回事？他们怎么突然加速？王爵有些疑惑，他们不会发现我们了吧？开车的打手点头，心想这人警觉性可够高的，不过这样一来，他们的任务也就艰难的几倍。老板，
他们应该已经发现我们了，现在怎么办？怎么办？给我冲上去拦住他们！王爵已经有些气急败坏了，从来娇生惯养的公子哥怎么承受得起丢那么大的面子？此时急需一个出气筒，更何况在最后逃生的时候，这俩小夫妻竟然表现出了那么正义的愤慨，更是无形之中狠狠甩了他一个大耳光。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他想起自己苦追白九颜4年，却始终未得女神青睐，今天本欲在女神面前仗仗面子，却又惨遭滑铁卢。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他难道还不能狠狠欺男霸女，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吗？他知道莫凡刚刚毕业，哪里有钱买车，想和白九颜回家，必然要到拍卖所最近的停车场附近打车，便带着打手在那里蹲守。果不其然，一个晃神之后，他便发现了两夫妻的身影。王爵一巴掌拍到前方打手的肩膀上，你们逮住他，就狠狠地给我打，我不说停就不许停，我倒要看看这么多人一起上，他还能在白小姐面前逞英雄吗？那健硕的打手点点头，脚下一踩，车速瞬间提了起来，在市区内就开始了飙车。怎么办？他们已经追上来了。白九颜一直关注着身后的情况，看见那黑车猛然加速，脸色瞬间变了。莫凡倒还沉着，沉声道：老婆，你坐好。司机大哥，不好意思了。下一秒，他直接闪身跳到前座，一个急刹车将司机推出车外，然后开始狂打方向盘，车速瞬间飙了起来。不过还好，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就算是市区，因为不是主干道，也没有那么多车，一时间倒也没有太多阻碍。凭借着对这一片区域熟悉的程度，莫凡七拐八拐之下，终于把车停在了一处幽暗小巷前。小巷周围都是破旧的居民楼，这个点只有星星点点的光亮着，周围近的几乎都可以听见虫鸣的声音。莫凡下车看了一眼周围的环境，十分满意的点点头：老婆，这里绝对是一个好地方。白九颜看着莫凡的侧脸，却是满眼冒起了桃心儿。以前就知道老公很帅，但今天老公怎么变得格外帅了啊？对方来势汹汹，估计还请了专业的打手来问候他们。莫凡这副临危不惧的样子，真是狠狠戳中了白九颜的少女心。你们就是莫凡和白九颜？载着王爵的健硕打手下车，一边活动关节，一边问他们俩。白九颜看着他傻不兮兮的动作，差点没笑出声来。莫凡毫无畏惧的点点头：我们是，请问这位先生找我们有什么事吗？是就好，兄弟们上。健硕打手冷笑一声，直接招呼身后兄弟往上冲，一副人狠话不多的模样。王爵坐在车里，一脸兴奋地看着被几个打手围住的莫凡和白九颜两个人，仿佛都看见了他们被几个打手打得哭爹喊娘，不断求饶的场景，兴奋无比地搓着手。今天他就要让他们知道，不乖乖地跟着自己有什么下场，跟自己抢女人有什么下场。王爵压抑着激动，浑身几乎都有一点颤抖。老婆，有老公在，你怕不怕？莫凡心态倒是极放松，面对这么几个人，他简直不慌。白九颜现在也不紧张了，回了一个笑容道：老公当然最厉害了，打，给我往死了打！王爵趴在车窗上，激动无比地看着两帮人马站成一团。但是下一刻，令他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莫凡这人悍勇无比，简直是不要命的架势，跟他对上的那几个打手，一时半刻之间竟然占不到一丝便宜，下一秒甚至齐齐被踹翻在地。我去！王爵彻底傻眼。莫凡一打十，还迅速无比地解决了战斗，修理的几个打手哀哀直叫唤：以后还敢不敢了？莫凡拍了拍那健硕打手的脸，脸上的笑容依旧温柔。莫凡，主角在这边呢。白九颜指了指车里，也是。莫凡冷冷一笑，直接丢开那几个趴到地上的打手，两人一起走到车跟前，直接把吓得脸色青白的王爵从车里拖了出来。王爵结结巴巴地震惊道：你们怎么回事？怎么可能？莫凡无语地耸了耸肩，这可和他修炼的神功没关系，早在大学时他便是校拳击队的一员，王爵成天翘课泡妞，自然是不会了解。白九颜失望地摇了摇头，还以为是谁呢，想来那个家族的消息也不会灵动到如此地步。王爵见白九颜没有理会他，还以为是这两夫妻怕了自己，他又张狂地叫嚣道：白小姐，现在和这小子离婚，跟我在一起还来得及，我不会嫌弃你是破鞋的。你看，像我这样又有钱长得又帅的公子不多了，我能看得上你，你就捂着嘴偷笑去吧。莫凡摇了摇头，无奈地走了上来，他把白九颜搂到自己身后。王爵，这么多年你就始终不明白九颜为什么不喜欢你吗？王爵想起莫凡刚才打人的样子，有些害怕地吞了吞口水，然后挺着脖子逞强道：我哪知道喂？为什么？莫凡勾唇轻笑了一声：因为你长得丑啊。白九颜没忍住，直接在莫凡身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老公这么幽默？该死，经过今天，她简直更爱老公了。王爵气得发狂，顿时站直了身体，下一秒便要挥舞着拳头上来和莫凡决斗。莫凡摇了摇头，径直挥出右拳。4年同学，他没想打王爵的，实在是这王爵上赶着找打呀。下一秒，王爵一脸震惊地捂住他的右眼，渐渐的，他的下巴开始抽动，然后哇的一声，竟放声大哭了起来。你打我？我爸妈都没打过我。白九颜简直没眼看，只得捂住脸，转过头去偷笑。莫凡耸了耸肩：是你先跟踪，叫打手打我们，刚才还自不量力，想要对我出手的。
王爵和泼妇似的，一屁股坐在地上，然后大哭道：“你完了！等我回家，我爸妈看到我脸上的伤，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莫凡抖腿道：“你就不会和你爸妈说，是你走路上碰电线杆了？”王爵依旧哇哇大哭：“你们欺负我，你们上学的时候就欺负我，现在还欺负我，刚才还说我丑，谁不知道我王爵乃是海兰氏4大贵公子之一？你放屁！”莫凡和白九颜对视一眼，同时无语的摇了摇头，然后对王爵说道：“我们还要回去给司机还车，不和你纠缠了，你自己开车回去吧。”王爵见证了莫凡刚才打人时的英姿，哪里还敢反驳，只好委委屈屈地缩在车旁抽泣。莫凡和白九颜如此轻松地摆平了这次围追堵截，便又回到了车上，把车开到了刚才推司机下车的地方。果然，司机受了一些轻伤，正捂住手臂坐在路边暗暗骂娘。莫凡不好意思地走上前来，然后从兜里掏出一些医药费递到那司机手上，向他说了一些情况。幸好那司机也是个明事理的，拿了钱之后便开着车走了。两人又重新打了一辆车，回到自己的酒店。莫凡感叹道：“还是有自己的车比较方便啊，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拿到那2亿。要是能拿到的话，第一件事就是给老婆买个新车，给我们买个新家。”白九颜靠在莫凡怀里，甜甜道：“放心，一定可以的。拍卖场的规矩，只要叫了价，必须要掏钱，否则是可以上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不怕他李家不掏钱。”哇，那我们不是马上就可以过上小康生活了？小夫妻俩靠在车里甜甜蜜蜜的幻想未来，根本就没有联想到事件的主人公李军已经被他砸成了一滩肉泥。而这时，九湖拍卖所外，一大堆记者以及闻讯而来的民众早已把这里堵了个水泄不通。幸好除魔司的特警队严密封锁了九湖拍卖所的每一处角落，这才没被这些看热闹的人闯入。周可庆此时脱下了那身白色西装，齐挽了披肩长发，换上了特警队的队服。可他手中那个绿色玉牌已恢复正常，不再发出荧光。他轻咬下唇，眯眼看着九湖拍卖所的出口。看来那个妖魔已成功逃脱，自己明明已经盯住了每一处出口，无奈的叹了口气。周可庆心中也明白，对于妖魔来说，逃生的方法多如牛毛，要不是自己最近无法运功，这也是他为何会来参加这场拍卖会的原因。地级妖丹会有益于他的伤势，可没想到竟会因为这颗妖丹引发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故。他们已经提取了拍卖所的监控录像，可是监控录像仅仅停留在李军威胁后台人员之后，便骤然变成了一片白色雪花。这自然是白九颜的手笔。他出手前早已想到监控录像可能会录下他妖化的过程，便在出手前的前1秒，利用自己对于拍卖所内的了解，干扰了所有摄像头。至于那些散落在台边的肉泥，由于已经无法用肉眼辨别身份，便全由救护车统一带了回去进行 DNA 的鉴定。距离鉴定结果恐怕还需要1个周的时间。至于李军，在大众的眼里的确是不翼而飞了。这时几辆豪华轿车骤然突破民众与记者的包围圈，径直来到了除魔司特警队的车旁。几个保镖训练有素的下车，利落地拉开车门，迎出了坐在车内的人。车内走出了2人，分别是一位长着国字脸、满眼肃穆的中年人，以及一位娇美的含泪贵妇。那贵妇踉跄着走上前来，颤抖着握住了迎上前来的周可庆的手。周副司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家小军到底怎么了？另一位国字脸的中年人则是双手背后重重地咳嗽了几声。婉君，不要干扰周副司长的办案程序，静静听人家向我们失踪者家属陈述案情便是。此话一出，周可庆便没有了半分推脱的理由。他叹了一口气，拿着复制的录像盘走到了那中年人的面前。我知道二老不会愿意相信，但根据录像显示，李公子的却是在杀害了一名拍卖场工作人员之后离奇失踪。我们在场外发现了妖魔的痕迹，但此时那妖魔已逃脱成功。那中年人顿时满眼怒火。什么？妖魔？能伤到小军的妖魔，那得是什么级别？你们除魔司是吃干饭的吗？我们海兰氏每年用几个亿的税养着你们，就是让你们如此玩忽职守的吗？周可庆心里冷笑了几声，对自己儿子杀人的事视若无睹，反倒揪着除魔司看守不利说事。不愧是海兰氏最大的资本家与武道家族族长李国辉李老先生。不好意思，还请李老先生稍安勿躁。由于 DNA 检测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只能在这段时间里静心寻找李公子，看能不能找出他的下落。同时，由于李公子在九湖拍卖所拍下了一枚2亿的妖丹，所以拍卖所向我们申请了李家强制执行拍卖所伤亡员工的抚恤费，也请你们尽快与拍卖所那边商谈。李国辉闻言顿时怒目圆瞪。什么？话音未落，周可庆已摆出了一副完美弧度的微笑，然后向他微微欠身。李老先生，不好意思，我还有别的事要做，就先不奉陪了。刚说完，他便利落地转身离去，同时眸子里失去了刚才的温度。要不是师傅让他忍耐，不要这么早得罪李家，他早已出言对李国辉质问。正当海兰氏因为一场杀人失踪案，各方势力风起云涌的同时，始作俑者莫凡却早已带着娇妻白九颜回到了自己所居住的酒店。一回家，白九颜便溜进浴室洗澡。莫凡知道白九颜是想瞒着自己处理伤势，也不便插手，只好心疼地放任他去。而他自己则是借口想要休息，钻进了书房。莫凡对于拍卖所的流程不太了解，因此不太相信那2亿真的能跑到自己账上，
还是自己亲自去挣钱比较靠谱。而目前来钱最快的渠道，自然是猎杀妖魔。他所在的这个世界，由于妖魔纵横，也有着成体系的猎人组织。猎人们分成好几大派系，各自有各自的官网，用于招募各地强者，发布除魔任务，以及出售各类妖魔制品。莫凡在这之前，对于此类知识一无所知，能有这些了解，也是这几日恶补所成。他仔仔细细对比了几大官网，最终选定了在海兰市势力最大的轩辕猎人俱乐部。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自己既然要在海兰市生活，自然是要选择在此地势力比较大的，这样也利于自己日后的发展。其实海兰市势力较大的猎人俱乐部不止这一家，可是在他仔细研究了赞助商名单后，只有这一家俱乐部与王家李家都没有关系。莫凡不是傻子，知道自己已然暗中得罪了王家李家，自然便不会再自投罗网。3下5除2，他注册了一个账号，登录了轩辕猎人俱乐部的官网。但没想到，认证成为俱乐部的会员还是一件颇为麻烦的事。这俱乐部颇为人性化，并不要求入会的猎人都实名制认证，但是需要本人亲自前往俱乐部总部鉴定实力。入会须知里面批注道，可以戴面具，可以乔装打扮，可以使用代号，只要求实力必须高于玄级，否则不予通过。莫凡吸了一口凉气，盘算自己目前已经到了什么级别。而这时，他书房的门被白九颜轻轻敲响。老公，你在里面干什么呢？我做了晚饭，我们吃饭吧。莫凡闻言，连忙关闭了电脑。好家伙，老婆都开始自己下厨了，自己这是看了多久电脑啊？他打开书房门，然后便看到白九颜一脸骄傲地站在餐桌边，向他展示自己的成果。怎么样？这可是我今天亲自煮来犒劳老公的哦。莫凡吸了吸鼻子，走上前去抱住白九颜，夸张道：哇，这么香！没想到老婆这么贤惠，又如此心灵手巧，我可真是走了大运了，竟然娶到了这么好的老婆。白九颜嗔怪道，拍打了他一下。就你嘴甜。吃完晚饭，莫凡的手机响了，他定睛一看，竟然是公司那边打来的电话。向白九颜比了个虚，他皱起眉接通了电话，不知道公司在婚假期间给自己打电话意欲何为。刚一接通，对面便传来了老板的咆哮声：你都多久没来上班了？你不上班，你的工作由谁来做？你还想不想在我们公司待了？莫凡一听，眼神便阴沉了下来。自己明明向公司申请了婚假的，婚礼才过了3、4天，便催促着自己返工，这是哪里来的道理？其实自己当初加入这间公司也是刚刚毕业，急于挣钱，并不是很满意这份工作。更何况他早就对这家公司横行霸道的蛮横老板颇为不满，本来打算等到合适的时间再跳槽，但如今看来这时机已经到了。老板发了一通飙之后，见莫凡并未回话，气焰又高涨了几分。怎么不敢回话了吗？我告诉你，我念在你有几分能力，所以才没嫌弃你是大学生，破格录取你。你别给脸不要脸，晚上班1天就扣你1周的工资。莫凡心中冷笑，面上却毫无波澜。他朝白九颜挥了挥手，示意自己要去别的地方讲电话。白九颜不疑有他，点了点头。莫凡便拿着手机回到了书房。刚刚关上书房门，莫凡便开口了。他冷笑道：老板，我正是念在你录取我的恩情，所以才忍受了你996的加班制和不及老员工1半的工资。但现在我告诉你，我忍够了，明天我会去公司，不过我是去辞职的。对面的老板明显慌乱了起来，他好不容易以如此廉价的工资挖掘了一个如此有潜力的劳动力，可如今莫凡像是翅膀硬了一样，竟然说他要辞职，这可怎么行？小莫，不要冲动，我可以给你涨工资，我可以。话音未落，莫凡已冷冷地挂断了手机，话不投机半句多，他实在不想与这周扒皮一样的老板纠缠。平复了一下情绪，他走出了书房。白九颜正挽着头发在厨房洗碗，白九颜洁白修长的脖颈一下子击中了莫凡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他走过去抱住了白九颜，然后轻轻叹了一声。白九颜轻笑着问道：老公，怎么了？工作上不顺利吗？莫凡埋在白九颜肩头蹭了蹭，然后摇了摇头：我明天就要上班了，老婆，你一个人在家会想我吗？白九颜红着脸眨了眨眼睛。其实他并不好意思告诉莫凡，每次莫凡出门上班，他便会去自己的产业那里视察工作，只不过这个行程自然要瞒着莫凡。没关系的，你去上班吧，我最近已经开始学做饭了，这样老公每天回来就能吃到我亲手做的饭菜，老公不用担心我一个人在家也可以的。这时酒店的人敲响他们的门，莫凡出门开门，经过酒店负责人的提醒，这才想起自己定的日期恐怕是要到了。两夫妻不好意思的回房，开始收拾起了行李。第二天一大早，没好意思惊动亲朋好友，两人便拿着行李回到了自己的房子。这房子乃是莫凡的父母留给他的，因此两人在开支上倒是节省了一笔租房的费用。只不过这房子太过古早，莫凡一人独居尚可，若是两人共同生活，便显得有些狭小了。打扫了一番之后，莫凡愧疚地握着白九颜的手：老公一定会尽快让你住上大房子的。白九颜眯眼一笑：别忘了那2个亿哦，最多1周，一定会到账的，到时候我们什么大房子没有？莫凡在心里暗暗叹了一声，还是决定靠自己比较好。他看了新闻，
李军死了的事目前还没被大家发现，但一旦东窗事发，他甚至有些担心九湖拍卖所会不会受到牵连。两人躺在床上眯了一会儿，睁开眼，时间已经到了下午2、3点。莫凡把手从睡得香甜的白九颜脑袋下轻轻抽出来，然后换好了衣服，前往自己从前的公司办理离职手续。一踏入公司，他便在众目睽睽之下直闯老板办公室，然后把准备好的辞职书直接甩到了老板桌上。老板简直被莫凡这番架势吓得不轻，然后站起来，颤抖着伸出手指，骂他是白眼狼。莫凡没有理会，直接走出了办公室。走到半路，还有之前和他相邻工位的前辈拉着他，让他去给自己跑腿。莫凡回头冷冷道：“自己去。”然后便抚开他的手，大步走出了公司。走出公司，他掏出手机，点开地图，轩辕猎人俱乐部总部离这里并不远，他决定先去那里看看再说。打了一辆出租车，他直奔轩辕猎人俱乐部。了解了1楼的构造之后，他进入洗手间，在出现时已经化身成一个戴着面具、身着黑袍的神秘人。所幸这身打扮在俱乐部里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那些来应聘猎人的多半都是藏头藏尾，并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随着指引，莫凡乘坐电梯一路上到13楼。电梯门一打开，几个侍应生一样的人便条件反射般的麻木问道：“是来办理猎人实力鉴定入会的吗？”莫凡点了点头。面具里传出的声音古朴而幽深：“是。”侍应生们对望一眼，然后扑哧一笑，这人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好，请随我来。随着侍应生的一路指引，他来到了走廊的尽头。打开门，一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盛放着蓝色水晶球的高台。房间里，一位头发花白但面容仍旧的中年人正坐在办公桌上，他戴着一副眼镜，笔走龙蛇的飞速填写着一些什么文书。听到有人来，那人头也不抬，随便挥手道：“把双手放在蓝色水晶球上，静数5秒，然后把颜色告诉我。”莫凡不置可否地走上前来，打量了那水晶球一会儿，然后便把双手放于水晶球之上。5秒之后，一阵刺目的橙色光芒从水晶球里爆射而出。正在写文件的中年人显然也受到影响，他一时不察，被那强烈光芒反射进了眼睛，然后连忙呲了一声，抬手用文件夹捂住了那着光辉。还不把手放下！中年人高声喝道。莫凡不知发生了什么，耸耸肩，然后便把双手放了下来。房间里光芒顿时消散，那中年人惊魂未定般的放下了文件夹，然后第一次转头看向莫凡，竟是地级巅峰。他震惊又狐疑的上下扫视了莫凡一眼。多少年了，俱乐部里已经没有地级中阶以上的人加入，而如今一不留神竟进入了一个地级巅峰的强者，这让他实在有些不敢置信。轻咳了几声，他从抽屉里抽出几张纸，然后径直走到了莫凡面前。您确定要加入我们轩辕猎人俱乐部？加入了之后3年以内不许加入别的俱乐部哦。莫凡点了点头，然后问道：我之前看了你们的官网，你们和猎人的抽成是37分，我想问可以提升到28分吗？那古朴幽深的嗓音配上这一番精打细算的内容，着实显得有些不搭调，但这也只是他试探性的询问。如果能多一点提成，那自然是再好不过。没想到那中年人竟不假思索的快速点头答应了下来，这自然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您没有别的要求的话，就尽快签了这份合约，从此以后您就是我们轩辕猎人俱乐部的高级会员了。他看莫凡的眼神简直是要迫不及待吃了他一般。莫凡反倒有些犹豫了起来，高级会员和普通会员有什么区别？那中年人立马解释道：高级会员乃是在俱乐部里入会超过1年，贡献超过5000万才能得到的品阶，可以领取报酬更高的任务，更高的提成。但由于您是地级巅峰，我作为人事部主管，直接破格提拔为您为高级会员，您觉得如何？莫凡没想到这境界对他来说还有如此直接的好处，便接过那合同看了几眼。其实根本不用仔细看，在选定轩辕猎人俱乐部之前，他已经做了充分的比对，只有这一家既有足够的势力，又和李家、王家没有牵连，他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但莫凡看的这几眼，可足足把人事部主管的小心脏吓了个7上8下。这可是地级巅峰的强者呀！要是因为他刚才的态度逼退了人家，自己可没办法跟上面交代了。幸好粗略的看了一遍之后，莫凡便从人事部主管的手里接起了笔，利落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人事部主管大松了一口气，然后接过那合同看了一眼。相神，这就是您的代号？莫凡双手背后高深莫测的嗯了一声，他还不知道他随手起的这个名字日后会对海南市以及整个位面造成怎样的影响。走完了一系列手续之后，人事部主管向他递出了一张名片。莫凡接过，低头一看，龙苍云。那头发花白的中年人点了点头，抬了抬自己的眼镜，他正等待着莫凡的震惊以及恭维，但莫凡只是静静地收起了那个名片，然后哦了一声。龙苍云欲哭无泪，看来自己的确已经是被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如今竟然已经有地级强者不认识自己了，这可真是岁月催人老，没办法的事啊。莫凡在轩辕猎人俱乐部接受测试时，白九颜也正在忙着他的事。中午莫凡溜出家门时，他便醒了。醒来的第一件事
当然是去看看自己的拍卖所如今情况如何。自此，拍卖所出了那样的大事之后，除摩斯与李家势力已经围堵了九湖拍卖所整整2天，丝毫没有撤退的意思。尽管他们早已将拍卖所内外翻了个底朝天，却仿佛还是不甘心一般，不肯恢复拍卖所的正常营业。白九岩气得咬牙，他自己当然是不在乎这几天营业额的损失，但他们所里的其他员工难道不吃饭了吗？这李家简直欺人太甚，不好好管自己的儿子，就会欺压别人。避开了所外重重耳目，他终于溜进了拍卖所的后台。华老先生一看见白九岩，热泪顿时便涌了出来。他朝白九岩双手作揖，然后苍然道：“请白小姐恕罪，老夫实在太过无能，不仅没有管理好拍卖所，还造成了这么大的事故，实在是不中用，辜负了小姐的信任。”白九岩知道前因后果，哪里看得下去老先生这么自己招揽罪责。他扶起了华老先生，然后安慰道：“我知道这一切并不怪你，都是那李家公子李军的错。怎么，他们现在还不让你们离开这里吗？”华老先生抹了一把眼泪，然后回复道：“本来昨天晚上我们员工们做完笔录之后，已经打算回家了，可谁曾想李家的人堵在除魔司门口，硬是要我们给他们一个说法。除魔司顶不住压力，最后给了个折中的解决办法，让我们回到拍卖所，决定等事情水落石出之后各自回家。”白九岩的粉拳捏得滋滋作响，简直是目无王法了。他们的赔偿款以及拍卖金到账了吗？没有的话，凭什么这么为难你们？华老先生叹气，说到赔偿款，李家已经给了那惨死的员工的家人了，可他们威逼利诱，逼那家人不许起诉李军，说是一口咬定意外身亡。等到找到李军之后，李军也不用背负任何刑事责任。至于拍卖款项，李家的人说等见到李军再付。白九岩气得不行，只得一掌打到旁边的桌面上。不行，怎么能什么好处都让他李家占了？这件事的负责人是谁？我要去找他。华老先生左右望了望，凑到他耳边轻声说道：“这件事由除魔司全权处理，因为他们疑似在场内发现了妖魔的踪迹，白小姐还是小心为上。”没错，华老先生乃是人界为数不多的知道白九岩真实身份的人，因此他才会告诫白九岩不要轻易去招惹除魔司。可白九岩哪里在乎，小小的除魔司罢了，难道还能奈我何？我若是这么轻易便能被他们发现，便白在人间待了这么多年了。老先生放心，这件事交给我，我一定让我们拍卖所早日恢复营业。话音刚落，他以一个闪身离开了拍卖所。拍卖所外，除魔司的监控车上，那监测妖气的仪器在白九岩离开时产生了一丝微小的波动，监测人员刚定睛去看，那波动便恢复了正常。检测人员揉了揉眼，以为是自己眼花了，便又离开了视线。而此时，白九岩已经飞速到达了除魔司外。此时的他浑身贵妇装扮，头顶白色欧洲贵族帽，脸上架着一大副墨镜以及烈焰红唇，显然一副成功女企业家的派头。白九岩刚要上前，便被门口的警卫拦住。何人擅闯除魔司？白九岩冷笑一声：“我正是近日新闻热点里九湖拍卖所的老板白小姐。怎么，你们上司向你们发布了命令，不准我进入除魔司商讨案情？”此言一出，门口的警卫立即恭敬的退后，然后向白九岩鞠了一躬。白九岩冷哼一声，便趾高气扬的迈进了除魔司。而除魔司里里外外的监控设备竟然连一丝反应也无，这正是九尾天狐奥利群雄的血脉优势。只要他们不主动显露妖气，几乎没有任何检测手段能抓住他们九尾天狐的踪迹。一进入出魔司，他便直奔长官办公室。尽管门口的警卫拼命阻拦，说里面正有贵客和他们的长官商讨案情，但白九岩正在气头上，颇为目中无人，一下便打开了门，傲然地出现在了办公室里。办公室中，周可庆正坐在办公桌里和李国辉商量案情。见到有人闯入，周可庆与李国辉同时转头看向了那身姿较好、盛气凌人的贵妇。门口的警卫抱歉地进来向周可庆认错：“不好意思，周 Sir， 我们没拦住他。他说他是九湖拍卖所的老板。”李国辉闻言，眼神瞬间阴冷了下来，而周可庆则双手托着下巴，饶有兴味地看了白九岩一眼。周可庆向那警卫挥了挥手，警卫便从善如流地退出了办公室，并帮他们关好了门。不知白小姐大驾光临，所谓何事？周可庆含笑问道。白九岩冷哼一声：“我为何事而来，在座二位难道不清楚吗？我记得我们拍卖所已经将所有证据都明明白白地呈上，表示我们拍卖所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为何你们还不让我们拍卖所恢复营业，甚至扣押我们员工的人身自由呢？”周可庆将目光投向了李国辉：“是啊，不知李老先生对白老板的控诉有何意见？”他乃是有心的讽刺与刁难。李国辉仗势欺人，欺压九湖拍卖所，他看在眼里，却必须依师傅所言，不能与李家正面冲突。所以如今拍卖所的老板找上门来，他也乐得看这番热闹。李国辉上下扫了白九岩一眼，然后冷哼一声站起，双手背后淡淡道：“我儿至今仍不见踪影，你为何可以如此大言不惭，说你们九湖拍卖所与我儿的失踪毫无关系？那缺失的监控录像，你又如何能证明不是你们所内人员自己所为？”白九岩气笑了，他转头对李国辉反问道：“你又如何能证明不是你儿子无理杀人闹事，然后畏罪潜逃呢？”
李国辉闻言脸色铁青，顿时威胁道：“好大的胆子！你可知我是谁？敢对我这样说话？”白九颜装作恍然大悟状：“哦，对不起，刚才有些没看清，原来你就是鼎鼎有名的李家老总李国辉。”李国辉闻言，神色这才略有些缓和下来，然后冷哼一声，一挥袖，做出一副不想与白九颜这小辈过多计较的样子。白九颜这时却趁机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追问道：“不知手腕通天的李国辉李老先生，能不能阻止李公子那段杀人录像在各大网站平台上流传出来呢？如果不能，我就不能理解李老先生这般逼迫我们拍卖所是所谓何事了。”李国辉是混迹了多少年的老狐狸，既然一下便听出了白九颜的话中之意，他愤怒道：“你竟敢威胁我！”白九颜却丝毫不怵，还往上前了一步，然后仰着下巴道：“李老先生如果能按照程序办事，我们自然也会按照程序对物证进行保密。但若李老先生想要在程序之外对我们拍卖所有所欺压，就别怪我们手里护不住东西了。”周可庆在一旁饶有兴致地听着，他终于理解了白九颜这样一个看起来年纪尚轻的小美女是如何一手操持起如此大的一个产业。九湖拍卖所作为这几年在海兰市以火速冉冉升起的新星，其老板果然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听到此处，他明白自己是时候该出来打打圆场了。为了按耐住李国辉激动的情绪，周可庆安抚道：“李老先生，为了保护李公子的名誉，我建议您还是先取消对九湖拍卖所的封锁，这样也更符合我们的办案程序，您觉得如何？”李国辉咬牙，一脸并不情愿。岂料白九颜此时还打蛇随棍上，又补充道：“对了，那2亿拍卖金也请李老先生快些打到我们拍卖所的账户上。我想你也不希望你家公子除了杀人，又背负上一项欠债不还的恶名吧？”话没说完，他已向周可庆含笑欠了欠身：“今天贸然来打扰警官，为的就是这些小事，还请警官不要见怪，我这就先离开了。”说完，根本不给李国辉还口的机会，他已经头也不回，甩门离开了办公室。李国辉有气不能出，只能用杀人的眼神盯着白九颜的背影。待白九颜走后，他气得面色铁青，一把扶住桌子，一把用手按住自己的心脏。周可庆心中觉得好笑，面上仍保持淡淡的微笑，关怀道：“李老先生，您没事吧？”李国辉的拳头捏得咯吱作响，然后咬牙道：“没事，谢谢周副司长关心。”强忍着站起来缓和一番情绪，他也向周可庆告别，离开了办公室。白九颜一走出警局，就察觉到有人在跟踪自己。他冷哼一声，装作没有察觉到身后那几个尾巴，故意在市区的大街小巷里来回穿行。终于在一处远离除魔司的没人小巷，那几个尾巴自以为掌握了绝佳的机会，终于露出了真面目，齐齐堵住了白九颜。白九颜勾唇一笑，双手抱胸，拿下了自己的墨镜。他那美眸仿佛秋水寒波一般，顿时撩得为首的那个杀手心神荡漾了一秒。哟，各位大哥一路上一直跟着我，难道是我得罪了什么人？猥琐的那名杀手吞了吞口水，然后馋笑着抹了2把袖子上前。只能说小美女你倒霉，得罪了我们上头，我们上头命令将你就地暗杀。但是你大哥我有爱美之心，只要你陪我们兄弟几个玩玩，我们自然会留你一条全尸，你看如何？几个杀手对望一眼，齐齐一声淫笑，仿佛白九颜已然落入了他们的狼爪之中一般。白九颜不屑地轻哼一声，然后打量了一番他们几人的境界。呵，最高的不过旋即中阶，不知哪里来的自信。说时迟那时快，还未等那几个杀手反应过来，突然他们眼前出现各自了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那大尾巴极其灵敏地缠上他们的脖颈。仅仅一瞬之间，4声清脆的骨折声响彻于小巷深处。这4名杀手顿时气绝当场，软绵绵地倒在了巷道之上。还留下来的2个杀手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正当他们打算大声喊出妖的时候，旁边的2条尾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了他们的眼前，然后狠狠一击，将他们击晕在了当场。利落地收回尾巴，白九颜朝他们狠狠地做了一个鬼脸。呸，这种水平也敢来堵老娘？而这时他丝毫没有注意，象檐之上一双绿色的诡异眼睛一动不动地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另一边，莫凡签完合同之后，便被那人事部主管迫不及待地拉去了20楼。您能不能先向我解释一下，现在是要去干什么呀？我以为我以后只需要在网站上接任务就行了。莫凡颇有些无语地问道。这应聘流程怎么和网站上写的有些不太一样？龙苍云含笑上下扫视了他一眼。一开始听您的声音，我以为您至少有50-60岁，但一路的交谈下来，您的语气尚为青涩稚嫩，估计只有20岁出头的样子吧。20岁出头便能修得地级巅峰，你恐怕是我们海兰市绝无仅有的天才，所以我才要将您带上楼去，给我们上面那位看看。莫凡到此时才心怀警惕地正视了面前这满眼花白的中年人一眼。这人眼力好生毒辣，竟然能从语气中如此准确地判断他的年龄，看来他绝不像表面上这样无害。龙苍云哈哈一笑，然后拍了拍莫凡的肩：小哥大可不必紧张，这么些年来乔装打扮的猎人我见多了，像你这种武装到变声器的也绝不在少数。我们俱乐部有规矩，绝不去探听猎人私下的身份以及生活，你大可放心。莫凡终于对眼前这人起了一丝好奇，
他开口问道：“您究竟是？”龙苍云哈哈一笑，曾经或许还有几分提起的价值，如今只不过是轩辕猎人俱乐部一个平平无奇的人事部主管罢了。日后我们要交流的机会估计不少，那时候再详谈吧。莫凡终于确信，眼前这人并非平平无奇。说话间，20楼已然到达。龙苍云从怀中掏出一张金卡，往电梯内感应处滴了一下，那电梯门才如约打开。这里乃是空空荡荡的一个楼层，不仅没有招待声，连声音几乎都没有。偌大的一个空间，安静的连掉根针都能听到。龙苍云带着莫凡一路便往最深处走去，敲响了办公室门，里面传来了浑厚的一声：“进来吧。”龙苍云便带着莫凡推门而入。莫凡这才看清了里面那人的样子，这人高大健壮，尽管一身西装革履，却难挡西服下的浑身腱子肉，举手投足间自带一股劲风，想来也是位强者。一袭平头也显得格外利落干练。那人仅仅对莫凡的装扮诧异了一秒，然后便走上前去对龙苍云拥抱了一番。云老，你有多久没上我这里来喝茶了？那人爽朗地拍着龙苍云的背，哈哈笑道。龙苍云也显得与这人十分熟稔的样子，回报了一下，然后说道：“还不是你贵人事忙，我怕打扰你。”两人寒暄了一番，然后那人才将目光投向莫凡，对龙苍云问道：“云老，这位是？”龙苍云听到这个问题，颇为骄傲地提了一口气，然后拍了拍莫凡的背：“你可得感谢我，我替你招揽了一个好人才啊！今年的市级狩猎大会，我们轩辕猎人俱乐部恐怕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了。”莫凡颇为惊讶地转头看了龙苍云一眼：“什么市级狩猎大会？您之前签合同时可完全从没跟我提过。”龙苍云向他挤眉弄眼了一番，示意他闭嘴，然后笑着等待那人说话。“哦，快给我讲讲，这位先生是何许来头？”龙苍云摇头卖关子，一字一顿道：“地级巅峰，不出所料的话，才20出头，怎么样，牛吧？”此言一出，那人瞬间退了一步：“操，你把李家公子李军给我招到这儿来了？滚滚滚！我们俱乐部不收李家人！”龙苍云仰头哈哈一笑：“你可别辱没我的眼光了，李军那中从小靠药罐子拔苗助长出来的虚假境界，能叫做真正的地级巅峰吗？水晶测试，满城光，你可了解其中的含义？”那人这才颇为震惊的正眼瞧了莫凡一眼，然后走上前去，向莫凡伸出了手：“你好，轩辕长海，您是？”莫凡还没搞清楚这两人到底是什么目的，只得轻咳一声，然后淡淡道：“象神。”轩辕长海似的倒吸了一口凉气：“象神，不错呀，年轻人这个代号起的颇有志气，颇有自信。20头到达玄武巅峰，的确像神。”龙苍云连忙捂住脸打哈哈：“你可别丢人了，人家的像是大象的象。”然后又转头向莫凡道：“不好意思，我这兄弟没读过多少书，见谅见谅。”因为这番乌龙，莫凡那股莫名其妙的紧张情绪此刻终于缓和了不少。经过一番交流，他也了解了这家俱乐部的组成部分。轩辕猎人俱乐部由轩辕长海一手创立，他好像是和李家王家有什么不便透露的旧怨，因此整个俱乐部里不允许有着与李家王家有关系的人进入。龙苍云乃是创立初期就在这家俱乐部的元老，其身份也大有秘密。而之前两人口中所提到的市级狩猎大会，乃是由国家扶持的一项狩猎竞赛，市级不过是最低等级的竞赛单位，在网上乃是国家级、世界级，通常每市只能出现一家俱乐部，然后一路往上打，最终取得的名次将会决定拿到的奖金多少。只不过奖金对于俱乐部来说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一项点缀。这项狩猎大会最吸引各大俱乐部的还是那铺天盖地的宣传以及报道，很多时候因此产生的名气将会决定一家俱乐部未来10年的走向。而这个月恰好便是市级狩猎大赛的报名日期，所以龙苍云才会如获至宝一般将他郑重地引上20楼，面见俱乐部的大老板轩辕长海。而之前龙苍云在办公室里埋头处理的正是他们俱乐部今年收到的报名参赛表。莫凡这位地级巅峰强者的出现犹如一枚强心针，使他们的信心顿时大增。而要不要参加这项竞赛，主要取决的还是莫凡个人的意愿。话说完，两人便同时一亮晶晶的眼神看向了莫凡。两个大男人同时用这种眼神盯着自己，使得莫凡的鸡皮疙瘩不由得冒了一声。我参加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主要是想挣钱来着。两人同时拍手道：“这个最挣钱了。”莫凡搓了搓胳膊，然后又道：“那得多久才能挣到钱啊？”两人又同时拍手道：“打一场挣一场。”莫凡实在是受不住了，他连忙闭上了眼睛，然后说道：“得，我去参加。”两人同时一声高呼，甚至抱着跳了起来。这样莫凡心里一阵咯噔，总认为自己是不经意间上了什么贼船。瞬间还没等轩辕长海放话，龙苍云就跑去轩辕长海的办公桌里翻箱倒柜，然后找出来了一纸合约以及表格，啪的一声放在了莫凡眼前。小兄弟，签吧。莫凡左看看轩辕长海那迫不及待的笑容，右看看龙苍云那喜不自胜的眼神，叹了一口气，便在表格里刷刷刷填上了自己的名字。象神，1天之内连填2份合约，莫凡总觉得自己需要冷静一下。嗨，
这都什么事儿啊？简表格填完，龙苍云如获至宝的把表格收好，然后抬头问莫凡：“快下班了，你是先见见你的队友，还是明天再来啊？”莫凡的眼角抽动了一下，队友。龙苍云拿起合约，然后指指里面的第2项条款，眨了眨眼睛说道：“市级狩猎大会需要组队参加，参加大会者需以每天8个小时的时间配合俱乐部完成组队训练，培养队员默契，以便在大会里取得好成绩。”妈的，明明才辞职，怎么又开始上班了？莫凡叹了口气，然后拍了拍额头：“明天再来吧，我家还有事儿。”龙苍云善解人意的拍了拍他的肩膀：“第1天签合同是需要回家适应适应，明天早上10点记得准时来总部报到哦。”轩辕长海哈哈一笑：“小兄弟就先回家吧，明天我们给你准备一个入职宴，绝对让你吃上一顿好的。”莫凡有气无力的挥了挥手，然后和龙苍云一起退出了办公室，坐电梯下楼。到13楼时，龙苍云热情地问他要不要再去自己的办公室坐坐，自己可以给他讲讲上班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莫凡连忙挥手表示不用，自己可不想再背一遍公司守则条款了。逃也似的回到了1楼，他穿着那些黑袍去到了洗手间，出来时又是一副玉树临风却稍显憔悴的年轻模样。哎，自己明明是来应聘当潇洒挣钱的妖魔猎人的，怎么又被迫过上了社畜生活？打车回到家里，还没开门，他就听见门内噼里啪啦的传来了一阵吵架的声音。哎，二小姐，你听我说。二小姐，别动手打人啊！一阵尖着嗓子的破锣声音从房内传出。这谁？滚！给我滚回去！我不想看到你。滚啊！哦，这个是老婆草。不对啊，这是怎么回事？老婆怎么在家里和人吵架呢？不由分说，莫凡便一把踢开了房门。老婆别怕，老公来了。然而门一打开，3人便开始面面相觑了起来。只见客厅里，白九颜正在和一个染着绿毛的半人高小孩正互相对峙，而莫凡还保持着踹开门的动作，那被他踹开的可怜锁正挂在门边，摇摇欲坠的摇晃着，最终没抵住压力，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谁向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莫凡蹲下深剪其锁，颇有些尴尬。那染着绿毛的小孩转头看向莫凡，莫凡这才注意到这小孩的眼睛竟然也是绿的。操，怪吓人的。老婆，这是你从哪认识的非主流小孩？白九颜咬牙看看那绿毛小孩，又咬着下唇，委屈巴巴的转头看了看莫凡，最终他自暴自弃的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没好气的说道：“这是我老家来的表弟，死乞白赖的要住在我们家，我不想让他住。”表弟？莫凡又从上内下打量了那小孩一眼。哦，不用想了，是个小妖精。这时他的脑海中又突然闪出了一串系统提示音。丁，面对妖魔妻子的妖魔表弟，宿主应该如何选择？选择1，家里有一只妖魔就够了，怎么能再来一只？立马把他赶出去，让他露宿街头，会不会被除魔司抓住？全看他命好不好。奖励1张可以入药的蜥蜴皮。选择2，毕竟是老婆的表弟，既然前来投奔，那就在外面给他租一间房子，必要时再把他弄回妖魔界。奖励初级蜥蜴妖毒。选择3，既来之则安之，老婆的表弟就是他的表弟，让他住在家里也没什么，甚至可以负责他的1日3餐以及日常生活开销。奖励百毒不侵体质。莫凡怎么也没有想到，系统竟然让他在这种时候做出抉择，有些无语的暗暗翻了个白眼。有了前几次的经验，他当然明白选第3得到的都是好东西，但其实他心里颇有些想选择1、2。谁会莫名其妙想养一个和自己没关系，还有可能会带来危险的孩子？但此时莫凡又抬眼看了看那匹大点的小妖魔，尽管绿发绿眸颇为瘆人，但那副紧张的捏着裤腿的样子可不是骗人的。他的恻隐之心有些发作，一咬牙便选择了3。丁，选择成功，获得奖励百毒不侵体质。这次的收奖体验可比之前好了不少，没有那些庞大的让他头痛欲裂的信息流。莫凡活动了活动筋骨，感觉没什么影响，就又往前走了2步，然后一屁股坐到了白九颜身边。叹了口气，莫凡抬头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绿发小孩不理他，抠了抠手：“表姐，他谁啊？”白九颜气得要起身抽他：“什么他？叫姐夫，不叫滚出去！”绿发小孩被吓了一跳，然后抠抠手，委委屈屈不情不愿地说道：“姐夫，我叫蜥蜴。”莫凡失语地扶住了额头。妈的，怎么会有这么直白的名字？干脆在身上挂一块牌子，说自己是蜥蜴精得了。哦，白蜥蜴是吧？行，你就先住在我们家。对了，你那头发能染成黑的吗？蜥蜴揉了揉自己的脑袋，怎么，是我头发不酷吗？莫凡欲言又止，酷是挺酷的，酷到随时会被出魔司抓走的程度。无奈的起身掏了掏口袋，他从里面掏出了几百块钱。九言，你先在家等着，我带你表弟去楼下理发店染个头发，配个隐形眼镜，马上回来。毕竟莫凡不能直接问他的修为为什么这么差，不能完全变成人形。作为一个合格的姐夫，这个时候就要适当的装傻，把他全力伪装成一个人就得了。拎着白蜥蜴下了楼，
莫凡把白蜥蜴按在了理发店的座位上，然后对理发师说：“把你们店最黑的染料拿上来，把他这头绿毛给我染黑了，一辈子都不能绿回来那种。”理发师颇为理解的拍了拍莫凡的肩：“现在的小孩就是叛逆啊，喜欢把毛染成绿的。放心，我一定会采用最适合、最不伤头皮的染膏，飘几百遍都不掉颜色的那种。”给白蜥蜴染完头发，配完隐形眼镜时，已经接近傍晚。莫凡看着终于有了点人样的白蜥蜴，也终于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他可不想因为这个半路杀出来的娘家表弟引起除魔司的注意与探查。而白九颜此时正在家里一脸懊恼的煮汤。事情回溯到今天中午，他在巷子里利落的解决了几个跟踪的杀手之后，便感觉有人盯上了自己，故意七拐八拐了几个羊肠小道。终于在白九颜确定了有人跟踪之后，他利落的回头一爪扣住了那小蜥蜴精的脖子。看着眼前这个一脸慌张的诡异小孩，白九颜眯眼威胁道：“你是谁？不想丢了这条小命的话，就赶紧告诉老娘，是谁派你来跟踪我的？”小蜥蜴惊吓的声带直颤：“二小姐，我认出你了，你是二小姐对吗？我父母都被除魔司抓住了，我在门口徘徊时察觉到了一丝妖气，所以才跟着你的，我没有想要跟踪你。”白九颜听到二小姐这个称呼，简直顿时暴跳如雷，他才不信这小鬼的鬼话！你放屁！我乃九尾天狐的血脉，怎么可能轻易被你这小妖发现妖气？你都叫我二小姐了，还敢说不是族里派来的，还敢在这里谎话连篇，说是谁派的？小蜥蜴精委屈巴巴地吐出了自己那还在末端保持着分叉状的舌头。我就是能感觉到吗？看着这小蜥蜴精明显人化不完全，妖魔特征没有完全去除的样子。白九颜嫌弃地翻了个白眼，不过他卡住小蜥蜴精脖子的手还是略微松了一些。切了一声，白九颜说道：“想必那些老不死的和那个毒妇也不会派这样一个小废物来追杀我，赶紧回族里去吧，别在人族霸占的城市里游荡着送死了。”又上下打量了这小妖一眼，白九颜冷哼一声，放下手，转头便要离开。可他没走几步，仍旧听见了身后那细嗦嗦的脚步声。无奈的转头，他没好气的看着小妖精：“你到底想怎么样？”小蜥蜴精委委屈屈的抓了抓裤腿：“二小姐，你能自由出入除魔司对吗？那你能不能救我爸妈出来？他们从来没有害过人的。”白九颜听笑了，说的和真的一样。还有，除魔司当然不是只抓害人的妖魔，他们的职责是维护人族的治安，只要发现妖魔，必抓无疑。你还是快离开这里吧，凭你这副样子与修为，不过一天只会继续步你爸妈的后尘。说完，他转身就走，并不是白九颜没有怜悯之心，而是对于这样半路冲出来的小妖，他实在是无法不防范。眼看白九颜走出了好远，小蜥蜴低头咬了咬下唇，突然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他一溜烟又冲到了白九颜身后，并且一把拽住了白九颜的衣服：“二小姐，求求你了，我们一家被族里追杀，所以才会远离族群徘徊。有个人类说可以帮助我们，爸妈相信了，所以我们一家才会进城。我爸妈是被他们骗进来的，求求你了，你救救他们吧。”白九颜闻言骤然转身皱眉道：“什么？族里为什么追杀你们？”小蜥蜴精含泪向他眨了眨眼，然后撸起了那一直遮挡着手臂的袖子。他的手腕上几片碧绿的龙鳞赫然显示在白九颜眼前：“我们一族一直隶属于狐族的附庸，我小时候见过二小姐一面，所以才认得你。族里说我犯了大忌讳，只有死才能将龙神血脉重归祖先，爸妈不想我祭祖，便带着我逃了出来。”白九颜顿时气得粉拳紧握：“疯了，都疯了，族里那些老不死的都疯了不成？”小蜥蜴精啜泣了一会儿：“爸妈说是蜥蜴族的长老不想我动摇到他们的地位，狐族的长老不想蜥蜴族崛起，所以才会联手追杀我们。我真的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是我连累了爸爸妈妈。”一时间，白九颜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仿佛是因为同病相怜的缘故，那些从小被追杀的回忆一下子又浮上了他的心头。血脉，这该死的血脉！妖魔族从来不会反省，为什么人族曾经被他们碾压到如同蝼蚁，但如今还是能重新再站稳脚跟。这些年来，那些优良的血脉还未等人族出手，就已在妖魔族的自相残杀中泯灭殆尽，简直疯了！那些老不死的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眼看白九颜眸中因为愤怒已经隐隐显出了妖瞳，小蜥蜴精拉了拉他的袖子：“二小姐，你会帮我吗？”白九颜咬牙了半晌，随后气的一甩袖子：“第一，不准叫我二小姐，我不是那个什么破烂狐族的二小姐。第二，你根本就不知道除魔司的守卫有多么森严，我要如何才能从里面救出你父母？此事只能从长计议。第三，如果想跟着我，你抓紧修炼，把你的这些特征都隐藏起来，我不想因为你引火烧身，明白了吗？”白九颜吼出的诸多要求，只把那小蜥蜴惊吓得一愣一愣。啊，可你就是二小姐啊，滚！在这样的言语交锋中，二人一路回到了莫凡家，因此这才出现了莫凡回家时在门外所听到的那一幕。白九颜对于小蜥蜴精的心态颇为复杂，一方面他有些感同身受他的遭遇，因此对他颇有着一些怜悯，但另一方面，小蜥蜴精的出现
不断使他回忆起当年那些逃亡时的悲惨经历，更使得他心情暴躁。而且他最担心的是莫凡的态度。这么多年了，他已经给莫凡添了足够多的麻烦，如今还要让另一个小妖怪来麻烦莫凡吗？白九颜虽然不是人，但足够有人的心肝，让老公难做的事，他是一点都不想干。尽管莫凡后来的表现让他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两人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白九颜还是不由得有些担心起来了。叮叮叮，是门铃的声音。白九颜连忙关了火，以急速冲到客厅去开了门。门外，莫凡惊喜地吸了吸鼻子，哇，好香啊！看来老婆的手艺又有进步了。莫凡的手底下，一个黑发黑瞳的小孩也有样学样吸了吸鼻子，哇，二表姐好香！一瞬间，白九颜甚至没有认出来那孩子是谁，但是下一秒，他便从他的五官中认出了，这不就是白天那个小蜥蜴精吗？他怎么变样了？我差点都没认出来。白九烟尴尬地说道。莫凡拍着小蜥蜴精的肩膀，嘿嘿一笑，还不是我让他用了最好的染发膏，配了最好的隐形眼镜，这次可真是大出血了。不过为了你表弟，也是值得的嘛。白九颜感动的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他上前抱了抱莫凡，然后把二人迎进了屋，之后又立即赶去厨房，盛了自己煮了好久的汤。白蜥蜴越喝眼睛越亮，那黑眸中又隐隐泛出了点绿光。莫凡明显察觉到了，心里咯噔一下，他赶紧问道：“老婆，你用的是什么肉？”白九颜不明所以的回答道：“啊，就是你冻在冰箱的那一大块肉啊，我只切了一部分的说。”莫凡一拍脑门，糟了，不知道这小妖精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么补的补肉啊。吃完饭，莫凡又带小妖精去洗澡，一撩袖子，他又看见那小妖精手腕上的龙鳞，叹了口气，莫凡恨不得戳了自己眼睛。妈的，这让他想装自己不知道都难啊。没办法，他只能视若无睹的给小妖精放好了水，然后让他自己进去泡。白蜥蜴睁着那双戴了隐形之后显得格外黑黝黝的眼睛，直直的盯着莫凡。姐夫，你怎么不问我？莫凡挠着脑袋装傻。啊？问什么？白蜥蜴伸出了自己的手腕，绿色龙鳞泛着水光，一闪一闪。这个，莫凡打着哈哈，哈哈，这个非主流小孩的新玩意儿。白蜥蜴依旧直直的盯着莫凡。你知道对吗？你也知道二小姐，但你装不知道，因为你害怕二小姐担心。莫凡一拍额头，啊，我要去帮你姐洗碗了，你自己洗吧，有事叫我。说完，他便连忙走了出去，一把啪一声关上了浴室门。第二天，莫凡一早便起了床，倒不是他不愿意睡懒觉，而是昨晚被那小屁孩耽误了太长时间，他原本预定的对那个狩猎大赛详情的了解计划都被搁置了下来。他当然知道今早去到公司会有人十分详细的向他讲解，但凡事还是自己心中有数为好。既然昨晚没时间，他就打算趁早起的这几个小时仔细钻研恶补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进入书房，打开电脑，他刚在搜索引擎里输入狩猎大会这几个字，铺天盖地的信息流便全在屏幕上展现了出来。而这时，白蜥蜴又神出鬼没的出现在了他旁边，他用他那分叉舌头喝着一玻璃瓶奶，和莫凡一起津津有味的看了屏幕上的那些信息，然后打量了一眼莫凡。哦，莫凡被他吓了一跳，然后连忙捂住屏幕。哦，什么？白蜥蜴继续用分叉舌头和玻璃瓶奶。没什么，放心，我不会告诉我姐的。莫凡哭笑不得。不会告诉什么？白蜥蜴语重心长的点了点头。所有。嗨，一大早上班的心情果然充满了沉重啊。莫凡来到了轩辕猎人俱乐部楼下，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决定忘记家里那个莫名其妙出现的小屁孩，先专心工作再说。进入洗手间，换好了装扮，他犹如在泉水里重生似的，一身神秘、高贵冷艳的往13楼走去，敲响了龙苍云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没人，莫凡挠了挠脑袋，又往回走。突然，从脑顶传来一阵旋风，莫凡眯了眯眼，随即神情阴冷的抬手反掌，上前一顶，顿时虚空中一个象影迅速浮现，往头顶上空直冲而去。上空有人一声惨叫，然后叽里咕噜翻滚了下来，倒在莫凡脚边滋哇乱叫。云老救命啊！那人一副公鸭嗓子，听着实在聒噪的很。下一秒，空气中一道水波纹乍然涌现，以极强的几道冰刃刺向莫凡。莫凡冷笑一声，他左手往空中一挥，几道电紫色的雷霆乍然闪现，将那冰刃轰成冰渣，然后瞬间打到了水波纹之上。众所周知，水有着极佳的导电性，那道水波纹一阵乱颤，最终被一只隐在水波纹后的纤长玉手直接收回。那是一个眼神颇为冷漠的冰山美人，她一袭武道服，黑发及腰，神情倨傲，皱眉看向莫凡。她把右手背在身后，因电波影响不受控制的抖了几抖。莫凡不屑地轻哼一声：“龙苍云，别在暗处躲躲藏藏的，这就是你们昨天所说给我准备的入职宴。”电梯又到达了13楼，龙苍云与轩辕长海大笑着从电梯中走出，一边走一边不住地鼓掌。怎么，昨天给你们说了，新来的是一位高手，你们不信，偏要试人家一番，
现在吃到苦头了吧？那聒噪的公鸭嗓顶着一袭刺猬头，捂着肚子，神情委屈地走到龙苍云面前。云老，你也不能怪兄弟们不服气，我们选拔了多久才加入这大会队伍？你如今莫名其妙给我们空降一个队员，还不准我们出手试探吗？那冰山美人则无言地靠在了墙壁上，静静地打量着一袭黑袍的莫凡。龙苍云笑着走到莫凡旁边，然后向他介绍道：这位话特别多的小兄弟，外号风尘，修炼的是风系拳法，主修速度，打法特别猥琐，你别被他带坏了。这位话特别少的小美女，外号冰灵，修炼的是水系功法，打法与招式变幻无常，是我们轩辕猎人俱乐部长期收益榜2的金牌猎人。莫凡早就猜到这2位是前来试探的大会队员，因此也并不过分惊讶。不过听到龙苍云的话，莫凡还是挑了挑眉。哦，那榜1的人没有来吗？龙苍云闻言哈哈一笑，他呀是个过于随性的人，若是你哪天见到他，想必就会理解了。说话间，5人已经一同进入了电梯，电梯在18层停了下来。冰山美人一言未发，直接轻车熟路的双手抱胸向外走去，而那聒噪的公鸭嗓子却围着莫凡问这问那：你为什么要遮住自己脸？你是长得特别帅还是特别丑啊？我警告你，不管你实力有多强，不许和我抢美女。你知道我的外号为什么叫风尘吗？因为我唯爱风尘女子。莫凡皱眉塞住了自己耳朵，然后转头问龙苍云：我现在把他弄哑，他算不算工伤？龙苍云笑着指责风尘，让他在莫凡面前收敛自己，然后几人一起出了电梯。18楼的装潢与13楼、20楼截然不同，一入目便是一个大大的宽阔场地，并没有走廊与过道之类七拐八拐的地方。只不过这场所有个颇大的玻璃门，刚才没注意，那冰灵是如何进去的？疑惑间，只见风尘一马当先掏出自己的员工卡，滴的一声开启了门，然后点头哈腰的巴结着龙苍云与轩辕长海进入。可2人却看着莫凡，示意让他先进。莫凡盛情难却，便踏入了那场地之中。下一秒，他觉得自己的世界观被刷新了。场地的四周是数以千计数字化的各种数据，以光影呈现在虚空之上，而向下望去，那些数据的源头显然就是在此训练的各位猎人所产生的各种能量值。之前先行进入的冰灵就正在场地的角落进行训练，他像是泄愤一般，拿出一把冰晶结成的大砍刀，不住地往一个草人身上砍去。每砍一下，他头顶的数据便刷新一下数值。莫凡重重地咳嗽了一下，然后转头问龙苍云：这就是你们的训练场地，会不会有点浮夸？龙苍云耸了耸肩，指了指轩辕长海，这可是他的主意。轩辕长海哈哈一笑，没错，这个训练场估计整个海南市也只此一家，那是我斥巨资邀请专家设计而成。旁人总以为妖魔猎人只需要蛮力，为俱乐部创造财富就够了，可我却不这么认为。他站到了训练场中央，开始表述起了自己的观念。妖魔肆意践踏人族多年，近些年来才与人族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其中，除了那些豪强家族所做出的贡献，妖魔猎人的崛起才是对妖魔族势力扩张的最大遏制。从前那些世家弟子成日用着上好的妖魔制品修炼，垄断着人界最好的资源，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培养出实力超强的下一代。而那些平民呢？他们无从获取修炼的至高法宝，便只能埋头苦学。而大多数人苦学几十年，也抵不上一颗妖丹或者一顿妖肉。这时，经过人族几代平民的努力，妖魔猎人出现了。他们形成组织，既为自己赚取了金钱，也让那些原本只流传于豪强贵族中的妖魔制品可以公开售卖。平民只要攒够了足够的钱，也能在俱乐部的网站上购买修炼所需的各种东西。从此，人族里的强者越来越多。最终，由于妖魔猎人对妖魔族的大肆捕杀，这个世界达成了人族与妖魔两族鼎立的局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值，但我创办轩辕猎人俱乐部绝对不只是为了挣钱那么简单。我想为全国乃至全世界输出更多优秀猎人，仅仅一个天价训练场又算得了什么？此言一出，场中掌声雷动，莫凡甚至有些汗颜。天知道他当妖魔猎人只是为了挣钱而已，没想到一入行就遇上了这么雄心勃勃、梦想万丈的老板，真是让他不由有些惭愧。这时，那风尘又不知好歹地凑了过来，对莫凡嘀咕道：“你也觉得我们老板很傻吧？我一直这么觉得，反正小爷我只是为了挣钱，挣钱赛高。”这话说的正中莫凡心坎儿，于是莫凡第一次向他回应道：“你是那个什么收益榜第几？”谁料风尘嘿嘿一笑，伸出手指，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脸。第5，莫凡满头黑线，他还以为这立志挣钱的人能排到第几呢，没想到是打着前排的擦边球滚进来的。这时，发表完这番热血沸腾的宣言，顶着满场的欢呼以及掌声，轩辕长海走了下来，他把龙苍云拉到暗处，然后向龙苍云挑了挑眉：“怎么样？我给你说，他们小年轻就吃这套，嘿嘿，咱们轩辕俱乐部没有那些豪强扶持，全靠这些员工们抛头颅洒热血的付出啊！你懂不懂？你懂个屁！”而这窃窃私语自然瞒不过莫凡超强的五感。
他再一次满头黑线。比起雄心勃勃、天真热血的老板，还是这种给员工灌毒鸡汤，让员工拿命工作的老板更可怕。回头看看那不住的摇头，呢喃老板傻的风尘。莫凡在面具里叹了口气，还不知道是谁傻呢。走完了开场白，轩辕长海与龙苍云从暗处走出，然后向莫凡介绍着这训练室该如何使用。莫凡倒是细心的聆听了。其实这训练室对于莫凡来说，的确是对他有所益处的地方。自从得到神功之后，他仅仅知道自己实力大增，而始终不清楚自己的境界。直到昨天来应聘，他才知道自己阴差阳错竟然已经达到了地级巅峰。可实际的实战呢，他至今只和一头熊打过架。至于那李军，是他趁其不备直接一脚踏死的，他也没有什么杀人的实感。因此在真正实战前，这训练室可能就是他日后长进修为与功法的好地方。此地可以根据每个人修炼的功法不同，而自由选择对战的道具。比如冰灵想练力量，就会去砍那个怎么砍也砍不烂的草人；想练准头，就会去扎那个永远在飞速移动的板子。经过一番介绍之后，莫凡总算是对这个训练场有了一些了解。龙苍云与轩辕长海见他适应的差不多了，便一起离开，说到下班时再来找他们，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两人走后，莫凡便开始了训练，而风尘则是斜靠在训练器材上，百无聊赖地刷起了手机。突然间，他眼神一亮：“大家伙快过来看看，又有一个新任务了！”好家伙！此言一出，训练场的所有人都兴致勃勃地凑到了风尘身边，还留在原地的竟只剩下莫凡和冰凌两个人了。风尘越刷神情越激动：“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这次官网发布的是一只玄级巅峰的妖魔，特地在后面标注了非独家信息源，意思就是其他几家俱乐部也有可能来争夺。这回可有好戏看了。训练场里的猎人们明显亢奋了起来。玄级巅峰按照以往的官网报价来看，怎么也得200-300万，这还不包括出售各种部件之后的分红。他们这是又有钱可赚了。可里面也有一些沾染了几分愁容的，他们犹豫了一番之后，叹气说道：“可是非独家信息源，咱们抢得过别家俱乐部的猎人吗？以前每次这种业务，我们都只能铩羽而归，白白浪费力气啊！”风尘听到这话，眼睛珠子咕噜一转，然后贼笑着望向了在一旁训练的莫凡：“兄弟，这话可就说错了。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咱们俱乐部里现在可是来了一位大神，还怕不能带领咱们一雪前耻吗？”他把手拢成喇叭状，然后大喊一声：“象神哥哥，带咱们冲啊！”莫凡被他喊了一声鸡皮疙瘩。其实他并不是对这件事情漠不关心，只不过不想凑在人堆里挨挤罢了。由于超强的六感，那边说的话可是一字儿都没逃过他的耳朵。没说什么，他摇了摇头。有其他俱乐部的人来，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万一被李家看出什么，风尘一看这个情况，连忙不依起来了。他拨开人群，跑到了莫凡前面：“大神，你就带我们呗。俱乐部的高级会员们都多久没揭开锅了？海蓝城周边妖魔资源一向匮乏，再加上除魔司和其他俱乐部的人争抢，更没有几只了。我们盯了好久的那只黑鱼魔虎，前不久也被人杀了，好不容易又来一个到手的鸭子，咱不能让他给飞了啊！”听到风尘提起黑鱼魔虎，莫凡不自觉地干咳了几声，挑了挑眉，他问道：“那黑鱼魔虎不是李家养的吗？你们也敢盯？”风尘笑着切了一声：“只要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卖部件的时候把名字换一下，把妖丹藏个3年5年，谁能看出来那是黑鱼魔虎？李家？咱们轩辕猎人俱乐部何时出过李家？”这话说的倒是豪情万丈，不过还是让莫凡看出了破绽。莫凡一声哼笑：“不处就不会改名字藏妖丹了。”风尘尴尬的嘿嘿一笑，但仍没有放弃劝莫凡带他们去争一争那妖兽的心思。俱乐部里是只要参与围剿，人人有份制，到时候若是能拿下那只妖兽，他少说能分个几10万，这有钱不挣，他又不是傻子。风尘谄媚的开口道：“大哥，你就去呗，你和冰凌妹妹联手，还怕拿不下那只妖兽吗？到时候您2位吃肉，我们几个小兄弟跟着喝口汤，也有利于俱乐部内部团结嘛。”角落的冰凌显然听到了这话，但他只是冷冷一瞥，未曾出声。可莫凡显然也不是一个愿意白白出主力为他人挣钱的冤大头，他耸肩道：“若是要去，我一人便能拿下，干嘛让你们跟着分我钱？我也缺钱呢。”此言一出，风尘目瞪口呆，他震惊了：“什么？你一人就能拿下？”冰凌在一旁擦拭着他的冰刀，终于冷冷开口道：“你没仔细听云老怎么介绍他的吗？水晶测试满晨光，地级巅峰，还用和你们几个同流合污去围剿一只玄级巅峰的妖兽吗？”风尘结巴道：“没仔细听。”震惊过后，他终于缓过了神来。那您自己去也行啊，就当是给我们俱乐部长脸了。李家、王家扶持的那2家俱乐部，成日里横行霸道的，若是你能去抢了，那是多爽的一件事儿啊！莫凡听到这儿，倒真起了几分心思。他有这面具，只要李家不派出过于强的强者，想必看不出什么破绽。他加入俱乐部来就是要挣钱的，如果以后看到这种李家争抢的单子便选择退让，那岂不是会白白流失许多钱财？
想到此处，他从兜里掏出了手机，指着屏幕上一处地方问风尘：“我还没接过单子，直接按这个地方就行吗？”风尘闻言，顿时一声欢呼：“好哎！对，就是这儿！”不是风尘对轩辕猎人俱乐部有多深的感情，而是他这人天生就喜欢捣乱，要是能给别人添点堵，简直比自己挣了钱还高兴。所以此刻对于莫凡的选择，他是格外的开心以及激动。不过这单子不是你接了就会消失的，其他人也可以继续接，或者选择组队模式接，最后谁杀了谁来公司领钱。我们老板就这点好，打钱特快。莫凡闻言点了点头，在仔细看了上面的位置信息之后，把手机揣回了兜里。那我现在去行吗？风尘抬头看了看钟表，啊，根据参赛协议，每人每天8小时训练，不过你做完任务回来再继续训也行。你要去多久啊？莫凡也抬头看了看表，来回路程大概半个小时。那就半个小时。风尘吞了吞口水，牛，您是真牛。那行，你去吧，我们几个兄弟等着你回来吃午饭。说完，他想起了什么似的，从兜里掏出一个大麻袋，去云老房里领一下出城证、猎人证。不过他很小气，不会给你装尸体的袋子的。您把兄弟，我这袋子拿好，到时候回来分我一块皮，我也好卖点钱啊。莫凡从风尘手中接过那袋子，犹豫了一下，然后问道：“你们那个组队模式是怎么分钱的？”风尘闻言愣了一秒，随即又开始了一阵欢呼：“队长想拿多少拿多少，您要是当这个队长，您说了算。”风尘此言一出，其他队员也都领会了莫凡那句问话是什么意思，顿时都跑过来毛遂自荐。此时整个训练场少说有10号人，莫凡被吵得头疼，连忙闪身跑出了门。本来大家都训练的有些枯燥，经过这次事件一打扰，顿时都生龙活虎起来了。不管想不想去的，都想跟着凑一凑这个热闹，于是便都跟着莫凡涌出了门，哈哈大笑，勾肩搭背的找龙苍云去了。顿时整个训练室里只剩下冰凌一人，他冷冷地瞥了一眼众人离去的背影，无声地哼了一下。可是仅仅几秒之后，冰凌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擦着冰刀的手突然停了下来，眯了眯眼，电光火石间，他右手一挥，冰刀瞬间化作一股水流被他收回。走到训练室门前，他一拉门，竟也走了出去。坐电梯来到龙苍云办公室前，还未走近，便听到里面闹腾腾的一片，显然已被刚才那一群人吵得不行。没多想，冰凌直接扭住门把手，拉开了门。顿时，里面同时扭头，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冰凌。龙苍云从人群中探出头来，向冰凌询问道：“怎么，你也要出城？你有出城证和猎人证啊，直接去不就行了？”冰凌咬着下唇，犹豫了几秒，随后坚定地抬头对众人说道：“我要组队。”此言一出，群众同时骇然。谁不知道这冰凌从来都是独来独往，只挑高级别妖兽猎杀，怎么今天会突然想和他们这群乌合之众组队呢？众人又齐刷刷收回目光，将目光看向了莫凡。莫不是小美女春心萌动，看上这神秘莫测的象神了？莫凡被他们这眼神看得汗毛直竖，烦得要赶人。滚滚滚，再看滚回训练场！众人立即低头看鞋。龙苍云哈哈一笑，拍着莫凡的肩：“之前我何长海还担心你初来乍到，融不进他们的小集体，没想到你人缘还是很不错的嘛。哎，这是你的猎人证和出城证，你拿好，以后接了任务，直接带着这2个证件出城就行。我们的猎人身份是受国家承认的，但不受国家保护，所以你万事还是要小心。”莫凡收下证件，点了点头：“那我走了。”龙苍云笑着点头：“走吧。”他正准备走，风尘却不知道从哪一梭子溜了出来，用他那颇为诡谲的速度一把拽住了莫凡，然后向他眨巴眼睛：“一个队伍最多6个人，你还没选好队友呢。”莫凡叹了口气：“妈的，早知道就不说刚才那句话了，恻隐之心害人啊。”他看了看表，然后双手抱胸，仰了仰下巴道：“去摸摸那蓝水晶，谁颜色好带谁。”风尘吐了吐舌头，一下子跳到那蓝色水晶台边上，双手往上一摸，顿时满是黄光亮瞎了众人。“嘿嘿，小弟不才，旋级巅峰，大家见笑了呀。”莫凡回头问龙苍云：“黄光是旋级，橙光是地级，那其他颜色代表什么？”龙苍云笑道：“我们这只是初级检测设备，最多只能检测4级，从低到高分别是黄旋的天，若是白光，那便是黄级；若是红光，那便是天级，以颜色的浓淡区分阶位。风尘的确是旋级巅峰不错，其他猎人也分别上来摸了摸。好家伙，全员黄光，里面倒是没有白光，但满黄光也只有风尘一位。”莫凡看得满头黑线，再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进了贼船。他回头低声问龙苍云：“你们这儿的高级会员境界会不会有点太低？”龙苍云也有些善脸：“不是他们太低，是你太高了吗？那什么，冰凌，还不快上来摸摸？你不是想组队吗？快上来给象神兄弟洗洗眼睛。”冰凌这才从门框那里走到蓝色水晶台前，一脸冷漠地放上2只手摸了摸，顿时室内洋溢起了一股淡淡晨光。龙苍云连忙让莫凡快看，看看这儿不是有低级的吗？还这么年轻，和你一样前途无限啊！
莫凡这才松了一口气。要是整个俱乐部只有他一个地级猎人，那他真要考虑要不要跳槽了。行吧，境界最高的5个跟我走，其他的兄弟们回去训练，别跟着凑热闹了。他懒洋洋的准备向外走去。龙苍云又急了，他连忙拉住莫凡，解释道：“小兄弟，你可别误会，你看看，风尘才是我们猎人榜第5呢，前4位可都是地级，加上你不就有5个人了吗？而且风尘也快突破了，5个地级放在哪个俱乐部拿不出手啊？咱们轩辕猎人俱乐部还是不错的呀。”莫凡耸了耸肩，放心，不跳槽。说完，他便带着高级会员们走出了龙苍云的办公室。仅仅一个早上，莫名其妙的，他仿佛竟成为了这群会员的主心骨似的。不过无论哪个地方都是以强者为尊，这倒是没什么奇怪的。落选的其他5名兄弟唉声叹气的回了训练室，莫凡便带着剩余5人往1楼去了。电梯里顿时被他们这一队伍塞得满满当当。冰凌倒是一直缩在角落，没说什么。其他人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冰凌这次要和他们一起组队出发。不过他们之前统一吃过苦头，都不太敢招惹冰凌，所以也都没有主动去问。6人出了总部，齐刷刷的运功往城外飞去，其中倒是风尘跑得最快。莫凡没刻意和他拼速度，因为没那个必要，不过他也确实因此对风尘高看了一眼。来到出城站，由于这次有了出城证，莫凡就没再东躲西藏，直接和同伴们一起出示了出城证和猎人证。除摩斯的工作人员一番检查之后，痛快的给他们放了行。他们一路朝着官网上显示的妖魔位置飞去，距离任务发布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其实他们心里都没底，不知道其他几家俱乐部会不会抢先前来，让他们白跑一趟。不过旋即巅峰的妖兽并不容易抓，所以他们也存了一个捡漏的心思。天可怜见，这可不是他们独有的坏心思。轩辕猎人俱乐部之前就被其他俱乐部这样抢过好几次，之后他们便学聪明了，掐着点来，可又因为打不过，所以没抢成。可这次不一样，这次他们来了一个地级巅峰的大神，还怕那些其他俱乐部的杂鱼不成？风尘如此想着，嘿嘿一笑，便又加快了脚力。很快，他们便来到了官网地图上所指示的红点处。果不其然，往下一望，一群黑衣人团团围住了一只浑身雪白的豹子精。那豹子精显然沉战许久，浑身血迹斑斑，伤痕累累。他气喘吁吁的坐在最后的顽抗，仍然不肯屈服。可围住他的那群黑衣人显然不是省油的灯。风尘眯了眯眼，一眼就看出那是李家俱乐部标志性的打扮。思量了几秒，风尘可不敢当这个出头鸟，他一下子溜到莫凡身后，悄咪咪地问道：“大哥，你说怎么办？”莫凡皱眉望去，霎时间眼中金光一闪，地面几人的境界便跃然出现在他眼前。嚯，这可把莫凡也给小惊到了。他不知自己是何时拥有的这项技能，早知道刚才就不浪费时间用水晶球去测这些人了。他回头淡淡的对风尘说道：“底下3个地级出街，其余全是玄级。”风尘为难的皱起了脸。地级对地级倒是不担心，可他们这儿人也有点太多了，一看就是俱乐部故意组团出动的。这时后面有一个戴着眼镜片的宅男溜了过来：“神哥，风哥，我刚黑进他们理想官网看了一下，说是他们少爷失踪了，宠物死了，所以他们琢磨着要给少爷重新抓一只宠物，让他回来的时候开心开心呢。”此言一出，莫凡首先冷笑了一声，这李家的理想俱乐部真够可乐的，还想着逗少爷开心呢。他们少爷此刻怕是连骨灰都找不到在哪儿了。风尘却把莫凡的冷笑理解成了蔑视，他竖起大拇指吹捧道：“瞧瞧我们神哥这心理素质，对李家不屑，对强权蔑视，我们就要做这样的有志青年啊！”冰凌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他们周围，他那副小脸冷若冰霜，此刻淡淡说道：“他们最好祈祷李军别回来，否则回来了也是个死。”莫凡挑眉看向冰凌，不知道冰凌和这李军有什么仇怨。话音未落，冰凌没和任何人打招呼，以一个人向下冲去。风尘吸了一口凉气，然后暗骂一声小妮子，也气得一跺脚跟着冲了上去。事情发展到如此情况，其他人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也一起随着那2人冲了下去。地面上的黑衣人明显察觉到空中有异动，他们抬头欲望，同时神色一凛。为首的那名黑衣人大声喝道：“来者何人？我们来李家的理想俱乐部，不是你们能招惹得起的，还不快点滚！”冰凌并未理睬，随手一挥，已在身前凝聚出10几枚冰刺，面若寒霜地走向那些黑衣人。风尘连忙在后面回嘴道：“你们又是哪些龟儿子？我们是轩辕猎人俱乐部，老板是轩辕长海，你们招惹不起，快点滚！”黑衣人们面色一冷，瞬间摆出了攻击姿势。我们这次不是为了捕猎，而是给少爷重新抓捕一只宠物，希望你们不要不识好歹，惹了李家绝对没有轩辕长海好果子吃。风尘嗤笑一声：“我们老板惹了你们多少年了也没死啊，最烦你们逼逼赖赖。”说话间，冰凌随手一挥，那些冰刺便一个个朝着黑人的命门刺去。那些黑衣人丝毫不慌，同时挥动右手，顿时一个个泛着绿光的大圆同时显示在众人眼前。莫凡眯了眯眼，不好，这怕是李军那手蓝色大圆的低级版。
果然，冰刺在触碰到绿色大圆的一瞬间，便碎裂成一颗颗冰渣，随风飘扬地洒落在地。冰灵气的一咬唇，再挥再呲。同样，那些冰刺也没有逃脱变成冰渣的命运。下一秒，黑衣人同时推动右手，绿色大圆犹如被施加了什么动力一般全力出击，以飞速之势冲向冰灵以及身后一行人。莫凡不知何时来到冰灵身前，他眸中金光一闪，右手往前一挥，顿时空中呈现出了一只象腿虚影。这招他再眼熟不过了，当日李军便是用这一招伤了白九颜，让他心痛万分。现在李家人还想在他面前故技重施，简直是做梦。那一群黑人面面相觑，显然不明白空中骤然浮现的象腿虚影代表了什么。他们没有犹豫，继续推行着绿色大圆飞速前进。莫凡冷笑一声，控制着象腿骤然出击，以千钧之力踩在了那些绿色大圆上。顿时大圆表面出现无数裂痕，下一秒便骤然崩裂在空气之中。为首的黑衣人还未反应过来，顿时他的腰部传来一阵剧痛，随即被一股猛力踹倒在地。原来是风尘不知何处偷溜到他的身侧，然后使出狠劲，一腿踹到他的腰际。那人身旁那位黑衣人显然察觉出不对劲，他正要对风尘出手，风尘对他做了个鬼脸，随即便迈动双腿在空中跑得无影无踪。风尘已急速溜回了莫凡身后，对着李家人比了个下拇指，哈哈，叫你们以前抢小爷我的猎物，活该。然后三名兄弟这才回过神来，他们简直不知该为冰灵的勇猛叫好，还是为莫凡的碾压叫好，还是为风尘的偷袭叫好。总之这一切实在是太爽了，他们不由在后面吹了吹口哨，欢呼了起来。而这时地面上那只伤痕累累的豹子精显然察觉到了来自黑衣人的攻势减小，他强行撑起四肢，低低的吼叫了一声，然后猛然扑向离他最近的那名黑衣人。那名黑衣人正紧张于眼前那个踏碎一切的虚空象腿，根本没注意到有猛兽向他扑来。下一秒，豹子精一口咬碎了他的头颅，鲜血顺着他的白毛潺潺滴了下来。眼镜宅男推了推眼镜，紧张道：这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杀人豹妖，吃了不少人，被3个城的除魔司联手通缉，今天刚逃到这里，咱们怕是他遭遇的头2拨人了。那豹子嚼了嚼口中的人头之后，浑身形变，竟变成一只面容妖冶的白发男子。最讨厌吃臭男人的头颅，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美女啊。对面的小美女就很不错，头是不是和小脸一样嫩呢？嘿嘿，冰灵面若寒霜的转头盯着那豹妖，别嘴臭，收拾完李家这群杂碎就来收拾你。莫凡皱了皱眉，自从拿到神功，摇身一变摆脱普通人后，这还是他见到的第一个恶妖。白九颜自然是好的，白蜥蜴也只是一个屁事儿都不懂的小屁孩，黑人模糊也暂且不算，他不知模糊好坏，只不过是为了给妻子治病才痛下杀手。这豹妖当他面吃人头，还对冰灵口出狂言，确实恶心到了他。剩下的黑衣人也分成2波，一波阻挡着莫凡等人，一波围住那豹妖。无耻豹妖，我们想留你一条活口，才没对你下死手，你莫要再次放肆。豹妖呲了呲那染血的牙，揉了揉肚子，被那群疯子警察追得狂奔了几天几夜，爷爷我是饿了，没什么力气，要不然就凭你们能围得住我。刚才小餐一顿之后，爷爷我感觉非常好，奉劝你们不要前来送死。黑衣人不信邪，顿时又冲上去了3人，个个手持飞速旋转的绿色小圆，要往豹妖身上砍去。豹妖冷冷一笑，他伸出2掌，爪尖10个尖甲寒光逼人，往3人处一挥，爪尖的寒光竟形成10道光剑，黑衣人触到光剑的一瞬间便4分5裂，暴死当场，鲜血喷洒一地，场面看起来极度血腥，连莫凡都忍不住皱了皱眉头。攥了攥拳，他走上前去，挡住他们的那群黑衣人连忙喝声道：你们干什么？莫凡冷笑一声：你们继续分散兵力，只会死得更快，为了给你们少爷捉个宠物，值得你们去死吗？此言一出，黑衣人愣神了几秒，在他们愣神间，莫凡依然穿过他们的包围，冲往了豹妖的战场。而此时围住豹妖的黑衣人被同伴的惨死刺激，连忙冲上去和豹妖打斗，但他们始终谨记要活捉豹妖的使命，没往豹妖的命门上下手。豹妖因此更加放肆，在莫凡来时已接连杀了5、6人之多。眼看前方又来了一人，豹妖并未在意，以为此人不过是来送死，便专注着虐杀身旁的黑衣人。莫凡实在看不下去了，他纵使对李家人有所反感，但眼前这妖物实在太过残忍，已然触及了他的底线。眸中金光一闪，他一攥拳，空中再次出现了那象腿虚影。他张口大喝：李家人，我们的恩怨稍后再议，现在你们退出10米远。不知怎的，一脸愤慨的李家人竟被莫凡这番举动镇住，下意识的他们听从了莫凡的指令，尽齐刷刷往后退了10米。而那象腿散发出的威压显然镇住了豹妖，豹妖被这股由心而生的恐惧吓住，一时间忘了逃脱。莫凡刚要指挥象脚踩下，突然他想起自己此番是来挣钱，若是把豹妖踩成肉泥，又是在李家人面前暴露，又是不挣钱，岂不得不偿失？眼见那象腿在空中停滞，豹妖松了一口气，以为这人不过是虚张声势，深呼吸了一下，他正要朝莫凡扑来，瞬间
莫凡眸中电光一闪，那天空中的象腿虚影竟在转瞬之间变成噼里啪啦的几缕电光。说是缕，不过是远看；若是近看，那几缕电光竟都有成年人手臂那么粗。电光唰的一下朝豹妖击来，豹妖躲闪不及，顿时被那电光打中。霎时间，他被打回了原形，浑身白毛一竖，白眼一翻，竟晕死当场。莫凡没再给他复活的机会，直接一道电光刺中他的心脏，与黑云模糊死的时候情景相同。心脏处的伤口被电光烤焦，竟并没有鲜血流出。几个黑衣人目瞪口呆地后退了几步，又同时凑上前来。由于过于震惊，他们脑内根本没有把这幅场面与黑云模糊联系起来。他们费尽心思想要给少爷抓的宠物，竟然就这么死了。未受的黑衣人愤怒地指向莫凡：“你竟敢！”而在后方被莫凡这一番举动震惊的风尘，这时一脸愤慨地冲到了莫凡身旁，指着那黑衣人鼻子骂道：“你什么你？你们还要不要脸啊？我大哥这是救了你们，你们不知道感激，还在这儿你的，我看你们就活该全被豹子妖吃了。左右我们神哥可以杀豹子，何必救你们这些没有心肝的白眼狼？”黑衣人被风尘骂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硬是颤抖着手，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莫凡救了他们不假，可是他们回去也着实没法向李老爷交代了。况且现在的情况，要他们和莫凡去争这只豹妖的归属，他们也着实拉不下脸来。为首的黑衣人扶着腰，龇牙咧嘴的对风尘骂道：“好，你小子好样的，这笔账我们理想俱乐部记下了，下一次你们别想好好补练。”经过莫凡时，为首的黑衣人停下来了几秒，他深深的看了莫凡一眼，挠弄了一下嘴唇，但最后终究没有说什么，带着余下还活着的黑衣人和尚有权势的黑衣人的遗体飞远了。冰凌眼看他们要跑，连忙追了上来，但回头看了看那群兄弟，他最终还是没有恋战，又走回到了莫凡旁边。风尘跳起来拍了拍掌：“我大哥牛啊，没想到这次不费吹灰之力又打死了豹妖，又赶跑了黑衣人，这就是我们轩辕俱乐部的天选之子啊！”莫凡无语的摇了摇头，然后说道：“别贫嘴了，赶紧把豹妖的尸体装起来，免得其他俱乐部来横插一杠。”风尘闻言恍然大悟的哦了两声，然后带着几个兄弟飞速跑到那豹妖身边，用硕大的麻袋装起了那具豹妖尸体。莫凡看众人费了吃奶的力气，把那豹妖尸体搬进麻袋里，然后扛到肩上，不由挠了挠头问道：“不是只取关键部位就行了吗？你们这样把整只搬回去多累啊？”风尘一遇到莫凡不懂的事，便不由得摆出一副洋洋得意的老人架势：“大哥这就不懂了吧？这妖兽啊，浑身都是宝，虽说只有那么几个关键部位有促进修炼的作用，但其余的部位也都价值不菲。咱们出来一趟，不就是为了挣钱吗？怎么能为了怕累而放弃呢？”莫凡闻言简直有点汗颜，他想起了那只被他杀死的黑云魔虎，他只取了他的妖丹血液以及肉块，那虎妖竟似于全尸似的躺在洞口，不知道被他浪费了多少钱。嗨，想来那全尸早被李家的人收回去了，自己再想也没意义，以后把钱挣回来就是了。叹了一口气，莫凡背着手先走了。风尘本来和另一个兄弟气喘吁吁地抬着麻袋，突然他看到了莫凡骤然低落下来的情绪，还以为自己是哪句话冲撞了大哥，他心里咯噔一下，不由得反省了自己的说话艺术，决定以后要呵护大哥脆弱的小心脏。几人扛着麻袋一路回到了城区，大摇大摆地经过了除魔司的检查。除魔司的人知道他们抓住了那为获3成的吃人豹妖，甚至还向他们投来了一个大拇指以及赞许的目光，这让风尘不由有些飘飘然起来，甚至凑到了那女警员面前，色眯眯地问人家要电话号码。莫凡走在前方，拳头硬了硬，回身就给了风尘一拳。与此同时，被调戏的女警官冷冷一笑，也挥出粉拳，同时揍向风尘。离开检查站时，风尘顶着两眼左右2个乌青，欲哭无泪的独自扛着麻袋走在众人身后。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经过这次捕猎，众人的关系不由得亲近了不少。从前轩辕俱乐部猎人榜前几，只有风尘偶尔会愿意和大家协同作战，前4向来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今天这位空降的地级巅峰象神大哥和冷冰冰的冰凌小姐一同加入，不由得让俱乐部的兄弟们奇异的产生了一丝归属感。一路回到总部大厅，众人脸上那副喜滋滋的表情简直显露无遗。为了保证妖兽尸体的鲜度，总部1楼大厅便设置有了妖兽尸体冷冻房。风尘扛着麻袋，带领大家穿过回廊，来到了一处阴冷的小院子。这小院子虽说环境阴冷，但四周仍种满了各种鲜花，可以看出院子的主人是一个颇有生活情调的人。风尘叩响院子上的门铃，里面门帘轻动，走出了一个浑身穿着白色大褂的高挑美女。美女看到风尘手中拿的袋子，显然也是眼神一亮。她走到风尘面前，含笑问道：“没正形的东西，今天又抓了什么好东西？”风尘顶着2只黑眼圈，凄惨又委屈的摇了摇头，然后自动拽着麻袋让开了一个位置。今天可不是我抓的，是身后这位大哥亲力亲为。那浑身黑衣黑袍，戴着黑金面具的莫凡，就这样展现在了那美女的眼中。美女眯了眯双眼，迈动长腿走了过来，上下打量一眼莫凡之后，她轻启朱唇，含笑问道：“你就是那个最近新加入我们轩辕猎人俱乐部的地级巅峰象神？”莫凡这是轻轻皱了皱眉，他没摸清这个女人的底细，决定先不说话。
这时，风尘恰到好处的补充道：“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大小姐的眼睛啊！您在这冻尸房坐着，怎么手眼还伸到13楼去了？”美女抬手轻轻一笑：“不想跟你耍贫嘴，快带着尸体进来吧，小心被太阳晒化了。”风尘叹了一声气，然后咬牙切齿地把那些抱腰的身体一路拖进了停尸房中，随后又用力把尸体从袋中拖出，平平稳稳地放到了检尸台上。美女自从见到抱腰尸体的那一刻，眼中便闪着一种奇异的光辉，她绕着那抱腰转了一圈，笑容更甚。旋即巅峰妖魔的全尸，由于浑身血液没有过多流失，所以还保持着死前那一刻的挣扎与鲜活，太美了！我有多久没有见过如此美妙的尸体？他伸出纤长的玉手，在那抱腰尸体上轻轻触摸了一下，然后又惊讶又满足地伸回手，轻轻揉搓了一下手指。他赞叹道：“天啊，还是热的！”他转身利落地坐到电脑前，把抱腰尸体的情况汇总成完整的数据，上报到总部后台，然后迫不及待地提着白大褂跑到了莫凡面前。“你是怎么做到的？”莫凡皱眉，不懂这个女人在问什么。那女人眸中有种奇异的狂热，她盯着莫凡，逼近了一步，然后再次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那抱腰的致命伤贯穿了足有半米，伤口已然结痂，但浑身甚至还保持温热。你是用什么？用火？用电？用某种光学？莫凡震惊了一秒，随即平静下来。面前这人看样子是个医生，自然可以通过验尸看出杀害尸体的手段。没错，是雷电。那女人眼中的狂热简直难以言表，她冲上来拥抱了莫凡一下，然后激动地说道：“以后旋级巅峰以上的猎物都由你来杀，你不准让那个砍刀怪插手。”风尘站在一旁，着实有些叹为观止。整个俱乐部，他不敢招惹的女人有2个，一个是现在隐在人群中冷冰冰的冰灵，一个便是现在莫凡眼前那个变态恋尸癖狂魔，实在太可怕了。莫凡有些不习惯别的女人离他距离太近，他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半步，然后对那女人说：“我不知道你口中的砍刀怪是谁，我上去找龙苍云领赏，有什么事以后再说。”说完，他转身就走，一个眼神都没再留给那个身穿白大褂的美女。众人被莫凡的冷酷惊掉了下巴。妈的，不愧是我们大哥啊，就是这么酷，就是这么拽。老板的女儿算什么？根本都没有领钱重要。这么些年，他们每次来这里送尸体，总免不了要被这大小姐刁难一番，可每次面对他的身份都不敢多加得罪。如今大哥的存在，简直为他们树立了一个无比良好的榜样啊！众人同时眼含热泪地领悟了这个精神，然后齐刷刷地跟着莫凡逃也似的离开了这个小院子。顿时，院子里只剩下风尘和美女2人。美女转身看着风尘轻轻一笑，风尘也呲着牙对她笑笑，然后顿时启用了自己那无敌飞毛腿，跟上了众人的步伐。莫凡站在电梯口按了按钮，风尘7扭8扭地凑上来，然后满眼星星眼的崇拜地看向莫凡：“大哥，我简直要爱上你了！”莫凡浑身鸡皮疙瘩直掉。有事说事。风尘惊魂未定地回头看了一眼，然后附耳对莫凡问道：“你真不知道那女人是谁？”莫凡皱了皱眉：“谁？”风尘左右望了望，然后声音压得更低，悄悄对莫凡说道：“她就是我们轩辕猎人俱乐部的大老板，轩辕长海的女儿，轩辕佩斯啊。”莫凡听完之后没什么反应地看着电梯。哦，迷弟们疯狂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当代酷哥精神。一路来到13楼办公室里，龙苍云看着电脑上传来的信息，激动得直跺脚。抱腰尸体的数据各项全优，先不提能挣多少钱，多少年了，这是轩辕俱乐部第一次在共享信息中抓住猎物，这对于轩辕俱乐部来说，简直是值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来庆祝的好事。太长脸了，不用想，这一定都是那小子功劳。轩辕俱乐部究竟是走了什么狗屎运，才能天降这么一个紫微星啊？正当他激动的忘形之时，门外传来了敲门之声。龙苍云立即正襟危坐，轻咳了2声，扶了扶领带，然后淡淡喊道：“请进。”门把手顿时被风尘毕恭毕敬的扭开，然后做出了一个恭请贵宾进入的手势。莫凡也尴尬的咳了2声，然后才踏入了办公室中。没有回来的太晚吧？那些黑衣人耽误了一些时间，他有些担心自己补不齐今天的训练时长。龙苍云立即反射似的摇头，然后没憋住似的笑出了一嘴牙花子。没有。莫凡得到了答案，然后又接着问道：“那依你看，我这次能拿多少钱？”这等关键性问题，龙苍云立马转身，噼里啪啦的把所有信息发给财务部主管，还在后面着重的打了几个大字：“最大限度提高赏金。”发完这一串信息之后，他又转头笑着看着莫凡：“我把审批文件都发给财务部主管了，他得出金额之后会汇报给我，放心，我一定给你争取最大比例的赏金。对了，由于你这是组队模式，你还得给你们的队员们分出一小部分钱，不过这由你自己决定，你到时候汇报给我就好了。”话说到这儿，一直跟在人群后面的冰凌久违的出了声，他冷冷又淡淡的说道：“我没出力，这钱我不要。”冰凌这话一出，臊得随行的各位兄弟们也羞红了脸。本来他们今天就没抱着挣钱的心思，纯粹是想随大伙一同出去热闹热闹，如今阴差阳错，竟凭队长一人之力到了猎物。话说回来，若是大家都要，他们也不是不好意思拿，那如今一个女流之辈都张口拒绝，他们又怎么还有脸收下？
于是像是一旦激起千起浪一般，冰凌话音一落，立即又有几个兄弟补充道：“我也不要，我也不要，这次抓爆妖确实全是队长的功劳，那我也不要。”一声传一声的传到最后，竟只有风尘没有表态。他转头冲着莫凡嘿嘿一笑：“既然兄弟们都不要，那我分一点是可以的吧？毕竟我可是大哥的头号粉丝啊！”此言一出，顿时引来嘘声一片。风尘回头做威胁状：“一个个的怎么回事啊？以前没带你们挣过钱是吧？老子缺钱，你们不知道啊？想从大哥这儿蹭点赏金？怎么了？怎么了？”那群兄弟倒是一个个低下了头，挠了挠脸。风尘这话倒是不假，他们一个个也没少受过风尘的关照。就在气氛尴尬之际，莫凡开口了：“是我提出要组队的，总不能害你们白跑一趟。这钱你们放心，每个人都会有。”他又转头看向风尘：“你缺钱？那就给你多一点好了。”风尘闻言，立马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然后点头也不是，摇头也不是。摇头是他并不需要多给一点，给一点就行了；点头是他确实挺缺钱。百感交集之下，他感慨万千地拍了拍莫凡的肩：“好兄弟，以后就由你罩着我了。”莫凡琢磨琢磨了这句话，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以前都是反过来说的吧？但无所谓，他也并不想过多追究。第一天来上班，风尘这个自来熟的个性的确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润滑油的作用，并且今天他出力也不小，多给他一点钱也是应该的。说话间，由于人事主管的亲自催促，财务部那边很快便出具了相应的赏金数据。龙苍云一看，顿时一乐，然后拽着莫凡说：“兄弟，你这次发了，财务部以各种高额度划下来，你这次有300万的赏金，还不包括卖部件的分红，到时候每卖出1件，就会划出相应的钱到你账上，怎么样？我们轩辕俱乐部不会亏待人吧？”他颇为紧张地看着莫凡，生怕莫凡觉得这个数字不满意。其实以前轩辕俱乐部也不是没有抓过玄级巅峰，最高开出的赏金报价是250万，这次破例提升到300万，着实是为了挽留住莫凡这个天降紫微星。岂料莫凡看到这个数字，仍重重叹了一口气。龙苍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如果莫凡不满意的话，他恨不得冲到财务部，以他个人名义再补贴200万。总之，只要能留下莫凡，他贴一半身家都无所谓啊！颤抖着嗓子，龙苍云提问道：“怎么？你是觉得钱太少了？”莫凡这才抬眸看了龙苍云一眼，随即又低下头叹了一声。龙苍云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他连忙问道：“到底是怎么了？您倒是告诉我，我才好帮您解决啊！”莫凡又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我不知道在海兰市买房需要多少钱呀？300万够吗？”听闻这话，龙苍云顿时心花怒放，一颗心狠狠沉回了肚子里。够呀，绝对够的。说完之后，他又贴心地补充道：“不过不知道你想买套怎么样的房？说实话，我认识有人，完全可以帮你介绍，绝对可靠的房源，绝对优惠的价格。买房而已，小事罢了。”他分分钟能帮莫凡解决，只要莫凡别走，要他把市长的房子买回来，他都会去试试。莫凡倒是没有起什么其他的心思，只是扣了扣下巴，然后说道：“海兰市最好的海景房要多少钱？”龙苍云本来已放下了心，正拿起杯子，美滋滋地抿了一口茶在嘴里，听到莫凡的问话，直接一口茶喷到了地上。神，什么？你要买海景房？莫凡皱眉后退了一步，然后点了点头。龙苍云深吸一口气，然后下定决心一般往莫凡身后看了看，随即撒气一般，他突然厌烦地对那群堵在门口的兄弟们摆了摆手，大声吼道：“黏着你们队长干什么？还不回训练室训练去？今天的训练时长够了吗？一个个都想不想拿工资了？不想干了，给我削级，滚回普通会员那里接散单去！”龙苍云由于主管人事业务，随时可以玩弄他们的合约，所以在兄弟们眼里一直颇有威信。此刻他一吼，兄弟们个个慌了神儿，连忙逃出了办公室内。冰凌不解地看了室内的3人一眼，随后离开时还贴心地把门从外面锁了起来。之所以说是3人，那是因为风尘还没走。由于龙苍云是正对着堵在门口那群兄弟喊的话，所以风尘站在莫凡身边洋洋得意，自以为他的那番威胁绝对不会波及到自己。可低头看着龙苍云恶狠狠的眼神，风尘发觉自己会错了意，他呵呵干笑了几声，然后一步一步地往后退去。退到门口，他才发现门把手怎么样也打不开了，欲哭无泪地转头看向了龙苍云。风尘发现自己今天是格外的倒霉。哼，云老你说着玩的吧，不会真要让我去普通会员那吧？那我可就跳槽了呀！龙苍云咬牙道。滚！话音刚落，风尘以一脚踢开办公室的门锁，然后疯也似的跑了出去。莫凡莫名其妙地看着龙苍云，不懂龙苍云闹出这番动静所为何事，自己只不过想买个海景房而已，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眼看人溜完了，龙苍云猫手猫脚地跑到门旁，然后手指运功，那门被踢烂处竟被一种神秘合金缓缓填充了起来。修好了门，他又跑回座位上，然后轻咳一声，抬头用一种莫测的眼神看着莫凡。莫凡无语地皱了皱眉：“大哥，我想买个房而已，用得着这样吗？”龙苍云往四周看了看，然后颇为神秘地对莫凡说：“你确定你想买海景房？”莫凡满头黑线：“
啊，确定啊？在他们那儿，海景房难道不是很贵的房子的意思吗？难不成他理解错了？龙苍云又深呼吸一口，然后对他说道：“你可知海兰市的海景房全部由哪个势力掌握？”莫凡疑惑了。啊？龙苍云看出他不懂，便极为详尽地科普道：“海兰市地理位置极其特殊，东面临海，北面临森林，可以说是华夏大陆的边缘城市，也可以说是整个大陆的犄角之处。可100年前，临海那片土地已被政府完全封锁。你可知为何？”莫凡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自从他来到华夏大陆起，就没听说过海兰城哪面临海。难不成这竟是一个从不对外公开的秘辛吗？他对这种秘密倒是颇有兴趣，于是便回应道：“为何？”龙苍云极为神秘的眯眼道：“那是因为当时的海里出现了一只足以危及城内所有人安全的巨大妖兽，当时世间还未有除魔司，除魔司的创始人以及其他先辈合力打败了那只妖兽，随后修建起了那座铁壁。从此以后，铁壁后是大海，铁壁前是除魔司。你想买海景房？怎么你要住到除魔司的家属小院里去？”莫凡了一声，然后沉默了。操！鬼知道海景房在你们这儿是这个意思啊！只不过想带白九言住上好一点的房子罢了，怎么会莫名其妙的了解到这个秘辛？而他的沉默，在龙苍云看来是一种强烈的不甘心。龙苍云叹了一声，然后拍了拍莫凡的肩。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莫凡一时没反应过来，甚至被这句话震得连拒绝都忘了。他呆呆地抬头看着龙苍云。啥？除魔司是国家机关，你能有什么办法？龙苍云从抽屉里掏出一支烟，然后自顾影自怜地点上，随即吞云吐雾了几口。本来不想告诉别人的，但既然你小子有此执念，我也不妨告诉你，我在除魔司家属大院里有房。莫凡惊的面具都要掉下来了。哈！龙苍云还没停，接着吞云吐雾地说道：“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选择我们轩辕猎人俱乐部绝对没有错了吧？我何长海，也就是你的老板，都是除魔司的退役军官。”莫凡彻底愣住了。哈！直到现在，他才终于理解了轩辕猎人俱乐部。怪不得这个俱乐部胆子这么大，竟敢与李家王家公然作对。怪不得龙苍云看人的眼光如此毒辣，怪不得这个俱乐部里这么多奇葩。合着这就是除魔司的另类后花园。莫凡捂住额头，颇有些头痛。自己老婆从路边带回来的小孩，个顶个的都是妖魔。这要是让这些人发现了，那该如何是好？而莫凡此时的动作，则被龙苍云理解成了夙愿达成之后的狂喜。他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颇为不羁地甩到莫凡身前。怎么，你不知道？俱乐部内部不少人都知道的，一看就是外地孩子，没有听说过我当年的威名。那地方自从我退役之后就没在里面住过，怕是都蒙了一层灰。你若是想住，我直接送你算了，索性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再回那个地方。莫凡是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接？要他带着白九言和白蜥蜴住进除魔司的老巢里，那不是上赶着送死吗？不接？龙苍云都慷慨解囊到这个份上了，他之前一直说要住海景房，此刻得到了海景房的钥匙还不要，岂不是更令人生疑？龙苍云还以为他是不好意思，便站起来，颇为大气的又把那钥匙塞进了莫凡的手中。别害羞，你就把这当作是轩辕猎人俱乐部永久签约你的福利了，随便住，随便住，我不缺这套房子。你挣了钱之后，也还可以买更多房子吗？啊，不是，我记得原来是3年，哈哈，现在就是永远了吗？哎呀，我就说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天才，为什么要出来抛头露面？哦，不是，遮头遮面的打工，原来是为了这个伟大的愿望。我更欣赏你了，加油啊！少年。莫凡全程属于石化状态，最后他牙一咬，心一横，还是收下了这个钥匙。不去住不就行了？不拿白不拿。谢谢云老。他那黑袍里传来了一阵闷声闷气，仿佛来自九冥的古朴感谢。龙苍云拍了拍莫凡的肩，然后笑着说道：“小事情小事情，以后你要是能脱下这身黑袍，不用你那个变声器跟我说话就更好了。不过我也理解，年轻人嘛，中二的时候总是会有些小秘密。”莫凡呵呵干笑了几声，他倒也不想用这个声音说话，只不过显然声音和面具是配套系统，他没法拆嘛。海景房的事情告一段落，莫凡胆战心惊地收好了钥匙。这时财务部的赏金也已经打到了他的账上。龙苍云说他还有事儿，便赶莫凡去给组员分配一下赏金，然后在训练场继续训练。莫凡走到办公室门口，拉了一下，没拉动，显然是之前龙苍云变换的秘密合金在起作用。他转头无奈地看了一眼龙苍云，龙苍云头都没回，直接伸手一弹，门上的秘密合金便又缓缓消减。合着这也是大佬。莫凡叹了口气，走出去之后还记得帮龙苍云再拉一下门，带着世界观被刷新的神情，他回到了训练场之中。这时风尘好死不死地凑过来欢呼道：“怎么，云老是不是私下又给了你好多钱？多少啊？说出来给大家伙高兴高兴。”莫凡向他翻了个白眼，然后挥开他的手，走到一旁去训练。风尘最不怕别人无视他，于是又凑了上去：“那大哥打算分我多少钱？兄弟，我最近手头有点紧，要不大哥先给点花花。”风尘一提起这话，莫凡倒是想起来了，
他还没给队员们分配赏金呢。向兄弟们拍了拍手，莫凡把今天和他一起出去的队员都喊了过来，然后一个一个的口头分配了赏金。他格外大方，给队里的兄弟们每人分了10万，给风尘分了20万。多给风尘的是他今天脱尸的奖励，大家没有异议吧？没有，谢谢大哥。兄弟们异口同声的喊了一声，冰凌却还是在角落里淡淡的说了一句：我不要，我不缺那10万。莫凡没理，接着去训练了。所幸这数据已经报到财务部了，财务定时会划到个人账户里。至于小女生的个人尊严，他没有那个闲心去照顾。经过今天早上这么一耽误，时间已经临近中午，12点1到，他们准时下班。风尘跳过来勾住莫凡的肩，问道：大哥，要不要跟我去总部附近吃点好吃的？莫凡挥下了他的手：不了，我要回家，下午再来。说完，他一溜烟的跑了，留下风尘原地感慨：这年头的大哥都很顾家嘛。回到了楼下，莫凡抬头看看自家窗户，颇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这才一个早上，看看他都经历了些什么。被同公司队友偷袭，参观训练场，围剿抱腰，喜提海景房，而这只不过是几个小时间发生的事。放在以前，他只能坐在公司里敲几个小时的代码呀。叹了一口气，莫凡上了楼，敲了敲门，门滑一下的打开，一个半人高的孩子直直的盯着他。莫凡几秒之后才回过神来，哦，这是老婆的表弟，一个蜥蜴精。挥开白蜥蜴，他往里走了2步，然后便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哇，老婆，手艺见长吗？白九颜围着围裙从厨房里探出一个头来，然后甜甜的对他笑着说道：老公现在有我了，我当然要努力为下班的老公准备可口的饭菜了。莫凡笑着走到厨房，不禁想起了从前。那时候白九颜还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高中生，而他是刚从地球穿越到这片陌生大陆的蒙圈宅男。2个人能有今天，简直是想象不到。菜一个个的从厨房里端出来，的确是色香味俱全，不知是白九颜苦练了多久的成果。莫凡坐在凳子上幸福的吃着饭，可他转头一望，那白蜥蜴的眼中吃着吃着又有绿光往出冒。天天吃地级妖兽的肉，不知道这小子会变成什么样。吃完午饭之后，莫凡又回到了总部。惊险刺激的一个早晨过去之后，一切又回归了平淡。尽管手中已经握了300万，但他还没有想到怎么跟白九颜交代这笔钱的来源。于是莫凡决定先按下不表，等到未来有机会的时候再找个理由说出。同时李家那边经过白九颜前1日的威胁，也很快把那2亿元打到了九湖拍卖所的账上。一时间，2个刚刚大学毕业的贫困小夫妻竟然在各自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夜暴富了。白九颜接到了华老先生那边打来的报喜电话，顿时喜笑颜开了起来。这颗妖丹是他以莫凡的名义拍卖的，所以说等拍卖所那边过完手续，2亿元就会打到莫凡的账上。他总算也是为老公做了一件好事。挂断电话，白九颜打算向莫凡汇报这个好消息，但想到莫凡此时正在上班，他不便打扰，就怀着激动的心情放下了电话，决定等到晚上再给莫凡一个惊喜。而莫名其妙多出了2亿身家的莫凡，此时尚不知情，他正在训练场和风尘比拼着速度。其实从今早开始，他就对风尘的功法颇为好奇。神象镇狱神功在莫凡看来已经是世上顶级不过的功法，而风尘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可以在某一方面与之见长的人。正在2人比拼的如火如荼时，训练室的门轰的一声被踹开，砰！一个身形瘦削、散乱黑发披肩、头发遮住大半部分脸、肩扛一把钢刀的男人走了进来。训练场里的兄弟看到这男人，都齐齐噤声了几秒。片刻之后，才继续开始了训练。莫凡看到他的第一眼，便把他和楼下验尸院里那女人口中的砍刀怪联系在了一起。这人究竟是谁？与此同时，砍刀怪大摇大摆地走到了训练场中央，他极为随性地四望了一下，看到莫凡时，由胸腔发出了极为明显的一声哼笑。提着钢刀，他走到莫凡身边，随后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把那只黝黑粗大的手在身上那破布烂衫上抹了几下，懒散地把手伸向莫凡。他拖着嗓子说道：你好，轩辕俱乐部猎人榜榜3，代号狂刀，你就是姓龙的逼着我回来见的人？风尘闻言，站在莫凡身后探出脑袋，他狐假虎威地啧了一声：怎么说话的呢？竟敢叫我们尊敬的云老姓龙的，小心我去告密，让他扣你工资！哈哈！狂刀霸看起来足有几10斤重的钢刀，轻而易举地甩回肩上，然后歪着嘴对风尘一笑：老五，几日不见，胆子见长啊！怎么，这是给自己找到了新靠山？莫凡没兴趣听他们俩斗嘴，于是及时打断道：没错，我是。怎么？狂刀闻言歪头看着莫凡，又是一笑：哼，这么说，你就是半个月后我在狩猎大会上的队友？我没怎么，是姓龙的逼我回来见你，说要和你培养默契。随即他那被散乱头发遮住的黑眸中黄光一闪，但照我说，默契不是培养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打一架，你看如何？呵，莫凡早就察觉到面前这人来者不善，就算不是不善，也终归没什么好意，他的语气也颇为冷淡。在这儿，狂刀扛刀哈哈一笑：还是别了吧，
我怕那爱财如命的龙姓人士当真把我赶出去。没过多久，两人便在训练场众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一起走出了训练场。有兄弟上来拍了拍风尘的肩：“你怎么不出去劝劝架？万一这两人打出事了怎么办？那狂刀出了名的疯子，挣不到钱也是因为他每次把妖兽尸体砍得稀碎。你就不担心你大哥？”风尘一阵冷战，抖了一抖：“算了吧，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我可不想我这条小命败在他们俩人手里。”总部外，狂刀和莫凡一起站在大街上，两侧的行人不停向他们二人投来一些充满探究的注目礼。莫凡不由得感到了一些尴尬，他奶奶的，要是自己在街上遇到一个浑身黑袍的中二病和一个仿佛从山里逃出来的野人，也会情不自禁地多看两眼吧。干咳一声，莫凡提醒道：“到底要去哪？你能不能快点决定？”狂刀用他那钢刀的刀背在肩上来回摩擦，然后沉吟道：“饿了。”莫凡满头黑线：“饿了为什么还要找人打架啊？这种脱线野人就是你们轩辕猎人榜3吗？”话说完，狂刀没理他，直接扛着刀去了最近的一家饭店。莫凡终究没好意思进去，便站在店外望天。难道说这也是一种公费摸鱼？还没等他看多久，狂刀便吃饱喝足的走了出来，站在莫凡身边打了个饱嗝。莫凡下意识回头一望，好家伙，桌上足足3大空碗，或者说是空盆，这人吃饭想必不用嚼的。大哥，到底去哪儿打架？莫凡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狂刀拍了拍肚皮：“小兄弟，凡事还是要多点耐心，不要这么暴躁嘛。我大早上没醒，就被姓龙的一通电话叫回海兰市，连饭都没吃，我都没抱怨呢。话毕，他随手一指，我们就去那儿，人少又清静，你看如何？”莫凡抬头一望，那是市中心的一处休闲公园，上面有颇高的一处小山，绿植葱郁，平时人迹罕至。行，赶紧的吧。没再耽误，两人已经来到公园小山之上。狂刀终于舍得把那钢刀从肩上取下，然后一脸兴奋地正对着莫凡：“听说你乃地级巅峰？”莫凡皱眉：“问那么多干什么？要打就快打！”狂刀又攥紧了手中的刀柄，然后有些兴奋地颤抖着声音道：“只是好不容易又找到一个对手，所以太开心罢了。”话音未落，他眸中红光一闪，已提着钢刀高高跃起，刀刃以破空之势狠狠劈向莫凡。莫凡五爪一收，向前一推，顿时空中一道像腿虚影骤然出现，然后直面迎击向那柄钢刃。岂料下一秒，那看似平平无奇又颇有一些陈旧的钢刀，竟狠狠将像腿虚影一削为二。莫凡眸中厉光一闪，一个闪身避开了刀尖锋芒。该死，是他轻敌了。之前那几场战役，他总是赢得轻轻松松，因此面对狂刀时也并未使出全力。可那钢刀明显并非凡品，在空中挥舞之时，竟隐隐有了龙吟虎啸之势。狂刀一记很招未得手，又是哈哈一笑，手持钢刀狠狠向莫凡劈来。莫凡眯眼，他并未慌乱，只是站在原地，右手运转神象镇狱神功，左手运转御雷9卷，刀锋在山顶的树木上照射出道道银光，转眼间已到了莫凡身前。莫凡却是冷冷一笑，刹那间他双眼一睁，只见莫凡右眸闪过一道金光，左眸闪过一道雷电，随即双手交叉，狠狠向那刀锋一推，一只四周缠绕着雷电的象爪骤然出现在空中，在刀锋即将砍到的一刹那，象爪狠狠往钢刀的刀面上踢去。一时间天地嗡鸣，轰然变色，一大团不知原因的乌云在公园的小山顶上快速集合，云中隐隐有了雷光，同时钢刀里的龙鸣虎啸之声和虚影里传出的一声象鸣同时震慑山谷，引得山中小兽无不逃窜，有的甚至吓得屁股尿流，当场晕倒在地。空气中已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狂刀的黑发被雨水打湿，紧贴在脸颊上，更显粗犷与狼狈。嘿嘿，你果真没有辜负我的期待，姓龙的给我找了个好对手。莫凡浑身的黑袍自带避水功能，所以此时并没有被雨水淋湿，他只是冷冷道：“对手啊，我加入你们俱乐部不是为了做陪练，而是为了挣钱，狩猎大会是我挣钱的渠道，希望你也不要让我失望。”正当两人对峙之时，空中一道流光迅速飞来，那道银光循着两人交战的气息一路追寻，然后气喘吁吁地停在了那山间之上。你们两个是要气死我啊？还不快收手！龙苍云扶着附近的树干，不知是气的还是累的叉起了腰。狂刀一看龙苍云来了，只是毫不在乎的嬉皮笑脸，嘿嘿一笑，他利落收起了那钢刀，直插入背后那由兽皮包裹的巨大刀鞘之中。带你的新宠来玩玩吗？怎么这都不许？也太小心眼了吧！龙苍云气得直翻白眼儿，洗洗你的嘴，怎么说话的？我让你来见见他，是让你约他出去打架的。我看你的猎人正是又想被吊销了。莫凡此时也收回了功法，静静看着这两人斗嘴。狂刀拧了拧自己那长度极尖的落汤黑发，又转头看着莫凡问道：“哎，兄弟，你给我讲讲，这姓龙的是怎么把你骗进来的？”莫凡皱了皱眉，龙苍云气得冲上来，抬脚就是狠狠一踹狂刀的屁股：“谁骗了？赶紧跟我回去，别在这耍贫嘴！”说话间，莫凡已经率先越过那两人向前走去。经过狂刀时，
他淡淡说道：“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这刀妖气太重，若是压制不住，必会反噬自身？”狂刀那满脸嬉笑的表情顿时冷了下来，他隐在黑发间的眼睛迅速一抬，想要去捕捉莫凡的背影，而莫凡此时已经走出了很远。回到俱乐部，龙苍云咬牙切齿地站在烘干机前，吹自己那身衣服。你们知不知道我这一身衣服有多贵？小样的，把你们卖了都赔不起。而狂刀大大咧咧的双手一叉腰，站在训练场上仰天直笑。这点小雨都受不了，您还是别管我们了，安心回家养老去吧。莫凡静静地站在一旁训练，风尘死皮赖脸地凑过来，左问右问：“怎么样，大哥？你们最后谁赢了？他厉害还是你厉害？你见到他那把钢刀了吗？有何高见？”莫凡默默伸出手，把风尘凑过来的脸推到一边：“是你去找龙苍云的？”风尘闻言一愣，然后嘿嘿搓手一笑：“没想到这都被大哥发现了，嘿嘿，这不是怕你们闹出乱子吗？你刚入这行可能不了解，城里是严禁猎人之间相互斗殴的，严重甚至会吊销猎人证，那狂刀都被吊销好几回了。”终于烤干了衣服，龙苍云回到训练场中心，然后大声宣布道：“今天是我们的象神同志正式加入轩辕俱乐部的第一天，我已经在城中最好的酒楼里预备好了极为丰盛的晚宴，下班后我们便一同去团建，也认识一下彼此嘛。”这时台下几个兄弟对望一眼，异口同声笑道：“早上都认识过了。”风尘连忙跳出来打岔：“早上的认识和晚上的认识能一样吗？谁打扰我蹭吃的，我跟谁急啊？这入职宴我和我大哥必去，你们不去的，以后别怪我们不罩你们啊。”莫凡疑惑地眯了眯眼：“我啥时候说我要去了？”龙苍云和风尘同时用一种很紧张的眼神看向莫凡：“小兄弟，不是早就说过了会给你准备入职宴吗？你不会不去吧？大哥，通天楼的小龙虾很好吃的，而且超贵，你真的不去宰他们一顿？”莫凡抬眼看了看表：“我最迟9点回家，现在3点，早上还有中午都没怎么训练，要是下班之后去吃饭，我今天的训练时长会不够。”一听是这个原因，龙苍云顿时大呼一口气：“这算什么？我宣布，今天大家的训练时长统一达标，6点下班，那时候一个都不许走，全部一起去吃饭啊！”训练场内顿时一阵欢呼，大多数人对于有饭可蹭这件事兴趣还是相当高涨的，其中风尘自然是欢呼的最为高昂。这人似乎是天生的爱凑热闹，遇到这种情况简直高兴的比今天的主人公还要激动。而场中唯一还算安静的2个人，一个便是倚靠在大门口静静看着莫凡，意味不明笑着的狂刀，和在角落处一言不发默默甩着冰刺训练准度的冰凌。下午下班时间一到，众人便前呼后拥，鱼贯而出的走出了总部大楼。门口早已备好了几十辆锃光瓦亮的黑色轿车接送，看起来颇有排面。轩辕长海笑着走在最前面，他的身旁正是今早莫凡他们见到的那位高挑女子。轩辕佩斯把头发侧挽到一旁，换了一身白色的晚礼服，甚至穿上一双高跟鞋，这使他看起来更为高挑青面。2人并肩走着，倒显得轩辕长海矮了轩辕佩斯一头。他挽着轩辕长海的胳膊，一路走一路弯腰娇笑，引得路人一阵侧目，还以为这是大老板和他新交的女朋友。而龙苍云自然是紧紧地贴着莫凡，生怕他一溜烟就逃了。这种天才的性格自然是难说，自己费了大价钱才办下这桌酒席，要是主人公逃了，那可真是哭都没地儿哭去。冰凌颇为不满地走在队伍后面，他一向不喜欢这种人多的场所，可当他下班去找龙苍云请假时，龙苍云竟然不批准了。想想以前，龙苍云简直是把他们几个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哪里敢不批准他们的请假？可如今那象神一来，龙苍云顿时就把他们几个抛之脑后了。哼，简直是世态炎凉呀！正当冰凌心中不忿时，那狂刀跳着走了过来，然后故意撞了他一下。怎么，冰凌妹妹，你也看那个新来的不爽？冰凌白了他一眼，不喜欢这种场合罢了。狂刀双手抱胸，哼声一笑。其实这人有点意思，我觉得我们以后的合作应该也会有点意思。冰凌没再说话，但其实心中也有点认可狂刀所说。经过一早上的相处，这人除了有点神秘之外，倒真没什么不好的地方。同时，个人实力也是足够的超群。想必狩猎大会上，他们轩辕俱乐部总会打出点成绩来。浩浩荡荡地进入酒楼，正当他们一起进入包厢，准备落座时，风尘一把拉住了莫凡，并向他挤眉弄眼道：“大哥，我去上厕所，你去不去？”莫凡疑惑：“你是小学女生？”风尘哎呀一声勾住莫凡的脖子，然后转头对龙苍云摇声呼喊：“云老，我们过一会儿再来。”龙苍云还没来得及拦住，风尘就用他那超快的速度把莫凡拉得不见了踪影。洗手间里，风尘喘着粗气对莫凡说：“你可知我为什么要把你拉走？”莫凡更疑惑了：“你发疯？”风尘无语的嗨了一声，然后勾着脖子对莫凡说道：“不对劲儿，大哥，我感觉不对劲儿。那轩辕佩斯今天绝对来者不善啊！你没看他那小衣服穿的小高跟鞋踩的，这有问题啊！”莫凡冷笑：“人家穿什么关你什么事儿？没事儿，我就先回去了。2个大男人跑厕所里来待半天，算怎么回事？”他转身要走，风尘又一把拉住了他：“
你就没看他们座位是怎么做的？老板和大小姐坐一边，云老坐一边，中间隔了一个空位出来，能是给谁留的？当然是给你留的，故意要你和大小姐坐在一起，小心这是鸿门宴啊！他左右望了望，见四下没人，又小声说道：大小姐嫁不出去，老板到处给自己找女婿，你今天吃饭的时候说话可注意点。莫凡听到这儿，才总算明白了一点风尘的用意，拍了拍风尘的肩膀，他回应道：放心，我觉得你们老板不会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男，赶紧回去吧。反正话已经提醒到了。风尘叹了口气，觉得会不会被迫倒插门都是莫凡自己的命运，便又拉着莫凡往回冲。他生怕迟到，于是又拉着莫凡一路狂奔。两人在酒楼大堂里一阵猛冲，突然和前面的两人相撞了一下，四人均是一个踉跄。前面两人中的一人回过头就开始噼里啪啦的开骂：我去，哪来的不长眼的狗屁兔崽子，连你王爷也敢撞，怕是不想活命了。海兰市那一条街打听打听谁是爹，今天不把你这条小命交代在这儿，我就不是你王爷。这熟悉的嗓音让莫凡皱了皱眉头，抬眼一看，果然这位不顾一点风度礼仪，在酒楼大堂骂的口水直喷的，除了王爵还有谁？真是冤家路窄啊！他无语了。风尘毕竟撞到了人，此时被骂也只能挨着。他赔了赔笑脸，打算走，可奈何眼前这人显然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他上下瞥了瞥风尘，又瞥了瞥莫凡，说的话一句比一句难听。哟，瞧瞧这穷酸样子，还拉着一个见不得人的黑袍怪，怎么你们赶场来这儿玩 cosplay 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价位的酒楼，是你们这种穷鬼吃得起的吗？风尘也是在俱乐部里横行霸道惯了的，哪里听得了这个？他心气一下子上来，冷笑一下，挺直了腰杆对了回去：这位什么什么王爷，别给脸不要脸，也没撞坏你哪儿，给你道过歉了，你还在这巴巴什么呢？嘴比屎臭，别污染了人家酒楼里饭菜的香气。王爵脸上还有一个拳头大的乌青印子，显然是没有好拳的样子。他一听风尘竟然敢反驳，顿时气得暴跳了起来。这还得了？自从在拍卖场中遇了莫凡夫妇，他的运气就没有好过。今天好不容易出门跟朋友聚个餐，也能被半路窜出撞上他的无名小卒一番羞辱，气死他了，气死他了！他一个抱起就挥出还完好的那只拳头，抡圆了就要往风尘脸上打。风尘冷笑一声，哪里会慌王爵的三脚猫功夫，他一把攥住王爵的手腕：毁容人士，就不要在酒楼大堂丢人现眼了吧？打你人家都说我欺负老弱病残，看你这乌青熊猫眼的，想活命趁早滚，不要惹你不该惹的人。风尘平日里说学逗唱，一副没什么正形的样子，但此时真着火了，身上竟也有着几分令人胆寒的杀气。王爵听到此处，竟下意识的浑身一个战栗。这时王爵旁边那人终于开枪了，他往风尘那边走了一步，笑着拉开风尘紧攥着王爵的那只手，和事佬一般的调解道：哎呀，一点小矛盾嘛，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大家都各退一步，算了算了。说完他便拉着王爵往电梯里走了。经过莫凡时，王爵突然转头，有些疑惑地看了莫凡一眼，不知为何他总感觉这人有股说不上来的熟悉。风尘见那两人终于走远，随即骂骂咧咧地翻了个白眼，真是有够倒霉的。下一秒他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似的，紧张的一呲牙，又连忙拉着莫凡往包厢处跑去。一路小跑到包厢外，风尘计算了一下两人出去的时间，然后视死如归地扯着莫凡打开了包厢的门，大步迈了进去。果然所有人都已落座，甚至连凉菜都上了几个，可见等了他们不小的时间。而正如风尘所说，全场有一个位置在最中间，显然轩辕佩斯旁边的那个最中间的位置就是属于莫凡的。轩辕佩斯披着一头顺滑的黑色长发，脖子上戴着一根钻石项链，那身白色晚礼服与这豪华的包厢相得益彰，更显得他身材姣好，凤目勾人。莫凡想到风尘刚才的话，突然感到了一丝尴尬，没去落座。他向旁边的轩辕长海和龙苍云解释道：不好意思，刚才回包厢的时候遇到了点状况。轩辕长海大气的一挥，慷慨道：没事，我们也等了没多久嘛，人有三急，理解理解。风尘干笑着，然后连忙找了个地方坐下，然后拼命朝门口的莫凡眨眼睛，龇牙咧嘴使眼色，示意他也赶快来坐下。莫凡尴尬的轻咳了一声，然后朝风尘身边走去，正打算坐下时，轩辕长海开口了。他笑着指了指轩辕佩斯左手旁的座位，这可是专门给你留的座位，毕竟你才是今天宴会的主角嘛。莫凡看了风尘一眼，风尘扶额低头，表示我就不聊你了。莫凡只得尴尬地坐到了轩辕佩斯旁边。轩辕佩斯饶有兴致地看着莫凡，见莫凡一落座，他一撩头发，莞尔一笑，托腮看着莫凡。听云老说你才20多岁，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啊？莫凡在面具里咬了咬牙，看来风尘的话也并非空穴来风，这叫什么？这叫职场骚扰。别说女朋友，自己连老婆都有了。有了。莫凡相当言简意赅。轩辕佩斯脸上的笑容笑得更大了，他缓缓凑近莫凡，红唇离莫凡的耳朵越来越近。那长得有我好看吗？莫凡攥了攥拳，直接站起身，麻烦轩辕小姐自重。话音刚落，轩辕佩斯便捂着红唇哈哈大笑起来。老爸，你看他
笑死人了！我觉得他甚至还是个处男。轩辕长海表面上皱眉让女儿安静，实际上嘴角也在憋笑，而台下一些兄弟们甚至已经哈哈大笑了起来。而这番话显然也触动了莫凡的痛处。虽说他已经结婚好几天了，但正如轩辕佩斯所说，他确实还是，但白九颜就是不让他碰嘛。他有什么办法？有些懊恼地坐下，他这才终于在众人面前显出了一点符合那年纪该有的神情。轩辕佩斯看莫凡这个好笑样子，实在懒得逗他了。他一把抽过桌面上的菜单，按了按铃，服务生打开包厢的门走了进来。无数色香味俱全的好菜开始轮番上阵，一个个摆到了桌面之上。另一个包厢内，王爵与刚才那个帮他调解的神秘人坐在一起。原来王爵乃是前来赴神秘人的约。王爵此时手腕上仍在隐隐作痛，于是便一直慷慨激昂，连续不断地骂着风尘。神秘人心中颇有一些不耐烦，但因为对方是王家公子，也只能耐着性子哄道：好了，知道王公子受了委屈，但说到底不过是小事，别忘了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的目的。不瞒您说，根据监控显示，您是最后一个走出九湖拍卖所的，所以李家最近对王家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顿了一顿，他又说道：当然，我们都知道，以王公子你的修为，不可能对李公子做出什么事，但你能否告诉我，当时场中发生了什么呢？王爵闻言，顿时气得用那只被风尘捏过手腕的手捶了捶桌子，随即又疼得龇牙咧嘴了起来。什么叫我是最后一个走出拍卖所的？我走的时候，场中明明还有人。此言一出，那神秘人顿时眼睛一亮。你可认得场中那人是谁？王爵龇牙咧嘴的愤恨道。化成灰我都认得，自然是那个抛弃了我的白九颜和抢了我女神的莫凡。那神秘人斟酌着开口道。那您可知他们二人是普通人，还是修炼过功法的学武之人？王爵皱眉挠了挠下巴。莫凡大学时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废物了，怎么可能有学习功法的机会？不过他拳脚倒是挺好的，我派出一队人跟踪他，都被他扯远了，但他们应该是普通人吧？神秘人闻言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打开手提的文件夹，他从里面取出一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播放了一段录像，指给王爵看。王少爷，这是除魔司局那边的绝密资料，迫于李家的压力，我们才费尽艰辛取出了一份，可以在视频中看出您的确就是走出警局的最后一人。如果留在场中的是两个普通人，那他们如何能躲开监控？还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再走出去过？听到这个消息，王爵也皱了皱眉头，但下一秒他仿佛反应过来了似的，怒目圆瞪地对那神秘人说道：所以你今天叫我出来，是怀疑我与李军的失踪案有关系？神秘人向他比了个虚。王公子不要过于激动，其实本来你早就应该被传讯去除魔司问话，但王家多番运作，这才扛住了李家的压力，没把事情牵连你。王爵一声嗤笑，本来就和我毫无关系，难不成他李家还能找到我头上？真以为自己是什么海兰氏第一家族了？笑话！他高高的翘起了二郎腿，一副极力掩饰慌张的不屑样子。神秘人摇了摇头，又轻轻说道：虽说清者自清，但必要的自证还是需要及时拿出来的。所以我这边对王公子的建议是，尽快找出那对当时留在场中的夫妻，若他们还活着，就把嫌疑转移到他们身上。王爵皱了皱眉，咬牙思索了片刻。这不太好吧？不管怎么说，都是我4年的同学，而且我知道那对夫妻根本没能耐把他怎么样。说到底还不是李军发疯，他杀了人之后逃跑，还要我去帮忙找人给他顶锅吗？神秘人心中暗暗鄙视了王爵一番。他作为活跃在海兰城诸多上流氏族中的中间人，着实有些看不起王爵这个有些愚笨的二世祖。要说这些二代中，还是李军更为出类拔萃。可怎么莫名其妙就失踪了呢？收起心中的鄙夷，他将电脑转回自己面前，然后装进了文件包里。神秘人对王爵温和地说道：这件事我们当然也只能是给个建议，要具体怎么行动，还是要看王公子自己的。只是若是几天之后李公子仍没有下落，恐怕王公子就不可避免的要招惹一些麻烦了。王爵一直皱着眉头没有说话，他拿起筷子在桌面上那些菜里翻了翻，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而另一边，宴会显然进行得酣畅淋漓。由于早上大家都一同出去并肩作战过了，所以彼此也不怎么尴尬。酒过3巡之后，便都抱在了一起胡吹胡侃。龙苍云和轩辕长海也被那些兄弟们灌得迷迷糊糊，两颊通红，看起来简直一点都不像国家顶级组织的退役人员，更像两个平平无奇的中年老板。风尘简直像是找到了主场似的，在宴会上不停地穿梭灌酒，就像是迷失在花丛里的花蝴蝶，不亦乐乎地飞来飞去。莫凡灌了2杯之后也小有醉意，他扶额笑看着场上这群闹哄哄的兄弟，觉得自己加入他们或许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于一个团队来说，实力固然重要，可气氛才是最主要的。若是彼此之间关系冷淡，心有芥蒂，又如何能做好配合，在大会里取得好名次呢？而轩辕佩斯除了一开始语不惊人死不休，骚扰过他几句之后，倒是没再主动和他搭话，只不过经常喝着喝着就把小眼神往他这边一瞟，看得莫凡心里一颤，不住地想着哥有老婆。酒足饭饱之后，众人晕乎乎地走出了大门，然后坐着轩辕长海给他们安排的车各自回家了。坐着车来到一处离家较近的十字路口，莫凡还要隐瞒一段时间身份，
所以便提前下了车，在路口上不断的吹风，也顺便醒了醒酒。收起面具，他一路晃悠到小区楼下，这才回了家。一开门，里面一片漆黑，好像没有人一般。正当莫凡一皱眉头，心里咯噔一下时，啪！客厅的灯瞬间又全亮了。白九颜一下子跳出来，大大的喊了一句 surprise。莫凡的酒劲儿还没缓过来，此番大起大落之下，着实被吓了一跳。笑着摇头，莫凡站着缓了一会儿，然后才走了进来，抱住白九颜对他说道：怎么了？怎么今天晚上突然想到要给老公一个惊喜？白九颜神秘兮兮的伸手遮住莫凡的眼睛，然后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对他美滋滋的说道：你猜？莫凡挠了挠下巴，中奖了？不是捡钱了？不是，你再好好想想嘛。那还有什么惊喜啊？莫凡笑着无奈的说道。白九颜得意的把手放下来，然后对他晃了晃那张银行卡。我们的钱，他到账了。莫凡愣了一秒，随即也震惊的反应了过来。你是说李家真的把钱打到我们银行卡上了？白九颜的眼睛笑得像月牙一样。是啊，老公是不是很开心？是不是很激动？我们能买大房子住了，能买自己的车了。莫凡闻言也不禁高兴了起来。原来他以为李家不会这么容易给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钱竟然来得如此爽快。那当然好，不如明天我们便去看房子，你想要什么我们便去买。莫凡宠溺地看着白九颜，他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是多么高，想多挣些钱也是想让白九颜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今钱来了，他自然要赶紧花到老婆身上。白九颜也甜甜的笑着点头，高呼了一句：老公最好了。随后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似的，他又对莫凡问道：哎，你们公司可以让你请假吗？我记得以前都不让的。莫凡干笑一声，这次我结婚之后回去上班，老板对我的态度改变了很多，所以我猜估计是可以的吧，请一天假罢了，龙苍云应该不会那么小气吧。莫凡心里偷偷想着。听到这话，白九颜更开心了。从前她总是担心老公在公司受气，如今听到这种话也不由放心了不少。本来她还想着，如果老公在公司工作的不开心的话，就让他来自己的手底下工作。所幸自己手底下的产业那么多，随随便便给老公搞一个高一点的职位还是毫无问题的。可白九颜也知道莫凡的性格，如果能一直瞒住莫凡当然无所谓，可如果有一天莫凡知道了自己的工作是从老婆手里得来的话，估计是会不开心的。而白九颜永远也不想看到莫凡不开心。老公你真好。两人就这样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借着酒意，莫凡有些迷醉地看着灯光下自己的老婆，那美丽清艳的脸庞以及动人的水眸和长相窈窕有致的身段，不自觉地有些心神荡漾，气氛顿时变得无比旖旎与暧昧。因为酒气的微醺，莫凡的心里突然涌出一股不知名的冲动，真想亲亲老婆呀。可当他缓缓低下头要亲吻白九颜时，白九颜却忽然从羞涩与迷乱中回过神来，连忙把他推开了。柔情蜜意的亲昵时刻一下子被打破，莫凡有些尴尬地站在当场。老婆，我们都结婚这么多天了，亲一亲总是可以的吧。莫凡又走过去抱住白九颜，灯光下白九颜那红扑扑的脸蛋似乎在诉说着她的情动，可她却不肯再让莫凡对她做出拥抱以外的动作。这人家还没有准备好吗？你在等等我吗？莫凡感到有些奇怪与沮丧，他把下巴埋到老婆的肩头，重重叹了口气。今天酒桌上轩辕佩斯那番话着实有些戳到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可自己是绝对不会强迫老婆的，既然老婆不愿意，那他为老婆等多久都是可以的。唉，这就是当代好男人的自我修养啊。白九颜感受到了莫凡的沮丧，便咬着下唇，通红着脸拍了拍莫凡的后背。好啦好啦，我会努力的，等时候到了自然可以。可白九颜话还没说完，莫凡已经靠在他肩头静静的睡了过去。呼，白九颜轻轻的松了一口气，然后抱住莫凡的腰，把他一路拖到了卧室，妥帖安顿好。这时白希逸从客房中打开门钻出头来。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白九颜红着脸抬头明知故问道。什么时候？白希逸一副人小鬼大的样子，靠在客房门口看着这对小夫妻。瞒是瞒不了多久的，而且你的妖毒不解决，他根本没有办法和你亲密接触，你觉得你可以一辈子瞒下去吗？白九颜又羞又愤，从床上拖过一个抱枕，狠狠砸向白希逸。不用你管。说完他已冲上去一把关起了自己卧室的门。靠在门上，白九颜眼波似水地看着躺在床上安眠的莫凡，自己当然不是不愿意，只是正如白希逸所说，他们妖魔与人类之间想要结合并不是那么轻易，妖类身上都怀有一种人类体内无法化解的妖毒，想要亲密接触就必须先去除妖毒的毒性，可那对于普通妖物来说可以说难于登天。攥起了自己的粉拳，白九颜已经在心里决定，从明天开始全力寻找能够去除妖毒的药物，自己是不可能一直这么委屈老公的，况且她也想和老公有更进一步的交流。第二天一大早，莫凡迷迷瞪瞪地从睡梦中醒来，他觉得自己的头有点疼，用力晃了一晃，他总算想起了昨晚发生的所有事。看来自己的酒量的确是不咋地，明明已经控制自己没有多喝了，但关键时刻还是在老婆面前醉倒了，真是丢人啊。这时
白九颜极为贤惠的端着一份早餐走了进来。老公，你醒了。莫凡看到白九颜，总感觉有些不好意思。昨天晚上他居然想白九颜却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一屁股坐到了莫凡旁边，然后问他：老公，不是说我们今天去看房吗？你有没有给公司请假呀？要是没有的话，我们就不去了。你今天先按时去上班吧。莫凡一拍脑袋，这才想起他还没有给龙苍云请假呢。你等会儿，我给我们主管打个电话，应该可以请的吧？嘟嘟，几声嘟声响起后，对面接通了电话。什么事儿？莫凡这才想起自己现在没有戴面具，没法用面具下的声音和龙苍云说话，这可怎么办？抬头看了看一脸期待的白九颜，他一狠心，决定破罐子破摔，暴露了又怎么？他又没有隐瞒总部的必要。是我今天想请1天假。龙苍云在对面沉默了几秒，他也刚刚睡醒，神志尚不太清楚。对面陌生的少年音一时半刻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对面是谁，皱了皱眉。龙苍云拿下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瞬间被震惊到。干！来电显示上大大的象神2字，让他一瞬间清醒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啊？终于放下心防，相信总部了吗？果然啊，努力团建是有效果的。仅仅一晚，这小子已经去除伪装，袒露真我了。这样激动的心情让他甚至忘记了莫凡刚才的提问，直到莫凡再次重复了一遍，龙苍云才反应过来。什么？你才上了1天班呢，这就请假呀？莫凡不好意思的干笑2声，哈哈，有事儿，办完的话今天下午就能去上班，或者最迟明天早上也不用担心我跑路。龙苍云咬了咬牙，心中10万分的不情愿，但莫凡乃是他千辛万苦一定要留下来的人才，他也不敢因此得罪了他。行吧，那你办完事记得回公司，今天的训练时长就算你欠下了，以后要补回来。两人就此达成了一致，便挂断了电话。莫凡朝白九颜一耸肩，你看我说我地位提高了吧，请个假分分钟的事儿。白九颜不禁失笑，然后连忙催促莫凡穿好衣服和他一起出门逛街。临走前，白九颜回头对屋里的白蜥蜴嘱咐道，你就乖乖待在屋里，不要出去，听到了吗？白蜥蜴点了点头。经过白九颜这段时间的科普，他已经知道了人类世界的险恶，对那个凶名在外的除魔司也是颇有忌惮，因此是不会轻易外出的。挽着老公的手出了门，白九颜喜滋滋的四处看看，感觉美好的新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两人去到一家房屋中介中心，中介看到那俩人的打扮，本来颇有些不屑一顾，但在听说两人购房的预算是2亿元时，顿时瞪大了双眼，恨不得把他们当祖宗似的供起来。两位真是赶巧了，最近我是正巧有一处最豪华地段的别墅在对外出售，那个区域里面全都是小洋楼，乃是真正的富人区，我这就联系人和2位一起过去看房。莫凡对买房这种事确实是没什么经验，于是便跟随那中介一路驱车去往了中介所说的那处地段。此地果然如同中介所说，看起来便有种寸土寸金、造价不菲之感。车开了许久，终于在一处极为美丽、装潢大气的白色洋楼别墅前停下了。这别墅还自带了一个大花园，草坪被修整得整整齐齐，里面绿植花卉一应俱全，看起来的确令人向往。中介转身，恭恭敬敬地对他2人说道：“正是此处，这房子绝对的豪华气派，配得上2位的身份。”白九颜一眼便看中了这个房子，连忙跳出来，站在院子外向里张望。在里面转了一圈之后，白九颜简直不愿意走。莫凡看出了白九颜对这房子的喜欢，便没再多问，直接转头问那中介：“这房子多少钱？”中介伸出一个手指，神秘一笑：“1亿1000万，再公道不过的价格了。我们能掌握这手房源的，也没必要狮子大开口，多挣您的钱。”莫凡相当霸气，把那银行卡随手甩给中介：“刷吧。”中介喜出望外，头一次见到买房这么爽快的夫妻俩。他们坐在房里签完了一系列手续，然后这才出门。刚走到院子里，这时一辆白色轿车以飞速驶来，他们的车停在路边，本不阻碍道路行驶，但那白色轿车横行霸道，竟直接拐成 S 型，在道路中间肆意飞驰。中介的车上只有1名司机，此时躲闪不及，顿时被那白色轿车的车尾狠狠甩中。顿时前方那飞驰的白色轿车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一个戴着墨镜、浑身白色西装的富家公子哥。莫凡皱眉望了那人一眼，顿时想转身就走。该死，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怎么会在这里见到王爵？白九颜往那边一望，显然也认出了这个纠缠了他4年的大学同学。两人无奈的对望一眼，心里都颇为烦躁。而王爵并没有朝道路旁边的院子里看去，他摘下墨镜，气焰嚣张的径直走向了那被他无辜撞上的中介司机。只见他王爵为嚣张的一脚踢到了车门之上，然后朝着车里大声嚷道：“长没长眼睛啊？这个地方是你该来的吗？竟敢把你那破车停在我们这种富人区，真是脏了我们的空气。你知道我那个车多少钱吗？出来给爷爷，我磕一个响头，我就让你只赔1半。”中介司机哪里见过这种场面，他不是傻子，知道住在这里面人他惹不起，今天莫名其妙遇上了这样一位2世祖，他也只能自认倒霉。颤颤巍巍的下了车，中介司机弯腰走到王爵面前，向他鞠躬道歉道：“
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带客人来看房，图方便就停在路边了，打扰到您的出行了，真是对不起。王爵随即恶狠狠地叫骂道：看房？你当这里的房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买得起的吗？他骂骂咧咧地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车尾，果然那车尾因为剧烈的撞击而被撞出了一个凹陷。王爵越看越气，回身便是一脚要踢向那中介司机。莫凡彻底看不下去了，他飞速跑出院子，然后一脚将那王爵踢得踉跄了几米。王爵不可置信地抬头，怒目圆瞪地看向那袭来的人，才发现那人竟是莫凡。你怎么会在这里？中介司机慌忙说道。这位少爷息怒，这是我们的顾客。顾客？王爵更加目瞪口呆，他终于转头看向了路边的别墅，发现白九颜正站在房门处，以一种厌恶的目光看着他。怎么可能？你哪里来的钱？你知不知道这一地段的房子你奋斗个几辈子都买不起，带你老婆在这装什么逼呢？还不赶紧滚回你们的破房子里去！莫凡嗤笑一声，随即那中介也连忙跑了上来。您可能与我们的顾客有什么误会，我们的顾客已经和我们签署好了购房协议，不日便可以入住了。我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误会，大家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我们的车也坏了，大家就当扯平了，行吗？王爵皱起了眉头，从上到下打量了莫凡一眼。什么？这个穷小子何时竟有了这么多钱，可以直接买下自己家附近的房子？顿时昨晚那神秘人向他说的一切都渐渐汇入他的脑海。那时候王爵觉得莫凡不可能会牵扯进李军的失踪案，但现在莫凡天降这么大一笔巨款，这就让他不得不怀疑了。中介见状，觉得此时不逃更待何时，便连忙招呼白九颜过来，然后把司机塞进了车里。在白九颜往过走的同时，他又弯腰对王爵陪笑道：大家以后都是邻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气生财嘛。王爵本就纷乱的思路骤然被中介打顿，顿时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又是一拳要挥向中介。老子是他可以攀得上关系的，欠揍吧你！下一秒他的拳头便被人牢牢攥住。莫凡皱眉看向王爵，我以为经过上次之后你会得到一些教训，看来并没有。我警告你，别再在我面前闹事，否则就不会是打青你一只眼睛那么简单了。这话说的语气平缓，但王爵不知为何竟从心底升起了一股寒气。王爵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用自己那不高的智商努力思索莫凡和李军失踪案的关系。最后他看着莫凡缓缓问道：当时在拍卖场我走了之后你干了什么？莫凡见白九颜已来到身边，便不想再和王爵纠缠，随口甩下一句：关你屁事！王爵顿时亢奋不已，快步跑到了莫凡面前，眼中闪着兴奋而恶毒的光芒。终于被我揪出来了，一定是你！你杀了李军对不对？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那天我走之后就只有你和白九颜两个人在拍卖场中，等着吧，你们马上就要被除魔司问话了。除魔司？莫凡皱着眉头看向王爵，你从何处得来的消息？王爵置若罔闻，轻蔑地冷哼了一声，然后转头对白九颜说道：白小姐，跟着这种人没有好下场，我劝你还是早早和他离婚，然后来投奔我，我说不定还能让你有个容身之处。白九颜却是愣在当场，并没有说话。王爵刚才那番话着实扰得他心神一乱，怎么会自己明明已经处理了场内的所有监控，除魔司怎么可能会发现自己和莫凡？但下一秒白九颜突然想起，自己只处理了场内的，而场外的监控摄像头却能正正好好拍到每个进出的客人的脸，只要除魔司花费一点心思做出对比，自然能发现不对之处。糟糕，王爵此言恐怕不虚，都怪自己不够严谨。莫凡此时握着白九颜的手，发现他的手内已经开始泌出了冷汗，他看出来了白九颜的心理压力，随即站得离他近了几步，拍了拍白九颜的后腰。莫凡以示安抚，但在面上他却仍波澜不惊地和王爵打太极道：怎么，你王家已经可以操控除魔司，对我们这种普通百姓出手了吗？清者自清，你要栽赃我们什么，我们自然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王爵听闻这话，顿时气得暴跳如雷。普通百姓？普通百姓可能会一夜暴富，溜到这片地带吗？我告诉你，虽然我不知道你耍了什么花招，但你若是真的犯了事，就别想逃脱制裁，乖乖去死吧。莫凡眯了眯眼，又极为明显地攥了一下他的拳头。王爵吓得往后抖了一抖，然后反应过来了自己姿态的狼狈，又气得一脚踢到了自己的车身上。顿时他疼得龇牙咧嘴了起来，愤怒的忍痛站定，他对眼前四人指了一圈，然后愤恨说道：你们给我等着，下次见到准有你们好果子吃。说完他逃也似的钻进了车里，然后开着他那白色轿车风驰电掣的驶远了。往常遇到这种情况，白九颜必定会嘲笑王爵一番，但今天他却异常的安静，咬了咬下唇。白九颜钻进了莫凡的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老公。莫凡知道所有来龙去脉，自然理解老婆的心情，但此时他必须佯装不知，然后温柔地拍着他的背，安慰老婆道：没事的，他那人你还不知道吗？满嘴跑火车的，信他的话干什么？见白九颜的情绪有些恢复，他对中介抱歉地笑了笑，遇到以前上学时的仇家了，耽误二位工作了，真是不好意思，那我们就先回去吧。中介呆呆地看着他们，这才从这闹剧中回过神来。
好啊好啊，那我们就快走吧。他实在是害怕那二世祖再回来找他麻烦，毕竟那车的牌子他认得，可是卖了他8辈祖宗都赔不起的价格。一路回到了家里楼下，莫凡没想到买房这么顺利，如果没有遇到王爵那个傻逼途中捣乱，今天简直是再完美不过的一段旅程。白九岩今天的情绪自从听到除魔司那3个字后便一直不高，莫凡便在楼底菜市场挑选了好多菜，说是要上去亲自下厨犒劳老婆。两人自从结婚之后竟然是第一次在一起待这么长的时间，这也让白九岩的情绪渐渐升温了起来。香喷喷的汤从厨房里端了出来，白九岩捧着那碗用黑云模糊的骨肉熬成的汤，美滋滋的喝着。自从老公带来这些食材之后，她每一天都感觉身上元气充盈，浑身舒畅。难道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房也买了，老婆也哄了。莫凡抬头看看表，觉得自己今天是时候上班了，毕竟这才开工第2天，在新公司里留下一个好印象还是非常重要的嘛。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老婆，莫凡又去往了公司。赵丽戴好面具去往了训练室，他一推开门便发现今天的气氛不同凡响。狂刀站在中间，浑身红气冲天，一看就有些不对劲，而其他人则是金刷刷的离狂刀10米远，一片慌乱的围成一团，不知该如何处理。眼见莫凡推门进来，所有人都将求救的目光投向了他。风尘更是一溜烟窜到他身边，在他耳边噼里啪啦的叫嚷道：大哥，你还不快管管这个疯子，他又控制不住他的刀了，龙老和老板都不在，他把我们砍了都没人给我们收尸啊。莫凡推开风尘，然后静静走向狂刀，而仅仅在莫凡向狂刀靠近的一瞬间，狂刀便转过头来，用那双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莫凡。今天的狂刀与昨天的狂刀气质相当不同，昨天的狂刀只是有些狂放不羁以及质朴的粗鲁，可今天的狂刀简直就像被妖魔附体了一般，浑身充斥着极强的杀意与魔性。莫凡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了狂刀手中握着的那把钢刀，果然那钢刀无风自动，竟在狂刀的手里自顾自颤个不停。仔细听，甚至还能听到从那钢刀中传出的猛兽低吼的声音。莫凡淡定地转头问道：他变成这样子之前，训练场发生了什么吗？风尘无辜地摇了摇头：没有啊，大家都知道他经常会这样，所以一般都不招惹他的。他今天也来迟了，结果刚来没多久就变成现在这副样子了。莫凡环视了训练场1周，总感觉这里有一丝若有若无的不太对劲的气息，他的眸中闪过一丝金光。下一秒，莫凡抓起风尘的手，冷冷地问道：你手腕上戴的是什么？风尘震惊了，咂了咂舌，然后向莫凡比了个大拇指：牛啊大哥，我才从1楼那个变态大小姐那里讨来的龅牙，这才戴上没多久呢，就被你给发现了。放心，我掏钱了的。莫凡把他的手往下一甩：你把这东西收起来吧，狂刀不知什么原因对妖气极其敏感，恐怕就是你这东西唤起了他体内的杀气。风尘震惊地睁大了眼睛：哈，这龅牙都被大小姐处理过了，怎么可能还有妖气？莫凡懒得和他多嘴，直接伸手把他那龅牙扯掉，然后回头打开训练室的大门，一把扔了出去。风尘气得滋哇乱叫，连忙跑出门外去捡他那龅牙去了。此时训练场内的人惊奇地发现，果然正如莫凡所说，狂刀身上的红光一点点地消退了下去，手中的钢刀也不再嗡鸣作响，变得平静了下来。片刻之后，狂刀晃了晃头，一脸懵逼地看着大家：怎么了呀？一个个的离我那么远干什么？还用这种眼神看着我？被哥哥我帅到了。众人明白危机已解除，同时翻了个白眼，切了一声，然后转身去各干各的了。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刀，狂刀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他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然后看向那个唯一没有走开的莫凡：兄弟，我刚才又发病了。莫凡冷冷地看了他手中那把刀一眼，然后抬眸看向狂刀：不是你发病了，而是你的刀有问题，我上次就说过，如果不能操纵，还不如早日扔了它。狂刀闻言仰天哈哈一笑：你才见我不过2日，倒像是非常了解我一般。我不妨告诉你，这把刀便是我的命，叫我丢了它，你不如直接杀了我算了。莫凡没再坚持，只不过继续问道：你从何处得来的这东西？狂刀双手叉腰，咧嘴一笑：家传。莫凡摇了摇头：你可知你家人平均寿命多少岁？如果我没有估计错，这刀乱人，心神扰人，心智吸人精气，最多持刀者不会活过50岁。狂刀脸上的笑容冷了下来：不过是一个地方工作的同事罢了，兄弟，很多事不需要说的这么清楚。我们家族自然有我们家族的使命，不懂的人永远不懂，活得长短又与你何干？莫凡耸肩：自然和我没关系，只不过是好心相劝罢了，当我没说。话毕，他也走到了一旁，进行今日的训练去了。这时风尘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大哥，我听话吧，你说那龅牙有问题，我连忙就给1楼的变态大小姐送回去了，嘿嘿嘿，顺便让她退了我1万块钱。莫凡头也没回：你的龅牙没问题，只不过不要在他面前戴罢了。话说回来，你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研究出他每次为何发作吗？风尘不好意思挠了挠头：可能是我修为太低，人家看不上我。你没来之前，狂刀啊、冰灵啊这些人从来不和我们一起训练修行的。莫凡有些诧异地挑了挑眉：
自己还有这么大魅力。片刻之后，他才反应过来，怕是因为狩猎大会的原因，云老才将这几个人勉勉强强凑在一起。刚才你说云老和老板今天都不在，他们干什么去了？风尘连忙哦了2声，听说是去参加什么海蓝市狩猎大会的选址会议，每年都会举办的，怕各家俱乐部在中动手脚，所以都是采用最公平的抽签方式决定出每一关的地点。一般举办这个会议不久之后，便要开始狩猎大会了。莫凡嗯了一声，然后便不再发言。现在这个狩猎大会并不是他最关心的活动，左右不过是为了挣钱罢了，挣什么钱不是一样的。他心里最担心的还是王爵昨天临走之前甩下的狠话。楚摩斯真的马上就会找他吗？如果他们真的发现了什么问题，自己该如何辩解？这时门外传来了2声哈哈的豪迈的笑容，训练室的大门又被推开，轩辕长海和龙苍云一起走了进来。他们2人今天喜形于色，显然在那会议上怕是得到了不错的选址。2人一拍手，所有人便都朝他们看来。龙苍云喜滋滋地背着手，然后向他们摇头晃脑地宣布道：猜猜我们这次选到了什么地址？众人摇了摇头。龙苍云啧了一声，继续喜滋滋地摇头晃脑道：猜猜我们这次的对手是谁？众人还是摇了摇头。将手中那文件夹随便一放，龙苍云长吁短叹地拍了拍轩辕长海的肩，然后对众人说道：多少年了，我们从来没有选到过好地址好对手，但今年嘿，我们手气就是好。海南市总共有10多家俱乐部之多，这第一关便是对半淘汰，2家俱乐部共同抽中一个地址，在那个地址内成功斩杀妖魔首领的俱乐部可以晋级到下一轮。以此类推，市级比赛通常只需选拔3轮便可以选出第1名，然后送往省级进行比赛。而参赛的地址自然是周边那些妖魔巢穴。虽说人类已从几百年前任人鱼肉的妖魔口粮变成逐渐能够站稳脚跟的强盛一族，但这个世界从总体来看依旧妖魔横行。人类的城市对于整片大陆来说简直是沧海一粟，城市周边的妖魔巢穴都数不胜数，几乎到了杀也杀不尽的地步。而每座城市的建立都需要1平方圆千里的妖魔巢穴，方能得到一片人类生存之地。每年狩猎大会举办完成之后，便是世界政府紧锣密鼓的修建城市时间。尽管如此，人类城市与妖魔巢穴相比依旧少得可怜。而今年龙苍云运气超好的抽到了海蓝市附近规模最小的妖魔族群，以及实力最弱的一个陪跑俱乐部。这意味着今年轩辕俱乐部无论如何都会在第1轮出现。100万的象征性奖金在龙苍云的眼里已经是囊中取物般简单。而莫凡听说这个消息也颇觉不错，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钱挣得太过于麻烦，在他要应对除魔司的时候，他可不希望自己因为狩猎大会的事儿过于焦头烂额。与此同时，在惊扰了莫凡夫妇一天的除魔司中，周可庆正坐在办公室前，冷着一双美眸，静静地看着川流不息的监控录像。距离9湖拍卖所杀人事件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嫌疑人李军依旧迟迟没有现身。拍卖场里那堆肉泥在没有医学佐证的情况下无法确认身份，所以案情的推进依旧没有丝毫头绪。而寻找一个莫名失踪的人，就像在大海捞针般那么困难。李家施加给除魔司的压力越来越大，而那天他在场外发现的地级妖魔的气息也未曾再在海蓝市出现过。这一切都让周可庆这段日子的脾气越发暴躁。医学报告要再等几天才能出来，他除魔司总不能一直干坐着等待来自医院的一纸公文。所以今天周可庆重拾起了案发周围的那些监控录像，希望能从场外的这些录像中获取一些不易被人发现的小线索。那天进入拍卖所的人数足有几百人之多，事件发生后仓皇逃出的人数也绝不在少数。想从这段录像里发现什么恐怕很难，除魔司技术组在看了1天1夜之后也终于宣布放弃。但周可庆依旧不顾旁人的劝阻，自己亲力亲为地看了起来。监控录像每播放1帧，他便按下一次暂停。午休时间，旁边有小职员溜了过来一起看。突然他指向屏幕，颇有些赞叹地说了一句：副司长，这个女的好漂亮，比起你都不遑多让啊。周可庆冷冷地白了他一眼，然后抬头看向屏幕，眯了眯眼。小职员所说不假，那女人的确是惊人的漂亮，在人群中称得上是出挑的存在。他闭上眸子往后一靠，在脑海中飞速翻阅着人群逃出时的录像。下一秒他睁开眼睛，快速点开场外的离场录像。周可庆飞速拉动着进度条，拉完之后他盯着屏幕，双手抱胸，嘴角勾起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呵，从桌面拉过座机电话，他飞速地拨动了几个数字。接通之后，周可庆利落说道：入场监控录像拉到第38分钟57秒，右下角放到最大，把那个漂亮女人和她身边男人的面容资料匹配到全市人口库里，之后把信息全部发给我。对面愣住了，然后才开口问道：副司长，你什么时候要？周可庆冷冷抬眸：现在，立刻，马上。半分钟之后，一封邮件来到了他的邮箱。周可庆点开，2个人的生平资料已然完全展现在了他的眼前。莫凡，男，24岁，已婚，海南大学本科毕业，父母早逝，籍贯海南市本地，生平履历正常，
毕业后从事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几日前离职。今早在海天皇家花园购买了一处价值11万1千万的别墅房产。白九言，女，24岁，已婚，海南大学本科毕业，父母不详，籍贯不详，生平履历不详，毕业后无业。从高中开始，所有资料都是以莫凡为担保人2次补办，高中前无任何资料可考，经系统判定属于城市可疑人口。周可庆默默翻看着这两人的资料，他不欣喜也不愤怒，只是冥冥中感觉到自己已经触碰到了这次事件最真实的脉络。门外有人敲门，周可庆淡淡道：“进来。”技术组的组长走了进来，坐在了周可庆面前。副司长，我们还需要传唤王家公子王爵吗？毕竟他是唯一一条线索了。周可庆勾唇一笑：“你知道我这几日为什么迟迟没有传王爵来录口供吗？”组长慌了慌神，然后抬头看向周可庆。这副司长的英明决断，我哪里能够猜测？周可庆单手托腮，淡淡看向组长：“你说，以你和王家李家的交情，我若传唤王爵，你当如何自处？”组长心里咯噔一下，面上干笑道：“副司长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怎么听不懂了呢？”周可庆终于坐直了身体，片刻之后，他冷冷对组长说道：“罢了，今天交接完工作之后，就去办理离职手续吧。你泄露除魔司内部情报的事，我已经完全掌握了证据。除魔司不需要王家和李家的走狗，你懂我意思吗？”组长闻言大骇，恼羞成怒似的，他连忙站起了身，双手一拍桌子：“周可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算司长不在，这个除魔司也不是你能为所欲为的。我为除魔司兢兢业业工作10几年，你才入职多久？黄毛丫头罢了，真以为自己是主事的了吗？”周可庆冷冷一笑：“哦，是吗？”没再理会组长，他又拿起电话，随手拨动了几个数字：“师傅，前技术组组长有话想跟你说。”说完之后，周可庆把话筒递给组长，轻轻挑了挑眉：“你不是要找主事的吗？我替你找了，有什么话就跟我师傅说吧。”组长吓得一抖，他已经完全明白了，周可庆这次完全是有备而来，但怀抱着最后一次希望，他仍接过了那次电话，然后颤抖着对话筒发出了一个音节：“喂，司长。”对面传来了一段无情的回应：“按小庆的意思来吧，离职已经是你最好的下场。我想，你不会想因为泄露机密的事被除魔司上诉法庭。”组长手一抖，那枚话筒径直落下，眼看就要撞向地面。周可庆及时按了挂断，这才没让落地时砰的那一声惊扰到了师傅的耳朵。颤抖着嗓子，组长控诉道：“从始至终，你们都在跟踪我，监控我。”周可庆冷哼一笑：“从始至终，你都在收钱，收钱，收钱。行了，赶紧走吧。难不成临走之前还想再替王家李家讨要什么情报？”组长愤然转身，竟老泪纵横了起来。他在除魔司里暗中操作了不少年，没想到竟倒在这样一个黄毛丫头手里，这让他如何甘心？怪不得竟把场外监控录像全权授权给技术组，怪不得给了他那样充沛的时间去通风报信，怪不得一直未曾传唤王爵。这一切根本就是为了把他光明正大、名正言顺地踢出除魔司。技术组组长愤然离开后，周可庆看着他的背影，冷冷一笑。他早就想好好收拾收拾除魔司里这些腐烂蛀虫，这组长是第一个，却不会是最后一个。任何机关在岁月渐长之后，都会滋生一些吃里扒外、贪心不足蛇吞象的投机分子。他理解，却不容忍。更何况师傅现在不在这里，除魔司由他一手掌控，他眼睛里就更容不得沙子。收回目光，周可庆又将目光投向了电脑屏幕。有意思，这对夫妻俩在李军失踪案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几乎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探索一番了。而此时，正在会议室里了解作战计划的莫凡狠狠打了一个喷嚏，而一番慷慨陈词却被无情打断的龙苍云只能不满地看了莫凡一眼，随后又继续壮志凌云地动员道：“兄弟们，我们海兰市周边已经算是容易作战的场所了。这次我们抽选的地址葫芦山，妖族势力分布更是零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大家的生命安全是不会受到威胁的吗？”莫凡揉了揉鼻子，挑了挑眉：“你的意思是说，这次不会受到威胁，但以后就说不准了是吗？”龙苍云连忙用眼神示意莫凡闭嘴：“你这个地级的当然不会害怕，在座还有好多玄级的兄弟呢，万一听到这话想退出该怎么办？”莫凡识趣的闭了嘴，继续听龙苍云讲话，向在座众人安抚似的笑了笑。龙苍云又继续说道：“大家都知道，狩猎大会中参赛的人员是不固定的，俱乐部在赛前规定日期内选5人成表，审核过了就行。所以你们谁想参加这第一关的，就来我这里报名。”环视了一圈，见大家兴趣都不大，龙苍云又补充道：“奖金方面嘛，第一关出现奖金是100万，俱乐部和选手55分成，你们中再分5份，每人10万啊，这可不是小数目了。”风尘趴在桌子上，懒洋洋地说道：“这第一关没什么挑战性啊，你随便派几个兄弟去收拾掉对面俱乐部不就行了？”龙苍云嗨了一声：“虽说我们这次难度低，但还是要拿出参加大会的诚意嘛。我打算创一个速度的记录。”
龙苍云踌躇满志地挥了挥拳。去年海蓝市最快的记录是李家的理想俱乐部，仅用半个小时便缴获妖族首领，那铺天盖地的宣传简直眼红死我了。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龙苍云也不害臊，他继续雄赳赳气昂昂地说道：要我说，在象神兄弟加入我们之后，我们实力丝毫不比李家俱乐部差，那为什么不能夺过这个记录，让我们也长脸一把呢？好了，我决定第一关的5人之一就由象神来担任。莫凡本来只是坐在一旁吃瓜，没想到就这样被莫名其妙的 Q 到了。哈，龙苍云向他眯了眯眼睛，怎么，你不愿意？莫凡倒是无所谓，苍蝇再小也是肉，能挣钱为什么不干？他耸了耸肩，去就去呗。龙苍云顿时喜形于色，又拍了拍手，好，既然象神兄弟都去了，那么狂刀、冰灵、风尘，你们就当练手，也陪象神兄弟去闯闯第一关，毕竟你们参加过的，经验丰富嘛。风尘闻言连忙叫苦不迭道：什么参加过呀？第一关就被李家收拾了，能叫参加过吗？说到这里，他羞愤地看向莫凡，向他诉苦道：大哥，你可知李家那20分钟的记录是怎么创下的？就是去年的第一关踩在我们轩辕俱乐部头上创下的。你以为云老闲的没事破什么记录，不过是想一雪前耻罢了。龙苍云本来想刻意隐瞒掉这段黑历史，没想到风尘居然在这么多人面前和盘托出了，这让他简直气得恨不得冲过去掐死风尘，好让他闭嘴。谁会把这种事放在心上？我们只不过想自强不息还不行吗？龙苍云嘴硬道。莫凡却抱住手臂，坐在座位上皱眉。按理来说，你们3位的实力不至于那么差，怎么会被李家那么快的解决掉？风尘瞅了瞅旁边2个闷葫芦，然后痛苦的抱住了头，根本就没和李家交上手啊。当时一进山里，冰灵大小姐说要往左边走，狂刀大哥说要往右边走，2个人就带着人马散伙了，最后连怪物巢穴都没找到，李家就已经赢了。冰灵闻言轻咳一声，默默地把头转向左边，肉眼可见他那白生生的小脸已然沾上了几抹红晕。而狂刀嘿嘿一笑，他拨拉了拨拉自己那长度及肩的黑发，那地方磁场怪得很，指南针不灵了，也不能全怪我和他嘛。听到是这个理由，莫凡又无语又想笑，怎么会因为迷路输掉比赛啊？简直是谐星俱乐部。龙苍云听不得他们几人在这里不谈正事，插科打诨，便连忙把话题引回正道。好了，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咱们谁也不要再提。从今年开始，我们一雪前耻，把我们所有的真功夫都展现出来，还怕不能在大众面前露脸吗？话到此处，莫凡、狂刀、冰灵、风尘的阵容算是确定了下来，还剩一个名额。龙苍云四处看了看，便随手指了一个兄弟：咱们榜单前几有2人回不来，你就先上。那位兄弟听到有钱可挣，身旁还有这4位大神罩着，顿时乐呵呵地向龙苍云敬了个礼。遵命。挑选完参赛人员，接下来便是向他们科普参赛地点的地形以及妖族分布情况。葫芦山，这是轩辕俱乐部今年要去参赛的地点，地如其名，此地是一个大山包，上面堆着一个小山包，而他们此次要剿灭的妖族首领便是小山包上的蝙蝠一族。说是族群，其实顶多有几10只，实力算是海蓝市是周围比较弱的，应该比较好收拾。此地地形比较陡峭，除此之外倒没什么值得注意的了。口干舌燥的讲完了所有注意事项，龙苍云大口灌了一杯水，然后向在座众人说道：1周之后我们就将去那里参赛，希望大家都打起精神，突破李家那个记录，用最快的时间给我们轩辕俱乐部争光。例行的欢呼过后，会议解散了，众人又回到各自的地方开始工作和训练。终于到了下班时间，莫凡告别各位兄弟，偷偷摸摸的回了家。刚到家一开门，白蜥蜴便冷冷的从里面伸出一袋垃圾。姐夫，我不能出门，你就顺带出去把这袋垃圾倒了吧。莫凡皱眉看着这小子，嘿，还挺会偷懒的。可他也不能让自己老婆的表弟去冒这种倒垃圾的风险，便又叹了口气，接过垃圾袋，往里喊了一句：老婆，我出去倒垃圾了。随后又沿着原路下了楼。刚走到楼下，他便敏锐地察觉到四周有股不对劲的氛围。本着敌不动我不动的原则，他来到了垃圾桶旁，丢到了垃圾，然后迅速回身一望，果然，仅仅一眨眼的时间，一个身穿警服、面带微笑的青年男子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请问您是莫凡先生吗？莫凡心里咯噔一声，躲得了初3，躲不了15，看来除魔司的人真的来找他了。是，怎么了？他心中虽波涛汹涌，面上却波澜不惊，摆出了一副3好市民的样子。那青年男子又是一笑，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证件，展示给了莫凡。莫凡先生，我们怀疑你与前段时间九湖拍卖所里发生的杀人失踪案有关，希望您与您的妻子配合我们除魔司的调查，去往除魔司路取口供。莫凡暗暗转了转圈，然后尽量平淡地回应道：我去可以，但我妻子身体不舒服，可不可以留在家里？那天我们2个是一起去一起回的，问我一个人就可以。青年男子面上虽和善，语气却十分坚定地拒绝道：不好意思，这是申请了公文的传唤，所以您2位必须到场。现在？那青年男子点了点头，是的，
莫凡深呼吸了一下，然后说道：“好，你在这里等，我上去叫我妻子下来。不是不让你进我们家门，实在是她身体不好，我怕她受刺激。家里可还有那么大一坨黑云模虎肉呢，若是让这警察察觉出来，这戏可没得演了。”幸好这警官颇为通情达理，点了点头，对莫凡说道：“行，那你们尽快吧。我本来也是要上去找你们的，没想到这要巧就在楼下遇到你了。”飞速跑回楼上，莫凡的手心一直在渗着冰冷的汗液。长这么大，来到这片大陆这么长时间，他未曾与除魔司的任何事有过交流。放到几天之前，他甚至想不到自己此生会和除魔司有什么关系。可命运弄人，想安稳平淡的过一生，绝对已经是不可能了。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他敲响了房门。白希翼很快开了门，把他放了进去。看着白九颜含着笑容，忙前忙后的准备饭菜，莫凡心里不由涌上了一股酸涩。如果自己实力足够强大，是不是他们夫妻二人就不用面对此时这种窘迫的境地？老公，站在那里发什么呆啊？快来吃饭啊！白九颜觉得莫凡一言不发，实在有点奇怪，便抬眸往莫凡那边一看。一瞬间，他便发现了莫凡的不对劲。放下碗筷，脱下围裙，白九颜走到了莫凡身边。怎么了？老公，有事你就对我说，不要一个人闷在心里。莫凡低头攥拳了许久，最后才抬头。他咬牙对白九颜说道：“老婆，我跟你说一件事，你不要紧张。除魔司的人来找我们了，说是怀疑我们与李军失踪案有关。看来王爵说的并不假，但清者自清，你没有做过，这一切就与你无关，听明白了吗？”白九颜顿时一愣，什么？他的大脑飞速运转了起来，已经在组织去除魔司时辩解的说辞，而莫凡已然替他想好了。老婆，我们当时由于惊吓没能离开场地，随后便被一阵怪力击晕，醒来时便从没有监控的员工秘密通道逃走，所以场外的监控没有拍到我们，记清楚了吗？白九颜震惊地看着莫凡，老公何时变得如此心思缜密，竟然已经替他想好了借口。好，尽管两人的心情此刻都十分沉重，但仍然下意识地拉住了彼此手。嘱咐白希翼在家里藏好后，两人便并肩一同下楼来，到了那警官的面前。警官看他们到了，便带他们来到路边，除魔司的警车早已等候在那里。二人坐上车后，警笛一路呼啸，二人便来到了除魔司的门口。这是白九颜第二次来这里，但心境却全然不同。上一次他是为了找李家的麻烦，可这一次却是他自己迎来了这天大的麻烦。而莫凡看着眼前这威武而现代化的建筑，心思却早已飘到了解决问题的亿万种方法，甚至他已经把主意打到了龙苍云和轩辕长海的身上。若是除魔司那边不好搞定，他的两位老板怎么说都是除魔司的老人，总能说得上几句话。不管怎么样，只要没有他杀害李军的直接证据，除魔司根本就不能拿他怎么样。随着关卡的一重重打开，二人去往了笔录室。一进门，一个气质清冷的美女便坐在桌子那边，冷冷的抬眸看向了二人。坐吧。莫凡与白九颜对望一眼，随即一同坐下。多余的那些开场白就不问了，说吧，4天前18点到24点，你们在哪里干了什么？有没有目击证人？注意，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呈现在呈堂证供里。白九颜率先开枪道：“警官，我知道你想问什么。那枚腰丹是我老公意外所得，所以我们送去九湖拍卖所进行了拍卖。那天晚上我们是去看自己的物品，之后发生的事的确让人想象不到。”周可庆没回话，只是轻轻摇头笑了一下。这些我当然知道，你以为我请你们来之前没有做任何调查吗？但你不觉得你们夫妻俩的运气过于好了？你老公莫名其妙得到一颗低级妖兽的妖丹的事儿，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莫凡眯了眯眼睛，眼前这女人显然有备而来，他不知该说些什么才不会加深自己的怀疑。可以先让我老婆出去吗？我单独和你谈。周可庆饶有兴致地挑了挑眉。哦，白九颜连忙摇头，拽着莫凡的袖子含泪道：“老公不要，我不要和你分开。”莫凡轻轻伸手，坚定又缓慢地把白九颜用力到泛白的关节从自己的袖子上剥下来，然后安慰着对白九颜说道：“放心，本来他们就是会分开审讯的，你在外面等我，我马上就出来。”周可庆低了低眸，暗道这莫凡倒是聪明。白九颜一步三回头的离开审讯室之后，周可庆淡淡看向莫凡，说吧，你想和我谈什么？莫凡道：“说到底，你现在的疑点不过是监控录像和妖丹的来历，对吗？如果我能完全解答你的疑惑，你是不是就可以放我和我媳妇儿离开了？”周可庆没有想到莫凡如此开门见山，但他显然也不是吃素的，直接反问道：“每个犯罪嫌疑人不都是通过一些疑点找出来的吗？你如何能在证明我的疑惑之后，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才是最重要的。”莫凡静默了几秒之后，在自己身上掏了掏，随即把2个本子甩到了周可庆面前。周可庆抬眸望他一眼，随即冷哼一声，把2个本子拿到自己身前打开。下一秒，他蹙起了秀眉：“你是隶属轩辕俱乐部的猎人？”莫凡点了点头：“妖丹是我去狩猎时所得，由于我当猎人的事一直瞒着我老婆，所以我只能告诉她是从别处得来。至于监控，当时李军正在发狂，我没有经过出口，带着我老婆直接逃到了场外，这一点王爵可以作证。”周可庆没有想到他会坦白的这样爽快，这让他的计划
简直有些被打乱。本来他是打算在这对夫妻矢口否认时，通过掌握的各种证据将他们的辩驳一一击破，没想到莫凡在会面的一开始就向他甩下了如此重的一颗重磅炸弹。周可庆皱眉，原本你在我们面前还可以伪装普通人，但现在你已经暴露了你拥有杀害李军的实力，你就不怕我把怀疑彻底转移到你身上吗？莫凡耸肩一笑，偌大的除魔司，国家最为有力的除魔治安机关，如果连一个人的境界都测不出来，那也不必再办下去了。与其说谎，不如一开始就向您全盘托出。向门外看了一眼，他又对周可庆说道，我知道你们等会儿还会单独审讯我老婆，她的说法会是我是带着她从秘密通道逃走，但当时她已经因为惊吓而陷入了昏迷，所以那套说辞是我说来骗她的，你们大可不必采信。周可庆看着莫凡，第一次感觉到了一丝棘手。如果这人与李军失踪案真有关系，那他的心理素质该多么强大，如此脸不红心不跳，语气淡定又轻松，仿佛他来除魔司不是接受审讯，只是和自己唠唠家常一般。话已至此，该问的一切莫凡都说了，周可庆没什么好问，便挥挥手让他出去，换白九颜进来。莫凡坐到桌前，收起自己的证件，然后向外走去。打开门，他朝着极为担忧的白九颜露出了一个轻松的笑容，然后朝他点了点头。放心吧，你就按我们的真实情况说，警官不会为难我们的。白九颜看到莫凡如此镇定自若，心里的压力便放了下来一半，回眸看了几眼莫凡，他朝里走去，然后关起了门。在莫凡等待的极为煎熬的几分钟之后，白九颜打开了门，他走到莫凡身边，然后轻轻呼出一口气，老公，吓死我了。莫凡笑着把白九颜搂进怀里，拍了拍他的背，没事的。做完笔录，两夫妻如释重负地走出了楚魔司门外。莫凡担心周可庆把自己是猎人的事透露给白九颜，于是便试探着问道，那位警官问了你什么？白九颜拉紧了莫凡的手，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场景复述，我按你的说法说的，他也没有过多追问，问完就让我离开了。莫凡闻言也放心了下来，最难走的第一关已经过去了，看来明天上班他必须要去找龙苍云单独聊一聊。如果周可庆继续追查下去，很容易发现自己的猎人正是这几天才办理的，那么他就需要龙苍云从中为自己做一些手脚。不知为何，他对龙苍云有一股莫名的信任，觉得他会答应自己所有并不过分的要求。两人回到家里，白蜥蜴正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看电视，突然一只蚊子飞过，白蜥蜴一张嘴，那绿色的舌头一下子便钻了出去，将那只蚊子卷进了自己嘴里。刚打开门的白九颜和莫凡石化了，啊，这现在装瞎是可以的吗？两人顿时顾左右而言他了起来。啊，老公，我刚才光顾着看你了，家里发生了什么吗？不知道啊，老婆，我也光顾着看你了，我发现你今晚是特别漂亮。白蜥蜴知道自己闯了祸，只得尴尬地吐了吐正常形态的舌头。在两人开门前，他其实就已察觉出了两人的气息，只不过相处时间长了，他对这两人实在没有戒心，恰巧自己的美味食物又从眼前飞过，这让他如何克制得住？不过其实也无所谓。家里这两人奇怪得很，明明彼此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却硬是要揣着明白装糊涂，简直不知道要把这场戏演到何时才算。伸了伸懒腰，白蜥蜴跳下沙发，然后去到客房。关门的前一秒，他探出头来，仿佛要对两人说些什么，但最终他只是说道，那个，我看你们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就帮你们烧好了热水，你们直接去洗吧，厨房里温的有汤，要是饿了的话可以喝一点。白九颜和莫凡对望一眼，心里其实同时有一点感动。而房里，白蜥蜴正躺在自己的床上发呆，他没有告诉两人，其实今天两人下楼的时候，他正趴在家里的窗台往下看，自己的视力超群，很轻易的便发现了他们身旁那人身穿的是除魔司的制服。为什么二小姐和姐夫会被抓去除魔司呢？难不成是因为他们两人收留了自己？如果这样的话，自己是不是早日离开比较好呢？怀着小小少年的一腔愁绪，白蜥蜴把自己蒙到了被子里，唉声叹气地思考起了人生。第二天，莫凡照例出门去上班。莫凡走后，白九颜也偷偷摸摸地收拾了起来，一副要出门的样子。白蜥蜴实在是忍不了了，他站到白九颜面前，直愣愣地问道：“二小姐，你跟我说实话吧，要是除魔司让你们把我交出去，你们不用舍不得我，刚好我要是进去了，还可以陪我爸妈。”白九颜愣了一秒，随即哑然失笑：“合着你昨天发现了？放心，和你没关系，小祸害遗千年，你还不会那么快被除魔司抓住。还有，不准叫我二小姐。”白蜥蜴急了：“那你们一个个的都成天不待在家里，都在干什么？你又不用工作。”白九颜无奈地叹了口气，然后对白蜥蜴说道：“你这可就小看我了，女人当自强，我们怎么就不能有自己的事业了？看你小，不想带你出去罢了。”白蜥蜴又连忙说道：“你是怕我拖你后腿？放心，我不会，我很聪明的。我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我爸妈被抓走之前，也是让我一个人留在山洞里，然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白九颜闻言，倒真有些不是滋味。这小家伙是认出了自己，想让自己救他父母，才会死皮赖脸的跟着他回家，可自己却因为想要明哲保身，把他父母的事成日抛在脑后。叹了口气，
白九颜蹲下身，摸了摸白希翼的头。好了，我不让你一个人在家，我带你出去见见世面，怎么样？白希翼闻言，开心的点了点头。大人说的话是不能信的，只有做出来的事才值得相信。既然二小姐肯带他出门，说明就是真的想一直带着他，不会抛弃他了。两人穿戴完毕之后，便一起偷偷溜出了家门。这是白希翼来到人类世界后第2次在街道上胡逛，他看到什么都觉得很新奇，一切都是妖魔世界所见不到与想象不到的。表姐，那个人手上拿的是什么？他扯扯白九颜的衣服。白九颜回眸一望，无语的给他从路边商店买了一根冰棍儿。就是这个，吃吧你。白希翼撕开皮儿，一把那冰棍喂进了嘴里，喜滋滋的含了几秒之后，终于被冰的受不了，一口吐了出来。商店老板哈哈大笑，这小朋友真有意思，看看舌头都让我家的冰棍染绿了。白九颜闻言头皮发麻，直接推着白希翼走出了商店，然后在路边对他小声教育道：你爸妈没有教过你，化形之后一切都要模仿人类吗？白九颜委屈的挠了挠头，我模仿了呀。白九颜气得跳脚，人家都看出来你舌头是绿的了。白希翼委屈的一吐舌头，我的舌头难道不对劲吗？白九颜凝神一看，好吗？舌头是正常，舌头倒是真的让那冰棒给染绿了。无语的带着白希翼路逛着吃着。两人来到了一处装修的极为豪华的妖魔制品店里，白希翼被吓了一跳，连忙躲到白九颜身后。白九颜却一副轻车熟路的样子，对那柜台里的人随口说了一句什么。片刻之后，两人便在侍应生的指引下一路进入了那制品店的地下室。短暂的黑暗过后，一阵刺目的光芒从地下涌来，白希翼连忙伸手挡住了光辉。一个纷乱嘈杂别开生面，地形广阔人头涌动的地下世界就这样展现在了两人眼前。此地有着极高的穹顶与99顶璀璨顶水晶灯，几颗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宝石点缀在穹顶之上，在周围灯光的反射下绮丽非常。地下室的台阶就延伸到这里，再往下便是由钢铁支架所组成的简易楼梯，这楼梯目测有几百米长，从地下室一路转到极高穹顶所对应的极低地点。而地底无数摊位与人员正在极为密集地流动着。白希翼紧张地问白九颜，这是什么地方？白九颜勾唇轻轻一笑，这正是你表姐我的事业啊，海蓝城最大的地下黑市，最大的信息流通中心啊。他指了指地底那些摊位，每天有无数的奇珍异宝为了躲过除魔司与世界政府的勘察，在这里进行着地下贩卖。这里妖魔普通物件的价格低过那些除妖俱乐部官网许多，而在外界看来有价无市的高级东西，在这里却是价高者得，比比皆是。便宜表弟，我来海蓝市不多不少，已经整整8年了，做出这番成就，你说我了不了得起？白希翼目瞪口呆了，在妖魔族，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妖族里不起眼的小小普通子民，若不是这番因为血脉觉醒遭到追杀，他恐怕一辈子都不会见识此等盛况。这就是人类世界吗？为什么完全不像族里那些长老说的一样愚昧残酷？这里的繁华以及开放大大的超出了他所认识的上限，让他从小被培养的排外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动摇。可是人类为什么要杀这么多妖啊？我们这不是在卖自己的同胞吗？白希将他那超强势力往那些摊位上一放，随即便痛心地问道。白九颜闻言捏紧了拳头，妖要吃人，人要杀妖，人有好人坏人，妖有好妖坏妖，这点你我难道不是比谁都更清楚吗？白希一听到这话，不由低下了头。按他之前被全族追杀的遭遇，他的确不应该再对妖族同胞产生什么多余的怜悯之心，但此刻看着台下那些肆意叫卖的人们，他还是感到了一些细微的酸楚。那这些姐夫他知道吗？犹豫半天，他只是问出了这个无关痛痒的问题。白九颜咬了咬下唇，知道自己刚才是过于激动了。白希翼那个问题一下戳中了他心里最为敏感的点，让他不由得竖起全身的刺去抵抗。收起了多余的神色，他淡淡的对白希翼说道：他当然不知道，我不希望我自己的事牵扯到他。白希翼犹豫了一阵，最终还是没有说出莫凡的反常之处。或许这对夫妻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对方，尽管这种方式是隐瞒，而他作为一个半路被捡回家的孩子，确实不应该对二人的相处方式插手太多。说话间，二人已经穿过钢铁架成的台阶，来到了地下底层。与此处相比，九湖拍卖所只不过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试水产业而已。他白九颜在海南市这么多年，最悉心经营的还是此处这个地方。一进入地下，便是琳琅满目的各种军火、药品以及妖魔制品，生意最为红火，人员流通最为密集的，还是那种身后摆着整整一书架竹简的情报贩子。这里掌握着海南市绝大部分的地下交易，甚至可以说是海南市地下的经济命脉。瞠目结舌了一阵之后，白希翼又抬头问道：那表姐，我们今天来这里是要干什么？白九颜露出了一个神秘的微笑，自然是来寻找有用的东西啊。另一边，莫凡一大早上前来上班打卡之后，便偷偷摸摸地溜去了龙苍云的办公室，随后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1个小时。训练场的兄弟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个新来的大哥又在搞什么鬼。而办公室里气氛显然相当凝重。龙苍云坐在椅子上，抬头看着莫凡，
眉头紧皱。你是说，如果楚摩斯真的来总部调查你，你要我配合你说谎，对楚摩斯说谎？莫凡十分脸不红心不跳的点了点头。其实不过是我拿到猎人证之前，偷偷出城杀了一头妖兽而已。你帮我把注册时间往前挪几天，应该没有问题吧？龙苍云非常无语的咬牙，攥了攥拳头。我记得就在不久之前，我曾经告诉过你，我是楚摩斯的退役人员，你记性没有这么差吧？莫凡耸了耸肩，我当然记得，这不是更加增加了您在那边的可信度吗？我主要是不想卷进麻烦里，要不然我也不会来拜托你老人家。龙苍云气得狠狠把手上的茶杯往桌子上一蹲。你不想卷进麻烦，就害得我要卷进麻烦吗？何况我是老人家吗？我怎么老了？难道你看到我这头白发就以为我老？我告诉你，我他妈才40多岁。莫凡没想到最触怒龙苍云的竟然是他不经意的一个称呼，他连忙摆手道：啊，算我错了，你一点也不老，你年轻的呢，行了吧？总之能不能帮我，您就得句准话。刚说完，他又叹了口气补充道：如果您觉得我在比赛前几天被抓进除魔司里关起来是好事的话，你也可以让他们抓我吗？龙苍云立即气得吹胡子瞪眼了起来，合着你这是在威胁我了？如果我不帮你，你就不帮我们俱乐部打比赛了是不是？他气得一转头，双手抱胸道：不行，这事儿来龙去脉我都没了解清楚，怎么可能这么盲目的帮你？我们俱乐部里也不是什么藏污纳垢之地，全部给我解释清楚，要不然没门儿。呵，莫凡一听这话便知道绝对是有门了，他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我冤枉啊，那时候我没参加俱乐部，没投到您老的门下，哪里知道什么猎人证的，就偷偷摸摸出城去宰了一头妖兽，放到拍卖所里拍卖了。谁知道那妖兽是李军的爱宠，他在拍卖所里闹事，我不想与他正面冲突，便逃了。谁知道后来李军就失踪了，楚摩斯就找上我了呗。龙苍云一听，半信半疑的抬眼瞄了他一眼：那李军失踪案当真与你有关系？莫凡嗨了一声，解释这么半天您白听了，跟我根本没关系嘛。龙苍云哼笑一声：现在还不是全凭你空口白牙两张嘴，没有任何证据的事，你说是你杀的就是你杀的，你说不是你杀的就不是你杀的，谁会相信呢？莫凡直接耍起了无赖：那我说不是我杀的，你信吗？而且现在谁知道李军死没死，指不定逃到哪儿去了呢，他好歹也杀了人，畏罪潜逃很正常吧？龙苍云端起那杯茶，悠悠哉哉地抿了一口：哼，畏罪潜逃？我不觉得李家的人会因为杀了一个小小的拍卖师就畏罪潜逃，实际上很多明眼人心里都清楚，李军就是死了，只不过还没找到他的尸骨。莫凡叹了口气：总之黄卫已经跟除魔司撒出去了，您不配合我，我就只有被抓一个下场，你要是配合我，这事儿没人查得出来。说完他转身就走，该说的我都给您老说了，爱信不信吧，我训练去了。龙苍云坐在椅子上静静看着莫凡的背影，他其实根本无所谓李军是怎么失踪的，也无所谓李军是被谁所杀，李家的人祖宗18代被挖坟了都和他没关系。他也知道莫凡闹到自己跟前乃是有恃无恐的恃宠而骄，可若要为了一个莫凡与除魔司一番周旋，到底值不值得呢？回到训练场，莫凡一推开门，其他兄弟便蹦着围了上来。怎么回事啊？去云老办公室里磨叽这么久，你被他潜规则了？风尘满脸淫笑道。莫凡一巴掌把他扇开：去你的吧，脑子里还能不能有点别的？风尘不要脸的又凑了上来：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话你只给云老说，不给我们这些兄弟说啊？拿我们当外人？莫凡嗤笑一声：本来就是外人，难不成你是我儿子？说完摆脱风尘的纠缠，他便溜到角落里去训练了。莫凡有90%的把握，龙苍云绝对会为自己做伪证，这并不是盲目的自信。首先，通过前几次的违规提高赏金与赠送退役房，他可以看出龙苍云并不是一个道德感非常强的人。其次，轩辕俱乐部正是需要他的时候，在没有证据的时候，龙超云不会为了一个薛定谔的罪名就把轩辕俱乐部大胜的机会拱手让人。他和自己都很清楚，一个地级巅峰的强者对于轩辕俱乐部来说意味着什么。而由于自己已经和盘托出，除魔司那边已经没有了拿捏自己的把柄，至于场内发生的事，正如龙苍云所说，还真就是他空口白牙的事。想到此处，莫凡顿时觉得一切都轻松了起来。真好啊，所有人根本就拿他没办法嘛。而此时，一阵刺耳的滴滴声之后，总部楼下一辆隶属除魔司的警车呼啸而至。不出莫凡的所料，周可庆果然把他话语中唯一可以追溯的证据点猎人证的获得时间当成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在各项手续申报完成后，他以最快的速度赶来了轩辕俱乐部总部。马路上，几个小警员迅速跳下车，他们利落地帮周可庆打开了车门。周可庆一身皮衣皮裤，一改之前知性的形象，直接在路人震惊的目光中踏向了轩辕俱乐部总部的大厅。楼上，狂刀本来就在窗边玩刀，此时不经意地往楼下一瞥，随即绽放出了一个看热闹的坏笑。嘿，兄弟们，瞧瞧我发现了什么！此言一出，他旁边的兄弟全部围了过去。嚯，身材好辣的一位美女警官。莫凡闻言
暗暗皱眉。他想到周可欣会来，却没想到他会来得这么快。不知道龙苍云此时想好了没有？莫凡拨开窗帘，往楼下一望，马路牙子上那几辆警车顶上闪烁的红蓝灯光颇为刺目，惊人指引。他一路乘坐电梯来到了18楼，看着不断上升的数字，周可庆心里不免有一些紧张。多少年了，他没再见过龙前辈。自从那件事后，龙前辈与轩辕长辈一同退役，从此他们再未踏足过除魔司，也未曾帮除魔司处理过任何事。仔细算算，一晃已经过去8年，自己从一个刚出警校的黄毛丫头，变成如今可以独当一面的副司长。这里面不能说没有龙前辈与轩辕前辈的帮助，可他们如今还愿意见自己吗？怀着这样复杂的感情，他带领警员走向了龙苍云的办公室，随后在办公室外停下了脚步，轻轻扣动大门，里面传来了一声有些熟悉又有些遥远的腔调：“谁呀？”周可庆轻咳一声：“龙前辈是我之前已经让你们俱乐部的前台通知过您了。”半晌之后，里面悠悠传来一句：“进来吧。”周可庆松了一口气，推开大门往前走去。他身后的警员照例也要跟进来，但周可庆回身摇头，示意他们等在外面，然后接过他们手中的公文包，一路走到了龙苍云面前。这是周可庆对龙前辈特有的尊重，他不想让这场问话显得太过于强势与严肃，深深的一鞠躬。周可庆对龙苍云说道：“好久不见了，前辈。”龙苍云抬眸看了一眼周可庆，随即又低头抿了一口茶：“是很久了，久到当初的小丫头已经可以如此大阵仗的来我这里问话。”周可庆呼了一口气，不能再牵扯以前了，否则这笔账没法算不完。于是他只能生硬的直切正题：“最近海南市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不知前辈是否有所耳闻？”龙苍云哼笑一声：“什么很大的事？市长死了，还是市长儿子死了？要是别人的事儿，那可真传不到我的耳朵里。我忙着呢，现在一天赚的钱比你和你师父在除魔司里工作一辈子赚的钱还要多。”周可庆笑了笑，当年的青涩已经褪去，只要硬下心肠来，他几乎刀枪不入。“前辈，想必你已经知道我这次来找您的目的了。您俱乐部底下的猎人，代号象神，真名莫凡，在前几天卷入了九湖拍卖所杀人失踪案。”话音未落，已经被龙苍云挠着耳朵打断：“不是吧？我怎么记得在九湖拍卖所杀人失踪的是李家那杂碎儿子李军？我家的象神可不叫李军啊！”周可庆一点不恼，继续说道：“李军神秘失踪，且在苦寻多天无果后，已经过了最佳搜救期，我们有可能怀疑他已死于非命。而象神，也就是莫凡，正是这场凶案的最大嫌疑人。”将手中整理好的资料文件排列整齐，他恭敬地递给了龙苍云，理由是他是当时留在场中的最后一人，且有杀害李军的实力。龙苍云翻开那厚厚的资料，轻蔑一笑：“仅凭这条就可以确定犯罪嫌疑人了吗？我记得我没走之前，你们办案没有这么草率武断啊！这事儿既然由你们除魔司插手，那么必定与妖魔有关。怎么，莫凡是妖魔？”周克庆摇了摇头：“当时我在场外，的确探测出了极强的妖魔气息，但根据御医所示，那妖顶多是地级初期。而在他们夫妻2人踏入除魔司的一刹那，所有的修为数据都已被机器探测出。莫凡是绝对不会有错的地级巅峰强者，而他的妻子不过是一个灵异气毫无波动的普通人，所以我只能把怀疑放到莫凡身上。”龙苍云仍在翻看着那袋资料，资料里详细记载了莫凡的生平事迹。当他看到莫凡在大学辩论队的照片时，竟忍俊不禁笑出了声。妈的，这臭小子！周可庆见龙苍云当他的面开小差，不由皱眉道：“前辈，你在听吗？”龙苍云收起笑容，漫不经心地敷衍道：“在听，在听。”周可庆吸了口气，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所以，我需要知道莫凡的口供中有没有作假，希望您能提供给我莫凡注册猎人证的准确时间。”龙苍云装作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原来是为了问这个，你早说不就得了，何必费那么大的力气，兜那么大的圈子？”他将抽屉一拉开，随手向周可庆甩出一沓文件，上面有我们俱乐部所有猎人注册猎人证的时间，莫凡在最后一页，你自己看吧。周可庆看到龙苍云如此坦荡，心里已经知道此行恐怕不会有什么收获，低垂眸子，他将文件翻到自己眼前，果然从里面挑不出一点错误，一切都和莫凡口供中所说的一模一样。在经过龙苍云的许可后，他又翻阅了各种与注册日期有关的资料，可最终一无所获，最后一丝细微的侦破点也没有了。将文件递还给龙苍云，周可庆正色道：“临走之前，我还是想多说一句，希望前辈不要误会，我们此举只是为了维护城市治安，不管李军是不是李家弟子，我们除魔司都会全力以待。”龙苍云自嘲地笑了一声：“你们除魔司是好是烂，和我已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回去告诉你师傅，让他好自为之。您也多多保重。”周可庆后退半步，向龙苍云鞠了个躬，随后便走出了办公室。片刻之后，周可庆走出轩辕俱乐部公司总部，除魔司的特制警车又闪烁着红蓝相间的光芒，一路呼啸着离开了人们的视野。训练场里一片喧闹，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都对除魔司的突然到访很感兴趣。周可庆那火辣的身材，清冷的面容，更是给了这些男人们极强的刺激。
而心中知晓一切来龙去脉的莫凡，却只是靠在窗边静静看着远走的车辆。他不会再去找龙苍云印证什么，因为他知道龙苍云已经帮他摆平了所有疑点。中午回家，莫凡刚来到楼下，就看见搬家公司的人在楼下忙忙碌碌进进出出，而白九颜则在楼道指挥着搬家工人们小心一点。一拍额头，他想起了昨天晚上自己确实与白九颜预约了搬家公司，这么快的想要搬离，并不是他们对老房子嫌弃到了什么地步。一是买了房子，岂有不住的道理；二是除摩斯的人已经找到了他们这里，难免不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富人区那里的安保措施相应严格一点，不管怎么样来说，搬家都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至于这眼前忙忙碌碌的装修队，则是他们夫妻二人的私心了。富人区那套别墅是精装过的，所以其实并不需要他们购置与搬添多少东西，只不过他们两人从高中开始便在这所房子里蜗居，留下的回忆颇多。因此白九颜不想很多有意义的东西，还是执着的想把他们搬到新家去。搬家公司的人很快便拉满了整整一车，车上需要有个跟随的人，莫凡便让白九颜先回去休息，自己则跟着搬家车队去往新家，指挥他们放置家具。跟随车队来到新家门口，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此地的安保果然名不虚传，搬家公司的人进来时还颇费了一番力气，那守门的保安也狐疑地看着莫凡，不懂为什么住在这里的人还需要搬家。莫凡出示了一系列证件以及购房合同之后，那保安才对搬家公司的人放了行。站在房前，莫凡看着这栋精致巍峨的建筑，总感觉有些不太真实。指挥搬家公司的人把家具都放好之后，莫凡目送着搬家公司的人离开，然后坐在院子里给自己扇风。别的不说，这院子他是真的挺喜欢，比以前住在小区楼里敞亮多了。如果没有其他闲杂人等的骚扰，此处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天堂。可惜说曹操，曹操到，一辆红色跑车唰的一声在他家门口不远的地方停下。王爵放下车窗，从他那墨镜里露出两只小眼，坏笑地盯向莫凡。哟，还真住进来了呀？怎么我没说错吧？楚摩斯是不是找你问话了？莫凡冷笑一声，问是问了，不过什么都没问出来，还不是放我走了？你说你嘴巴也真够不严的，好歹我们也是大学4年的同学，你就这么把我和九颜给卖了？王爵装模作样的嗨了一声，小爷我可没有卖你，至今都没人找我去问话呢。说到这儿你就懂了吧？这天底下就是有阶级之分，同样有嫌疑。你看小爷我屁事儿没有。莫凡暗暗挑眉，楚摩斯至今都没有去找王爵问话，这可有意思了。如果真心想要破案，怎么可能会放着王爵这么大一个证人不找？难不成当真是畏惧王家的势力？王爵仍然坐在车里洋洋得意，等着吧，楚摩斯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如果你这房子真是用脏钱买的，估计也住不了几天，到时候说不定房子和老婆都是我的了。莫凡向他眯了眯眼，然后故意举起手臂活动了一下拳头。王爵顿时吓得一踩油门，跑了个无影无踪。中午，莫凡眼看时间快到了，便转身掏出钥匙打算锁门，在裤兜里一掏，2大串钥匙全被他掏了出来。看着手中各有千秋的2串钥匙，莫凡不禁哼笑了一声。他还真不知道该拿龙苍云那串钥匙怎么办，总之有生之年恐怕他都不会去住龙苍云的那处海景房产。上了班还没活动个2分钟，便有人惊慌失措地冲了进来，在训练室里散播恐慌。号外，这可是大消息，医院在李家的超高压力之下提前出了结果，证实九湖拍卖所里那摊碎肉就是李军本人。李家人雷霆震怒，要以1000万悬赏凶手啊！莫凡闻言细不可察地攥了攥拳。同时李家别墅内，海兰市第一医院的院长正双手拿着检测报告，瑟瑟发抖地站在李家夫妻面前。他面对的乃是整个海兰市从明面来说势力最大的人。这2个人在听闻儿子的死讯后，都表现出了风一样悲戚与愤怒，这让院长不由担心起了自己的饭碗。真是太难了，他本不想来，但整个医院能承受得起夫妻2人怒火的，恐怕只有他一人了。在一片静默的房间里，那哀嚎之声显得格外刺耳与悲怆。李家夫人之前闻此噩耗，已经哭晕过去一次，直到院长正式带着各种文件前来，他才悠悠转醒。他的眼泪全部晕到了李国辉笔挺的西装上，整个人已然泣不成声。怎么会这样？国辉，我们的儿子怎么会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他还那么年轻，他做错了什么呀？在这样的气氛下，没人能想到，或者说想到了也没人敢提。李军之前在拍卖所里残忍杀死的那个拍卖师，也不过才20-30岁的样子。李国辉愤怒地红着眼眶，抱着自己的妻子不停地安抚着。没事，安静下来，听院长说，我们一定要掌握足够的信息，才能找出害死我们儿子的凶手，不是吗？啜泣声渐渐小了下来，2人同时以一种势必要拉人陪葬的眼神看向了院长。院长吓得一激灵，随即低头把文件呈给了李国辉。我们与除摩斯的法医组深度合作，共同得出了这份尸检报告。肉泥里共有6份不同的 DNA， 其中1人是李军公子，另外5人乃是那天随公子出行的保镖。由于组织混杂，提取难度高，我们已是尽了全力，废寝忘食才得出这份结论，希望二老不要见怪。李夫人仅仅瞄了一眼，便不忍地转过头，继续痛哭了起来。而李国辉颤抖着双手，
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那些图片和文字。是谁？是谁做的？我一定要让他全家都不得好死！院长连忙瑟缩着说道。杀害令公子的力量已非常人所能达到，我们推测是一种密度极高的瞬间倾轧才能造成这种伤势，不排除是妖兽所为。李夫人闻言泪眼一凝，揪住李国辉的袖子道：是的，里面估计有妖兽从中作梗，否则除魔司那臭丫头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插手此事？但是她根本不愿意和我们透露此案的细节，就连张组长昨日也被她开除了，我们该如何是好？李国辉冷冷道：被开除了，那就把他揪过来，让他把知道的一切吐个干净，再从李家离开，否则我们培养他这么多年，岂不是不如喂狗？此言一出，一直隐在客厅角落里的一名黑衣人静静走了出来，他步伐悄然阴森，浑身上下全黑，连面部都被神秘的黑布包裹完全。遵命！一阵嘶哑如同乌鸦的声音传出后，他竟凭空在客厅消失了。院长吓得闭上了双眼。李夫人擦干眼泪，上前了几步，对院长说：院长，你不要害怕，还有什么关于此案的发现，请你务必全部告诉我们二人。出来不怕您笑话，除魔司那边对我们并不配合，我们十分需要您专业的分析。院长依旧不敢睁开双眼，他只是颤抖着机械似的说道。六人全部全身粉末性骨折，应该说是骨头都被压成粉末状，没有1吨的力量，不可能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猜测对方的实力应该在地级中阶以上，且是吨位较大的妖兽真身。李夫人闻言又泣不成声地钻进了李国辉的怀抱。李国辉深吸一口气，咬牙切齿道：那我便懂除魔司迟迟不肯向我们透露案件细节的原因了啊，是怕我们李家提前出手，抢了他们除魔司除妖的功劳吗？院长哪敢说话，恨不得让自己隐形才好。李夫人拿起手帕擦了擦眼泪。院长，辛苦您亲自跑这一趟了，文件您放下，回去便好。十分感谢您配合我们李家的调查，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听到这话，院长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随后弓着身子千恩万谢地走出了李家大楼。放眼整个海兰市，恐怕还没有在李家面前不会感到紧张的人，除了那国家顶级机关除魔司。在院长离开后不久，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宛若死狗的人被刚才那个悄悄离开的黑衣人抓进了客厅，然后如同垃圾一般甩在了李国辉的面前。那人睁开自己被打肿的双眼，在看到李国辉的那一瞬间，便开始拼命求饶：我错了，李总，放过我吧，我真的知道错了。李国辉冷笑一声：你错在哪里了？前几日和王家来往的不是甚为欢心吗？我等了你几日，也没见你替我传递什么关键性消息，害得我白白浪费了这几日抓捕凶手的时间。如今你已被除魔司开除，毫无价值的废物，除了死，难道还有别的路可走？那人涕泪俱下，不住地向李国辉磕头道：我真的知道错了，是副司长，是他明令禁止我们和宁芳接触，刚好事情又牵扯到了王家公子，我才会自作聪明去向王家说明情况，希望他们给出进一步的线索。我绝对不是出卖您啊，李总，您相信我。李国辉一眯眸子：哦，事情还牵扯到了王家那个废物。张组长痛哭流涕道：是的，根据我们掌握的录像情况，离开拍卖所的最后一人乃是王家王爵公子，但据王爵公子所说，他离开之时场中还有一对夫妻，我劝他将那对夫妻的线索供出，结果还没等到下文，我就被开除了。李国辉上前一步，狠狠揪起张组长的领子：给王家那废物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对我的娟儿如何？告诉我那对夫妻是谁？张组长恐惧到泣不成声，随后他努力控制着自己说道：李总稍安勿躁，这是小的，自然会替您操心。从王爵那处离开之后，我回到除魔司便连夜调查，根据王爵透露的线索和拍卖所的入场名单，终于我查出了那对夫妻的身份，他们一个叫莫凡，一个叫白九言，是王爵的大学同学，在档案中并没有习武的记录，我担心传递给您错误的无用信息，所以便打算进一步调查后再来告诉您，我真的没有刻意隐瞒啊，李总。李国辉咬紧了牙，他将张组长狠狠往地上一摔：废物，做什么都做不好的废物！自从你们司长因伤休假后，我就再也没有从你这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废物，拖出去喂狗！此言一出，张组长顿时哭得惊天动地，连忙抱住李国辉的裤脚不撒手。可隐在客厅角落的黑衣人又神出鬼没的出现，他看似轻柔的一脚踩到张组长手上，顿时客厅里响起了一阵令人牙酸的骨折声，张组长的手瞬间以一种诡异的角度软塌了下去，随后便被那黑人像拎狗似的提起，一路转到了后院。汪汪汪！几声猎犬狂喜的嚎叫声与男人惨烈的哀嚎声之后，一切又归于了平静。黑衣人静悄悄地回到了李国辉身边，李国辉点了点头，但他双眼依旧赤红，愤怒显然尚未消减。那可是李军，是他悉心培养了20多年的继承人，已经在他的各种物理化学催化之下，提前到达了地级巅峰，可以说是前途无量的天之骄子，怎么会一瞬间就变成那副样子？他绝不会放过毁了他李家继承人的人，绝对不会。莫凡、白九言，李国辉咬牙切齿的呢喃道，眸中闪过一丝狠绝的厉光。而此时，正在和狂刀过招的莫凡又莫名其妙地打了个喷嚏，这是这几天的第几次了？怎么想都是一种不好的预兆啊！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能拿他怎么样呢？
无所谓的扭了扭头，他又一个电光朝狂刀狂轰了过去。狂刀眼疾手快的用他手中那把钢刀挡住电光，随即把刀扛在肩上，哈哈一笑。他含笑嘲讽道：“我看你改名叫电神算了，叫什么像什么。除了那天在公园山坡，我看你用过一招颇有香味的象腿虚影外，你根本成天就是在用电吗？”莫凡向他装模作样的比了个虚，那是个秘密，不准告诉别人，我以后就只用电了。狂刀猥琐一笑，我懂吗？人人都有秘密，哈哈哈哈。另一边，风尘眯着眼睛望了过来，不知为何，他一见这两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的不待他，心里便十分不得劲儿。于是风尘十分不要脸的凑了过来，一手搂住一个的脖子，威胁似的问道：“讲什么悄悄话呢？说，是不是背的说我坏话？”狂刀被勒住脖子，猝不及防的干咳了2声，随后又笑道：“是，嘲讽你境界低，等老大和老四回来，就不带你玩了。”风尘闻言，立即气得一咬牙：“好啊，你们竟敢密谋要扔下我！我告诉你们，我马上就要晋升地级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我就飞升到你们前头去了，到时候看你们还用境界来压我。”莫凡最头疼的就是看他们俩瞎闹，无语的摇了摇头，他转身就走，不想和这两个没正形的纠缠。然而那两个显然不想放过他。狂刀自认找到了对手，成天缠着莫凡要和他切磋比试，而风尘即将破境，更需一个与强者交手的机会。冰灵是个冷冰冰的女流之辈，他不敢惹也不想惹，可莫凡与狂刀这几天又成天黏在一起，于是他时不时的便要过来纠缠二人一番胡闹。很快便到了下班时间，风尘照例一手挽住一个的脖子，然后悄咪咪的说道：“走，今天晚上咱们哥仨喝酒去，海蓝城的夜市也是一绝啊。”狂刀嗤笑一声，嘲讽道：“你瞅瞅我们的象神兄弟穿的是什么衣服，哪个夜市敢让他进去，活像个黑鬼似的。”莫凡实在没想他自己没吐槽狂刀，狂刀竟然会反过来嘲讽他的衣着打扮。呵，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眼狂刀，莫凡冷冷道：“怎么，难道夜市很欢迎野人进去喝酒？哦，野人可以吸引游客参观是吧？”两人一言不合又要舞刀弄剑，把风尘气了个够呛。拖，都给我拖！丑男人才掩人耳目，像我们这种帅哥就要以真面目示人。今天晚上咱哥仨就收拾得光鲜亮丽，去夜市邂逅美女。我这几天训练的皮都要脱了，再不见到美女我就要死了。风尘越说越激动，最后一句简直是嘶吼着在训练室内大声吼出，气氛顿时尴尬了下来。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风尘，训练室角落的冰灵更是发出了冷冷的一声嘲笑。风尘顿感无颜见人，但他低下声音，依然对两人千叮咛万嘱咐：“下班之后不许走，都给我去换衣服，咱们出去喝酒去，听到没有？”莫凡看了看表，行吧，但10点之前我要回家。风尘拍了拍莫凡的背，肯定让有门禁的乖宝宝回家。狂刀闻言又是一阵仰天狂笑。很快众人便到了下班的时候，三人一溜烟的窜出训练室，偷偷摸摸的跑去了1楼的大厅洗手间。其实莫凡自从身份暴露之后，就没有在总部里戴黑金面具的必要了，只要白九岩不发现他在外面做猎人，其他的他根本不在乎。之所以一直没有去掉黑金面具，是他习惯了拿这副面目与兄弟们相处，若是一朝突然除去，恐怕不太适应，所以便没有脱去。但今天既然风尘做出了此要求，那他脱去其实也无妨。半晌之后，换装完毕，狂刀和莫凡从隔间里走了出来，两个人对望一眼，同时震惊的没说出话。你谁？你谁？风尘在外面等的心焦，一把踹开门冲进了洗手间。哥里面绣花呢，这么半天不出来？好家伙！三人面面相觑，同时感到了一种神秘队友在自己面前掉皮的尴尬。只见莫凡穿着自己的黑 T， 高个长腿的，看起来颇为英俊气派年轻态，和往日在黑金面具下故作神秘又老气横秋的样子截然不同。而狂刀借了风尘的短袖，又从冰凌那儿撸了一个皮筋儿，把自己的披肩遮脸长发扎了起来，一瞬间便从山村野人变成了一个富有一点艺术气息的壮汉。这是三人第一次见到彼此的真实样貌，当然风尘除外，他倒一直大大咧咧以真面目示人的。狂刀哈哈一笑，他最先反应过来，他一把勾过莫凡的脖子，调侃道：“没想到我们像神兄弟长得这么嫩，这么帅哈！风尘和人家一比，恐怕都是老掉牙的腊肉了。以后别围着人家转来转去的喊大哥，我替你害臊。”莫凡一个下蹲转体，挣脱了狂刀的热情，然后干咳道：“你把野人套装脱了，也终于勉勉强强有一点回归人类社会的意思啊。”风尘左看看莫凡，又看看狂刀，不可置信得吞了吞口水：“兄弟，你们都这么帅，让我很难做啊！本来是让你们做陪衬的，你们这是抢我的妹子啊！”莫凡摸了一下鼻子，颇有些不自在：“那我换回去。”风尘连忙拦住他，说道：“不用，我就是说着玩的，你们这样才是合格的僚机嘛。行了，咱们赶紧走吧。”三人又勾肩搭背的走出了总部大厅，一路上倒是没有人再向他们投来奇怪的眼光，倒是有几个年轻女孩对他们笑了笑。
风尘倍感舒心，爽了呀，兄弟们，以后还愁没有女朋友吗？狂刀哼声一笑，双手抱胸，女朋友有什么意思？我得讨个老婆，为我家传宗接代啊。莫凡则是沉吟一声，我倒是不用了，哥有老婆。哈。另外2人同时向他传来惊讶的目光，他朝2人比了个须知道就行了，保密。3人在肩上一路互晃。这是夏天，天暗得快，夜色渐渐笼罩了上来。3人已去到了风尘口中所说的那处夜市，此处张灯结彩，烟气缭绕，空气中弥漫的都是肉香与调料香，看起来果然不错。风尘特意在店外找了个视野宽广的地方，豪迈地坐下，他一张口就对老板要了50串烤牛肉和1整箱啤酒。夜风阵阵，吹得人颇为舒心。3人对饮了起来，气氛倒也算得上融洽。这时，从街道那边进来了一个黑衣黑帽，用一块黑布紧紧蒙住脸的奇怪人士。他一过来，便引起了周围顾客的一阵窃窃私语。3人显然也注意到了，不过心里并不虚，所以仍旧在愉快的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黑衣人进店之后，环顾了一下，随即便坐在了风尘背后。莫凡的座位乃是正对风尘，他看到了黑衣人的举动，颇觉有些奇怪。此人一入店，又不叫服务员，又不点菜，只是静静坐在那里，不知道是来干什么的。下一秒，黑衣人骤然回身，从黑布中露出的眼睛紧紧盯着莫凡。莫凡皱了皱眉，而风尘吹牛吹得正欢，一道凛冽的寒光闪过，那黑衣人手中竟露出一把尖刀。说时迟，那时快，莫凡一把按下风尘的头，同时那黑衣人已经挥刀画了大半个圆。要不是莫凡手快，此刻风尘已然已经身首异处。黑衣人见一击未能杀死眼前这个障碍物，竟直接挥刀越过风尘朝莫凡刺去。奈何风尘左手边乃是狂刀，狂刀冷笑一声，一个手肘猛冲，直击中黑衣人太阳穴，然后一转桌子，莫凡看准时机往外一跳，扯着风尘便跑。风尘酒气醒了大半，知道是莫凡救了自己，可是来不及感激了。那黑衣人身手了得，被击中太阳穴也只是晕眩了几秒，随即便恢复过来，追着他们往店外跑去。3人不想在这些普通顾客面前施展出自己的功法，所以便努力向外逃去。风尘跑得飞快，一下便溜在了众人前头，而莫凡、狂刀都是身体素质过硬的，3人一下子便逃离了夜市区域。惊得慢半拍的夜市顾客们此时才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逃跑间，风尘还有空转头向莫凡抱怨，这都什么事儿啊，俺们出来吃个饭也能被盯上，这是嫉妒我们兄弟3个长得太帅了。狂刀冷冷道，别贫嘴了，那人身手很好，身体素质也异于常人，被我击中穴位都无事发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跑快点。风尘龇牙咧嘴，埋头苦跑起来。3人跑出店外时，空气中已经渐渐潮湿了起来，夏天的天气就是如此捉摸不定。此刻大雨越下越大，突然以一种倾盆的气势浇灌了起来，3人都已被淋成了落汤鸡。莫凡在一个了无人烟的拐角处站定，躲在墙面后仔细分辨脚步声。风尘也是见过种种大场面的，知道此刻不能出声，他刻意压低了声音，低声问同样凝气平神的狂刀，为什么不跑了呀？狂刀对他比了一个虚，风尘很识相的闭了嘴。脚步声越来越慢，越来越重，想来黑衣人已经追到了这里。在黑衣人马上到达拐角处的时候，莫凡一个双脚腾空，扶墙跳起一顿暴踹，把黑衣人踹倒在泥潭里。黑衣人也不是好对付的，只见他双手齐伸，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圆，随即归于胸膛处。顿时他的指尖冒出了烈火，狠辣的往莫凡处狠狠一攻，那烈火竟形成了火龙之形，张开大嘴向莫凡咬来。莫凡本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杀手，没想到他竟还会功法，顿时被那火龙逼得躲闪了一下，嘴角溢出一丝冷笑。莫凡已经猜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李家才刚得到李军已死的消息，晚上他出来吃饭就被一个杀手袭击，其中的因果他猜不到都难。火龙攻势猛烈，莫凡一时间无处落脚，只得跳到泥地里，一咬牙，他懒得再避，随即调动御象神功，想了想，他又骤然间收回神功，重新调动了御雷9卷，右手往天空一抓，顿时夏夜的乌云中闪过了几抹电光，几缕成人手臂粗细的雷电从天空中轰鸣而下，雷电连连往黑衣人出击去，攻势猛烈，可黑衣人动作迅捷，在莫凡划出的一道道雷影之下从容应对。火龙与雷电缠斗了多时，未落下风，由此可见他的境界恐怕并不在莫凡之下。这就糟了。有一说一，莫凡才掌握功法没多久，为了早日从事件中脱身，他也不能再使用之前击杀了李军的象影，而之前杀魔狐与李军其实也都是趁其不备。可如今这黑衣人显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黑衣人右手挥过来一拳，火龙幻化成2条，呼啸着往莫凡冲去。莫凡往侧面一闪，险之又险的躲过。不行，再这么缠斗下去对自己毫无好处。找准时机，莫凡一拳轰出，那雷电呼啸着朝着黑衣人而来。黑衣人大惊，火龙刚刚冲出，他此时还未来得及做出防御动作，就见那几缕噼啪作响的电光向着自己脑袋冲来。这一击如果击中了，自己少足昏迷，多则殒命当场。黑衣人只好退步，召唤回火龙，用缠绕上火龙的双臂应接莫凡这一击。
不知为何，自己火龙的能量竟被雷电吞噬得一干二净。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疼痛让黑衣人的眉头紧皱了起来，他痛苦地哼了一声，觉得自己双臂现在就像铁一般沉重，丝毫没有力气去抵挡对方的第二次攻击。莫凡见这一击打伤了黑衣人，紧接着朝着黑衣人脑袋又是一击，5道惊雷劈下，黑衣人被彻底砸进了泥潭里。但他身体素质果然不是盖的，一声吐血的闷声过后，黑衣人火速从泥潭里起身，隔着口罩擦了擦嘴角，然后亮起手中的尖刀。狂刀捂着风尘的嘴，两人躲在墙后细听战局。莫凡狠厉地开枪说：“你到底谁？什么人派你来杀我的？”黑衣人不回答，拿着闪着寒光的尖刀便冲了上来。莫凡一个闪避，重重拿捏住黑衣人持刀的右手，然后把黑衣人凌空甩起，重重砸在泥地里。黑衣人手中的刀终于脱手，他喉管冒出咕噜2声，显然已经呕血，若是寻常人此刻便已毙命。莫凡从泥地里捡起这把刀，观察了一下刀柄刀刃，并无奇特之处。这时黑衣人却挣扎着从泥潭里爬了起来，他竟然还能动。他用力朝莫凡的背影挥出一记火拳，烈火呼啸而至。莫凡一个跨步，几乎瞬移着来到了黑衣人身边，烈火击空。而他一把抓住黑衣人左手的关节，用力一拧，发出咔嚓一声，黑衣人肩关节已经脱臼。莫凡冷哼了一下，一脚把他踢到狂刀那边。你们帮我看着他，我观察一下旁边有没有埋伏的人。狂刀正要点头，只见风尘尖叫着拾起手边的砖头就猛砸黑衣人的脑袋。黑衣人眼瞅着就不行了，狂刀气得青筋直跳，偏偏风尘还在闭着眼睛边砸边大喊：“大哥别怕，我保护你。”确认没有其他的黑衣人之后，莫凡听到这边的动静，连忙赶过来看。看到眼前的景象，他无语了。那个风尘，别砸了，人都凉了。风尘这才扔开砖头，蹦着跳起来，滋哇乱叫的蹦到狂刀身上求保护。狂刀一把把他从身上拎下来。风尘，你知不知道莫凡把他踢过来的用意？我不知道啊，我吓都吓死了。人家以前只杀妖兽，哪里杀过人的呀？狂刀连白眼都懒得翻了。一个来路不明的杀手，差点杀了你，你就不想知道他来自哪里，受谁的指使吗？莫凡留他一条命，不亲手杀了他，就是为了后续逼问出他的幕后主使是谁。你这几板砖下去，他舌头都凉了，还能问出什么？风尘支支吾吾的干笑挠头，手刚伸上去才发现上面有血，于是又不好意思的把手伸到墙沿外面，想用雨水冲冲。狂刀转身双手抱胸，懒得再去骂他。风尘又问：这人到底是谁啊？城市里有明确规定，不许修行者之间相互斗殴，他怎么还？狂刀和莫凡对望一眼，我这几个月没在海兰城待过，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你大哥惹上人了呗。莫凡轻咳了一声，不知道怎么解释，只能敷衍道：别想那么多了，现在怎么办？这么大一个人也不能就地给他埋了吧？话说他主动挑衅的我反击，这犯法吗？风尘这回来精神了，这可难不倒我。大哥，我告诉你，人类公约法规定，凡修行者主动挑衅，则生死不受国家保护，咱们不用担心哈。左右前后望了望，他显然在观察埋尸地点。这块地形没有比我更熟悉的，一会儿找个大下水道暗沟一扔，今晚又下雨，嘿嘿，指不定冲到哪儿去了呢。他这种爱偷袭别人的，手底下肯定不少案子，咱这是为民除害呢。莫凡颇为赞同的点了点头，不错，挺机灵的，就是先别扔，咱把他给扒了，看看有啥线索，没我们可不能白白被刺杀了这一回。风尘回忆着刚才莫凡的身手，颇有一些崇拜。大哥，你从哪学的格斗技术？我们修行者现在很少人有这么好的身手了，一般都是依靠功法作战，你哥哪天教教我呗。莫凡哑然失笑，随即应承了下来。狂刀摇摇脑袋上前来，和莫凡一起摸索那黑衣人的衣服。狂刀摘下了他的帽子口罩，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个轮廓深邃的外国人面孔，难怪身体素质那么强了，外国人通常体格都比较健壮。风尘，拿手机了没？给哥哥们打个光。风尘连忙掏出手机，打开了手电筒模式。大哥，你看。莫凡顺着狂刀扒开黑衣人衣领的指头往下看去，在手机并不强烈的灯光照射下，黑衣人脖子上一个蓝色圆圈的纹身图案映入眼帘。莫凡和狂刀对视一眼，然后又继续扒下去，最终除了脖子处的纹身，他们没有发现其他有用线索。风尘指引着他们拖着黑衣人来到一个大水沟前，把黑衣人抛了进去。大雨越下越大，似乎有不停之意。风尘走在前面找路，而狂刀则双手抱胸，饶有兴致地走在莫凡身后。你可知那纹身代表什么意思？莫凡顿了顿，你看出来了？狂刀笑着摇了摇头。但凡在海兰市有一点见识的人都知道李家功法的代表便是一个蓝色大圆，所以我猜测那名杀手应该是李家的人。莫凡没说话，狂刀接着又说道：让我猜猜，你一个普普通通俱乐部的猎人，为何会招惹上海兰市第一大家族李家？我唯一能联想到的就是李家公子今天早上死了的消息，难道你与此案有所关联？莫凡暗暗皱了皱眉，他早就知道狂刀不是个好惹的，但没想到他的心思竟也如此细腻。还没等他回应，狂刀便仰天哈哈一笑：兄弟放心，我对这种事儿啊
没什么兴趣。不管你是杀了李军或王军，被谁寻仇，我一概不管。我这人啊，最怕麻烦了，你就当做我什么都不知道吧。莫凡闻言倒是松了一口气，此事若是让风尘知道，恐怕他就会过分热情地问东问西，而自己也会相当头痛。而狂刀这种人虽说难以捉摸，但也为他省了不少事。现在他所要思考的便是李家是从何处得到的消息，不知那黑衣人是从何时开始跟踪他们的。要是从公司一路跟出来，那么就几乎可以肯定是从除魔司那边向李家泄露了消息。可自己的罪名尚未查证，若是除魔司为平息李家的怒火，如此草率地交出他的信息，便不免让他有些对这个机关失望。来到一处路段，今夜的聚会迫不得已的早早结束，三人分道扬镳，各回个家了。而此时，李家地下室内，李国辉正对他面前的黑衣人说：“你确定你们中有人发现了莫凡的踪迹？”黑衣人点了点头，他依旧是那副沙哑如同乌鸦般的嗓音：“是，自从早上从陈组长处得到信息后，我便在组织里派发了那对夫妻的所有资料，他们游荡于海兰市各个角落，发现莫凡也并不足为奇。”李国辉眸中闪动着疯狂的光芒，希望你的人能尽快带来好消息，不管这对夫妻和娟儿的死有没有关系，我都希望所有牵扯到这件事的人都给娟儿陪葬。你懂不懂？黑衣人弯腰说道。是。下一秒，他低头查看自己手中的仪器，随即拧紧了眉头。李国辉发现了他的异常，抬眉问道：怎么了？黑衣人在确定了什么之后，艰难地张口对李国辉说道：那名发现莫凡并跟踪上去的组员，此刻已然失去生命迹象，定位系统显示尸体恐怕在 A 阶的下水道系统里徘徊。李国辉原本狂喜的面颊渐渐冷淡了下来，随即愤怒地一拍桌子：我就知道，张组长，那个废物说的话一点都不可信，这是没有学过武功的普通人能做出来的事吗？你组织里的人少说都有玄级中阶，怎么可能那么轻易被杀？黑衣人沉吟了一刻之后又补充道：跟踪莫凡的这个人甚至是地级中阶，我有理由怀疑这个莫凡有足够的危害到少爷的能力。李国辉攥紧了拳头，满脸的皱纹拼命颤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等着吧，我一定会让这个叫莫凡的人不得好死。刚回到家，莫凡一打开门，便闻见屋子里传来一股莫名其妙的奇怪味道。吸了吸鼻子，莫凡嗅着这股味道走向厨房，他奇怪地看着在厨房里忙前忙后的白九颜。老婆，你干什么呢？屋子里味道好怪。白九颜转头看着他，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老公，你回来了，你不用管我，先去洗漱吧，我给自己煮东西吃呢。莫凡才没有那么轻易被糊弄，他直接走进了厨房，探头看了看白九颜锅里煮的东西。这是什么？看起来很难喝的样子。哎呀，老公你别管了，又不是给你喝的，我自己喝的嘛。白九颜放下勺子，连忙把莫凡往出推。莫凡莫名其妙的吃了个冷门羹，随即无奈的去洗手间里洗漱了。白九颜看着莫凡离开的背影，随即才放松的呼出了一口气。这可是他千方百计从黑市里淘来的名贵药材，去除妖毒的工序极其复杂，绝对不是喝一两味药这么简单。可凡事都要从简单的开始。黑市里专门钻研此项的老师傅说了，得先喝药调理身体，随即才能用上猛药去除妖毒。而他今早带白蜥蜴专门跑了一趟黑市，为的便正是这件事。白九颜不确定这味药对凡人的身体有没有影响，所以便不敢让莫凡闻上太多。正巧莫凡之前跟他说今晚会晚些回来，所以他才索性在家里煮了起来。没想到莫凡竟然提前回来了。掌握着火候与时间，白九颜感觉煮得差不多了，便关火，把自己煮的那一锅黑黢黢的东西倒进了碗里，捧着那碗黑泥。白九颜叹了口气：老公，你知不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事成之后你可得好好感谢我，这么恶心的东西放到以前我可是打死都不会喝。看着洗手间里透出的若隐若现的人影，白九颜连忙捏着鼻子给自己灌了一莫凡在洗手间里甩了甩头。可能是夜市里灌的啤酒终于在此时挥发出了他的后劲，莫凡有点晕晕乎乎的，连看镜子里的自己都看不太清晰。真是奇怪，自己的酒量已经差到这种地步了吗？吸了吸鼻子，他在充斥着满屋的奇怪药味中又嗅到了一丝更为奇特的味道，那是一种粉嫩旖旎的桃花香。药味从洗手间的门缝里钻进来，桃花香从洗手间特意打开流通空气的小窗里钻进来，两股味儿彼此叠加，冲得莫凡头脑更是昏沉。而此刻，莫凡、白九颜依旧在居住的老旧小区楼外，两颗粉色光点正在他们所处的楼层外不停盘旋徘徊。确定找到二小姐了吗？应该没问题的，咱们的人自从得到二小姐经营黑市的消息后，便在那里蹲守许久，今天一路跟着二小姐回来的，绝对不会有错。粉色光点依旧在窗外盘旋。哇，是的，我看到二小姐了，正在餐桌上喝一锅黑乎乎的恶心东西。天哪，这个房子里除了二小姐，我还感觉到了两个生命体，一个是妖族，一个是人类。什么？二小姐果真是我们妖族的耻辱，她竟然和人类混在一起，不行，我们必须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大小姐。话音刚落，两道粉色光点便在夜空中盘旋着消失了。放在往常，
莫凡绝对可以察觉出这两道妖气的踪影。但今夜酒气与白酒盐熬煮的那不明药物蒸汽的同时冲撞，让他大脑一时短路，除了代表妖气的桃花香之外，什么都没有闻到。白酒盐好不容易捏着鼻子喝完了那碗药，不对啊，过了这么久，老公怎么还没有出来呢？突然，他反应过来了似的，连忙向洗手间冲去。一打开门，白酒盐便看到莫凡晕乎乎的睡在马桶上的样子。老公，老公，你怎么了？快醒醒啊！莫凡被白酒盐摇晃的倒来倒去，但丝毫没有转醒的迹象。白酒盐只好咬着牙把莫凡拖出客厅，放在沙发上，随即掏出手机给那名黑市店家打去了电话。几声嘟声响起后，白酒盐朝着电话那边咬牙切齿道：要必行，早上你可没有告诉我这个药对人类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啊！我老公现在昏迷不醒了，我警告你，立马告诉我解决办法，要不然就等着被拉入黑市黑名单吧。对面迷迷糊糊的接起了电话，随后惊醒道：别，姑奶奶，我错了，我也不知道你会把那药当着人类的面煮啊。行，你赶紧把他带到我这儿来，我看看能不能让他醒早点。白酒盐看了看窗外的夜色，此时已接近凌晨，但再耽误下去，鬼知道莫凡会怎么样。咬了咬牙，他狠狠地挂断了电话，然后抱住莫凡，室内粉光一闪，两人竟同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刚才电话那番动静吵醒了在客房内睡觉的白蜥蜴。白蜥蜴揉着惺忪的睡眼走了出来，四处望了望，客厅内灯火通明，可哪里还有白酒盐与莫凡的身影。他吓得一激灵，顿时清醒了过来。可下一秒，更让他目瞪口呆的事发生了。窗外粉光大盛，两个光点以照亮夜空的态势，狠狠地朝自家的玻璃窗撞来，随后径直闪进了屋内。一阵光芒大作后，两个面庞粉嫩的小妖精同时叉腰站在了客厅里。喂，小四脚蛇，我们二小姐呢？白蜥蜴吓得呆若木鸡，一动都不敢动。你们是谁？两个小妖精拧紧了眉头，同时对白蜥蜴厉声喝道：好啊，你个小四脚蛇，连我们狐族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小春和小花都不认的，怪不得会和妖族的叛徒以及人类住在一起，一看就是个臭不要脸的小叛徒。白蜥蜴四周望了望，冷汗潺潺的往额角往下滴。两位姐姐，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小春和小花冷哼一声，当然是把妖族叛徒我们的二小姐抓回去了。我们刚才还看到她在这里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白蜥蜴慌张的，我也不知道啊，我朦朦胧胧听到二小姐在打电话，被吵醒了，所以才出来的。我出来的时候，客厅里已经没有人了。小春与小花对望一眼，同时感到有些大事不妙。这时，客厅一阵刺目的白光闪起，白光过后，一个绝顶美艳、身段妖娆，堪称倾国倾城的白衣女子出现在了小春与小花身前。她眯起狭长美目，缓缓环绕了一圈客厅。半晌之后，白衣女子呵气如兰，以一种慵懒中带着凛冽的音调回声问道：这就是你们为我找的人？小春与小花同时瑟瑟发抖地跪倒在地。大小姐请相信我们，我们真的是真真切切看到了二小姐，才深夜找您前来的。白衣女子轻哼一声，既然如此，那便在此等着吧。若是明天找不到白酒盐，你们两个从此也不用在我身边待了。对奴婢训完话，她才转身淡淡看向呆立在面前的白蜥蜴。白蜥蜴是被雷劈了一般，此时才惊醒过来，连忙跪地磕头道：参见大小姐，参见大小姐。白衣女子轻轻踱步，挥动衣衫坐在了沙发上，然后上下瞄了白蜥蜴一眼。哦，是你啊，那个觉醒了龙神血脉，被蜥蜴族追杀的小东西。没等白蜥蜴回答，他便自顾自地冷笑了一声。如此说来，我便懂得白酒盐收留你的原因了。多少年了，那个脾气性格倒是一点没变，自己的事儿都没处理好，倒会用泛滥的同情心去心疼别人了。白蜥蜴哪敢说话？同为妖族小姐，白酒妃与白酒盐完全是不一样的气场。她小时候出席妖族盛会，远远的一望，大小姐便如同光芒璀璨的明珠，照得旁边的二小姐黯然失色。大小姐，我父母被除魔司抓住了，二小姐说会帮我。在一种奇异的心理之下，她竟开口向大小姐说出了自己的苦处。可白酒妃只是伸出纤长玉指，点了点眉心。我累了，不想听你不值一提的破事，想活命的话就尽快让白酒盐回来，否则你的下场说不定会比你父母更惨。白蜥蜴有些失望，看来不是所有漂亮的妖精都会像二小姐一样心善。她默默无言地坐在了一旁，她希望二小姐永远都不要再回来。妖族如此疯狂地寻找二小姐，想必只有坏事。房间里，4个妖精一夜无眠，而除魔司的技术人员则擦了一夜的冷汗。昨晚，他们明显监测到2个玄级妖魔出现在海南市某小区内，可转眼间，那抹气息就像被覆盖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第二天一大早，门外传来了那老老旧门铃被按响的声音。白蜥蜴的心中咯噔一下，他在心中默默地祈祷：一定不是二小姐吧？二小姐开门从来不按门铃的，他们都有钥匙。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一眼白酒妃，白酒妃漫不经心地抬了抬下巴，示意让白蜥蜴去开门。白蜥蜴捏着小拳头，抖着腿站了起来，然后走到了门边。他刚刚打开门，下一秒，一阵怪力朝他袭来，
那股力量狠狠地撞到他的胸口，他被一拳打飞进去，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门外，6个黑衣人成人字形，浑身覆着黑布，冷酷地看着屋内。为首的那名黑衣人迈步走了进来，他以一种威胁的强调，缓缓问道：“莫凡呢？”操，这都什么事儿啊？白蜥蜴被打得吐出了一口鲜血，他面色痛苦地捂住了胸口，然后用求救的目光看向了白九飞：“大小姐，救命！”白九飞又是一声冷笑，听到旁边的沙发上有人，黑衣人面色冷酷地转过身去，盯着白九飞。白九飞斜倚在沙发上，饶有兴味地看着他，眼神荡漾了1秒之后，黑衣人问道：“你是莫凡的妻子白九颜？”“不对，我看过你们的资料，你与白九颜长得只有几分相似罢了。”说：“莫凡在哪里？”小春与小花从厨房里冲了出来，何人竟敢如此放肆，以这种口吻对大小姐说话，还不速速跪拜？黑衣人皱了皱眉，他抬起手，下一秒，2条肆虐的火龙以吞天之势朝小春与小花冲来。小春与小花乃是桃花修成的妖精，修为并不高，且极其惧火，此时不由尖声惊叫了一声：“大小姐，救救我们！”白九飞懒得再看这场与他无关的热闹，淡淡一挥袖子，一只白狐虚影从他袖中窜出，狠狠抓向那2只火龙。顷刻之间，原本在空气中张牙舞爪的火龙顿时消散得无影无踪。何人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还是那样轻慵懒又清冽的腔调。门外有几个黑衣人眼中甚至于冒出了桃心，不由自主地吞着口水。狐族修炼到极致，魅意甚至不许释放，便可扰人心神。为首的黑衣人见多识广，顿时后退半步：“你乃妖魔？”白九飞冷笑一声：“妖魔？或许你可以尊称我一声妖皇魔尊。”他缓缓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一挥袖，为首的黑衣人便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狠狠地砸在了墙壁之上。一股钻心的疼痛之后，他骤然吐出一口血，然后面色狰狞地蜷缩在墙角。仅仅一瞬间，他便明白自己绝对不是眼前这个妖魔的对手。妖皇饶命！您可能有所误会，我并不是除魔司，绝对无意对您出手，只不过是与这家男主人莫凡有仇而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莫凡家里怎么会有级别如此高强的妖魔？更别提这妖魔与白九颜长得又有几分相似。这一切简直太奇怪，太可怕了。白九飞只是静静低眸看着自己的玉手，其实他此番前来只不过是想亲手抓白九颜回去，并不想让自己的手沾染上肮脏的人血。但静静攥起双拳，白九飞发现自己还是无法抑制心中对人类的愤怒以及厌恶。这种厌恶与那人来此闹事的原因无关，自己只是天生无比讨厌人类罢了。那便算了，杀了就杀了，所幸不过只是几只臭虫而已。没理会黑衣人，他轻启朱唇道：“门外的几位小兄弟累了吧？进来喝口水如何？”根本由不得他们控制。门外的几个黑衣人已然迈动了双腿，神情恍惚地往屋里走去。下一秒，门被哐的一声合上，屋内4条银白狐尾爆然而出，紧紧缠上黑衣人的脖颈。4声清脆的骨折声后，被狐尾缠上的4名黑衣人均口歪眼斜的暴死当场。为首的黑衣人眼看不妙，在最后一刻，他疯狂按动手表，失魂落魄地大声喊道：“发现机枪妖魔！发现机枪妖魔！”白九飞眯了眯双眼，不知死活。玉指中夹着2枚骨钉，他手腕利落地挥甩出去，顿时仅剩的2名黑衣人也命丧当场。白蜥蜴惊魂未定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前来寻找莫凡的6名黑衣人均已死亡，而在他看来，白九飞甚至只是站了起来，挥了挥袖子而已。小春、小花见状，连忙带着哭腔跑到白九飞身前跪下：“都怪我们太没用了，脏了大小姐的手，还请大小姐见谅。”白九飞没回话，只是又倚靠在了沙发上，晦气。而此时，为首那名黑衣人临死前发出的信号已传输到了李家地下室中。电脑桌前，黑衣人神情凝重地反复播放着这一段录音。李国辉开门走了进来：“派去莫凡住处的黑衣人呢？有什么发现吗？”黑衣人迅速站了起来，低头沙哑道：“对不起，老板，再次全军覆没。”啪！一个狠狠的耳光声响彻了地下室空洞的空间。废物，该死！我花这么多钱养你们，你们一定要这么没用吗？仅仅是抓一个莫凡，仅仅是要他给我儿子陪葬而已。黑衣人低下头颅，一言不发。此时，一处陌生的房间内，莫凡悠悠转醒，他用力地摇了摇脑袋，然后用双臂撑着坐了起来。白九颜紧张无比地冲了过来，然后握紧莫凡的手：“老公，你没事吧？”莫凡不知所以地笑了笑：“我能有什么事啊？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到这里来了？”另一边，一个端着药碗的金发男人走了出来：“二小姐，我就说了，他不会有事的了。”白九颜愤然抓起床边的抱枕，丢向那个金发男人：“还不都是你的错？”莫凡挠了挠头，指向那人：“这人又是谁？”白九颜轻咳了一下，然后含糊道：“你昨晚忽然晕倒了，我怕你有事，刚巧他是我之前认识的医生，所以我就把你带到他家里医治了。”金发男人傻憨憨的干笑道：“是啊是啊。”莫凡晃了晃脑袋，或许是系统有些混乱的缘故，眼中金光直闪，抬眸又看了看那金发男人，他无语了：“好家伙，人参精啊！
无奈地抓住了白九颜的手，他说道：“那现在已经没事了，不如我们早点回家吧。天灵灵地灵灵，他身为妖魔猎人，最好不让他经受这样的考验。看着钱不赚，着实有些没有职业道德。”岂料白九颜还没回话，那金发男人就走上前来，摸了摸他的额头，然后又掐住他的脉搏把了一番，自豪地点了点头。他说道：“真的没事了，喝了我精心调配的人参补气汤，更加生龙活虎了。”人参补气汤。莫凡吞了吞口水，下意识地看向金发男人浑身有无残缺。片刻之后，他发现了金发男人头发的参差不齐以及狼狈凌乱。闻言，白九颜只是皱了皱鼻子，嘟囔了一声：“活该。”此时，电视里突然播起了新闻联播，夫妻俩腻腻歪歪，而金发男人则非常识趣地转头去看起了电视。看着看着，他发出了啧啧称奇的赞叹声。没想到妖族还有如此勇士，敢于在海兰市如此严密的守卫中成群结伙闯进城里，牛逼啊！此话一出，夫妻俩顿时停止腻歪，同时探出头向电视屏幕看去。画面中影像出现的一瞬间，他们二人便僵硬了起来。啊，这不是他们的房子吗？再看看新闻标题下的几行大字，两人彻底石化了。除魔司再创佳绩，陈战3小时打退4只妖魔，成功守护海兰市人民安全。要避刑你给我死开！白九颜一下窜到电视机前，一脚踢开金发男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事情回溯到3个小时前，白九飞杀了那6个黑衣人之后，继续百无聊赖地倚在沙发上等待着白九颜的归来。而小春小花无聊之下，甚至对着那6具黑衣人的尸体练习起了咒语：妈咪妈咪哄，变成猪。只有4具黑衣人的尸体变成了猪。两姐妹对望一眼，叹了一口气，继续喊道：妈咪妈咪哄，变成金元宝。这次只有3只变成了金元宝。白蜥蜴看着有趣，便钻过去问道：两位姐姐，你们学的是什么法术？好好玩。小春小花自豪地冷哼一声：是族里的变形咒。你这种和二小姐一样的叛徒，当然是学不到了。白蜥蜴闻言不由暗淡了几分神色：是长老们要杀我的，如果不杀我，我是不会逃跑的。小春小花眨巴了眨巴眼睛，一时想不出反驳的话，决定不跟这个奇怪的小男孩一起玩。而此时，楼下警笛声嗡鸣而至，除魔司的技术人员在经过一晚的分析之后，终于锁定了昨晚那股妖气出现的位置。而此时，李家又十分恰当地向他们打去了一通报警电话。沉寂了没几天的海兰市顿时又热闹了起来。几个乔装打扮的除魔司高手顺着楼道墙根一路摸到了莫凡家门外，然后紧张地敲了敲门。楼下，警员们从特警车里搬出了几张密密麻麻的电网，除魔司的高手们从车里依次跳下，静静立在小区中。听到敲门声，白蜥蜴叹了口气，十分自觉地上去开门，刚一扭开门把手，他就不管不顾地朝门外大喊：快跑！然而话音未落，他已经和蹲在家门口的2位除魔司警员面面相觑。哈！白九飞躺在沙发上皱了皱眉头，好烦，他是来抓白九颜的，又不是专门为白九颜一家解决麻烦的。一挥手，守在楼道的那几名警员顿时被狠狠砸向楼道的玻璃窗，随后从窗外坠落。小春小花，我们走。哎，不等二小姐了，照做就是顺便抓住那只小东西，给白九颜留个字条，说是想让他活便自己来找我。白蜥蜴又蒙圈了。哈！小春小花已经攻了过来，或者说根本没有攻，两人同时拎起他的领子，和拎小狗一样，把他拎到了空中，随后直接透过莫凡家的窗子飞到了屋外。坠下楼的那几名警员已经被楼下的防护措施接住了，除了被碎玻璃扎伤外，所幸没有什么损害。而白九飞只是一袭白衣，静静地漂浮在空中，看着脚下这群蝼蚁。他们所使用的一切设备，在他看来都分外可笑。如果时间不紧迫，白九飞大可以在这里大开杀戒，让人类好好看看他们100年来所研发出来的东西，在真正的实力面前到底有多不堪一击。可他懒得出手，懒得在这群蝼蚁身上浪费时间。一团白光骤然攻向楼下那些人群与车辆，一瞬间那些电子设备全部失灵，而高手也昏厥了几秒。在抬头时，天空中哪还有白九飞一行人的影子？此时，周可庆正坐在除魔司里，静静看着传来的录像。他的伤势还没有恢复，要想亲自出手去抓捕这几只妖魔，恐怕有些困难。而录像里，白九飞的面孔清清晰晰地被数据传送到了他面前。很显然，这并不是白九颜。这几只妖魔骤然在莫凡家出现，到底是为了什么？而莫凡此时又去了哪里？这一切疑问都暂时得不到答案。他唯一知道的是，李军案的最大嫌疑人恐怕出现了。而此时，莫凡与白九颜正看着电视屏幕，目瞪口呆。当屏幕上那抹白衣闪过时，白九颜骤然浑身一紧，冷汗簌簌直冒。怎么会？那个女人怎么会追到这里？惊惧之下，他甚至机不可闻地发起了抖。莫凡显然发现了白九颜的不对劲，他并未追问什么，只是静静握住了白九颜的手。感受到莫凡手心的温度，白九颜终于平静了下来，勉强回头朝莫凡笑了笑。白九颜压抑着哭腔对莫凡说道：老公，我们快点搬家吧，
这地方看样子是住不下去了。莫凡暗叹一声，心疼地抱住白九颜。好，我们尽快搬家，离开要必行的家。二人直接驱车去往了别墅区。白九颜昨晚忧思过度，今早又受此惊吓，由此一回到新家，便在卧室里沉沉地睡了过去。看着白九颜的睡颜，莫凡叹口气，帮他捻了捻背角。随后他突然想起了家里还有一个白蜥蜴，不管怎样，那孩子至少和自己住过一段时间，总不能就这样抛之不理了。可一时间让他留白九颜一个人在家里，他又有些放心不下。这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莫凡不耐地皱眉接起，对面立即传来了一声咆哮：莫凡，你上班才第几天？请假就算了，今天这是直接旷工吗？听得出来龙苍云这次恐怕气得不轻。莫凡懂得避其锋芒的道理，并未直接出言回答，而是侧面问道：云老今天看晨间新闻了吗？龙苍云疑惑地拧紧了眉头。哈，我问你为什么要旷工，你问我看不看新闻？你当我是白痴？莫凡实在害怕龙苍云这嗓门会隔着屏幕惊扰到白九颜，于是轻轻便起身，拿着电话去到阳台，随后小声安抚道：云老，情况很复杂，你不要着急嘛。你听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家里被妖魔光顾了，我和我老婆刚好外出，才免受一劫。龙苍云沉默了。现在我们二人在新家，我老婆现在在睡觉，我走不开，我家里还有个小孩，要不然你派兄弟去我家里一趟，把那个小孩给我接到我新家来，我感激不尽。龙苍云再次沉默了，半晌之后，他才压下怒气，开口回应道：你有妻有子的，事先按下不提。你是说守备森严的海兰市流窜进了几个妖魔，还刚好溜进了你家？你和你妻子还刚好外出，你还刚好没带你娃，为了旷工也不能这么编故事吧？可耻啊你！莫凡无奈了，真没骗你，不信自己看新闻，是电视台早上7点多那档。呵呵，行，骗我的话你等着。龙苍云怀着一种被戏耍的愤怒，在网站上飞速搜索，瞬间便点开了那一档新闻。渐渐的，他的嘴巴长得比鸡蛋还大。这都是什么鬼？关掉视频页面，龙苍云结巴着开口道：你现在在哪儿？莫凡靠在阳台上，叹着气报出了自己的地址，顺便也说了老吴的地址，让龙苍云尽快派人去接白蜥蜴。行，你等着。龙苍云惊魂未定地挂断了电话。妈的，招进这样一个惹事鬼，不知道是福是祸呀。一个电话打给了狂刀，他简单地把事情复述了一遍，然后把去莫凡老屋里接小孩的任务十分慷慨地派了出去。狂刀无语地挂断了电话，他一抬头就看见风尘睁着十分震惊的眼睛看着自己。我也要去。狂刀显然乐得有人陪自己遛弯接送孩子。行啊。话不多说，二人直接一路朝莫凡老屋的地址飞奔而去。不管怎么说，在他们看来那也是莫凡的孩子，他们身为关系较好的同事，怎么也要去帮一帮忙嘛。一路赶到了莫凡屋外，两人相当轻松的一脚踹开了门。可屋内空空荡荡，除了早上凌乱的打斗痕迹之外，简直毫无声息。两人对望一眼，同时感到大事不妙。风尘眼尖的发现茶几上放了一张纸条，他连忙走过去，抽起纸条一看，上面狂卷霸气的写着几个大字：若想这玩活命，自己来寻我。没有由来，没有落款，只有这样一句让人心惊的字眼。不好，像神的玩被人绑架了。他慌忙拿去给狂刀一看，两人心中同时咯噔一下，慌乱的拿起手机，风尘给莫凡打去了电话。大哥，不好了，你家孩子被人绑走了。那人留下了一张字条，要是想让孩子活命，要你自己去找他。这人到底谁啊？什么？莫凡听到这消息，下意识的回头往卧室一望，这孩子是白九颜带来的，若是让他知道了这个消息，不知道会作何心情。无论如何，那人必定是冲着他们夫妻二人而来，若是白蜥蜴因他们成了牺牲品，那莫凡是无论如何都过意不去的。辛苦二位兄弟了，这件事我自会处理，劳烦你们白跑一趟，实在是不好意思。风尘简直急得不行了，在他看来，拐卖小孩可是极其恶劣的大事件，他怎么能放任莫凡一个人去处理？大哥，你这话可就说得见外了，我们怎么可能对这件事置之不理？你告诉兄弟们，到底是谁那么坏，我们定当一起处理，救出你家孩子啊！从莫凡那里得不到任何情报，风尘气得一跺脚，然后转身对狂刀说道：兄弟，你在这里等着，我去他们新家把大哥揪回来，这事儿咱兄弟几个一起扛了，如何？狂刀想了想，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方法，便让风尘去了。风尘走了后，他百无聊赖地在莫凡家里闲逛。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小时，狂刀仍能感受到屋里似有若无的妖气，这妖气已经极其浅淡，无法激起妖刀的波动，但他就是能感受到。不光客厅里有，厨房里也有，甚至客房里也有。走进厨房，打开冰箱，一大块妖兽肉映入他的眼帘。嚯，这几乎立即印证了狂刀的猜测，看来当初神秘死亡的黑云魔虎的确是莫凡所杀，而莫凡自然也与李军之死脱不了干系。狂刀哈哈一笑，随即关上了冰箱门。他对查案和伸张正义都并不感兴趣，如此看看也不过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奇心罢了。而此时，风尘千里飞奔，已直接越过别墅区的保安大队，飞到了莫凡家门口。
他气喘吁吁地敲了敲门，没人理。他又后退几步，跳上了2楼，站在玻璃窗前和莫凡面面相觑。风尘狂喜着招手，向莫凡做着口型：“快放我进来！”莫凡打开阳台上的玻璃窗，万分无语地把风尘放了进来。他向风尘比了一个嘘，然后指了指里面。白九颜仍在床上睡得香甜。此时的白九颜正在梦里，在梦里，他回到了小时候花团锦簇、梦幻一般的童年。那时候，自己和姐姐只是2只刚出生的小狐狸，在族里人的宠爱下，齐双双被宠成了无法无天的掌上明珠。可一切的一切，都在他们的脊杆里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从妖族兴盛开始，狐妖一族每一代便会出现一只9尾妖狐，这样堪称奇迹的上苍恩赐，让妖族在妖族内蓬勃发展，收复了无数附庸。自己与姐姐乃是双胞胎，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在觉醒血脉的狐族神石上，她们2姐妹竟然一起散发出了属于9尾天狐的血脉神光。长老们很快发现，2姐妹的血脉神光同样残缺斑驳，缺少了一半。狐族之前未曾有过先例。那一瞬间，所有原本慈爱的双眼都冰冷了下来。他们都看出来了，这对双生子每人都拥有一半的9尾妖狐血脉，而这显然并不是他们满心期盼的新一任狐族天女。所谓解决办法，在极杆里结束的1个时辰内就被讨论敲定。兴盛了1000年的狐妖一族，希望最先降生的长女白九妃能够成为完整的9尾妖狐，所以他们准备在妹妹白九颜成年时，将已经成熟的一半9尾天狐血脉抽出，送入到长女白九妃体内，这样白九妃就能成为真正狐妖一族的王。尽管白九颜绝对会死，从那一天开始，白九颜原本幸福快乐的日子彻底陷入了黑暗。他开始遭受族内所有人的冷眼与嘲讽，大家都觉得是他抢走了原本都属于姐姐的血脉，并且总有一日他会用命还回来。一个雨夜，泪流满面的母亲紧紧地抱住他，告诉了白九颜一条可以逃往外界的通道。孩子，逃吧。但那时还年幼的白九颜显然无法做到轻松瞒过所有人的耳目。在通道外最后一片空地上，他被众多昔日的同胞长辈重伤，几乎苟延残喘地逃出了妖族属地，奄奄一息地躲到了人界。暴雨里，撑着伞放学回家的高中生莫凡救下了因受伤化作小白狐，浑身都是血迹与伤痕的他。那之后，他便开启了他的第2段人生，他的生命有了新的光与意义。莫凡，你在哪里？再救救我吧，我不想回去了。不由自主的，白九颜的眼角在睡梦中流下了2行清泪。老婆，九颜，是谁在耳边叫自己？白九颜在梦中皱了皱眉头。莫凡心疼极了。白九颜向来是个坚强的人，他与白九颜认识多年，白九颜哭的次数几乎屈指可数。到底梦到了什么，才会让他伤心到如此地步？在莫凡伸手帮白九颜擦眼泪时，风尘却一点都不失风趣，连蹦带跳的跑了进来。他大声嚷嚷道：“大哥，你怎么还没有担心你孩子啊？再不去救，你孩子怕是要凉了。”白九颜骤然睁大了双眼，他本就睡得浅，被风尘这样一闹，便彻底从梦境中惊醒，直直坐了起来。白九颜以杀人的目光看向风尘：“你是谁？在我家做什么？”他的语气冷若冰霜，第一次在莫凡面前展现出了他作为黑市女王大气冰冷的一面。风尘被吓懵了，莫凡则连忙打圆场道：“老婆没事，这是我公司的兄弟，我让他帮忙接蜥蜴来我们这里。”白九颜的态度这才软化下来，他软绵绵地靠在莫凡怀里，然后问道：“那蜥蜴呢？”莫凡与风尘对视一眼，2人同时噤声，不知该如何开口。握了握拳，莫凡深呼一口气说道：“去的时候蜥蜴已经被掳走了，那人留下了一张纸条，说是要想救蜥蜴就得我们自己去找他。”白九颜愣住了，一瞬间他红了眼眶，然后不住地用拳头砸着床：“一定是他，一定是那个女人，她怎么能这么卑鄙，用小孩子来威胁人，怎么能这样？”莫凡连忙抱住白九颜：“老婆，你冷静点，不是你的错，最近我招惹了一些仇家，你也知道的，李家迟早会对我们下手，也有可能是李家人做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救出蜥蜴。”白九颜不住地摇头：“是他，是他，一定是他。早上我在电视里看到他了，他是来抓我回去的。”莫凡心疼无比，直接把白九颜抱进了怀里，不住地拍哄着。而站在一旁目睹了所有对话的风尘，简直一头雾水，颇有些摸不到脑袋。这2夫妻驴唇不对马嘴的，到底在说什么啊？哄完白九颜，莫凡回头对风尘问道：“你在我家可有发现什么别的线索，能够证明绑架者的身份？”风尘摇了摇头，然后对莫凡说道：“我不知道啊，但狂刀一直在家里等你们呢，说不定他会发现什么。”一通电话打给了狂刀，莫凡问道：“你可发现了些什么？”狂刀摇了摇头，感受到了一些细微的妖气，其余没什么发现。我感觉那妖气的源头至少有3个妖怪，2股气味芬芳，怀疑是植物类妖魔，一股潮湿泥泞，怀疑是某种冷血类妖魔。莫凡问白九颜还需不需要回屋再查看。白九颜摇了摇头。风尘立马对电话那头说：“那你也过来吧，大哥家里可大了，多好的公费摸鱼机会。”莫凡闻言心中不由咯噔一下，他是知道
狂刀对妖气的敏感程度的。若是狂刀前来发现了白九岩的特殊身份，那他可如何是好？一把抢过电话，莫凡连忙对电话那头说：“不用了，狂刀，我马上和风尘回公司，你也回吧，我们在公司会合。”行吧。狂刀点了点头，随后利落地挂断了电话。风尘长大，嘴巴惊讶地低头，他看着自己空空荡荡的双手，不知道莫凡为什么要抢自己的电话。反应过来之后，风尘简直十分委屈：“大哥，我还以为我们3个能在你家玩一会儿呢，嫂子才醒，我们没必要这么快回公司吧？”莫凡一巴掌扇到风尘后脑勺，示意他闭嘴。白九岩扑哧一声笑出声来，直到这时才仔细看了看风尘，随后对莫凡问道：“老公，这是你的新同事吗？我们结婚的时候好像没看见他。”莫凡轻咳一声，遮掩道：“是新来的，这次刚好介绍你们认识一下。”风尘又是一阵目瞪口呆：“啊，谁是新来的？”莫凡直接紧紧捂住了风尘的嘴，然后朝着白九岩淡淡点头。白九岩捂着嘴一笑，然后抱着被子坐起来了一点。“好了，你们别闹了，快去上班吧。”莫凡确认白九岩没事之后，便和风尘一起出门回到了公司。而白九岩在莫凡离开后，也掀开被子站了起来。一阵粉光闪过，屋内顿时空无一人。老房子楼下，零星的几个除魔司警官仍在持枪巡逻。这次出现的妖魔极为厉害，竟然可以完美隐蔽妖气，上头让他们一定注意来往的可疑人员，所以他们便索性在小区里驻守了起来。白九岩在窗边遥遥往下一望，便转身缩回了屋内。这老房子肯定是不能再回来了，但彻底搬离之前，他一定要来这里找找那女人留下的线索。狂刀临走时将那纸条放回了原处，所以白九岩此时正坐在沙发上，面色凝重地拿着这张纸条看着。白九飞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女人让自己去寻她，却不说清楚地点，那自己要到何处去寻？白希逸是一个刚刚失去了爹娘的可怜孩子，要是因为自己再让他受到什么牵连，那自己是万分过意不去的。刹那间，一个令人惊骇的猜测涌进了白九岩的脑海：那个女人不会是让自己回妖族吧？这怎么可能？谁不知道自己回妖族就是一个死，下场绝对是被白九飞的支持者扒皮抽血，死无葬身之地。而白希逸更是同样被蜥蜴族追杀，若白九飞将消息透露出去，白希逸恐怕也是小命难保。不行，自己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紧紧捏紧纸条，白九岩的眸中闪过一丝坚定的厉光，粉光再次一闪，老房子中除了轻轻飘扬的窗帘之外，又再无动静。黑市上，白九岩冷冷地看着黑市中央大屏幕上以红字绿字滚动的各项任务。半晌之后，他转身走进中控室，里面的人一看到白九岩，便震惊地跪倒了下来，边磕边尊敬地说道：“不知老板大驾光临，所谓何事？”白九岩冷冷说道：“我要你最高权限发布一条置顶任务，谁能前往狐族救出一名黑发绿瞳的蜥蜴族少年，赏金1亿5千万。”此言一出，在座众人皆为震惊。什么？他们在黑市工作多年，消息极为灵通，大多都清楚现在各妖族的势力分布。老板要对狐族出手，那是在妖族中都称得上势力滔天的族群，多少年来从没有猎人敢把手伸进狐族腹地。而在黑市活动的猎人们，多是被吊销猎人证，甚至是因犯法被国家追捕的穷凶恶极之徒。他们最主要的是资金来源是游历各大山野，在取得确切的势单力薄的妖魔情报之后，他们贩卖情报给黑市，再由黑市倒卖给各大俱乐部，而不是自己出马。老板此番动用如此大的手笔在黑市悬赏，有没有人敢接暂且不论，就算接了，能完成的几率几乎也是0啊。白九岩见地下这些员工迟迟不答，便冷冷地问道：“怎么？难道你们有异议？”员工们哪里敢忤逆老板的意思，在压下内心的震惊之后，连忙爬回了椅子上，以飞速之势在电脑上操作了起来。下一秒，场外沸腾了，原本密密麻麻进行着各种暗中买卖的人都震惊地抬头向上望去。只见黑市最中心的大屏上，一行金色的字力压那些滚动的任务，直接空降置顶在了任务榜首，那代表着黑市的最高权限，甚至有可能是黑市幕后之人所发布的任务。可最令他们震惊的，还不是这任务的颜色与级别，而是这任务令人头皮发麻的内容：前往狐族救一个妖魔。狐族方圆千里之内没有一座人类城市，先不提能不能救人，他们要穿过千里荒山野岭的妖魔之域进入狐族，本就是一件天方夜谭之事。不管是军火商，还是情报贩子，还是游击猎人，此刻都目瞪口呆了起来。1亿5千万，多么令人心动的数字！可短暂的喧哗与长久的寂静之后，所有人都选择了放弃。距离任务发布已经过去了20分钟，没有人有勇气登录黑市暗网接下那个任务。黑市里从来不缺少亡命之徒，但生存与利益的博弈是他们心里最为重要的标尺。如果生的几率几乎为0，那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硬着头皮接下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此时，这个无人敢接的任务已经通过黑市传递给了各大俱乐部。回到公司的莫凡正挨完龙苍云的骂，他叹着气回到训练室，训练室里的人却不知为何激动的和疯了一样，不住的对莫凡招着手：“大哥，快过来看！”莫凡不明所以的走了过去，
不知道这些人又怎么了。训练室里，风尘一把跳上来，搂住莫凡的脖子，恨不得把手机塞到莫凡的眼睛里。莫凡被他烦得要死，直接一把把他推开，然后夺过了他的手机。下一秒，莫凡震惊了，这个描述说的明显就是白蜥蜴嘛！干，他甚至不用猜就知道发布这条任务的是谁了。自己亲爱的老婆到底还有多少马甲啊？在莫凡震惊的同时，风尘对这条任务却是完全批判的嘲讽态度。大哥，你说这人搞不搞笑？1亿5千万就让人去送死，这合理吗？莫凡见不得有人这样说白酒言，虽然知道风尘也只是无心之言，去妖族救个人而已，怎么就是送死？能不能有点志气？莫凡皱眉说道。风尘没理解莫凡的意思，还以为他只是单纯的不懂而已，便语重心长的科普道：大哥，你刚来肯定是不懂，我就给你讲讲吧。那狐族连除魔司恐怕都不敢轻易去碰，我们这些小小猎人看到这个任务，恐怕也只能望洋兴叹啊。莫凡看了看那条任务，这狐族有那么厉害吗？仅仅一个救人任务就把你胆都吓破了。风尘嗨了一声，经过我们人类多年的努力，各种无人航拍机在大陆飞呀飞，各种先辈不要命的身先士卒，终于摸清楚了现在妖族较大的几个势力，其中狐族就是首屈一指的妖魔中大族群。叹了口气，他背着手摇头晃脑道：狐族方圆千里之内甚至没有一座人类城市，那地方地势平坦，水草丰沃，可是几百年来硬生生就荒着，除妖建城想都不要想，狐族见一个人类杀一个。你现在明白了吧？狐族不是什么人轻易能进的。正当旁边惊呼一片时，莫凡静静站在一旁，眸色变幻万千，又低头看了看手机屏幕，他突然开口向风尘问道：距离狩猎大赛还有多久举行？风尘漫不经心地回答道：还有几天吧。怎么了？莫凡皱了皱眉，又问道：那参加完第一轮，第二轮什么时候开始？风尘挠了挠下巴：参加完第一轮要统计胜负啊，开会选址啊，估计又得2周吧。莫凡握了握手机：那等第一轮大会赛事结束，我想接下这个任务。好啊，那你就接。什么？你说什么？风尘震惊了，他边跳脚边对莫凡说：大哥，你刚才是不是没听清我说什么？你要去狐族救一个妖魔。不提狐族，狐族的方圆千里可不是空的，密密麻麻的全是仰仗狐族庇佑的妖魔巢穴啊！你是疯了？莫凡将手机甩给风尘，神色坚定：无论如何，我已经决定了，到时候参加完第一轮，如果这个任务依旧没有人接手，我就去狐族试一试。风尘不可思议的往后退了2步：大哥，如果你缺钱，我可以忍痛借你一点。怎么，你是还不起房贷了？我就说，刚创业的年轻人不要买那么贵的房，你就买。你看，这下好了，得玩命还房贷了。说到最后，风尘自己都相信了自己为莫凡编撰的理由。他坐在地上不住的假哭捶腿：我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大哥，这下好了，1轮游之后就要去送死了，这可如何是好啊？谁来管他啊？狂刀双手插胸，若有所思的朝莫凡走了出来，向莫凡比了个的眼色。两人抛弃了坐在地上丢人的风尘，独自来到了一处没人的小角落。狂刀开门见山：那任务是你发布的，你和黑市有何关系？莫凡挑了挑眉：何以见得？狂刀轻轻一笑：不是你的话，便是你妻子，如此多的巧合，时间线如此严丝合缝，你家小孩刚被抓，黑市就冒出来这样一条任务，我又不是傻子。莫凡耸了耸肩：随便你怎么想，总之我是要去的。怎么，你去不去？狂刀背上的刀肉眼可见晃了起来，他舔了舔唇，勾唇笑道：我的刀很久没有见妖血了，也是想念的很呀。狐族方圆千里全是妖魔巢穴，想必这次他可以大饱口福了。莫凡听见这话，心里已经有了数。那谢了，路上有个伴，总比一个人好。刚说完，风尘又一溜烟的凑了过来：你们2个又背着我悄悄说什么呢？不许瞒着我，有话就说。狂刀大大伸了一个懒腰：爷爷，我也想去狐族看看狐狸精啊，你去吗？风尘已经石化了：你们2个疯了彻底。狂刀闻言一把拦住莫凡的肩，两人向别处走去。这事不能带胆小鬼玩，要不然准坏事儿，他不来正好。风尘愤怒了，这死狂刀内涵谁呢？他犹以急速闪现到狂刀和莫凡的面前，一脸悲愤地说道：谁胆小，谁坏事儿？告诉你们，小爷我还就去定了。死在探索狐族奥秘的路上，何尝不是美事一桩？除魔司都会做海报纪念咱们的呀。狂刀与莫凡对视一眼，同时莞尔一笑。午饭时间，3人在公司食堂吃饭。冰凌从他们3人身旁走过的时候，被风尘一把拉下：冰小姐有没有兴趣和咱们哥3个一起出发？冰凌皱了皱眉：干什么去？风尘神神秘秘地看了看两边，然后对冰凌悄悄地说：接那个从黑市流出来的任务，去狐族救小孩。冰凌白了他一眼：神经啊！这风尘不由尴尬地抬头看了一眼2位大哥，可莫凡与狂刀一致的低头扒饭，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静静等着看风尘好戏的样子。小姐姐，你真不去啊？
我们都去哎。风尘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说道。冰凌淡淡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正当风尘尴尬的后悔万分，心中暗道早知道就不对冰凌抛出这根橄榄枝时，冰凌放下碗，又淡淡的说道：“可以去啊。”三个男人闻言顿时愣住了。冰凌见状挑了挑眉，冷冷道：“怎么不能去？”风尘连忙如梦方醒般摇了摇头，夸张吹嘘道：“能，当然呢，我们刚才不是被您的巾帼不让须眉给震撼住了吗？”冰凌最讨厌他满嘴花里胡哨，又是一个白眼，低下头默默吃饭了。看着身边的几人，莫凡此时颇有些感慨，他没想到自己这番突发奇想竟为他带来了几个好帮手，此番去往狐族必定凶多吉少，有一些人帮衬总是好的。时间很快便如流水般逝去，这几天除了除魔司例行调查，叫他们夫妻二人去谈话做笔录之外，日子倒是十分波澜不惊。很快市里便热闹了起来，3年一度的狩猎大会又要开始了。莫凡在龙苍云的千叮咛万嘱咐下，早早来到了公司总部集合。上班的路上，他明显感觉到了除魔司警力的增强与民众们激动的心情。路上张灯结彩，标语林立，看着就如同过节一般。来到大厅，风尘冰凌早早便在哪里等他。见到莫凡，风尘颇为自豪地抱了上去：“大哥，怎么样？这赛事一看就规模不小吧？”莫凡点了点头，他往旁边环顾了一下，然后问道：“怎么就我们3个？狂刀和小翟呢？云老也没来？这就有些奇怪了。按理来说，龙苍云应该比谁都积极才是。”风尘向后指了指：“诺，这不就来了？”莫凡向后看去，龙苍云果然带着那个戴着眼镜的宅男小翟出现了。他们2人神秘一笑，然后对等待在大厅的4人说道：“走吧，坐车去比赛会场外。”6人坐上了俱乐部配发的豪华山地车，一路浩浩荡荡的去往了海蓝市城外的郊区。葫芦山在一处比较偏僻的荒野，路上由于年久失修颇为颠簸，山地车就在这样已经完全恢复了生态自然的山地中驰骋着。很快他们便来到了葫芦山脚下，此处比起荒无人烟的往日更显得格外热闹。另一家俱乐部已经早早来此候场，在场外不住地做着一些热身动作。他们据说是海蓝市里实力最弱的一家俱乐部，不过可能是此时知道自己胜算不大，这家俱乐部便一口气拿出了自己所有尖子生，一时间各种功法层出不穷，场面也是显得流光溢彩，颇为绚烂。在葫芦山入场门口，赫然有几张桌子拼成的裁判桌，几个浑身身着国家运动服，看起来至少有旋级巅峰实力的裁判，正懒洋洋地坐在桌子上写写画画，迎接这一场在他们看来极为无聊的竞赛。除此之外，便是零星的几个记者正架着摄像头不住地拍着什么。龙苍云哼笑一声，打开车门，一马当先跳下了车。他满脸堆笑地向裁判桌走去。顿时裁判桌里的一位裁判也眼睛一亮，站了起来，与龙苍云打了个招呼，互相笑着握手。那名裁判寒暄道：“云老，这种低级的赛事怎么用得着您老亲自出马？真是折杀我们了。”龙苍云嗨了一声，摇头叹气道：“不来不行啊，去年被李家杀了个片甲不留，着实没有面子。今年要是再不来亲自督察，若是再丢一城，我们轩辕俱乐部真的是关门算了。”对面裁判哈哈一笑：“谁不知道是去年轩辕俱乐部运气不好，按实力你们怎么着也能进我们市级前3啊？哎，不说了，我们的入场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您看您组织您的部员们干点什么？”龙苍云回身一招手：“小的们都一个个猫在车上干什么？还不快下来！没看对面的兄弟们都热火朝天的干起来了吗？”冰凌睁开原本闭着的双眸，把耳朵上的耳机利落的一扔，随后利落的跳下了车。风尘看着对面叹了一声，想想还是怪心疼的，摆出这些价值来有什么用呢？还不是跟我们去年一样一轮游。莫凡与狂刀破绝好笑的对视一眼，然后一边架一个胳膊，把风尘滋哇乱叫的架出了车里，在葫芦山外的空地上组好了队。他们都能明显感觉到身边的妖气浓厚，可从他们来到这里再到下车，愣是没有一个妖魔敢前来冒犯，想必这也有裁判组人员先行在这里进行了清场的缘故。而妖物都是有脑子的，大概知道什么人不能惹。在这浓浓妖气的刺激下，狂刀手中的那把钢刀甚至都不住的在手中直颤，嗡鸣作响了起来。此地乃是海南市完全荒芜的郊区，在无人管控与猎杀的情况下，里面的妖物数量可想而知。而他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取下他们目标族群蝙蝠族族长的首级。依葫芦画瓢的在场外展示了一会儿自己的功法。很快入场的时间便到了，2队人马例行进行了入场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友好会面。往后的赛程他们是100%遇不到彼此了。裁判们一声令下，顿时原本等候在场外的10名参赛选手都在几秒间消失不见。这是俱乐部们几年下来之后潜意识里约定俗成的开场方式，必须跑得快，谁跑得慢谁可就丢脸了。毕竟这是一场以速度决胜的比赛嘛。一入场，星源俱乐部5人就跑了个够呛。小翟乃是旋级中阶，实力与这些大佬们着实有些差距，可龙苍云选他并非只是随手之举。越过无数杂草乱树，跑了一段路程之后，
小翟气喘吁吁地按了一下他的眼镜。在人类势力崛起的几百年间，除了功法的飞速拓展，人类的科技也在不断的进步。而小翟显然就是明面上轩辕俱乐部里学历最高的那一类人。今天他们要捕猎的蝙蝠族，乃是听声辨位、预察先机的高手。精通科技的小翟显然能够派上大用场。只见在按动了那一个按钮之后，小翟的眼镜上开始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蓝色光点。仔细看，那些光点竟然是一串串数据，无数具象化的信息流出现在小翟眼前。那独特属于蝙蝠的回音系统便轻而易举地被小翟的电波系统捕获到了。抬手向11点方向一指，小翟坚定地说道：“往那边走。”其实进入场地之后，寻找妖族首领的位置本就是俱乐部所要面临的较大的一门功课。大多数俱乐部的败北就是因为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众人点了点头，遵循着小翟的指示，一路往11点方向飞奔而去。终于他们来到了山脚下的背阴处，抬头一看，上方无数隐藏在山体里的洞穴看起来分外阴森。由于他们这一路行进极快，因此倒没有被什么妖物骚扰，只是这山里妖气过重，使得狂刀不由得有些狂躁起来。我们再快点行不行？狂刀有些不耐烦地说道。风尘白了他一眼，这么着急干什么？没见那个什么欢乐俱乐部的人被我们甩在老后面吗？狂刀手里的刀嗡鸣不止，他皱眉道：“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时身后一队风声踏踏响起，一个身宽体盘的胖子驾驶着一匹黑马奔袭而来。来人正是之前在场外张扬了好一会儿的另一家俱乐部队长。操！风尘震惊地回头望去，你们怎么可能追得上来？那胖子挥动马鞭，仰头嚣张一笑：“怎么，真当我们欢乐俱乐部像传闻中一样是你们的垫脚石吗？我告诉你，我这匹汗血黑马乃是被驯化后依然保持纯正血统的优良妖族，尤其以速度见长，追上你们不是分分钟的事吗？我还要感谢你们为我们开路啊！”话说到此时，狂刀的眸中已经俨然闪过红光，他手中的钢刀已经以飞速在手中颠颤了起来，刀鞘上的刀环甚至都发出了一阵嘈杂凌厉的碰撞之声。莫凡听到这个声音，第一时间便为眼前这个胖子捏了一把汗。好死不死，在狂刀面前和妖魔为伍，这不是上赶着找死吗？果然，轩辕俱乐部其余4人齐刷刷的后退了一步，而狂刀十分配合的大吼一声，举着钢刀便向那胖子冲去。胖子本来还保持着满脸嚣张的笑容，但很快他便被莫名其妙攻来的狂刀吓得没了魂儿。卧槽，你发什么疯啊？不知道国家严禁俱乐部在比赛期间互相厮杀吗？哎呀呀，你别过来啊！狂刀露出了嗜血的一笑，他双眸血红，代表他此时已经几乎失去了神智，而手中的狂刀以疾风之势向着那胖子胯下的黑马斩去。黑马见状，顿时被钢刀里的龙吟虎啸之声吓得流下了马尿。在生与死一瞬间，他浑身黑光一闪，竟凭空从肋间长出了双翅，带着胖子飞到了天上。胖子惊魂未定，不由拍了拍胸脯。而此时欢乐俱乐部的其他4人也冲了上前来。无独有偶，他们胯下也是和胖子同一品种的黑马，只不过看着便没有那胖子胯下的黑马来的厉害。莫凡见状，直接在心里默默为这一俱乐部的人祈祷了起来，根本不需要他们出手，狂刀一个人怕是都能把这5个人的坐骑给干翻了。至于会不会只伤坐骑不伤人，那还是需要另说的事。而此时逃到了天空的胖子自以为安全，便哈哈大笑了起来，吓老子一跳，叫你这个神经病不分青红皂白的斩我！我告诉你，等我出去了，一定要跟组委会好好告你一状，让你立马被组委会除名，3年内都别想再拿到猎人证。而此时的狂刀在妖气的刺激下，哪里还能听得进去胖子口中的话？他手中的钢刀震动得愈发明显，随后狂刀眯起双眼，举起钢刀狠狠从天空往下一劈。顿时树林中光芒大作，鸟兽四窜，一道堪称玄幻的刀光剑影从那钢刀中迸发而出，直直地斩到了天空中的黑马身上。天空中洒下一道血雨，黑马居然毫无反抗之力，竟活生生被斩成了2半，然后重重地摔倒在草木之中。而胖子也从高空直直摔到了地上，疼得哎呦一声。随后狂刀面无表情地擦了擦脸上的血，随即狂热地转头看向欢乐俱乐部的另外4人。这4人惊呆了，队长张乐乐以及他胯下的黑马本就是欢乐俱乐部最好的资源，可仅仅一瞬间，眼前这个疯狂的像野人一样的男人竟狠狠地摧毁了他们。下意识的恐惧间，他们已催动胯下的妖兽往回跑，可狂刀毫不留情地直冲过去。1分钟之后，地上卧倒的只有4具黑马的尸体以及摔在地上瑟瑟发抖的俱乐部成员。为了避免局面越发不可收拾，莫凡叹了口气冲上前去，然后把狂刀拉了回来。揪着狂躁的狂刀，他转头问其他3人，以前你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怎么办的？冰凌此时轻咳一声站了出来，他随意挥动双手，顿时空气中出现了无数冰碴子，用力一挥，那些冰碴子便劈头盖脸的往狂刀脸上砸去。狂刀一时不察，竟被那些冰碴子砸晕在地。冰凌耸了耸肩，就让他晕过去，醒来的时候就好了。
莫凡的额头不由得闪过了几缕黑线。所幸狂刀身体素质过硬，被砸晕后1分钟，竟又摇了摇头，从地上爬了起来。看着眼前5匹马尸和5个瑟瑟发抖的陌生人，狂刀狠狠地抹了一把脸上那腥臭的马血，随后挠了挠头，怎么回事啊？莫凡无语地摇了摇头，然后揪着狂刀向山林里走去。这下根本不用考虑欢乐俱乐部的人了，他们连坐骑都没有，而且已经被狂刀吓破了胆，想必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和他们争辩蝙蝠族首领的蝙蝠头了。而此时，张乐乐调整好心态之后，竟又带着队员锲而不舍地冲了上来。丢掉2个的马尸后，他用奔袭的速度带领队伍冲到了轩辕俱乐部队伍的旁边。啊，一时不察，损失了几匹坐骑罢了，别以为我们真的是吃素的。张乐乐咬牙切齿，用胖子特有的声线挑衅道。莫凡冷笑一声，有你们俱乐部在山脚下搔首弄姿展示风采的时间，我们蝙蝠肉都吃到了，你们怕不是蝙蝠族间谍，故意来拖延我们时间的吧？你……张乐乐闻言暗暗咬了咬后槽牙，他捏捏拳头忍了下来。啊，就知道逞口舌之力，一会儿交锋，看你还怎么嘴硬。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队伍，极有自信地冷笑了一声。队伍里，一个浑身黑衣面蒙黑布的人静静矗立在后方。莫凡眯了眯眼，显然也发现了欢乐俱乐部中这一个看起来就颇为另类的人。怪不得当时场外只有4个人在不停地摆弄，原来迟迟未现身的人竟就是他。莫凡的心脏快速地跳了一下，不为别的，只因为这人的装束与那晚在夜市里刺杀他的黑衣人过于相似。难不成这是这家小俱乐部里的杀手组织？不太可能，如果他们拥有这样的实力，怎么会是海南市里实力最弱的俱乐部呢？除非是这个组织的人已经渗透进了各大俱乐部里。张乐乐看莫凡好一会儿没说话，直直盯着自己身后的队员，他不由自信地冷笑了一声。怎么，怕了吧？我告诉你，这可是我们新招揽的队员，乃是地级中阶的实力，劝你们不要轻易惹他，我们的胜负还难说呢。和莫凡神色阴冷，头也不回，便带着轩辕俱乐部的人马上了山。张乐乐看着莫凡走了，面色瞬间便阴沉了下来。那名黑衣人此时上前拍了拍张乐乐的肩膀，队长，不必纠结于这些小事，等到我们俱乐部赢了这一战，拿下葫芦山，还怕没办法打轩辕俱乐部的脸吗？张乐乐黑着脸点了点头，然后也带领人马上了山。这时葫芦山下隐秘处，一整队黑衣人随后赶了上来，为首那名黑衣人悠然落地，也停在了山脚处。6个全身黑袍的男人并肩跟在一旁。族长，一切都准备好了，彻底毁灭轩辕俱乐部就看今天的了。为首的黑衣人桀桀地笑了笑，上一届实在太可惜了，第1轮就碰上了轩辕俱乐部，我们为了减少组委会的怀疑，只能放弃精英灭绝计划，否则他们的种子选手哪里有命活到今年？黑衣人们对望一眼，眸中凶光俱盛，一起疯狂地仰天长啸了起来。随后他们又化作一道黑烟消失不见了。葫芦山中，轩辕俱乐部的人陆续来到山腰平原处，莫凡与风尘最先上山，狂刀紧随其后，冰灵与小翟倒是慢了一点。风尘恨铁不成钢地说道：“2位大小姐大少爷，你们没看到刚才那个废物俱乐部怎么挑衅我们的吧？我们难道还不争口气跑快点吗？”冰灵淡淡摇了摇头：“无妨，此地地势陡峭险峻，没有足够功力支撑的人，恐怕会上得很慢。”狂刀双手一抱，还在一旁打趣道：“冰小姐，你这是变相说自己功力不足吗？放心，你是女流之辈，我们不会看不起你的。这样，我带着你，像神兄弟带着小翟，咱今天一手抱一个，完成任务算了。”莫凡和冰灵顿时呆住了，半晌，他们才反应过来，这魂不吝的话是啥意思？冰灵咬牙捏拳，恨不得再来一阵冰渣子把狂刀砸晕。小翟闻言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用力捏了捏拳，深呼吸道：“放心，我们不会拖累你们的，我们一定尽力赶路。”冰灵听到这话，更是气得头顶冒烟，他咬牙道：“别代表我说话，我可不是拖累他们，跑那么快干什么？你们摸得清那蝙蝠族族长在哪个位置的山洞？最后还不是要靠小翟吗？”此言一出，面前3人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确实啊，那小翟你快告诉我们，那边蝙蝠族族长的洞穴在何处吧？小翟闻言立马快速地按下了按钮，然后抬头往那些山洞处看去，眼睛里的蓝光一闪一闪，无数蝙蝠的声纳线就那样呈现在了小翟的面前。而这声纳线之中自然也有强弱之分，小翟仔细地在其中寻找最粗的一根，终于他理清了那根声纳线的方向，抬手数了数，小翟激动地说道：“在山顶处最高的那个洞穴里，最粗的声纳线正是由那里发出。”莫凡抬头看了看，眸中金光闪了闪，然后点了点头：“没错，那里的妖气也最为浓郁纯正，想必就是那里了。”转头看了看狂刀，莫凡问道：“这种程度，你没事吧？”狂刀耸了耸肩：“一般都是看到妖兽本体或者妖兽身上的某个部位才会那样，仅仅是妖气的话，只是会非常敏感而已，你放心好了。”莫凡点了点头，几人一起向山顶上走去。无形之中，他好像已经成了这支队伍的队长似的，尽管他们并没有定下什么队长的职务。葫芦山里这一支蝙蝠族也并不是多么势力深厚的大妖族，因此
无数在山洞里的蝙蝠妖魔们其实都察觉到了有陌生人类袭来的信息，但是由于5个人汇成的那股气息太过强大，他们根本不敢出动，只能窝在里面瑟瑟发抖。一行5人就那样直直往山顶上走去。他们面对的最大困难好像也只是山路的崎岖，这种程度的妖魔对于他们来说的确不值得花费太多力气。快到山顶时，终于有异状袭来，他们身后几只张牙咧嘴的巨型蝙蝠朝他们俯冲而来。这些蝙蝠由于身形巨大，主体看起来便更像一只长毛老鼠，而翅膀也黏黏腻腻的油光锃亮，看起来实在让人不适。冰凌实在看不得这么恶心的东西，他恶寒地皱了皱眉，抬起手指随口念了个诀，空中顿时降下几根大冰锥，以急速向这些巨型蝙蝠的身体上插去。顿时那些蝙蝠便失去了飞翔能力，在空中喷出一道血线后直直摔倒在地。不过是一些旋即出阶的妖怪，实在是上不得台面。黄刀欢呼了一声，关键时刻妹子终于露了一手啊！冰凌白了他一眼，随即继续向山顶上赶去。见没有妖兽再敢来犯，大家调整了一下呼吸，又艰难地往山上爬去。越往山腰往上走，周围的景色与生物与稀少与怪异，满山黑压压的不知名树枝与一些嵌在山体里的阴森洞穴。莫凡倒是仔细四处张望，想要看还有没有妖兽的影子，然而此地除了地势陡峭环境阴森外，倒是一无所获。其实若是能再杀几只妖兽，此行倒是一点不亏。组委会是不禁止他们把战利品带出山林的，倒是他们俱乐部把这些战利品往上一卖，什么妖丹、包皮、抽骨，样样都有用处，他们几个岂不是又能大赚一笔了？可莫凡越爬越皱眉，除了刚刚朝他们袭击的巨型蝙蝠之外，这地儿别说妖兽了，连动物都没几只。莫凡无聊地叹了口气，深感这趟是挣不到什么钱了。此时欢乐俱乐部一行人和轩辕俱乐部一行人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该死，没人告诉他们这山上竟然没有动物啊！本来一轮游的几率都颇大，要是连钱都挣不到，这一趟真的白来了。而走在队伍后方的黑衣人此时冷冷地露出了一个阴笑。此时欢乐俱乐部与轩辕俱乐部之间的距离越差越大，他们已经被远远甩在了轩辕俱乐部的后方，每爬一步山都要累得停好久。张乐乐挥了挥自己的胖手，然后喘着粗气，一屁股坐在了山地上，摇头抱怨道：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教练居然还说这是海兰市周边比较好的竞赛场地了，这么陡的山是想累死我们吗？那黑衣人左右看了看，然后闷着嗓子对张乐乐说：队长，我们不追他们了吗？张乐乐累得要死，扯了扯领口，喘着粗气道：坐骑都死光了，光凭我们怎么可能追得上轩辕俱乐部的精英？哎，看来逆风翻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只靠你想必也是没什么用。说到后来，张乐乐已经不屑地冷哼了一声。这黑衣人一来便挤走了他俱乐部里修为最高的位置，让他心里着实有点不爽。此刻见黑衣人起不了什么作用，便不由得冷嘲热讽了起来。黑衣人心中阴阴一笑，他伸出舌头，猥琐而又恐怖地舔了舔嘴角，然后一步一步地走向张乐乐。我是没有什么用，所以才被分到了你们这里啊。黑衣人阴森地说道。张乐乐疑惑地皱了皱眉头，然后抬头看向黑衣人。啊，什么意思啊？黑衣人不再多言，他猛然蹲下，用力掰过张乐乐的脖颈，咔嚓一声，众人明显地听到那脊柱断裂之声。直到死透，张乐乐面上还是那样一副疑惑不解的神情。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已经有欢乐俱乐部的选手的裤子湿润了起来，他们浑身抖如筛糠，想要逃，却被一阵不明冒出的鬼火阻拦，稍微挪动一步便有可能被烧成一片灰烬，跑不得躲不得，他们只能牢牢地抱成一团，祈求一切生机。黑衣人面部的黑布被他扯下，那骷髅似的皮肉枯瘦的脸颊上由嘴角开始勾起了一个诡异的弧度，下一秒他瞬间张大嘴巴，露出了那吸血鬼似的獠牙，猛然低头，他一口咬在了张乐乐的脖颈之上，瞬间张乐乐的皮肤便变得苍白无比，血色尽失，随后他的皮肤像枯萎了一般莫名的干瘪了下去。待到黑衣人挪开嘴之时，原本肥胖的张乐乐已形如一具干尸，旁边已然有人吓得晕了过去。他们拼命尖叫，然而叫声被那一阵烈火灼烧的声音包裹得严严实实，山林之中只能听见呼啸的风声。黑衣人极为舒爽地扭了扭脖子，这几天他真是受够了，被组织分配到这个鸟不拉屎的俱乐部，成天要受着这傻逼队长的阴阳怪气，终于今天他可以痛快地执行他的任务了。疯狂地张开双臂，他感到自己的功力又精进了一层，这才是他们组织里真正高级只传上层的密宗功法。好，太好！他桀桀笑着望向旁边四只抖成筛糠的小鸡仔。吸食了旋极巅峰之后，再看这些玄黄两境的弱鸡，他的确有些提不起兴趣来。不过既然上了山，那任务便一定要完成，再加上没有人会嫌弃自己吃得多嘛。他猛然伸出一只利爪，那利爪上的指甲竟无限延长，缓缓伸展到了其他四人面前。俱乐部的成员们极为怕死，他们已然涕泪横流，不住地摇着头哀求道：不要杀我，你要什么我们都可以给你，不要杀我。显然他不能够理解，自己只是按照俱乐部的指示前来参加一个一轮游的比赛而已，
为什么要遭遇这样的杀身之祸？黑衣人嘿嘿一笑，下一秒，那指甲噗的一下，同时刺穿了5个人的喉咙，鲜血通过指甲源源不断地输送进了黑衣人的体内。黑衣人满足地喟叹一声，爽！他张狂地大笑起来，肉眼可见的，随着不断的吸血，他的皮肤开始变得充盈起来。黑衣人无聊地收回了手，那5个年轻人均已成了张乐乐一样的干尸，而他自己那原本苍老如骷髅的面孔，终于回归了一点正常人的模样。往前走了几步，想着刚才与他打了一照面的5位年轻人，黑衣人打了个饱嗝，他躺倒在山道之上，肆无忌惮地低低笑了出来。此时，葫芦山的上空天气已然变了。之前由于冰灵召唤了一大坨冰锥前来杀蝙蝠，莫凡又适当的引了几次雷，协助了一下冰灵，山上本就阴了一些。刚才又刮起了一阵无名的腥风，两相作用之下，山体上空竟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来。雨越飘越多，云越来越黑，眼看着这山上便要下起一场暴雨。莫凡一行人此时已走到山路最陡峭的部分，雨路湿滑，加上崎岖的山道更为难行。风尘手拿着一长条从树上扒拉下来的黑色粗枝，无奈地对着莫凡抱怨道：大哥，看这架势，雨恐怕要越来越大了。云老还说让我们打破记录呢，瞅这架势，我们这辈子怕是没有打破记录的命了。莫凡周身真气涌动，雨水倒无法近身，不过那经过雨水打湿更显险峻的山路倒是让他皱了皱眉。你们走路都放稳点，这旁边又没有屏障，脚下一没打滑，指不定就掉下去了，下面可是光秃秃的万丈荒山。4人闻言均是更为小心，如果能飞上去就好了，何须如此辛苦？风尘感叹道。莫凡闻言笑道，我们此举不过是为了不打草惊蛇而已，要是想飞上去当然可以，只怕上去之后那蝙蝠族族长跑得连影子都没有了。风尘拿黑色粗枝撑着地面，沮丧地叹了口气。刚才上山赶路的这段时间，他们又捕获了不少妖兽，算是有了一些收获。不过奇怪的是，这一路上他们都未曾看见欢乐俱乐部的人。按理说，按照规则，就算他们的坐骑已经被杀，他们也应该凭借自己的实力全力追上来，而爬山的过程全部只靠脚力，自己一行人没有运功，自然没有那么大速度上的优势。欢乐俱乐部的人到底为何连影子都不见了？莫凡脑中思绪万千，脚下的步伐却一刻未停。山中气候已然如此恶劣，还是早早去到山顶为好。至于其他的，他自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越往上走，氧气越逐渐稀薄，莫凡心中已然感受到山顶快到了。这时天中乌云越来越黑，乌云越聚越浓，云层中有奇怪的电流声滋滋作响。莫凡听到这个声音，心中暗道不好，注意头顶。下一秒，云层开始狂暴而无序地放起了诸多电柱，那粗如巨蛇般的电柱杂乱地打在山上的大石之间，发出无数砰砰作响的爆裂之声。顿时山上火花四溅，被劈中的树木直接变成焦黑之色，一些石头也被一击劈成了2半。打雷了！轩辕俱乐部5人心头俱是一紧，这高山之上遇到此等情形，可谓最为危险，这可如何是好？硬着头皮上吧。莫凡伸出5指，尝试调动体内御雷9卷的真气，看能不能与这山顶上的雷暴产生呼应。要是能将这雷暴收为己用，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受这恶劣天气的干扰。可莫凡努力许久，依旧不见成效。自己的御雷9卷毕竟是人类功法，和大自然中的自然力量好像并无内在上的关联，莫凡无法吸收，也便放下了手，和队友们一起在山路上来回躲避着电流的攻击。正当轩辕俱乐部弟子一筹莫展之时，远处一个岩洞引起了莫凡的注意。那岩洞看起来容量颇大，想必能让他们5人在里面待上一时。时不我待，说干就干。他顶着天上惊雷的爆裂之声，大声对另外4人喊道：跟紧我！贴身靠近山路内侧，他极为迅速的几个腾挪转身，扒着岩壁表面的野草灌木，闪身进入到了岩洞之中。身后4人见状，也连忙跟上了莫凡，5人一起躲入了这处天然的防空洞。进入洞中，风尘抖了抖满身雨水，然后欲哭无泪的拧着衣角说道：这都什么事儿啊？山脚下被那个2缺俱乐部耽误，转眼又是天上劈雷到处乱劈，我们不是来参赛的，是来历劫了吧？这地方到底哪里容易了？云老就会提供错误情报。莫凡一脚踹到他的屁股上。行了，这时候别说这种话动摇军心，我们赶紧完成任务不就好了？风尘揉揉屁股，谄媚地走到了莫凡身后，替他捶起了肩。大哥别不高兴，我就是说着玩的嘛。莫凡翻了个白眼。此时狂刀小宅看守着洞口，莫凡在洞穴内四处转悠着，他不时拾起一些柴火之类的东西，将它们夹在嘎吱窝里，试图生火，烤大家湿透了的衣物。转到深处时，他发现石壁的凸起上正胡乱搭着许多木枝。嘿，这不就有了生火的材料了吗？莫凡眼睛一亮地走上前去，刚要一把薅走墙上的所有木枝，他的手却突然顿了下来。他所靠近的这处狭小过道外，属于蝙蝠的粪便莫名多了起来。皱着眉，莫凡弯腰往里一看，下一秒他被眼前的情景膈应地直起了身，浑身鸡皮疙瘩直冒，默不作声地退后2步，
他退到了队友们旁边，然后向他们比了一个虚的手势。风尘不明所以，但他知道莫凡的话总是有道理的，于是便颇感兴趣地竖起了耳朵，听莫凡接下来要说什么。莫凡再次向他们比了个虚，示意让他们保持安静的严重性，然后向他们招了招手，一步一步地把他们引至那狭窄过道外。那是一个由岩石堆叠起来的石缝，之所以说是狭小过道，那是因为这个石缝足够大，大到几乎可以容纳一些生物，比如说蝙蝠的进出。往那个过道里指了指，莫凡示意他们亲自去看。什么啊？风尘简直觉得莫凡是在故弄玄虚了。这样一个石缝有什么好看的？极为嫌弃地避开石缝外醒目的蝙蝠粪便，他弯下腰，睁大了眼睛，从那石缝里往进看去。下一秒，他便强行捂住嘴，被吓得往后跳了一步。狂刀与冰凌见状，同时皱眉对望一眼，随后依次往那石缝里看去。最后，轩辕俱乐部的5人全部都竖着鸡皮疙瘩，站在石缝外静默着。莫凡向洞口指了指，一行人搓了搓胳膊，极为默契地往洞口处走去。感觉那边应该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莫凡轻声说道：“或许我们阴差阳错，直接找到他们，老朝外面来了。”小翟按着眼镜上的按钮，激动地点了点头：“是的，没错，这里也能接收到极强的声纳线，那个石缝里面的空间绝对有我们要找的东西。”如此陡峭的岩洞，他们本以为还需要再寻找一会儿，没想到一场雷暴竟让他们歪打正着地进入了这处山洞，得来全不费功夫了。风尘已然迫不及待地搓起了手：“大哥，咱这就动手，把里面那窝东西一网打尽吧。看他们趴在岩壁上密密麻麻那个样子，真叫人恶心，早打早完事儿啊。”而莫凡闻言却摇了摇头，不知道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出口。如果我们从这头攻入，他们从另外一头跑了，那我们岂不是又得花上一番功夫寻找？风尘烦躁地挠了挠头：“那怎么办？我们就在这儿干瞪眼了。”莫凡转头问向小翟：“有没有办法锁定他们的主洞口？”小翟看了一会儿，为难地摇了摇头：“此地声纳线太过杂乱，要我从中归纳出哪个是他们的主洞口，恐怕就有些麻烦了。”莫凡眯眼看着这山壁，但思绪却又不全在山壁上。他在默默地计算，如今的时间距离开场估计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那么龙苍云给他们树立的打破时间记录的目标，他们100%是完不成了。既然如此，那就不必急于一时。半晌之后，莫凡灵机一动，竟把之前收集的那些柴火收集起来，然后一个电火花点燃了那堆枯枝。风尘见状，不解地问道：“这是怎么了？我们还没有想好对策呢，大哥这就开始生火做饭了？”莫凡并未理他，只是朝那个石缝方向扇着黑烟。随后他转头对风尘说道：“你速度以急速运行，应当很难被人发现。等会儿快出去，在山壁上以急速到处观察，到时候见哪个洞口有飞出来的蝙蝠，就回来告诉我们。”狂刀只是静静在一旁听着，很快他便反应过来莫凡的用意，笑着拍了拍莫凡的肩，他向莫凡比了个大拇指：“这招高啊，兄弟！以黑烟逼迫蝙蝠们出洞，到时候就可以轻易锁定洞口，只要堵住洞口，那些蝙蝠便再无逃生之地。”莫凡还是摇了摇头，这招也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此地山石十分杂乱，不知还有多少个这样可供蝙蝠们逃窜的石缝，这个洞里得留一个人守着，其余的人据到时候风尘查探出来的大洞口。希望我们可以尽快结束战斗吧。冰凌也不禁点了点头，他感觉这个方法也是相当不错了。很快，众人便按照莫凡的吩咐行动了起来。出洞的出洞，山烟的山烟，不久之后，那股浓郁的黑烟便弥漫了整个洞穴，并向那石缝里不住地渗透出去。风尘早早便出去蹲守了，不知有没有结果。正当众人扇烟扇的手臂酸痛时，洞口小风一闪，风尘像鬼一样的突然出现了。兄弟们，我发现了，那绝对就是他们的主洞口，逃出了不知多少只小蝙蝠。幸亏小爷我聪明没有恋战，立马回来向你们报告了。众人闻言，神色均是一喜。正当他们要一起出洞时，莫凡停了下来，他回头看了看那处石缝，然后对其余4人说道：“我留在这里，你们去吧。如果这里没有异常情况，我就去主洞口支援，或者如果你们在洞口遇到什么情况，就让风尘回来找我，我也可以马上赶到。”风尘还想询问，狂刀一把便拉走了他。多什么嘴，这里除了你大哥，还有可以独当一面的实力吗？这洞里需要一个人守着，他不守，难道你守？说完，4人回身朝莫凡鞠了一躬，随即便齐齐消失在了洞口。找到目的地之后，他们终于不用担心被发现了，而是以全力之姿冲向风尘所说的那个主洞口。看到4人离开，莫凡回到火堆旁坐了下来。狂刀说的没错，他的确是那样考虑的，如果到时候有什么重量级人物从这石缝里逃出，总不能没人堵着。很快，他的绝佳听力便听到了远方传来的凄厉悲鸣之声，想必是狂刀等人已经开始动手了。走到那石缝旁，他隐蔽地观察了一下里面的情况，果然原本趴在石壁上的蝙蝠一个个都躁动了起来，满洞里都是乌压压乱飞的长着翅膀的天老鼠。那凄厉厮杀之声越来越大，而在莫凡朝石缝里看去的时候，一只紫色的诡异兽眼骤然出现在石缝对面，那是蝙蝠的眼睛。莫凡并未惊慌，他只是静静直起身来，看着冉冉升起的烟火，静静等待着蝙蝠的光临。没过一会儿，
说时迟，那时快，洞外一阵狂风夹杂着暴雨惊雷迎面扑来，轰的一声席卷进了山洞内。那原本旺盛的火堆瞬间被狂风暴雨吹熄浇灭。洞外风雨狂暴，极为异常。莫凡皱眉，知道恐怕要大事不好。下一秒，一阵更为凛冽的飓风迎面扇来，雨水像加了速的冰雹似的直直砸入洞中。一只巨型紫色蝙蝠浑身裹挟着雷电，疯了一般向他们扑来。神像镇狱！莫凡大声喊道。一只极为高大巍峨的象影出现在莫凡的身后，向那紫色蝙蝠怒吼了一声。紫色蝙蝠像是被那来自远古的幽鸣之声镇住了，但下一秒，那巨型紫色蝙蝠又挥动着巨大的由坚硬皮质组成的骨翼，在洞穴内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带电狂风。该死，看来这神像的威慑力对这只紫色蝙蝠不大。这小小的普通洞穴显然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冲击，顶上与岩壁不时有巨大的石块应声滚落，莫凡踩在地上颇有地动山摇之感。不好，这个山洞怕是要塌。莫凡皱眉道，一眯眼打定了什么主意似的，他猛地收回真气，切换到了御雷9卷模式。畜生，看我！巨型紫色蝙蝠见眼前的凡人还敢不知死活的挑衅，不由气得火冒三丈了起来。他怒目瞪着莫凡，气得一会钻到莫凡正面前，巨大的嗡鸣声骤然响起，顿时山洞内狂风大作，电气四溢，那屏障瞬间脆弱的抖了3抖。莫凡心下一紧，但所幸的是，在御雷9卷和这只蝙蝠发出的雷电互相交缠，竟彼此抵消了似的，并没有产生多余的威力。好，之前在雷暴里的发现果然没错，自己的御雷9卷虽然不能掌控别的雷电，这个却可以和其互相打散抵消，可以说他面对雷电几乎已是金刚不坏之身。心中有了底气，莫凡立刻使出了自己现阶段最强的杀手锏——象腿出击。经过这些日子的训练，他已灵活自如地将2套功法在体内融会贯通，做到了可以随时切换的状态。一只从天而降的象影抬着巨大的腿，直直地向那紫色蝙蝠踩去。如果说之前那声吼叫只是威慑，这样几乎迎面袭来的上古杀意，几乎才是象影真正可怕的地方。巨型紫色蝙蝠原本愤怒的双眼逐渐变得无神，它停止了厉声的啼叫，放缓了翅膀扇动的频率，满身缭绕的华丽光影渐渐散去。莫名其妙的，在这样的威胁之下，紫色蝙蝠竟变换成了人身，一个浑身紫发的男子，他瑟瑟发抖地跪倒在莫凡面前。山洞内顿时恢复了平静。莫凡已急速停止了那只象腿的攻击，他倒要看看这只紫色蝙蝠到底是何许人也。你是蝙蝠族族长？紫色蝙蝠颤抖着摇了摇头，不是，我只是他的左护法。我劝你们快走吧，不要招惹我们族长了。他前几日已经晋级到了地级巅峰，不知道你们小小的几个年轻人怎么敢来这里挑战他。莫凡皱了皱眉，这显然与他从龙苍云那里得到的情报截然不符。在龙苍云嘴里，葫芦山几乎是一个旅游胜地，而旅游山上的蝙蝠族更是不堪一击的飞禽走兽。可今天一路行来，他发现龙苍云给出的信息越错越多，这葫芦山根本不像他所说的那样，或者说根本就不是一个第一关应该选定的场地。这一切到底是龙苍云有意蒙骗，还是有人故意给龙苍云错误的信息呢？莫凡决定先放下那些猜测，专注做好眼前的事。他冷冷地对蝙蝠妖说道：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前来一定要取你们蝙蝠组族长的人头，要么带路，要么死，你选吧。蝙蝠有心反抗，可仍被那道象影吓得心有余悸，于是他只有乖巧地回答道：族长乃在主洞的密室里闭关修炼，你们是不可能越过我们那么多族人去找到他的，带我去。莫凡指尖冒出一道雷电缠成的剑，挥向了蝙蝠的脖子。蝙蝠无奈，只好颤颤巍巍地向洞外走去。莫凡知道他已然成为了自己的俘虏，便直接跟了上去。来到主洞外，只见他的4名同伴正和一只同样的紫色蝙蝠战斗得酣畅淋漓。狂刀冲在最前，用他那把钢刀发了狂似的不住地砍着紫色蝙蝠。紫色蝙蝠痛叫连连，每次想挥动双翼运功斩杀狂刀，便被狂刀反手一个钢刀直直劈到骨翼上，疼得他又是一阵尖叫，妖血狂飙。而仅凭一个狂刀还不至于让他战斗得这样惨烈，狂刀身后的冰灵正在时不时的凭空制造无数冰锥，以破空之势直直刺向蝙蝠。蝙蝠和狂刀缠斗得难分难解，根本无暇避让，3次5次之后，浑身便被戳得满是窟窿眼儿。而其他小怪则完全交给了冰灵解决。此等群妖乱舞的场面，实在是给了擅长群攻的冰灵一个上好的发挥场面。他除了偶尔帮助狂刀对付一下那只大妖之后，几乎把所有的冰锥冰刺都往这些小妖身上招呼了。不久之后，山壁上便堆满了小蝙蝠的尸体。左护法痛心疾首地看着这个场面，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啊？我们族里好不容易生出这么多小家伙，不容易的啊。莫凡挑了挑眉，对左护法说道：一些没长出灵智的小妖物罢了，心疼什么？或者你直接告诉我你们族长在哪里，我们拿到你们族长的人头就可以回去复命了。你们这些小家伙就不用死了。左护法咬了咬牙：你说真的？莫凡没想到自己几句话竟然真的让这个左护法动摇了。难道自己就是传说中3句话让左护法交出族长，精通妖性的男讲师？
还没等他回应，那左护法又自顾自地说道：“你答应我停战，我现在就带你去找我们族长。我也早就看那个老东西不顺眼了，你不知道，他甚至还……哎，算了，不说了，族丑不可外扬，你们赶紧把他杀了带走，别祸害我们了。”莫凡闻言，倒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能快点完成任务当然是最好的，他也不想在外面无谓的缠斗。两人达成一致，便火速往洞口赶去。左护法火急火燎的仰天长啸了一声，肉眼可见的紫色电波从他的口中发出，然后传入了每个蝙蝠的耳中。一瞬间，整个场面安静了下来，所有的蝙蝠都停止了攻击。左护法喘了口气，然后又是几声莫凡他们听不懂的密语。这番话说完之后，被狂刀砍得血迹斑斑的右护法叹了口气，随后走到一边，大不咧咧的找了块石头坐下。其他小蝙蝠们对望一眼，也挥动翅膀，依次打开了一条道。进入主洞的道路就那样畅通无阻地展现在5人眼前。左护法向他指了指：“进去吧，走到尽头轰开那层石壁，后面就是那个老家伙。他为了练功，甚至抓我们族里的小蝙蝠去吃，我们早都忍他很久了。对了，他洞里还有很多人类的骨头，嘿嘿，你们不要太生气哦。”左护法说这话显然并不是对人类有所怜悯，而是想看莫凡气急败坏跳脚的样子。但莫凡白眼一翻，显然懒得和这种山野妖怪计较。走到前面，他朝目瞪口呆的4人挥了挥手：“我们直接进去吧，放心，他们不和我们打了。”风尘一脸赞叹地走到莫凡面前，和他勾肩搭背地往洞里走去。“大哥，你怎么做到的？”莫凡嗨了一声：“不知道呀，人格魅力吧。”3句话让人家左护法叛变，原本凝重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起来。几人很快便来到了左护法所说的那处石壁前。不过洞穴里零零散散堆积的人类骨头，着实让他们心情有些变差。几人一起用功，瞬间便轰破了那道石壁。洞穴里，一只体型巨大、堪比猛禽的蝙蝠就那样静静蜷缩在里面。见到有人闯入，他冷冷地迅速睁开双眸，那是一只金黄色的诡异双眼。何等黄毛小儿，竟敢闯入老夫的洞穴！左护法右护法呢，还不速速把这几人拿下？风尘哈哈一笑：“人家早都不要你了，你摆什么族长架子？”族长眯了眯双眼，下一秒，他急速张开双翼，以暴风之势向5人扑来。那堪比龙卷风一样的强大风力，瞬间将5人吹得踉跄了2步，不知死活。小翟直接抵抗不住，那阵旋风被狠狠地甩到了石壁之上，喷出一口血后滑落到地面来。风尘眼看也有些抵挡不住，他的境界本就与这位族长天差地别，更何况本身也是以速度见长，抵抗风力所需要的力量也是稍有欠缺。莫凡在风中屏住一口气，然后回身向风尘喊道：“这场面你应付不了，先跑吧。”风尘闻言倒是十分听话，抱着小翟便3下5除2的跑到了洞外。索性在这里当拖油瓶，还不如早点到外面和左右护法玩抓石子呢。蝙蝠族长阴森一笑，知道让伙伴逃命有什么用？你们最终都得死，成为我的腹中祭品。他话还没说完，狂刀便怒吼一声，直接挥舞着钢刀劈开迎面来的飓风，狠狠地向蝙蝠那里斩去。黎明和莫凡与冰凌2人暗道不好，知道狂刀已然失控，也只能齐齐冲上前来助狂刀一臂之力。冰凌一把冰剑直接朝族长眉心刺去，而莫凡更是召唤出神象镇狱，以象脚狠狠向蝙蝠族长踩去。族长轻蔑一笑，本并未在意狂刀的钢刀，直到钢刀在他羽翼上留下一道深刻见骨的血痕。这是什么东西？这把废铁怎么可能砍破我的皮肤？狂刀眼中红光大盛，他又举起钢刀，以拼命之势往族长身上砍去。而此时，冰凌的那把冰剑也已急速飞来。族长冷冷抬眸，举起尚未受伤的那只骨翼，轻轻一震，那只冰剑在触碰到族长的一瞬间，便化为粉末，飘飘扬扬地洒于空中。冰凌震惊了，怎会如此？他以冰剑杀过那么多的妖物，从没有见过如此轻松的化解方法。莫凡艰难地顶着飓风说道：“不好意思，忘记告诉你们了，这个东西有可能是地级巅峰。”冰凌回身望着他，极为震惊地摆出了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怎么可能？云老不是说……不用听他说的，从我们进场开始，有哪件是符合他说的吗？你也退下吧，你的攻击对他可能没什么作用。”冰凌坚定地摇了摇头：“我不愿意走，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此言一出，莫凡便知道怎么劝也没用了，眯眼看向那族长，他的相影已然如期而至。正当莫凡以为一切都如从前那样尘埃落定之时，族长冷冷的抬眸看向了那道相影。这是莫凡所见到的第一个敢在这样的杀意威胁下冰冷的抬头审视相影的人。呵，黄毛小儿，狐假虎威。他冷笑一声，以那只被狂刀砍伤了的骨翼直直的往上刺去，与象脚正面相接。刹那间，象脚便渐渐淡去，消散于这昏暗的洞穴之中。莫凡震惊了，他从未想过自己的致命杀招竟然在此人面前毫无用处。同样是地级巅峰，李军和眼前这只妖族族长相比，简直脆弱的像一个纸风筝。哼，老夫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玩过了。说吧，你们3个人类小儿还有什么招数？玩腻了再吃掉你们，想必也是不错的选择。莫凡眯了眯眼，不，
他怎么可能会死在这里？他还没有帮白九颜解开心结，还没有和白九颜幸幸福福的活过一辈子，他怎么会在这种深山老林里被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老妖怪吃了？双眸金光一闪，在这样强烈的求生欲以及想要赢的决心之下，他觉醒了神象镇狱的第二种。冷冷一笑，莫凡举起左臂，然后左手指节以一种诡异的姿态往下一压，空气中2道象影骤然浮现，然后以比之前那道快得多的速度骤然砸向蝙蝠族长。一声巨响，刹那之后，空气中烟土弥漫，三人捂住口鼻，静静地看着那阵烟雾。烟雾消散之后，蝙蝠族长仍矗立在那里，看起来并没有被那2道线影踩扁。莫凡皱了皱眉，这样都不死，怎么回事？话音未落，砰！山洞的穹顶之上，一块巨石轰隆隆地砸落在地，地面灰尘四溢。原本矗立着的蝙蝠族长就那样直直地摔倒在地，然后在七窍之中不住地流出了浓稠的妖血。他金黄的双眸逐渐变得暗淡，最后完全失去了生机。葫芦山上一阵彻天的轰鸣骤然响起，莫凡暗叫不好，狂刀，快去把族长的头和腰丹挖出来，我们快走，这洞要塌了。狂刀连忙甩甩头恢复了神智，随后迅速冲上前去取出了所需物品，最后3人已急速冲出了洞外。5人惊魂未定地站在了一起。漫天的灰尘散去之后，那山洞彻底地坍缩在了一起，无数巨石因着地形变化轰然滚落。轩辕俱乐部无人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太可怕了！从2道象影踩踏洞穴才过去不过短短几秒，破坏力竟如此强劲吗？下山吧。莫凡提着狂刀递给他的腰头和腰丹，皱眉说道。可是大哥，山路好像已经毁了，现在前方完全变成碎石堆了啊！风尘嗓子有些发颤。无碍。旁边的左护法和右护法叉腰道。不过一会儿，轩辕俱乐部5人在2位护法的护送下，齐齐飞到了山腰平底之上。以后别来了，这次是看你们帮我们杀了那老不死的份上，才帮你们一把，否则下次就没那么简单让你们走出葫芦山了。2位蝙蝠精气宇轩昂的喊完这话之后，又齐刷刷的不见了。站定之后，轩辕俱乐部的5人望着前方，心里均有些尴尬，同时轻咳了一声。这是赤裸裸的通敌作弊吧？不过谁叫山路毁了呢？自己也没有办法不是？山顶上，莫凡正带着轩辕俱乐部4人往山下摸索。此时日头也已经从山顶升了起来，气温炎热，山路陡峭，一行人擦着汗，正沿着下过雨的湿滑山道小心行走。下山总比上山容易一些，因此5人很快便越过碎石堆，到了较为好走的山道之上。他们算着时间，均是加快了脚下速度。到达一片草木茂盛之地时，莫凡停下了脚步。此处距离他们之前与欢乐俱乐部缠斗的地方并不是多远，正在山脚与山腰之间。奇怪，这里有好浓的血腥味。他微微皱眉，往四处看了看，最终却什么都没有发现。风尘显然也认出了这个地方，他附耳问道：大哥，怎么了？莫凡按耐住心头的疑惑，摇了摇头，继续朝山下赶去。此时树林之中，一阵阴风又节节地席卷了起来。黑压压的怪树之下，4具干尸正静静地躺在那里，他们一个个皆是死不瞑目，可惜干枯的眼窝之中，连眼珠都失去了应有的水分。黑衣人感觉自己现在好极了，他今日吸食了这么多修炼之事，现在境界与地级巅峰仅有1步之遥。澎湃的真气与生命力在他体内流动着，这让他心里对组织的密宗功法又多了一层无限的崇敬与狂热。莫凡计算着时间，他也算计算着莫凡下山的速度。根据组织提供给他的情报，葫芦山的山顶上有只令他极为忌惮的地级巅峰妖魔，他不变也没有那个必要出手。然而就在不久前，他已感受到山顶那股属于强者的浓烈妖气骤然消失。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与小部队会合，杀了轩辕俱乐部5口人，完成组织任务，助他突破地级巅峰。树林中一阵狂笑压抑而出，他化作一道阴风，倏尔消失在树林之中。山道之上，一行人正飞速下山，突然一阵风从4面8方吹起，树叶沙沙作响，在寂静的山峰之上显得格外骇人。莫凡在原地站定，缓缓攥了攥拳，察觉出一丝不对劲来。大家小心，有情况。话音刚落，那只之前化作黑烟消散的黑衣人小队瞬间显形，直觉倒是挺灵敏的，可惜了。为首的那名黑衣人阴森森地嘲讽道，接下来他们身形诡异地绕在5人周围，缓缓地踱步了起来。这些是什么人？其余4人寒毛一竖，均感到大事不妙，都握紧了手中的武器。莫凡眯起双眼，冷冷问道：你们是谁？为首的黑衣人冷笑一声，他伸出那锋利鬼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向了他们5人中实力最弱的小宅。小宅，小心背后！莫凡的感官与五感经过神象镇狱神功的洗礼，眼力已非常人可比。就在刚才的一瞬间，他已看到了黑衣人的行动轨迹。慌乱之中，风尘顶着极大的心理压力，利落转身，他直接将小宅往自己身后一拉，最后以急速闪现到莫凡身旁。哎呀呀，大哥快救救我们！
莫凡刚还想夸他一句行动迅速，此刻又被他的呼救声弄得无语了起来。知道面前几人来者不善，莫凡不再犹豫，他立即挥动施展出自己刚刚领悟的新技能，手指指节以诡异角度下压，顿时空气中多出了2道象腿虚影，毫不留情地朝包围住他们的黑衣人狠狠踩来。好强的威压！黑衣人紧紧闭住双眼，待他睁开眼时，左边的2位队友已然在象腿之下化成了肉泥。他匆忙回身一望，无独有偶，右边的2位队友也难逃杀手，地上除了一滩晕满血渍的黑布之外，什么都没有了。这周围已恢复了一片寂静。这些黑衣人均是身经百战的人精，仅仅打了个照面，处处领教了莫凡这一招式，便知道此人必定不简单。逃！他们原本6人的猎杀小队，仅仅一瞬间，竟只剩下了没被象腿照顾到的2人。黑衣人心中大骇，知道此时不宜缠斗，下一秒便化作一道黑烟，消失于无形之中。于是此时，莫凡抬手阻拦住了红着眼要冲上去的狂刀，静静摇了摇头。狂刀愤怒地问道：“这队人埋伏在此地，为的就是对我们下杀手，我们为何不追？”莫凡眯眼，他们化成黑烟的那种功法，连逃跑的轨迹都察觉不出来，我们如何追？追上了，若是被对方分散，又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情况？算了，先出去提交任务吧。冰凌咬了咬下唇，象神说的对，我们应该听他的。恨恨地砸了下拳头，一行5人不再顾忌会否惊扰到其他生物，直接以飞速向出口飞去了。另一处树林之中，侥幸活下来的2人气喘吁吁地与负责欢乐俱乐部的那名黑衣人会合了。欢乐俱乐部的黑衣人看到这2名空手而归的黑衣人，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恶狠狠地冲上前去质问道：“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就剩你们2个了？轩辕俱乐部那些人的人头呢？”另外2个黑衣人仍然惊魂未定。太强了，太强了，那个人太强了，我们根本打不过啊！仅仅一个照面，就有4名兄的折在了他的手里，我们只能逃跑了。欢乐俱乐部的黑衣人皱紧了眉头，不是说他们的老大和老4并未参赛吗？也就那个狂刀有点实力，但你们有6个人，何足为惧？不是的，他们新加入的那个成员实力极为强大，正是他摧毁了我们的队伍。欢乐俱乐部的黑衣人原本被愤怒冲昏了的头脑，这时才冷静了下来。原来如此，怪不得轩辕俱乐部如此自信，只在第1轮派出狂刀这样一个熟面孔。原来他们有了实力如此强大的新成员的增持，这下可不好了。组织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他们完不成也就罢了，若是被莫凡他们向组委会举报，恐怕组委会便要来这里彻查。到时候欢乐俱乐部4人的死，他是怎么也解释不清楚了。他们生死事小，若是为组织带去麻烦，那可就万死难辞其咎了。恶狠狠地咬了咬牙，那名黑衣人让2名溃兵先逃，自己则神色阴晴不定地留在了树林之中。另一边，5人以急速冲向了葫芦山的入口处，他们使出全力飞驰，倒是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便到达了目的地。抬头一看，果然不远处便是人头涌动的组委会入场场地。此时已是艳阳高照的正午，距离他们早晨进入葫芦山恐怕过了有1-2个小时之久。看来2家俱乐部均是十分牵挂自家的选手，在外候场的人数不减反多了起来，有不少人都在门口拿着各种食物和热毛巾，想犒劳这些努力了一早上的年轻人们。而人群最中间，龙苍云极为显眼地站在那里，正推搡掉所有想要挤上来的人，不住地向入口招着手。这副傻样与他平日里严肃精明的样子可一点都不像。莫凡5人对视一眼，同时扑哧一笑，刚才的阴霾情绪总算是消散了一点。此时山林里随着一片烈火的焚烧，欢乐俱乐部的黑衣人骤然回身，想到了什么似的，他咬牙冲回火堆里，抽出了其中一具干尸的砍刀，站定之后狠狠地在自己手臂上砍了一刀，鲜血瞬间喷出。他倒也不浪费，又忍痛用手指在伤口按压，沾染了些许，在脸上4处涂抹了起来，阴阴地笑了2声。他装作一副受了伤的样子，表情痛苦地捂住伤口，踉踉跄跄地朝山下走去。山脚下满载而归的莫凡一等人自然是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在裁判的目瞪口呆之下，他们把蝙蝠族族长的腰丹与腰头血迹斑斑的直接放上了组委会的裁判桌，然后又吭哧吭哧的从随身的空间袋里翻出了好几具能卖个好价钱的妖魔尸体。这随身空间袋造价不菲，这可是龙苍云在出发前花了大价钱咬牙为他们添置的装备，放到以前那是想都不用想的。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意他们从葫芦山上捕获了多少猎物，那枚散发着灼灼紫光的妖丹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怎么会这样？根据情报显示，葫芦山的蝙蝠族族长应该只是一个有着劣迹斑斑的吃人历史、旋级巅峰的蝙蝠老妖而已。这个一看就境界不低，简直可以说散发着地级巅峰光芒的妖丹，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本因为他们没有打破记录，正打算痛骂他们一顿的龙苍云也结巴着说不出话来。这是那个蝙蝠族长？莫凡淡淡点了点头。没错，他什么境界？莫凡又淡淡说道。如你们所见，地级巅峰。裁判桌后沉默了1秒，随即顿时沸腾了起来。他们开始了极为激烈的争吵与讨论。是谁负责的去勘探葫芦山？
怎么能把这么危险的妖族巢穴当做第一关试炼的场地？是啊，这不是让我们的年轻人去送死吗？是谁？组委会必须究责。组长，你别生气，年轻人们不是平安回来了吗？我们接下来一定仔细彻查，请您放心。什么叫别生气？这是国家举办的比赛，不是让你们拿年轻人的生命大儿戏的过家家。而且，这不是只回来了5个人吗？另外一家俱乐部的人呢？啊！场面一时混乱了起来。在暴怒的组长的提醒下，欢乐俱乐部的老板终于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家的选手还迟迟没有回来。他连忙拨开人群冲上前来，然后对莫凡他们询问道：“不好意思，我是轩辕俱乐部的老板，你们有没有见到我家的孩子？对了，领头的叫张乐乐，是我的侄子，他们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回来？”莫凡闻言倒是拧了拧眉头，然而还没等他开口，很快便有人发现了一个从山林里往外踉跄直冲的身影。随着身影越来越近，人们终于确认了，这是欢乐俱乐部的黑衣人的身影。看，山上又下来人了！欢乐俱乐部的老板闻言一阵狂喜，又拨开人群往入口跑去。黑衣人终于在众人眼前显出了模样，可他实在有些过于狼狈凄惨了些。只见他浑身血迹斑斑，右臂更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砍了一刀，现在仍有鲜血直往下滴。老板一见到这个场面，脸色便煞白了下来。他往后探了探头，依旧没有看到他侄子的身影，颤抖着走上前去。老板颤抖着问道：“黑影，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出来了？剩下的4个人呢？”黑影默不作声地摇了摇头，随后他抬眼看见了站在组委会桌子旁的莫凡一行人。在众人的众目睽睽之下，他愤怒地咬紧了牙关，捏紧了拳头，然后直往莫凡他们那边冲去，狠狠地推搡了一把狂刀。黑影哑着嗓子愤怒地骂道：“我们不就是使用黑马赶上了你们吗？你何须对我们下如此毒手？你就没有想过事情败露，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吗？”此言一出，周围的围观人士顿时沸腾了起来，组委会上的评委们也停止了争吵，震惊地看着他们。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番对峙。如果黑影说的是真的，他们甚至要立刻马上对狂刀实施抓捕。狂刀莫名其妙被推了一个踉跄，简直有些不明所以了。他气急反笑，极为嚣张地骂了一句：“你有病吧你！是，我是杀了你们的妖族做起，我有病，我看不得妖物，这些在组委会里都有备案记录，我不怕你咬我一口，但你要是想污蔑我别的，门都没有。”其他4人也站在了狂刀身前，皱眉看着黑影。莫凡冷静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说这种会让其他人误会的话，但我们都看在眼里。当时狂刀杀了你们的黑马之后，我们便转身离开了，并未与你们缠斗，还请你不要血口喷人。”平常寡言少语的冰凌也冷冷说道：“你们挑衅在先，我们为了节省时间，甚至都没有与你们纠缠，你不要太过分了。”黑影做出了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如今我们俱乐部只剩下我一人，你们自然可以空口白牙洗脱罪名，但我用生命发誓，如果不是狂刀的刀气伤到了他们，他们不会被蝙蝠袭击，含冤死在树林里。此言一出，欢乐俱乐部的老板双腿一软，顿时瘫软在地，被他的员工们尖叫着扶起。他颤抖着问道：“你说的可是真的？我那侄儿当真是死了？”黑影用力挤出了一滴眼泪来：“是的，我甚至没能成功把他们的尸体从蝙蝠嘴中夺回来，我真是太没用了。”场中局面愈发混乱，龙苍云紧紧地护在他的5个选手身前，一步也不肯退让。他一向知道狂刀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他也不相信狂刀会对人类出手。就算在狂刀失去神智的时候，也未曾有过杀害人类的记录。狂刀被气得不行，直接皱着眉，捂住了额头。妈的，疯病害人啊！这样都能被反咬一口。可莫凡却并未惊慌，在所有人都一片混乱，不知道该相信谁的时候，莫凡径直走上前去，站在了黑影的面前。你说狂刀的刀气伤了你们，所以你手臂上的伤疤也是狂刀留下的。毕竟蝙蝠应该不会使用刀具吧？人们都安静了下来，他们不知道莫凡的这个问题究竟有什么用意。黑影微不可察地结巴了一下：“是啊，怎么了？”莫凡一声冷笑：“狂刀的刀气甚至可以隔空一刀劈碎你们的黑马坐骑，但却奈何不了你的一条手臂，只留下了这样一道浅浅的刀痕。怎么，你的手臂比妖兽的身体更为坚硬？”黑影慌乱了起来：“那又怎么了？可能只是我躲闪的及时呢。”莫凡又问道：“你说你们被狂刀的妖气所伤，然后遇到了蝙蝠？可笑，连我们都是在快登到山顶的时候遇到了出动探查的蝙蝠，你们甚至都没有到达山腰，请问你们如何能遇到？”黑影后退了一步：“我怎么能知道？你如今空口白牙说这些，除了你的伙伴，谁能证明？”莫凡转头看向裁判桌后的评委，话问到这里，想必各位心里都已有了决断。还有，我的话至少有我的伙伴能证明，而这个人行踪诡异，前几日才加入俱乐部，他的话没有任何人能给他证明。这话一出，评委们互相对望了一眼，微微点了点头。经过莫凡的一番询问，看来这黑影的话并不可信。而此时，黑影转头咬了咬牙，看着满脸狐疑的群众，知道自己的栽赃大计已然失效。一不做二不休，他眸中厉光一闪，手中寒芒一现，
竟破罐子破摔，趁着莫凡此时移开视线时，直直地往莫凡腹部刺去。众人一声惊叫，连忙捂住了双眼。莫凡已察觉到身后风向异常，他嗤笑一声，正打算出手。这时，旁边的龙苍云愤然一脚踢向黑影，他踢过的空气全部涌动成了一股细腻的神秘金属，牢牢地将黑衣人禁锢包裹了起来。黑衣人一时不察，被龙苍云彻底捕获，双手的武器也在强大的挤压力之下掉落了下来。评委们愤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在他们面前公然攻击俱乐部选手，简直是公然打他们的脸。之前的那些诬告自然也都通通可信度为零了。正当他们已经决定要好好关押这个黑衣人，审讯一番时，黑衣人被神秘金属的巨大挤压力量压迫地吐出一口鲜血，然后他呲开满是鲜血的森森白牙，朝在座众人阴阴一笑。下一秒，他浑身竟着烧起了一股红色烈焰，转瞬之间，在那股烈焰之下，他已经把自己烧成了一堆飞灰。所有人都被震惊了，自枪的如此惨烈，这人究竟怀着多大堪称残忍的勇气？而欢乐俱乐部的老板经过这接二连三的打击，更是直接白眼一番，昏死了过去。组委会的人连忙向驻守在旁边的医护人员打了招呼，将老板送上了救护车。救护车的滴滴声逐渐远去，众人的心情都无比沉重了下来。没有人知道那山林里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极为清楚的是，有4条鲜活无辜的年轻生命彻底消失于这场疑点查重的比赛之中。组委会组长愤怒地拍了拍桌子：“彻查，给我彻查！选定场地的、提供情报的，还有那个黑影的身份来历，我全部要一五一十的知道。反了天了，竟敢在国家举办的比赛里玩这种手脚！”想起了什么似的，莫凡又对组长补充道：“对了，我们走到山脚下的时候，还被一伙黑衣人围堵截杀，我们反抗中杀了4个，还有2个逃跑了。不知这件事与这个黑衣人是否有所关联？”组长闻言怒气更盛，几乎要气昏了头。在他主管的赛区内发生这么多事儿，他几乎都要知道他的上层该怎么骂他了。而另一边，龙苍云则是咬牙，愤怒地看着自己制造的金属里盛放的那堆飞灰。可恶，自己怎么就没早点出手，先击晕了这个人呢？自己要是早一步击昏他的神智，这人怎么会有自杀的机会？而莫凡显然察觉到了龙苍云的沮丧，沉默地拍了拍他的肩：“刚才谢谢你。”龙苍云烦躁地一转头：“不用谢，我知道你自己也能处理好，不过是我觉得你们被他冤枉了，十分气不过，想要亲手教训他一下罢了。”莫凡轻轻一笑，觉得自己这次确实是找了个好公司。而狂刀则是骂骂咧咧地踢了踢脚下的石子，这风并不知是不行了，一天天的被人把什么帽子都往头上戴。狂刀呢喃道。莫凡刚要开口，狂刀仿佛未卜先知，极为快速地拒绝道：“但是别让我扔了我的刀，你让我扔了我的刀，还不如直接杀了我算了。”莫凡耸了耸肩，选择了闭嘴。如果有可能，他倒真想帮狂刀治一治这个毛病。狂刀是个不错的人，有脑子也有实力，可惜就是被这刀里附着的风气叨扰着。灵光一闪，他想到了那天老婆带他去见的人参精，不知道那个妖怪有没有办法治治狂刀，不过两边自然是不能见面的，这就有些难度了。组委会向龙苍云颁发了他们的通关证书，3天之后，他们将召开第2次选址会议。届时，所有在第1轮胜出的俱乐部都将再次选址，再次进行下一轮比赛。可众人经过这么一闹，也都没有了什么胜利的喜悦。坐着俱乐部的车回到了公司，他们在车里好好的睡上了一觉。短短1-2个小时，简直比他们在公司里训练1天要累10倍不止。回到公司，轩辕长海听完了整件事情的经过之后，决定把他们的庆功宴挪到晚上再举办。而龙苍云则是大笔一挥，将所有人的奖金提升为2万，并且极为慷慨地给他们打开了专供休息的医务室。5人在医务室里美美地睡了一觉，直到晚霞升起的下午，众人才迷迷瞪瞪地醒了过来，躺在床上大叹了一口气：“哎，去年参赛也没这么累啊，今年这是怎么了？腿也累，心也累，简直有点看破红尘的意思了。”风尘叹气道。冰凌冷冷一笑：“那是去年我们没遇到玄级巅峰的妖族长老，没有遇到地级巅峰的妖族族长，没有被神秘人半路包围截杀，更没有用腿爬那么陡的山，没有被对手俱乐部的人污蔑。”被冰凌这么一复述，风尘更加感到沮丧，简直扑在枕头里好一阵呜呜。狂刀此时双臂枕在头下，静静望着天花板。“行了，你们别低迷士气了，别忘了，我们过几天还要去和象神一起完成黑市任务呢。”莫凡突然被 Q， 也收回了自己看着晚霞的双眼。“啊，是啊，我们什么时候去？要不就明天。”风尘闻言用枕头蒙住头，啊啊的乱叫了一通，然后在医务室的床上一阵挣扎。这时，医务室的门被骤然打开，龙苍云和轩辕长海一起走了进来。看到正在发疯的风尘，轩辕长海哈哈一笑：“哟，我们的赢家这是在干什么？我刚才在外面还以为你被他们给那什么了呢。”风尘沉默了，为了捍卫自己直男的尊严，他停止了无谓的发泄，直直地坐了起来。“说吧，什么事？”这样故作深沉的嗓音惹得房间内所有人又是扑哧一笑。轩辕长海拍了拍手掌：“好了，知道你们今天受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
所以就让你们休息了一下午。但是我们既然赢了，庆功宴还是必须要开的嘛。今天晚上依旧是由我出钱做东，带我们一伙兄弟好好的 happy 一下，大家说好不好？说完，他故作神秘的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以一种故弄玄虚的嗓音说道：另外，今天晚上你们有可能会见到一个老朋友，当然了，对于我们新来的象神兄弟来说，他就是陌生人了。不过，相信以后你们一定会成为很好的搭档和伙伴的嘛。莫凡挠了挠头，风尘又忘记了刚才要装深沉的心理，连忙着急地问道：谁？你直说吧，是老大还是老四？还是他们俩一起回来？那完了，前四加上我大哥，我就要被你们的小队伍给踢出去了呀！轩辕长海哈哈一笑，放心，还没那么早呢。今天晚上只回来一个，杀鸡不用宰牛刀嘛，没必要让所有精锐集齐。风尘也不用过于沮丧，你好好练练，挑战过老四，你就可以代替他参赛了吗？字里行间，几乎所有人都默认了，莫凡一定会作为一支不可或缺的王牌，在他们的队伍中一直矗立下去。通报完这个好消息，龙苍云与轩辕长海便离开了。五人翻身下床，简单洗漱了一番，热了热身之后，颇感睡觉才是最好的养精蓄锐的利器。之前的疲惫一扫而空，他们都打算在晚上的饭局上大战一场，好好吃他轩辕长海一顿。风尘撞了撞旁边的冰凌，我懂的，你们妹子晚上不能吃太多，你这顿小爷我替你吃了。冰凌翻了翻白眼，他走到莫凡旁边，冷冷的抬眸说道：你替我吃？啊？莫凡疑惑了，随即他尴尬的一笑，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妹子，我结婚了，忘记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新的人帮你吃饭，你去吧。冰凌不屑的嗤笑一声，收起你的无耻歪歪，这是对你做了好事的奖励。好事？莫凡不懂了，不过盛情难却，帮吃就帮吃呗。四个男人勾肩搭背的走在了前面，冰凌看着莫凡的背影，想着他在山林里使出的那招，可以把人踩成肉泥的象影。不用猜测和确认，在那一瞬间，他就明了了李军是谁所杀。凭他对李军的仇恨与厌恶程度，无论谁杀了李军，他都会一辈子感激那个人。追上前去，五人一起上了俱乐部为他们准备好的车，去参加了轩辕口、长海口中那场豪华与丰盛的庆功宴。一路上，小翟叽叽喳喳的向风尘、狂刀他们打听着那传说中的老大老四的消息。他作为才晋升轩辕俱乐部高级会员的新人，虽然比莫凡资历深了那么一点，但对这两位传说中的人物依旧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由于轩辕俱乐部的排行十分简单粗暴，只按签署协议之后所赚取的佣金总额划分，所以这个排行其实也不能代表具体的实力。像老四，所有人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在实力上才是真正的老二，只不过平常出手少，所以挣的钱没有其他人多罢了。老大更是完成轩辕俱乐部各地任务的顶梁柱，几乎成天就是在世界各地到处跑。轩辕俱乐部一年挣的钱几乎有1/5都是他每天不停接任务赚下来的。即将与这两位人物其中的一位见面，别提小翟的心潮有多么澎湃。小翟修炼的乃是自家再普通不过的普通功法，能勉勉强强挤进高级会员，全靠自己的文化水平与科研成果。但如果有可能，他还是想学习到更高级的功法，所以在俱乐部里面找一个大哥拜师就成了他最大的愿望。可风尘是个还没突破地级的不着调，狂刀更是疯疯癫癫随时发病，冰凌是个女的还是个美女，小翟这个宅男近乡情怯，着实有些不好意思。而实力强劲人又正常的莫凡是个新来的，他总不好意思向自己的师弟拜师，所以最后他将目光投向了俱乐部里的老大和老四。车上，当小翟第7次问道：咱们的老大老四是什么人啊？好相处吗？你觉得他们会愿意怎么说呢？就是小翟这异常的话多，很快就惹恼了风尘。风尘气急败坏地喊道：问我干什么啊？以为我经常见到他们了吗？我也是咱们高级会员里的下层人物好吗？狂刀双手抱胸，冷冷一笑：你这话说的倒是过谦了，我记得去年还是什么时候，你去挑战老四，不是被老四直接从3楼扔了下去，干得头晕眼花了吗？怎么这么快就不记得了？这话一出，风尘立马从脸红到了脖子根儿。冰凌坐在另外一角，也冷冷地点了点头：是啊，把刚出藏尸房的轩辕佩斯吓了一跳，还以为自己下不了班了呢。狂刀想起当日的情形，又是哈哈一笑，把风尘羞愤得无地自容。风尘咬牙道：那也不说好吗？还不是他一副很好欺负的样子，我以为小爷能干过他呢。小翟闻言眼睛亮了亮：咱们老四看起来人比较和善是吗？那他性格怎么样？风尘冷笑：烂，非常烂，能二话不说把我从3楼掀下去的人，能是什么好东西？那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一吸气肋骨就疼。操！说着说着，他摸了摸自己的肋骨，一副十分自怜自哀的样子。但小翟仿佛已经认准了这个师傅一般，已经提前开始为老四进行了辩驳。风尘哥，那肯定是你先挑衅人家了呀！我妈说相由心生，长得和善的人一般处事都会很和善的。我决定了，我要。狂刀挑了挑眉：你要什么？小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低下头挠了挠头发。他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在这些大哥们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尽管在当今世界里，拜师学艺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可在俱乐部里总有抢饭碗之嫌。一直静静在旁边听着的，
莫凡此时开口了：“你对他们二人的武功性格如此关心，倒像是在给自己挑伙伴，或者挑师傅。怎么，你想拜师学艺了？”小翟闻言猛地抬头，他眼睛一亮，然后拼命地对莫凡点了点头：“象神哥，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是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被莫凡点出心事之后，他索性破罐子破摔，直接在众人面前慷慨激昂地说出了自己的抱负与理想：“我要学习更为高级的功法，我要更好地为我们人类出一份力。小时候，我的姑姑就被妖魔抓走了，我不恨他们，我知道吃人是他们的天性，但我想要更好地保护我们人类，所以大学时我听了咱们老板的演讲，就直接热血沸腾地来这里报名了。我想要变得更强，这样才能实现老板和我的愿望嘛。”此言一出，车里顿时沉默了一阵。他们大多是在俱乐部里混过好几年的老油条，都知道轩辕长海那一通话不过是用来欺骗小员工的罢了。他用除魔司的那一套煽动俱乐部的员工，但俱乐部与除魔司分工完全不同，其实主要还是为了挣钱罢了。但看到小翟如此天真，他们还是有些不忍打破他的幻想。莫凡的额角更是淌下了几条黑线。他们这种刚出大学的单纯热血大学生，就是这么被一个个无良商家欺骗的呀。当然没有说轩辕长海不好的意思。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轩辕长海还在他眼里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好老板。拍了拍小翟的肩，莫凡语重心长地说道：“好，等会儿哥哥们去帮你看看，那人如果是好的，一定帮你成功拜师，算是你今天出了力还受了伤的奖励。”小翟一瞬间狠狠感动了，他越过身去抱住莫凡：“象神哥，你真是个好人。”经过车上的一通胡吹胡侃，车辆终于驶到了目的地。很快他们便在轩辕长海预定好的大酒楼前下了车，楼下专门安排好了人迎接他们。穿着大红旗袍、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姑娘们很快便迎了上来，将他们一路引到了轩辕长海安排好的包厢处。风尘看得口水一阵稀了，这得是什么好地方啊？服务生都这么漂亮。冰凌翻了个白眼，没出息。狂刀还在一边怂恿风尘，说什么心动不如行动，快去要电话啊！莫凡无奈地摇了摇头，闹剧一直持续到服务生帮他们推开了包厢的门。兄弟5人一起走进了包厢里。一进入包厢，他们便发现龙苍云右手边坐着一个脸色白净清癯、神情冷峻，还架着一副眼镜的人。他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双手抱胸的静静地坐在那里。这人浑身气场十足，看起来几乎和这个俱乐部格格不入了。风尘狠狠地咬了咬牙，他凑过去悄咪咪地对着莫凡的耳朵说道：“今天来的人果然是他，就是老四。大哥，你可得替我狠狠地教训他一顿。”话音刚落，这老四便冷冷地抬眸看向风尘：“老五，好久不见，你肋骨好了吗？”此言一出，在场知道事情经过的均是控制不住的扑哧一笑。风尘要被气死了。早好了，用不着你担心。你今天来是干什么？我告诉你，我们5个配合的好着呢，用不着你。你个死道士，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龙苍云闻言立即就开始拉起了偏架。风尘，你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人家老四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让人家回去算是怎么回事？别打不过人家就想些歪门邪道的点子气人家啊。那老四推了推眼镜，镜片上寒光一闪：“云老无妨，我本来就是道士，他倒也没说错，只不过道士也需要挣钱。”他抬眸看向风尘，镜片上寒光又是一闪：“所以很抱歉，等到那个人回来，你的参赛之路可能就止步于此了。”莫凡真的震惊了，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看起来便是什么天梁王魄的社会精英的人，居然是一个道士，这和他以前见过的道士完全不一样吧？救命！这个世界究竟还能刷新他多少世界观？而此时风尘简直气得抓狂，他抓着头发怒吼了一声，然后又摇着莫凡的手臂，委屈道：“呜大哥，你看到他是怎么欺负我的了吧？快揍他一顿，好替我出气！”场面已经不受控制的哄堂大笑了起来。轩辕长海也乐得不行，连忙起身向众人摆了摆手，然后朝他们5人招了招手，让他们尽快落座。他们5人全部坐到了轩辕佩斯的左侧，与对面的老四遥遥相望着。不知是刻意安排还是怎么，莫凡的座位又被放到了轩辕佩斯旁边。想起旁边这美艳女人上次刺激他颇深的处男论，莫凡有些尴尬的轻咳了一声。轩辕佩斯莞尔一笑，他撩了撩头发，托腮向莫凡问道：“听说那边副组长是你一人打死的？真厉害，怎么不把他的尸体带回来？只剩了一个头，很可惜。”莫凡又轻咳了一声：“煽动他了，来不及。他们不是收集了很多其他小蝙蝠的尸体给你吗？”轩辕佩斯遗憾地摇了摇头：“小家伙有什么意思？我想要大家伙。”此话一出，刚喝了一口茶的风尘差点没一口喷出来。他探出头来，越过莫凡，向轩辕佩斯说道：“大小姐，你是真强。”轩辕佩斯翻了个白眼：“去你的吧。”轩辕长海笑着摇了摇头，他懒得再听这些年轻人插科打诨，于是便颇为开心地站起来，举着酒杯开始主持大局。将酒杯伸了一圈之后，他豪迈地笑道：“好，既然今晚的主角都已经到齐了，那我们的宴会就正式开始。今天晚上不仅是一个庆功宴，也是一个接风宴。我们的小队成功取得了比赛的胜利，我们的老四擎天机先生也回到了我们的团队，双喜临门，可喜可贺呀！”
此话一出，宴会里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秦天机也站了起来，微微鞠躬，向在座众人示意。风尘不屑地冷哼了一声，像是十分见不得这个人一样。莫凡撞了撞风尘的肩膀：“你不是和他不熟吗？怎么知道他是道士的？”风尘咬了咬牙：“那天我们前午在一起开会，填身份信息，我就看他住址填了紫华山，那不是出了名的紫华关的山吗？我好奇问了一句，他承认了，我让他给我算姻缘，他转身就把我从3楼掀了下去。”莫凡适当的抬起了手，遮住了自己憋笑的嘴角。风尘旁边的小翟仰着脖子，莫名其妙的自豪道：“我就说嘛，天机先生才不会莫名其妙的摔你呢，你让人家紫华山的道士给你算姻缘，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呀，风尘哥。”莫凡此前当时从来没有听过紫华观这个名字，他挑眉问道：“这个道馆里的人很厉害吗？”小翟激动的点了点头：“是隔壁三清城的第一大宗门，镇城之宝。三清城的成名也是由紫华观的一气化三清化用而来，在三清城，紫华观比他们的除魔司势力都要更大呢。”莫凡起了一点兴趣：“宗门？他怎么从来没有在海南市听说过这个概念？”小翟又说道：“咱们海南市没有宗门，是因为李家已经垄断了所有修炼资源，我们城里市家族强盛，人家城里市宗门强盛，其实没有差多少了。”莫凡了解的点了点头。刚好此时轩辕长海已讲完了自己慷慨激昂又长篇大论的团建开场白，不知怎么，莫凡鬼使神差的转头看向对面的秦天机，刚好秦天机也正隔着眼镜片打量着他。见到莫凡看了过来，秦天机冷冷一笑，然后转头对旁边的龙苍云说道：“云老，既然聚到了一起，你总要把新同事给我介绍一下吧，要不然我连人家叫什么都不清楚。”嚯，听听这语气，他们其他兄弟可从来不敢用这种语气跟龙苍云说话，但龙苍云偏偏就是不恼。他朝莫凡使了个眼色，让莫凡和秦天机同时起身，然后笑呵呵地向两边介绍道：“天机，这是我们新来的同事，代号叫象神，不过现在也不用向大家隐瞒身份信息了，他的真名叫莫凡，海兰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功法十分了得，满晨光，地级巅峰，未来轩辕俱乐部的又一力将啊！大家掌声欢迎！”场面又是一阵掌声雷动。龙苍云满意的笑了笑，然后又向莫凡介绍起了秦天机：“莫凡，这是咱们轩辕俱乐部的老牌骨干成员。秦天机身份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是咱们隔壁三清城紫华观里的门徒，同样的满晨光，地级巅峰。不过在俱乐部里，大家不用在意彼此的来处，知道彼此都是一家人就好了。来，大家掌声欢迎天机的回归。”场面又响起了洪水一样的掌声。龙苍云与轩辕长海看看秦天机，又看看莫凡，感觉自己真是祖上烧了青烟，能招来这么两位成员，彼此都满意的不行。秦天机抬了抬眼镜：“师从何处？”莫凡微不可察地吸了一口凉风，这倒是第一次有人问他这个问题，而他的沉默在龙苍云看来显然就是为难。当今世界有许多世外高人，尽管实力强盛，却并不愿意入世向外人透露自己的信息。可这些世外高人自然也有门徒，门徒们尽管入世，也会谨遵师命，三缄其口。龙苍云见过这样的人，所以自然把莫凡此时的沉默理解成了不可说。他笑着打起了圆场：“不必问得这么清楚，一家人之间也得保留一点神秘感嘛。”秦天机点了点头。初次见面，以后多关照。他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提问。莫凡本以为秦天机会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没想到这个口气倒挺随和。看来只要他不摆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倒会让人觉得颇有礼貌和风度。也难怪风尘那时候竟然会凑上去问姻缘。莫凡也点了点头。初次见面，以后多关照。介绍完了彼此，大家便正式开始了今晚的宴席。之前那些穿着红色旗袍、肤白貌美的大长腿的侍应生们又走了进来，一道一道的在他们面前呈现出各种名贵菜肴，美酒也是酒香扑鼻，馋得整个包厢里一阵口水稀溜的声音。美食当前，谁还有闲心说些别的？大家吃菜的吃菜，喝酒的喝酒，都在餐桌上大快朵颐了起来。酒过三巡，不知怎的，风尘像是喝高了，指着小翟教育道：“弟弟，不是哥哥我说你，你就算想拜师，也挑个好的，拜去道馆上做什么呀？我告诉你，按照他们那边的规矩，小道士可是娶不了媳妇儿的。”小翟也喝得脸蛋红扑扑：“无所谓啊，谁要娶媳妇儿？我要修炼更好的功法，我要变得更高、更快、更强。”他们对面拿着酒杯与龙苍云谈些什么的秦天机皱了皱眉头，对面那些混话自然没有逃过他的耳朵。呵，拜师？想屁吃！正当他懒得理对面的醉鬼言论时，那小翟突然举着酒杯，直直地站起身来，朝秦天机那边鞠了3个大大的躬：“师傅好，还请师傅收我为徒，我一定会尽心学艺的。哥！”最后那声酒嗝简直震醒了酒桌上的一半人。原本喝得迷迷瞪瞪的莫凡也睁开了双眼，脑子被小翟的唐突拜师惊醒了一半。这傻小孩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拜师？人家会答应你才有鬼啊！可小翟显然是控制不了自己的。从进入宴会开始，他便一直思忖着该什么时候向秦天机提出自己的拜师请求。可斟酌着，开场白也说完了，介绍也做完了，菜也上了，
酒也喝了，他一直没找到是适合的时机。此刻借着酒劲儿，他倒是把自己的心里话一股脑的说了出来。擎天机皱了皱眉，胡闹！他紫华观门规森严，怎么可能会轻易收徒？就算他收徒，也不会收这样一个冒冒失失的小醉鬼。正当他打算直接开口拒绝时，莫凡撑着桌子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秦兄，不要急着拒绝，这个孩子是不错的，他也早就想拜你为师，只不过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和你说。借着今天大家都齐聚一堂，你何不给他一个机会呢？龙苍云见状也凑起了热闹，他哈哈一笑，好啊，这是大好事儿，要是你们能够成为师徒，对于我们俱乐部来说也是好事一桩啊。擎天机推了推眼镜，风尘瘫在椅子上暗骂道，不收就不收，推什么眼镜，推什么眼镜，奶奶的四眼天机！擎天机冷笑了一声，他终于正眼看向小翟，这样吧，既然你说你要拜师，今天你的第一个考验就是把酒狠狠泼到这废物的头上，让他清醒一点，别找死。你做得到的话，我就给你这个机会。小翟的酒意顿时清醒了一半，完蛋了，自己刚才干了什么？看着场内众人那副看热闹的表情，小翟简直想把自己狠狠淹到酒里，淹死算了。颤抖地举着那个酒杯，小翟一动未动。擎天机挑了挑眉，你不愿意？小翟的喉结滚动了几下，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终于鼓起勇气，举着酒杯说道，抱歉，天机先生，我不能这么做。在葫芦山里是风尘哥几次救了我，要不然我早就死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这么对他。说完，他又紧紧咬牙，闭着眼睛挣扎着说道，刚才风尘哥酒后失言，冒犯先生了，我替他向你道歉，这杯酒我干了。说完，他已将那一杯烈性白酒全部灌进了自己的喉咙里，辣得他整张脸皱得像一个面团。擎天机冷笑了一下，众人心里皆是一颤，这孩子怕不是会拜师不成，反而得罪了擎天机吧？但其实不然。擎天机听到他这番话，倒是有了几分欣赏。他们紫华观收徒极为看重品质，若是刚才的醉鬼不值一提，现在这个替救命恩人喝酒的孩子倒还有了一点可取之处。这个包厢很大，擎天机冷笑着离开酒桌，往空阔地带去。龙苍云尴尬地呲着牙，看着现在这个场面，也没好意思动手去拉。静静背手，擎天机对小翟抬了抬下巴，淡淡问道，为何要拜师？小翟被擎天机这一举动吓得一激灵，还以为他要过来打自己，没想到他竟然问出了这个问题，连忙立正站好。小翟恭恭敬敬地回答道，我想要拥有更强的实力，来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或者说保护所有人类。擎天机嗤笑一声，多少年了，他就算在紫华山上也没听过这么可笑的梦想。小翟甩了甩脑袋，吞了口唾沫，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在强者面前是那么的渺小，生杀几乎都在对方的一念之间了。电光火石间，他又补充道，我一直很想有一个师傅，我姑姑被妖魔抓走之后，爷爷奶奶生了一场大病，爸妈没时间照顾我，家里的功法也都是我看着本子自学的，所以我想有一个师傅指导我。此言一出，在座那些喧哗与议论都停止了下来。在人类没有站起来的那几百年，这种事比比皆是，在座有些年龄的人，身边的人几乎都被妖魔或多或少的杀伤过。小翟的事十分稀松平常，但对于他们来说，不由得勾起了一些回忆。擎天机眯了眯眼，我们今天不过第一次见面，你为何要拜我？小翟深吸一口气，大声说道，因为你是我敬仰了很久的前辈，虽然我不知道你的样貌，你的性情，但我知道你很强。擎天机又是一声冷笑，一时间场中静默的连掉一根针都能听到，所有人都被小翟的一腔孤勇打动了，他们都在静静等着擎天机的回答。而半晌之后，擎天机淡淡说道，你来接我三道符，仅可以躲闪，就看你能不能躲得过了。三道符之后，你如果仍能站起，我就收你这个徒弟。此言一出，四下欢呼。尽管大家不知道小翟能不能通过擎天机的考验，但擎天机肯给出这个机会，已经是莫大的奇迹了。轩辕佩斯闻言却踌躇道，这是不是太……在座众人恐怕没有人比专门验尸的他更了解擎天机的符。擎天机的符在妖兽身上是一贯的刁钻毒辣，一击致命，他怕小翟受不住。莫凡却摇摇头，对轩辕佩斯比了个虚，示意让他不要打扰。他相信擎天机会有分寸，也相信小翟这孩子如若能拜擎天机为师，假以时日必定大有可为。今日三道符都挨不过的话，今后又如何妄言要成才？轩辕佩斯这才住了口，但仍担忧地看向小翟，不知他会如何抉择。小翟紧攥着拳头，又往擎天机那边走了走，他紧咬牙关，明明是害怕的，却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模样。谢谢天机先生给我这次机会，请赐教吧，我一定会撑住。他终于走到擎天机面前站定，摆出一副格斗姿态，无比坚定道，先生来吧。擎天机在心里暗暗挑了挑眉，这孩子还行。小翟扎稳了马步，拳已然在腰间紧握，摆好了格挡的姿态。霎时间，擎天机手腕一翻，一道黄符已然从袖中击出，这是第一符，就直冲胸腹而去，快符如风，急如闪电，期间听到空气迸裂作响，隐隐有泰山压顶之势。轩辕佩斯焦急地转头望向莫凡，这太可怕了，
这一符下去，小翟可能会死。场内诸人醉的都醉过去了，没醉的，例如龙苍云、轩辕长海等人，听觉这符一裂空，很近非常，也都已经做好了随手冲出去救人的准备。莫凡却并不着急，他看出来一符看似斩山劈石，但只是擎天机特意制造出的假象，符意有形无神，并不会置人于死地。擎天机这第一符乃是试胆攻心，小翟千万不要怕，这一符你怕或退，你便输了。莫凡在心里默默为小翟打气。小翟没有退，他紧闭双眼，紧咬牙关，是要抗住这一场试炼。那符撕破空气的气爆声，他并非没有听到，只是这才是第一符，他实在不想做一个懦夫，他不想让莫凡失望，不想让在座的各位哥哥姐姐失望，更不想让眼前的擎天机先生失望，所以他不退。符裹着劲风已经到达了他的胸膛，轰的一声，小翟已被打出3米远，重重地磕在了身后的桌子上。他本以为自己会吐血，会剧痛，但并没有。小翟跳起来，惊喜地摸了摸自己的胸膛，除了有些闷闷的疼和后腰磕到桌子上带来的疼痛外，并无其他更大的不适。他感激地望向擎天机，知道是擎天机给自己留了一命。擎天机又是扯起嘴角冷冷一笑，不熟悉他的人会以为他在嘲讽，但龙苍云、轩辕长海等人知道，擎天机现在的心情是真的挺好。好了，来接第二符吧，这一符考验的是你的判断力，你完全可以躲闪，躲不过也没问题。我说了，3符后能站起来，就算你赢。小翟经历了第一符，如今已是信心大增，他眸中金光阵阵。擎天机先生，来吧，我不怕。他又回到擎天机面前站定，摆出一副防守姿态。擎天机风一般诡秘的出符了，只见符在空气中形成一道道残影，让人难以辨别他真正的方位。小翟咬咬牙，决定凭直觉向左躲闪。他错了，那符直直击中了他的右肩。小翟一下子被击倒在地，躺在地上翻滚，冷汗簇簇直冒。如果他没猜错，因为巨大的冲击力与扭挫力，他的右肩此时已然脱臼，太疼了。可他必须要重新站起来，还有第3符呢。小翟拖着自己已经痛到没有知觉的右臂，依靠双腿的力量，艰难地从地方站了起来。擎天机先生，还有第3符，请吧。擎天机赞赏地看了看他，紫华观里受了他第2符能这么快爬起来的都寥寥无几，这个孩子意志力与身体素质都超于常人，的确是个好苗子。但他不会手软，说3符便3符，一旦撑过3符，小翟从此以后就是擎天机的徒弟，他擎天机的第一个徒弟。待到小翟彻底站稳之后，擎天机的第3符飓风烈火般的出击了，没有花哨，没有技巧，没有迷惑，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直符，一个充满力量的直符，无从躲避，无从分析，因为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到让你怀疑人生。小翟才看到擎天机出符，下一秒那符已经到了身前，轰的一声，直符猛然到胸，小翟高高的跃起，然后重重摔下。这次是真的吐血了。小翟尝着嘴里慢慢涌出的铁锈味，铁锈味慢慢涌出增多，他的意识也在逐渐的丧失，这是因为太疼了，所以身体强制性的保护措施。不能睡。小翟这样告诉自己，你要醒来，你要站起来，你要拜师，你要告诉莫凡哥、风采哥、狂刀哥、擎天机先生，告诉他们你可以做到。狂刀已经要冲上去救人了，他一个箭步冲到小翟身边，想要把他扶起来，总不能一直这样躺在地上流血。鬼影般的擎天机移到了他身前，拦住了他。放心，小伤而已，不会死，让他自己醒，自己站起来，否则之前的考验作废。狂刀望了一眼脸浸在血泊中的小翟，只得咬咬牙，担忧地往后走去，祈祷小翟能尽快站起来。轩辕佩斯紧张地问莫凡，小翟真的没事吗？莫凡点点头，放心，我说了，擎天机有分寸。小翟的意识陷入了黑白交战，白色说，你快醒吧，大家都在等你醒来。黑色说，你今天太累了，睡吧，睡一觉又何妨。他抽动了一下手指，天光大亮。小翟困难地睁开眼，然后用左手抓住桌角，双腿跪在地上摩挲，可他没力气，一次次起身，一次次瘫倒，终于在最后关头，小翟依靠艰难的手脚共用地爬了起来。他口鼻皆流出了血，身形不稳，还在晃荡，但小翟不急着擦，而是定定地看着擎天机。擎天机回望他一眼，静静地抬了抬眼镜，然后伸出那只骨节修长的手，徒弟你好。小翟一下子又砸在了地上，操，这下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从此以后他的生活再也不一样了，他小翟可是有师傅的人。风尘晃了晃脑袋，这会儿才从酒意中清醒了一些，显然他还并不知道自己刚才那些醉话都带来了什么。朦胧地睁开眼睛，他就看到小翟满脸淌血地倒在地上，看起来十分凄惨。风尘一惊，速度快的连风尘都没拦住，直接冲到了小翟身旁，一拳攻向站在小翟面前的擎天机。你疯了吧，这么小的孩子你都下手。莫凡无奈地冲了过去，拦住了风尘。他再不出手，今天晚上小翟没事儿，这风尘恐怕是必定有血光之灾了。只见擎天机淡淡地收回了自己的黄符，算你来得快。狂刀也无奈地上前来，从餐巾盒里抽了一大把纸巾，意图给小翟擦干净鼻子和口腔外流出的血。越擦越生气，狂刀愤怒地开口道，不过是收个徒，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至于把小翟折磨得这么惨吗？秦天机噙着他的冷笑在喝水。哦，你觉得他是小孩吗？可笑，都20多了。从今往后，他算是有徒弟了。这种体验倒是挺陌生，这是他的第一个徒弟，还是莫名其妙在接风宴上收的徒弟。回观里说给师傅，恐怕他都不会相信。小翟躺在地上喃喃道：“师傅，师傅。”秦天机随意的点点头，随后便回到了酒桌之上。莫凡与狂刀搀着小翟站了起来，回到了座位上。风尘一脸懵逼的看着两边，完全看不懂发生了什么。他悄咪咪的问莫凡：“到底怎么回事啊？有没有人向我解释一下？”莫凡安顿好小翟之后，喝了口茶：“就是小翟向秦天机拜师了呀。”风尘震惊了，甩了甩头，他一脸不可置信的坐了下来，以为还自己在梦里。宴席一直持续到了深夜，中途轩辕长海接了一个电话，他的神色也肉眼可见的凝重了下来，抬眸看了5人小队一眼，他抱着手机走了出去，然后很久都没有回来。借着这个由头，龙苍云借着酒气极为慷慨地宣布了解散，大家可以各回个家，各找个妈了。而所有人早已喝得五迷三道，神志不清了。幸好莫凡之前给白九颜打了报备，这才敢顶着满身酒气安心回家。一路走到自己老小区的楼下，莫凡一拍额头，才想起自己搬家了呀，感叹了一下酒真是不能多喝。可转身走了没几步，他很快便发现了自己身后跟着的尾巴，冷笑一声，莫凡的醉意在夜空中散了一大半。有完没完？还真就赌自己赌上瘾了呗。几秒之后，一个暗巷里，莫凡整理了整理衣袖，潇洒地走了出来。他步伐轻快，神情却沉冷。看来自己这家是真的不能再回来了。莫凡几乎可以99%确信，这些黑衣人乃是李家派出的杀手。可由于没有证据，他只好先把这猜测放在心里，一路回到了别墅区。此刻已然深夜，门窗自然是紧闭的，但1楼那大大的落地窗前，透过纹饰精美地窗帘，莫凡仍能看到里面隐隐的灯光。他看着眼前的景象，有些感动地站在了门前，掏出钥匙开了门。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白九颜很快便惊喜地转过身来看着他：“老公今晚怎么这么晚回来啊？”莫凡凑过去抱住白九颜：“今晚公司来了个新人，所以耽误的久了点，让老婆久等了，不好意思。”话说完，莫凡颇感一些心疼。刚才进门时，这偌大的房间只剩下白九颜一人，衬得他更加孤单，这也让莫凡心里不由产生了一丝愧疚。白希逸不在了，家里就只剩老婆一个人，自己怎么能这么晚回来呢？而白九颜知道他赚钱辛苦，显然也并不过多怪罪。没事的，我是担心老公辛苦。老公既然回来了，就早点休息吧。这让他的回应中多了一丝含羞的理解。莫凡心神一动，故技重施，想要去亲吻白九颜的嘴巴。而出人意料的，白九颜这次竟没有躲闪，她红着脸接受了莫凡的亲吻。但两人这次亲着亲着，迷迷糊糊间，莫凡竟然又睡了过去。羞愤地看着靠在肩头呼呼大睡的莫凡，白九颜咬了咬唇，简直想掐他。自己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这莫凡怎么又半路掉链子？但莫凡既然已经睡着了，自己怎么可能又把莫凡摇起来继续？算了，直接把他拖到卧室里面安心睡觉吧。气呼呼的把莫凡一路拖上了床，小夫妻总算是安安稳稳的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莫凡照旧去上班。一进训练室，一道迎面的火符摇摇晃晃的向他扑来。莫凡皱了皱眉，直接伸手挥散了那道符文。小翟，你干嘛呢？他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道符必定不会是擎天机用出来的。果然，小翟慌着神跑到了门口。对不起，象神哥，我实在是我太笨了，师傅也正骂我呢。莫凡无奈地往近走了走，果然看见了他那新同事兼前辈擎天机。这人又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正装，架着一副金丝框架眼镜，翘着二郎腿，坐着一张不知道从哪搬来的老板椅上。所有人都在热火朝天训练的训练室中，擎天机坐在角落悠哉悠哉的玩符，看起来别提有多么惬意。小翟跑上前来，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莫凡，然后他又扇着脸跑到了擎天机面前，对他弯腰道歉道：“师傅，对不起，我刚才又差点把象神哥烧了，我一定会努力再多练练的。”擎天机抬了抬眼镜，淡淡道：“见过笨的，没见过你这么笨的。练了1小时了，连入门最基础的掌握符方向都学不会，再不行的话就回家吧，别跟我学了。”这话可是把小翟听得眼含热泪，他连忙摇了摇头：“我一定努力，师傅放心。”莫凡站在一旁，只得感叹这对师徒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随他们去吧。无奈地摇了摇头。莫凡回身开始了自己的训练。偌大的训练室里，他最常用的训练工具是那个压力房，那里面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当今世间最坚硬的，无论里面爆发出多大的力量，基本上都不会影响到外面的环境。莫凡可以用那个仪器来测试自己象腿的瞬间爆发力已经到了多少千帕。而自从他掌握了双重象腿的诀窍之后，这是他第一次测试。正所谓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测试的结果显示，那股力量竟然比单腿时增大了1倍不止。可以说，他如今的实力更是得到了质的飞跃。可还没等他震惊几秒，压力房外便传来了几声不大却十分有规律的敲门声。莫凡皱了皱眉头，若是风尘敲门的速率恐怕不会这么游刃有余，若是狂刀敲门，他大手大脚惯了，声音也不会这样得当。
可除了他们俩，还有谁会在这种时候来打扰自己呢？莫凡转身打开门，秦天机骤然出现在他眼前，他推了推眼镜，然后向他抬了抬下巴。怎么，测出来了什么结果？莫凡一时摸不清眼前这人是敌是友，是恶是善，于是便索性耸了耸肩，让开一条道，让秦天机自己进去看。秦天机倒是也一点不客气，当真走了进来，还顺带拉上了门。训练场外的空气一时凝结了起来。哈，这两位从今天相遇开始，气场就太怪了吧？此刻还孤男寡男共处一室，到底是要干什么？小翟更是咽了咽口水，希望师傅和象神哥不要产生什么冲突才好。而此时，压力房内，莫凡那记双重象腿的余威显然还没有散去，压力表上的数字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平复，也没能回复到最初的数字上。而秦天机自从看到那个数字之后，便一直饶有耐心地等在压力表旁。他在对莫凡的力量体系进行分析，无法迅速回落初始数据，并不是压力表的缺点，相反，这是设计器械的科学家故意提出来的设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观测某种力量的余威，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终于，在漫长寂寞无言的等待之后，表面数字回到了初始的0。秦天机又抬了抬眼镜，如此看来，你的功法并不是他们口中所谓的召唤神兽，而是一种通过光影模拟而成的重力场。莫凡挑了挑眉，哦，他倒有些期待这秦天机会说些什么了。而秦天机眯了眯眼，淡淡用他修长的手指扣动着计数仪的表面，哒哒哒，伴随着敲击表盘的声音，秦天机又分析道，这种重力场比起一般的直接打击更为优秀与先进，既不缺少爆发力，也不会后劲疲软。如果你愿意，它甚至可以一直存在，直到压力场内的所有东西都泯灭于无形。莫凡不置可否，我倒是没有如此深入分析过我的功法，或许你说的没错。秦天机又抬了抬眼镜，淡淡道，云老还以为你是从哪位深山里的不入师大师，但在我看来，你只是一个侥幸习得了上等功法的野路子罢了。莫凡面上仍保持着那样波澜不惊的打量，但心里却起了一点波澜。他未曾在这人面前出过手，就连刚才秦天机也只是进来看了看自己出手之后的数据罢了。为什么会如此自信地得出这副结论？甚至这是完全正确的结论。不过幸好，眼前这人好像也并没有什么打破砂锅锅问到底的习惯。随手解开了自己正装领口的扣子，秦天机回身看了一眼莫凡，他的镜片上寒光一闪。但你若是以为你可以凭你的幸运和三脚猫功夫在俱乐部里作威作福，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话音刚落，秦天机那修长的指节随意挥动了一下，空中瞬间出现了5道黄符，速度之快，莫凡甚至没有看清那些黄符是打哪儿来的。总之，应该不会是秦天机凭空变化而来。黄符飞速旋转，仿佛在空中结成了一个形状诡异的法阵，随后便如同不受控制的巨石一般轰然砸向表盘。表盘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声嗡鸣。怎么会？但随后计数表上的数字便出现了恐怖的迅速飙升，仅仅1秒便打破了莫凡刚才创造的记录。莫凡皱了皱眉，那5道黄符依旧在疯狂地旋转着，在测力表盘上制造着一波又一波的嗡鸣。随后法阵的光芒渐渐淡了下去，秦天机又随手收回了黄符，压力房内的一切又变得和刚才别无二致。巨石符和你那个象腿虚影的效果应该差不多，但续航时间或许还有待钻研，能提供给我灵感的人不多，算你还有些用处。说完这番话，秦天机又莫名其妙地走到了门前，开门走了出去。莫凡现在的心情着实有些无语，所以这是什么情况？这人一大早莫名其妙地来和自己凑在一起，就是为了说一通他自己的分析，以及在自己面前装个逼。果然是道士啊，不管外表再怎么不像，那一点神棍的气场还是没有丢得不过。秦天机刚才秀的那番操作，着实也为莫凡燥热的心里泼了一点冷水。从莫名其妙通过系统拿到这本神像镇狱之后，他便一直未曾在海蓝市里遇上过敌手。不管是李军还是蝙蝠组长，两位在外人看来完全不可一世的地级巅峰，都被他或轻而易举，或略费功夫的灭杀。而秦天机的出现，像是上苍在冥冥之中告诉他不要过分自满。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尽管这个人或山不一定是秦天机，但自己总归还是不能大意。秦天机一走出压力房，小翟便摇着狗尾巴，极为狗腿的走了上来，嘘寒问暖道：“师傅，你刚才进去和象神哥聊什么了？对了，我刚才训练方向小有所成，要不然您再看看。”随着秦天机走开，所有人也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训练部老四并不是十分熟悉，但莫凡却是和大家一同训练了许多天的好同事。若是这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冲突，那他们可就难办了。有些女同事看着秦天机，甚至还暗自红了红脸。他们俱乐部里多的是风尘那种不着调的，或者便是狂刀与象神这种把自己伪装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像秦天机这种毫不吝啬以真面目示人的帅哥，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耳目一新的观感。而此时，风尘和狂刀靠墙站在一旁，则都是一脸不爽地看着秦天机。这人到底在装什么逼？到底有什么好狂的？不就是实力强了一点，人长得帅了一点，行为举止比他们有风度一点吗？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山上修道的道士，这辈子是娶不了亲的。那些女同事到底在开心什么啊？
如此说来，还是他们的冰灵小姐姐比较好，至少对擎天机、冰灵做到了眼不斜视啊，这才是女中豪杰，他们的好伙伴嘛。两人一起把欣慰的目光投向了冰灵，而冰灵察觉到了那份目光，又十分恰当的向他们俩翻了一个白眼，还做出了一个滚的口型。两人倍感打击，只好一起哀嚎着走到压力房里，打算和莫凡诉苦。可莫凡盯着那数据迅速回落的压力表，脑中显然在思索着些什么。看到风尘，他灵光一闪似的，迅速朝风尘招了招手：“兄弟，你好像对妖族那些势力分布比较了解的样子，跟我说说，去狐族主要需要通过一些什么族群，遇到哪些高手？”风尘一听到这个话题，恨不得他从未踏进来过，可逃跑的瞬间便被狂刀挡住了去路。狂刀佯装发狠道：“你可不要跟我临阵退缩呀！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和象神一起去接任务吗？”风尘欲哭无泪，他从兜中掏出了手机，然后点开了一个页面：“你自己看吧，国家地理官网里面人类城池、有名有姓的妖族势力和官方排除万难特修的越野公路，能标注的都标注了。你要去的狐族，咱们至少得越过2个城池，去他们的郊外上越野公路跑2公里，随后才能进入妖族的山野范围。”仰天叹气，风尘已经预想到了自己死状的凄惨。狐族身为势力颇大的族群，甚至连国家掌握的资料都不太多，所以可没人能告诉你里面到底有多少强者。咱们5个去，就算拉上那个姓秦的，都指不定能不能活着回来呢。莫凡倒当真沉默了片刻，若是今早擎天机没在他面前装逼，他倒非常有把握带着兄弟们去闯荡一番。可经过那一番，他便明白，此次若是出发，他不是只代表他一个人，而是需要背负另外4条人命。若真出了什么事，他实力不够，没法保护兄弟们的话，是没有办法跟任何人交代的。淡淡点了点头，他把风尘的官网拷贝过来，给自己发过来了一份，然后语气平淡的说道：“这样啊，好吧，我决定不去了，你们不用替我操心，安心准备接下来的第2轮吧。”此话一出，风尘与狂刀均是不可置信的抬头看向莫凡。哈，不会吧？尽管3人相处时间并称不上有多么长，但也算是一起出生入死过。他们是很了解莫凡的性格的，不到关键时刻绝对不会逃避退缩。明明去狐族是之前决定好了的事，怎么会莫名其妙因为风尘的2、3句话而放弃呢？莫凡看着他们2人一脸震惊的表情，颇为无奈的靠在墙上轻笑一声。他随意的开口道：“之前就是我一时兴起，现在想想，那地方是真挺危险的。我们马上要参加第2轮，若是谁出了什么事儿，云老怪绝下来，我可没钱给他赔的。”他努力想风趣一些，随意把这件事随便带过去，可风尘与狂刀2人对望一眼，显然并不相信莫凡的说辞，无奈的将2人推出了房外。他也走出来关上了门，说真的，真不去了，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儿了。说完，莫凡就头也不回的去别的地方继续训练了。等到下班，莫凡像是提前消失了似的，没像往常一样和狂刀风尘他们一起出门，反而一个人溜没影了。风尘狂刀在人群里看了看，愣是没逮到莫凡的影子，心里越发奇怪。而这时的莫凡却早已去往了黑市，他穿着那身黑金袍子，戴着黑金面具，身旁散发着一股浓浓的黑雾，着实有些生人勿近的感觉。想要找到黑市的地址其实并不难，随便点开一家暗网便能精准定位到黑市的地址。别忘了，莫凡在大学里可是学计算机出身，其实他本没有必要来这一趟接任务，但不知为何，他总有种明明的预感，白九岩会在此处。之前为了早点出发，他选择了提前下班，这并不是他平常的下班时间，所以白九岩应该也不会待在家里。临别之前，莫凡至少想以陌生人的身份与白九岩再见一面，而此时的白九岩不出莫凡所料，果然就待在黑市的控制室里。只不过此地闲人免进，除了黑市的内部工作人员，其他人是不允许进入的。此时莫凡已经来到了黑市的任务发布装置台前。与俱乐部的形式不同，黑市为了保持一定的神秘性，并没有会员制，也没有固定的官网，所以一般发布的大型任务都需要游击猎人亲自来此地接手。抬头一望，那大荧幕上的金色置顶已驻足了足足5日，而接下任务的人数一直原封不动地显示着0。莫凡心里冷哼一声，果然再大的诱惑比起自己的生命都是不值一提的。而此刻为了去狐族救回那个因为自己和老婆被抓走的无辜小孩，他要决定拿出自己的性命去赌一赌。他抬头看着大荧幕那行金色大字的同时，周围已经有不少人聚集了起来，无数游击猎人与黑市摊主都在窃窃私语。这个人一直盯着那个任务看干什么？莫不是想赚钱想疯了？看他的装束疯疯癫癫的，估计是哪个脑子不正常的吧。莫凡回身以上古幽冥的眼神冷冷地望了他们一眼，顿时不知怎的，那些原本窃窃私语的人一时都噤若寒蝉了起来，一股由心而发的冷意席卷了他们全身，使得他们甚至张不开嘴。回过身，莫凡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最上面那颗金色按钮，一瞬间大屏幕光影变幻，金色置顶大字被无限放大，冲击进了每个人的脑海。莫凡皱着眉摇了摇头，这屏幕看起来除了大以外一无是处，但没想到竟是一个精神系的法器。仅仅一瞬间，他的脑内便涌入了无数关于狐族的信息，
包括狐族各个牢房的精准位置，也准确无误的在一瞬间输入了他的脑中。也幸亏他是地级巅峰，承受得住这么强烈的精神冲击，否则一般人光要消化这些知识点，恐怕就要用1天1夜的时间才行。此时，控制室内的白九颜惊讶站起，他看着监控录像里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手指不自觉地抖了起来。试试他旁边的员工抬头问道：“老板，这人你认识？”白九颜咬着下唇摇了摇头：“怎么能说是认识？不过是那一次的萍水相逢罢了。他从狼妖的手中救下了自己，从此自己甚至再也没有受到过妖族的骚扰。这个人怎么会在这种时候站出来，接下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他有心推开门去见那黑衣人一面，可是一时间，莫凡的笑容莫名其妙的出现，占据了他整个心灵。不行，自己和其他不相干的男人说话做什么？不管这趟是生是死，都是这个黑衣人的命数。自己已经通过大屏幕提供了所有能提供的信息，能否通过狐族的重重包围救回那个孩子，就看他自己了。莫凡接完任务之后，在控制台前等了一会儿，他以为白九颜会出来，可是没有，只有一个黑市的员工从内部走出，递给他了一张黑金色的卡片。先生你好，这是我们老板提供给您的黑市金卡，由于您是第一个接下这个任务的人，作为奖励，这张卡从此在黑市消费可以任意7折，顺便您将它折断的时候，可以给您带来一次逃生的机会，言尽于此，希望先生珍重。此言一出，周围的群众都沸腾了，这是多么大的诱惑！7折，黑市里的东西大多是市面难买的天价，7折不知可以省出多少金钱。可尽管如此，也没有第二个人敢站出来做第二个吃螃蟹的人。他们都十分清楚这项任务的风险有多大，在他们看来，几乎可以说只有1%的生还机会。有命挣钱，没命花，那可是非常没必要。莫凡又等待了一会儿，见白九颜实在不出来，也猜想到了是自己这身装束的问题，带着遗憾往里看了一眼，他随即便扬长离去。白九颜在监控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莫凡离开前的那个眼神，不知为何，他开始后悔自己刚才没有出去，总觉得好像错过了一些重要的事。罢了，如果这人能活着回来，就再多给他一点赏金吧。莫凡离开后不久，黑市里边偷偷摸摸地溜进了4个人影，又引起了围观群众的一阵侧目。而这时，莫凡已经通过脑海中得到的各种信息，以最快的速度飞向了海南市相邻的第3个城市。海兰市作为这片大陆的边陲，邻城是三清市，邻城的邻城是天水市，而唯一可以通往狐族附近地带的越野公路便修建在天水市的郊外。莫凡需要用最快的速度以及调动全部的真气，在天黑之前飞到天水市，然后租用那里的越野探险车，一路驱车去往狐族腹地。而这一切，莫凡都打算一个人来完成，不能因为自己的事牵扯兄弟们了，尤其是在无法保证兄弟们安全的情况下。既然是自己家里的事，那么当然是由自己一个人来解决。如此高强度的远距离飞跃，对于人的功力消耗之大，乃是莫凡第一次领略。天上刺骨的寒风在远离了地表的温度之后，变得格外凛冽。尽管已经用了足够的真气去抵御，但全身还是觉得冰冷异常。但这一切都没有动摇莫凡坚定的眼神。在夕阳的晚霞渐渐升起，又渐渐消散的时候，莫凡终于来到了天水市。他喘着气在天水市的临郊站点停下了脚步。站点前面正是一大排写着租用探险越野车的车库。他肉眼能看见的那些车全都落满灰尘，破烂不堪，几乎有些潦倒的样子。那些车库老板百无聊赖地扇着扇子喝着茶，坐在规模扩大的停车库旁，看起来十分的惬意与无聊。莫凡喘着气走向老板，然后掏出一张银行卡，租一辆你们这儿品质最好的车，加满油的那种，我不一定能还回来，所以你想刷多少刷多少。车库老板用扇子挡住夕阳洒下来的日光，玩味地看了看莫凡。小子，去哪里啊？赶得这么急？莫凡冷冷道。自然是有事，我赶时间，还请老板快一点。老板放下扇子，哈哈一笑。不过是地级巅峰的小娃，口气竟然这么狂。算了，看你有眼缘，是个心中有信念的，就不宰你了，跟我来。他挣扎着从那摇摇晃晃的躺椅上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随后大大咧咧地拍了拍裤腿，摇着扇子带着莫凡向前走去。莫凡皱了皱眉头，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车库老板竟也是隐世的高人吗？他跟着那老板往前走去，进入了一个小车库内。小车库里与刚才路边摆放落满灰尘的车截然不同，一个个锃光瓦亮，浑身乌黑碧绿，一看便是上品。莫凡随手检查了一下，发现果然是好车，便很爽快地给老板刷了卡。要上车离开时，莫凡想起了什么似的，回身向老板道了句谢。老板顿时摇着扇子，笑得合不拢嘴。嚯，这小娃！莫凡没再耽误时间，直接骑着车开上了城郊站点。幸好猎人证乃是全国通用的，天水市的工作人员在检查了莫凡的证件之后，很快便对他放了行。他沿着城郊站点的路一路向前开，很快便来到了全是由粗略沥青铺成的越野公路上，上面用古旧的蓝色铁皮牌印刷着几个大字：国家为办公成建，私自驶入，后果自负。莫凡冷笑了一声没理会，直接一脚把油门踩得嗡响，直接飞离了天水市的城郊范围。根据国家地理官网的信息，
还有黑市里那个大荧幕传送给他的信息。他这车需要全速开2个小时才能到达最临近狐族的妖族地带。刚才紧张的情绪一下子就放缓了下来。莫凡甚至饶有兴致地在车盘上找了找有没有播放音乐按钮。这条看起来沧桑不堪的越野公路上，只有他这一辆车在尽情飞驰，这样莫凡生出了一股在演公路片的趣味与豪情壮志。就在莫凡独自帅气的时候，天水市的租车点前，4个年轻人灰头土脸地出现在了那里。如果莫凡在这里，肯定会吓一跳。这几个人上班不好好训练，下了班不好好回家，跑这来干什么呢？没错，这4人正是狂刀、风尘、冰凌与小翟。他们自从发觉到莫凡的行为不对劲之后，便很快地反应了过来，一路轻车熟路地跑去了黑市。风尘他们潜伏在人群中，果然发现了站在任务发布台前那个熟悉的身影。4人对望一眼，简直不知道该对莫凡说些什么好。合着莫名其妙跟他们说不干了，就是因为不想带他们玩了呀。风尘捂着嘴，气愤地捶了捶旁边的狂刀。好啊，这小子，忘我叫他一声大哥，他居然想独自发财不带着我们，怎么可以这样？狂刀用看白痴的眼神白了他一眼，人家那是不想带着你去送死，懂吗？风尘气得咬了咬牙，那他自己一个人去就不是送死了，根本就是没拿我们当兄弟嘛，有难同享有福同当的道理他都不懂。冰凌皱眉向他们2个人比了个虚，闭嘴。小翟点了点头，小声道，象神哥听着很灵敏的，小心别被他发现了。风尘又向他飞了一个眼刀，然后质问他，叫你从你师傅尿的符，你要了吗？小翟欢乐的点了点头，要了要了，我跟师傅说要出去历练，师傅特别爽快的甩给了我一包符，还有一本自学秘籍，说是要是我回来的时候还是不会用，就要把我逐出师门了。风尘闻言暗骂了一句，这什么人啊？说话间，莫凡已经拿着那张黑卡走出了黑市。4人见莫凡已经走远，便一溜烟的跑到了任务发布台前，丝毫没有犹豫的同时按下了那个按钮，又接下了任务。旁边的游击猎人和黑市摊主们已经处于连续目瞪口呆的状态了。仅仅几分钟之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金色置顶任务下的人数从01路飙升到5，简直有些怀疑自己身在梦中。而坐在控制室里的白九颜更是皱了皱眉头。这4个人里面那个个子高挑、身材清瘦的穿着随性 T 恤青年，怎么看怎么眼熟。到底是谁？突然他灵光一闪，猛然回想起了这人在何处出现过。这不是那个上次来他们新家拜访过的莫凡同事吗？这人怎么会出现在黑市，还跟在那黑衣人身后接下了如此艰巨的任务？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白九颜心潮不定。正当他想抓住那个青年仔细问个清楚的时候，那个青年一溜烟的以一种常人不能理解的速度直接闪现出了黑市，而他的几个同伴也紧跟着跑掉了。接下任务的同时，风尘他们就像莫凡刚才一样，在脑海中接收到了大量来自狐族的信息，这让他们眼前一亮。这个任务也并不是不可为嘛。跑出黑市之后，小翟苦闷地看着风尘，风尘哥，我们从哪里租车去天水市啊？我们是好像没有这种业务的说。风尘恶狠狠地敲了敲他的脑瓜子，租车？租什么车？飞着去？小翟目瞪口呆。可我还是旋即话音未落，风尘已经环抱着他的腋下，嗖的一下带着他飞上了天。其他人自然也跟在了莫凡的身后。小翟本想在空中夸一下风尘哥，同样都是旋即，怎么他飞起来就毫无压力？但天空中那像刀子一样的风，还是让他闭起了嘴。尽管风尘的速度比较卓越，但他们总体比起莫凡，脚程还是慢了一些。所以，当莫凡已经在越野公路上驰骋了一会儿的时候，他们才沉沉朴朴地来到了天水市站点。看着那满目灰尘的车，风尘哭丧起了脸。这车能开2个小时，我怕上半路就散架了呀。老板翻了个白眼，挥了挥他的大蒲扇，要租就租，不租就走，别在这儿挡着我吹风。狂刀皱了皱眉，把刀往脖子上一架。你这个老板还做不做生意了？怎么说话的呢？老板嗤笑一声，我做或者不做，你能把我怎么样？小小的黄毛小儿竟敢在老夫面前装逼，若是出了天水市，也只有被妖怪吃掉的下场。冰凌是一贯的应付不了这种场面，并且也对这个老板的言行颇为不爽，便直接双手抱胸冷哼一声，转过头去。场面一下子尴尬住了。小翟连忙陪着笑脸走了，上来对那老板说，老板，我们租，你说多少钱？老板冷哼一声，挥了挥蒲扇，押金10万，1天9000，概不赊欠。风尘烦躁地挠了挠头，然后从钱包里甩出一张卡给老板，行吧，赶紧刷，给我们个2辆。老板瞥了他们一眼，又懒洋洋地说道，只租1辆。风尘气得当时就挽起了手脚，狂刀一把拉住了他，然后对他耳语道，这人恐怕不好惹，算了。风尘努力吸气，平缓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对老板说，行吧，1辆就1辆，我们真有急事儿。老板嚯了一声，然后带他们去路边领了一辆落满灰尘的破车，靠在别的车身上，眯着眼看着这一伙年轻人歪七扭八的出发了。扇了扇扇子，老板摇了摇头，还是祈祷车坏在半路比较好啊，如果真让他们开到了目的地，怕是会被妖怪吃的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这边，风尘他们终于踏上了路，而莫凡早就在越野公路上开了有半个小时之久。莫凡不知道后面那群人的追赶，后面那群人也不知道莫凡的悠闲，两伙人就一前一后的往狐族附近去了。而黑市那边，估摸着到了下班时间，莫凡快回来了。白九颜只好放下之前心中的种种疑惑，闪现回家给莫凡做饭。可在他回到家的那一刹那，手机短信铃声响了响。莫凡说，由于最近公司业务升级，老板直接带他们去了隔壁市进修，估计得要个几天才能回来，让他在家里静等。白九颜收起了手机，暗道不对，这种种巧合中的巧合交织在他的心里，让他产生了一个无比荒唐的猜测。下一秒，他握紧了拳，又消失在了家中。莫凡原公司楼下，白九颜抬头望了望，他很少来到这里，只不过由于记性一向好，所以才记得此处的地址。走向前台，他问了问，你们公司最近去隔壁市进修了吗？前台摇了摇头，没有啊。白九颜皱眉，又问道，那你们公司的莫凡现在还在这里上班吗？前台对他笑了笑，我们公司这么多人，哪里能记得住，不如我帮你查一下吧。白九颜紧张的点了点头。几秒过后，那前台便抬起头来，向白九颜抱歉的摇了摇头，不好意思，系统显示他早在几个星期前离职了。一瞬间，白九颜像是呼吸不上来似的，他早该想到的，莫凡以前哪里会有这么多的应酬，从来都是按点下班。以前的工作比较乏味枯燥，他好像也打不起什么精神，但这段时间以来，他每天生龙活虎，简直像参与了什么不为人知的锻炼一样。前台担忧地看着眼前这个美丽的小姐，小姐，您没事吧？白九颜摆了摆手，深呼了一口气后，转身走出了大厅。另一边，山林逐渐茂密了起来，大自然的恢复能力如此之强，竟然让这在10几年之前修建的公路，在漫天树荫的遮挡下变得如此隐蔽。偶尔有几只还没有灵性的小妖物从马路边跳来跳去，而越往深处走，这种小妖物就越多。莫凡开着车，仔细地对照着地图以及脑中的信息，根据距离与时间估算，他距离狐族外围已经不远。再次踩紧了脚下的油门，他轰的一下骤然出发，吓得路边的小妖怪们哇哇大哭。很快，他便来到了地图上所指示的越野公路唯一到达的狐族外围。这里树木高大，遮阴蔽日，粗粗一看，估计就有几百年的树龄。这种妖族崛起之后复苏的树木，基本上就代表着人类再也不曾踏足这片土地。如此说来，狐族已经占领了这片土地几百年之久。可他没有空去感叹岁月的痕迹了，尽快救出白蜥蜴回家才是首要的要等事。他仔细地在公路旁停下了车，然后踏上了这片土地。刚从越野公路上往荒野里伸下一只脚，顿时空中便有一根木剑飞来。莫凡当然不会被这种程度的攻击伤到，他牢牢地抓稳了那只木剑，然后反手往回一扔。草丛中一声娇滴滴的哎呦响了起来，一个还没有化形成功的兔子精顶着还有白毛的人脸，吓得往另一个草丛里一跳，然后慌不择路地跑了起来。莫凡无奈地笑了一声，抛下木剑，他继续往前走去。根据脑海中的提示，这外围说到底并不属于狐族的管辖范围，只不过是由于靠近狐族而无人敢接近罢了，所以他并不担心在此处遇到什么特别强大的妖怪。由于自身的气场，一些开了灵智的药物也知道闯入林中的这人不好惹，所以前进了几十米，竟然没有其他药物敢来骚扰他。再往前，乃是一片缥缈似云雾的桃花林。根据大荧幕给他的提示，这便是真正的狐族外围了。穿过这片桃花林，才算真正进入了狐族地界。可大荧幕也多次强调，这片桃花林里阵法无数，乃是历代狐族长老与他们的友邦桃花族长老联手布置而成，威力极强，一般人根本闯不进去。莫凡双脚分立，双手背后，冷冷地看着这一片桃花林，他的眸中金光一闪，顿时整座桃花林里的妖气分布被他看得清清楚楚。按照常理，自然只需避开妖气重的地方行走就是。施法需要用到功力，而妖族的功力掺杂的妖气显然不低，自然会在这样的探索中一览无余。可是莫凡打眼一望，好家伙，整座桃花林里密密麻麻的妖气几乎冲天，挑一个淡一点的地方，不好意思，压根没有。无奈地叹了口气，莫凡收起眼里的金光，决定按照直觉行事。他首先迈出了第一步，一只右脚脱离湿润的黄土，踏上了属于桃花林的土地。顿时，他眼前的景象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转变。回身一望，来时的那条路已不见踪影，而眼前那片桃花林却像未曾踏出一步一样，一直停留在入口。莫凡饶有兴致地冷笑一声，有意思，既然这入口隐藏着如此奇妙的阵法，那如果踏碎会是怎么样的结果？莫凡轻提右手，然后运功。之前在长距离飞跃中消耗的真气，在2个小时的车程中终于得到了弥补。顿时，他的右手指节往下一勾，2只象影踏破虚空，朝桃花林袭来。一时间，花瓣由于这猛然增强的气流影响，在空中凌乱飞舞，空气中竟掀起了一阵桃花雨。象影在这阵浪漫的桃花雨中，以相当冷血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踏向了莫凡所指的土地。刹那间，山河破碎，
桃花林在莫凡的眼前天旋地转了起来，他们这阵疯狂旋转，甚至无风自动的在桃花林顶上形成了一个由桃花花瓣组成的龙卷风。入口的阵眼已在莫凡极其暴力的象腿之下被摧毁。这道由龙卷风组成的余威将是他们抵抗入侵者的最后一道关卡。狂风大起，龙卷风夹杂着生香的桃花向莫凡迎面袭来。莫凡摇了摇头，至今为止还没有攻击让他使用过这招，但现在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用为好。象背，随着莫凡的一声低语，空气中一只大象的背影出现在了狂风袭来的正中心。龙卷风席卷着成千上万的桃花瓣袭向了象背，那每一个桃花瓣在这样的风中都化作了无比锋利的小刀，狠狠地划割着象背上坚实的皮肉。但半晌过去，锋利渐弱，象背除了被划出一些细小的伤痕之外，几乎毫无影响。渐渐的，连最后一股余风都飘散在了空中，而那些在空中乱舞的桃花瓣也无力地飘落在了地面之上。莫凡静静地等着风停，最后一瓣桃花瓣落下的时候，他踏上了桃花林的土地，一切风平浪静，再也没有刚才那些奇妙的变换以及位置的转移。莫凡极其顺利地踏上了桃花林，眼前的道路逐渐分明起来，有一些是从来无人踏足的野生之地，有一些则有车辙和脚步的足迹。莫凡顺着那些有痕迹的地方一路往前走，首先是几个参天桃树里的树屋映入了他的眼帘，随后地上又盖了一些小小的茅草房子，一些小妖怪就在这些里面进进出出，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大概是几百年间都没有人攻入的原因。这些小妖怪天然失去了一种极其重要的警惕心以及防备心，此时若是一个人类至高无上的种族主义者，或者是杀戮成性的赏金猎人踏入这片土地，这些小妖怪恐怕一个都活不下来。可是莫凡只是稍稍感叹了一句，这地方颇像世外桃源，便接着向前走去。而此时莫凡离开之后的那片阵眼，土地竟在静静的翻涌。仅仅1分钟之后，那片阵眼就像没有被2个巨物踩出一个凹陷一样，又恢复了之前的平整。这片桃花林里的阵法在历代前人的修整之下，几乎已经变成了全自动的系统，他们和这片土地相生相依，只要土地还在，就能提供给他们自我修复的能量。而此时风尘他们也赶到了这里，看到眼前的桃花林，4人都有些警惕。大荧幕里传出的信息告诉他们，此地乃是狐族真正的外围，若想进去恐怕得费点功夫。可4人还没等一会儿，一个扎着绿色头花穿着复古衣衫的小花妖便踏出桃花林，出现在了他们面前。5人面面相觑，下一秒小花妖和风尘同时尖叫了起来。冰凌眼疾手快，冲上去捂住了小花妖的嘴，同时将她牢牢地控制了起来。而狂刀则一脸无奈地往风尘肚子上来了一拳。闭嘴吧，生怕引不来更多的妖魔吗？风尘这才拍了拍胸脯，平静了下来。我以为什么东西呢，原来只是一个小丫头啊！你是从那里面出来的？他大大咧咧地问向小花妖。小花妖眼眶含泪，恶狠狠地咬了咬冰凌的手。冰凌暗自咬牙，但一点都并未松手。风尘却蹲下来，一脸怪叔叔表情地问道：小丫头，你告诉叔叔阿姨们怎么进去，叔叔阿姨们就给你买糖吃，好不好？他向冰凌使了一个眼色。冰凌翻着白眼，松了松捂住小花妖嘴的那只手。小花妖得了一点空隙，立马开始了大叫：你们完了，你们敢抓我，大小姐不会放过你们的！冰凌一个皱眉，又是狠狠捂住了那小花妖的嘴。小花妖艰难的呜咽，挣扎着手舞足蹈起来，小脸憋得通红，但终究是没能逃脱冰凌的魔掌。风尘却毫不气馁，继续蹲着，他摆出一副谄媚的笑脸，用一些糖果美食来诱惑这个看起来丝毫不会屈服的小花妖。狂刀眯了眯眼，奇迹般的，他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妖物，而他竟然没有发狂。其实若是仔细观察，便能发现狂刀的背后已然没有了那把裹着兽皮的大砍刀的踪影。刚才下车的时候，狂刀为了时刻保持自己的清醒，已经将钢刀放在了车中。其实他并不是莫凡所想的那种为了理念可以不要性命的人。狂刀自己很清楚，若是出去捕猎形单影只的妖兽，失去理智当然没问题，刀可以替他解决掉一切障碍。可是要与身边这几个不成气候的同伴一起，那么没有脑子的乱打一气，只会给他们带来凄惨的结局。感受着自己此时脑中的清明以及面前的妖气，狂刀奇异般的产生了一种放松之感。由此他也灵敏地捕捉到了小花妖语气中的关键词，和风尘一样半蹲下身，他直直地望向小花妖：你刚才口中的大小姐是何人？此言一出，小花妖那原本拼命的挣扎顿时停滞了1秒，他紧张地看向狂刀，甚至还害怕地咽了咽口水。糟糕，刚才说漏嘴了，自己怎么能把大小姐的消息暴露给这些卑劣的陌生人类呢？狂刀一看到小花妖这个反应，便知道这背后必定大有文章。有戏了，他用一种压迫性的口吻继续对小花妖打破砂锅问到底：怎么，是你们桃花妖族的大小姐，还是更里面的狐族的大小姐？小花妖听到狐族的大小姐时，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狂刀对冰凌使了个眼色，让他的手稍微放开一点。果不其然，那小花妖立马开始通红着脸大叫起来。
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来这里找死？你们根本就不可能进入狐族，更不配对大小姐产生一丝一毫的好奇。狂刀掏出手机，对他划了划屏幕。你识字吧？有人说你们大小姐抓了一个孩子，我们就是来救那个孩子的。你告诉我，那孩子关在哪？再把我们带入这桃花镇，我们就把你放了，如何？小花妖闻言气得直抽抽，啜泣了半天，愣是没说出一句话来。但这个反应显然比刚才的拒不配合要好上许多。风尘不由自主地鼓起了掌，不住地向狂刀竖着大拇指。老三，厉害啊，你牛啊！狂刀随意地拨了拨自己不羁的刘海，呵呵，鸡操而已。小花妖抽抽了半天之后，狂刀终于等得没耐心了，他威胁似的继续问道：考虑好了没？赶紧告诉我们吧，要不然你这辈子可都别想回家了，小心我们把你带到城里卖了。小花妖哇哇大哭，然后终于说起了话：你们不会是来救那个小四脚蛇的吧？那个小四脚蛇有什么好救的？他也不是你们人类，是我们妖怪啊！这里是他的家，为什么不让他回来？狂刀耸了耸肩，任务上让我们救他，我才不管他是人是妖。行了，赶紧带我们进去吧。小花妖一动不动，狂刀做事耍狠，摆出了一副要抽刀的手势。小花妖吓得眼睛一闭，顿时桃花阵前粉光一闪，五人竟奇迹般的消失在了入口。再睁开眼，面前、身旁、头顶已是遮天蔽日的桃花林，他们已然入了阵，正式进入到狐族外围了。狂刀从冰灵手中接手了小花妖，然后把他扛在肩头，继续问道：说吧，那小妖怪被关在哪里？小花妖抽泣道：大小姐闺房下的水牢里，你们是不可能进去的，趁现在还没人发现，你们赶快走吧。狂刀置若罔闻，又继续问道：你是你们大小姐的什么人？叫什么名字？小花妖又悲又气：我叫小春，是桃花族今年进贡的使女，大小姐的贴身奴婢。你们绑架我，如果让大小姐知道了，肯定会把你们碎尸万段的。四人对望一眼，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竟然一抓就抓了个关键人物。而此时莫凡已然来到了桃花林深处的桃花溪边。根据大荧幕里的提示，桃花溪往东便是桃花林，往西便是狐族郊区，越过桃花溪便算是真正的进入了狐族。这一路上有不少妖族与他擦肩而过，但竟然都没发现他的人类身份。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自己身上这个黑金袍子，它不仅可以隐匿外形，还可以隐匿气息。而对于没有妖气也没有人气的大人物，小妖精们自然会以为他是极强的大妖，甚至有些小妖精还远远地向他鞠了躬呢。来到溪水旁，莫凡看着那桃花瓣掉落进去都被吞个干干净净的河水，顿时明白这条河也不简单，有些玩味地嗤笑了一声。他着实有一些不懂，一个妖族领土而已，需要在外围设这么多屏障吗？而这时，一个坐在河边啜泣的粉衣小女孩引起了莫凡的主意。莫凡看了她一眼，思考了一会儿，最终决定不去管闲事。眯眼看着眼前诡异的河流，他继续思考着如何过河。岂料那小女孩却主动走了过来，擦了擦眼泪，她对莫凡说道：爷爷，你知道我的姐姐跑到哪里去了吗？小花妖抹着眼泪问道。她在河边坐了许久，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修为比较高的大妖怪，为了姐姐一定不能害怕啊。这话差点没把莫凡雷个翻跟斗。爷爷，自己就算浑身罩着黑衣黑袍，气质沧桑，也不至于被这种小妖怪叫爷爷吧。但一会儿说了话，这个误会恐怕更解释不清了。轻咳了2声，他回应道：抱歉，我这一路走来没有见过你的姐姐，怎么她不见了？那声音如同上古幽冥一般沧桑古朴，着实把旁边这个小花妖吓了一跳。这个爷爷说话好可怕。深吸一口气，拍了拍胸脯，小花妖告诉自己不要怕，好不容易遇到的一条大腿，一定要抱紧了。调整好情绪之后，小花妖努力地解释道：我和姐姐一起出来给大小姐的生辰做准备，想采集一些桃花露珠酿酒。她说外围的桃花露珠养分多更香醇，就让我在这里等她。可是过去了好久，她都没有回来，我真的很担心。莫凡闻言，面具后的双眼一眯。先不提外围的桃花养分多是指什么，死的人多所以养分多吗？眼前这位小女孩的身份也顿时变得有意思了起来。大小姐，小花妖丝毫没有察觉不对的点了点头。大小姐这几天就快过生辰了，如果我们没采集到足够的露珠，还把姐姐给弄丢了，我真不知道如何回去跟大小姐交代。莫凡不动声色地打量一番了眼前的这个小花妖，此人身上衣裳颇为华贵，如果是桃花族本族的奴婢，未免显得有些喧宾夺主，所以只有一个解释，此人口中的大小姐恐怕就是他们的主族狐族嫡女。呵，有意思了。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莫凡随口就来，扯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我刚才在路上倒是看见一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小花妖，不过他已经越过溪水回去了，可能是他没看见你，所以以为你也回去了吧。小花妖显然涉世未深，顿时就对莫凡的话深信不疑了起来。他急得团团转，小春怎么能这样呢？他竟然把我一个人留在外面，如果我回去晚了，大小姐一定会骂我的。莫凡点了点头，煽风点火道：你姐姐做的确实不对，这样我也刚好要去给狐族大小姐贺寿，不如我们一起走，
我替你撑腰，证明他把你扔下了，如何？小花妖感激的点了点头，谢谢爷爷。对了，还没有自报家门，我叫小花，我们快点一起回去吧。他在河边踮起脚尖，轻轻一转，粉光一闪，小花和莫凡也一起出现在了河对岸。莫凡心里轻轻呼了口气，没想到进来的竟然这么容易。小花则是亲热的拉起了莫凡的袍子，爷爷，你不是要给大小姐贺寿吗？不如就和我一起去宴会里等着好了，明天一大早宴会就开始了，到时候会有很多好吃的，你说不定还能见到倾国倾城的大小姐呢。好，那当然没问题。莫凡都有些乐了，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幸运女神选中，这样都可以。他还以为自己进入狐族腹地要费上多大一番功夫呢，没想到竟然在一个小女孩的盲目信任之下，如此顺风顺水地打入了敌营。小花拉着他一路狂奔，很快山谷里的风景越来越纵深秀丽，随着美丽妖异一看就境界不低的飞禽走兽逐渐增多，两人在一处由白色玉石堆砌成匾额的宏伟洞府前停下了脚步。匾额的檐下不知悬挂着几百棵随风舞动的碧色风铃，在山谷细微的风中发出极为好听的朗朗仙乐。此处白雾缭绕，浓密的桃花盛开在洞府旁，山峦叠翠，巧夺天工，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人间仙境了。小花自豪地站在洞府门口叉腰，然后对莫凡说道：爷爷，怎么样？我们狐族大小姐的洞府是不是美丽极了？厉害极了。嚯！莫凡挑了挑眉，如此美妙壮观的建筑，原来只是狐族大小姐一人的府邸。狐族的强盛已经可以通过这种人均独栋的气派里看出来了。远处一只七彩梅花鹿朝着二人走来，在快靠近的时候猛然幻化成人形，然后朝着小花鞠了一躬。小花姐姐，鹿族三公子前来给大小姐拜寿。小花轻咳一声，不由得摆起了架子，扬起下巴点了点头。她淡淡道：知道了，你进去吧。那人得了许可，又幻化成鹿状，穿过如同水波纹一般的洞口，直接踏了进去，转动眼睛看一下莫凡。小花问道：还未曾问过这位修为高深的爷爷，您是何族？莫凡挠了挠下巴，或许是猿猴族。小花装作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尽管他根本没听说过猿猴族与狐族有什么交集。穿过那水波纹一样的洞口，两人正式来到了狐族大小姐的洞府之中。此处更是别有一番洞天，颇为宽敞的大院里已经摆满了各种上好的桌椅板凳，尽管生日还未到，简单的宴席已经摆满了一桌又一桌，乃是用来招待早到的客人。此时洞外一行5人神情各异地出现在了洞府外。小春一路上简直流干了眼泪，没法再流，想到自己马上要给大小姐的府邸中增添4个恶臭的人类气息，他简直杀了自己的心都有。没事干嘛要去外围采路？明明知道那里一不留神就会被传输到镇外的，自己被这4个坏人胁迫，不仅暴露了大小姐洞府的位置，还成功掩护他们一路走到这里，实在是耻辱，妖族耻辱啊！抽泣了2声，小春保持着被狂刀扛在肩头的姿势，低头低声向狂刀问道：我已经按你们说的把你们带来此处了，你们还想怎么样？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人类气息是隐藏不了多久的，现在逃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狂刀神秘莫测地向小春摇了摇头：我们不逃，我们要你把我们抓起来，并且要把我们和那个小孩关在一起。小春睁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目瞪口呆了起来。你们疯了！风尘也挠头看向狂刀：老三，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小心把我们折在这儿啊！狂刀哼笑一声：要不然你以为我让小翟问他师傅要那么多符做什么？等着吧，我们和象神里应外合，这场任务还不是妥妥的。小春心惊胆战地来到了洞府前，才带领着那4人踏进由水波纹组成的洞口，小春就开始尖叫了起来：啊！救命啊！有人类闯了进来，快抓人啊！然而与此同时，空中却突然响起了几道极为刺耳的雷暴，砰砰砰，狂风雷暴互相交织，狠狠地将小春的呼救之声压了下去。说时迟那时快，风尘扛起小春，转身便以急速跑向那栋被装饰的最为华丽的房子。正在吃饭的宾客们抬头看着莫名出现又莫名消失的雷暴，着实有些蒙圈。莫凡混在人群中，略有些惊讶地挑了挑眉。空气中那些悠然飘落的黄色浮灰显然没有逃过他的眼睛。有意思，浮灰？别告诉他那群人跟着来了，如果真的来了，那他回去之后估计是逃不掉请这些人吃上一顿大餐了。心中思绪澎湃，他面上却波澜不惊，坐在人烟稀少处暗自品茶。而这时2楼走廊上，风尘喘着粗气，边跑边狠狠问道：你个臭小破丫头，本来只要你好好把我们关起来就行了，你闹些什么幺蛾子，净整些没用的，赶紧告诉我们地牢在哪，要不然就别怪哥哥我不客气了。小春气得大叫：我之前都跟你们说了，在大小姐卧室下的水牢里，你们有胆子进去，我还没胆子呢。风尘从走廊里伸出头往上看了看，幸好这栋古香古色的妖族建筑不高，只有4层楼，理论上讲应该还是蛮好找的。按照小春的说法，卧室底下有水牢，那么就必不可能建在高处，
而1楼他刚才张望了，都是一些宽敞客厅，显然没有可以住人的地方。那这大小姐的闺房便必然在2楼了。风尘咬牙切齿道：“别跟我们打太极了，赶紧说，是2楼的哪一间？这一间，还是这一间？”小春吓得打了个嗝，这人怎么如此聪明，竟然能凭空猜出？他弱弱地伸出了手，往前一指。风尘不由分说，直接扛着小春冲了进去。其他3人见状，自然也飞速跟上。一进入房间，黄刀直接转身将门反锁了起来。小春捂着脸，大声哭喊道：“大小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带这些人进来的，是他们胁迫我。”风尘十分无语的将小春往下一甩：“哭什么哭？你家大小姐根本就不在吗？来，告诉我水牢的入口在哪里？”小春抽泣着，半信半疑的翻开了手指，果然，床榻之上哪里有大小姐的踪影？哎，真是奇怪，往年临近寿辰，大小姐的身体都会变得比较虚弱，如果不在卧室休息的话，她能去哪里呢？回头朝几人比了个虚。小春皱眉问道：“你们当真只要进水牢就行？那你们答应我，进了之后就不许再纠缠我了？”风尘连忙点头。小春朝他们摆了摆手，然后猫手猫脚的扭动摆架上的瓷瓶。房内一幅古画豁然升起，一条黝黑狭长，里面闪着微弱烛火的幽暗通道出现在了4人眼前。4人对望一眼，明白这次是真的找到那牢房的踪迹了。小春举着烛火，带着他们走在前面，他像是终于放下了什么枷锁一般，不住的絮叨道：“你们也是够笨的，为了救一条小四脚蛇，竟然情愿被大小姐抓住。我告诉你们，你们是不可能再逃出来的，就一辈子和小四脚蛇关在一起吧。”说着，小春又摇起了头：“不对，如果2小姐肯回来，你们说不定还有活命的机会呢。不过这几率是很小的，2小姐回来就得死，你们还是别指望她了。”风尘皱了皱眉：“2小姐？什么2小姐？”小春连忙捂住嘴巴，摇了摇头：“没什么，不关你们的事，不要乱打听。”这条走廊在尽头变成楼梯状，5人一直沿着楼梯向下，最后随着温度越来越低，他们脚下的楼梯也终于走完。抬眼一看，除了脚下坚硬的土地，前方乃是一大片发黑的水域，除了岩壁有几点烛火，稍微照出了水面的点点闪亮与波纹，整个空间几乎一丝亮光也无。小春往最里面那个牢房指了指：“喏，小四脚蛇就关在最里面，我也没有牢房的钥匙，只是偶尔会来给他送饭，你们想救他的话就去吧，但是那座牢房的法阵是大小姐所设，不可能被你们打开的哦。”说完，粉光一闪，小春已立即消失在了牢房里。风尘乃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电影一般的场面，颇有些目瞪口呆，在这种惊讶之下，根本没来得及抓住小春。这下好了，我们离完成任务只差一步之遥了，离死也只差一步之遥了。小翟有些丧气道。风尘则是撞了撞狂刀的肩：“你那计划到底行不行啊？那小丫头现在也跑了，咱们就算破坏了法阵，把那小孩救了出来，万一他那大小姐回来堵住了门口，不还是前功尽弃吗？”狂刀咂了啧舌：“别慌，小翟，用火符把这块照亮一些，我们先找到那小孩的牢房在哪再说。”小翟叹了口气，弱弱的从包里拿出一张火符，甩到空中点燃，锃亮的火光一下照亮了整个空间。擎天机作为一个出生名门的师傅，除了有点严厉之外，最大的优点便是慷慨。他给小翟的各类符文，如果不出意外，甚至可以囊括人类至今摸索出来的所有能量了。狂刀看着被这团火球照亮的水牢，颇有些满意的点了点头：“找去吧。”几人一起往最前方飞去。水牢乃是一间间的独立牢房，有一些特制的铁锁与铁链悬挂于水面之上。除了气温实在寒冷难耐之外，看起来也并没有别的刑罚工具。几人很快便找到了在最角落蜷缩的一个黑发小孩。那小男孩嘴唇发乌，坐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一看便是被关了好几天的凄惨模样。他们终于找到了。而此时，狐族大祭司殿内，白九飞坐在蒲殿之上，脸色惨白，浑身香汗淋漓，仿佛正在经受什么极大的痛苦。而极为狐族大祭司正站在一旁，不住地向他输送着功力。可从白九飞的神情上看，好像见效甚微。最终，白九飞终于支撑不住，一手撑在地面，一手捂住胸口，在嘴角淌下了一丝鲜血。几位狐族大祭司收回手对视一眼，然后摇了摇头：“菲儿，你的事情已经不能再拖，如果言儿再不回来交出他的血脉，你体内一半的九尾天狐血统根本不足以支撑你如今的天级修为。”白九飞美目微眯，咬唇道：“本来上次冒险出族已经寻到了他的踪迹，奈何被几个愚蠢人类搅局，坏了我的好事。”大祭司们叹了一声：“菲儿，你也知道，我们都是全力支持你的。你作为嫡长女，理应获得全部的天狐血脉，更何况又从小天资聪颖，年纪如此轻轻就已迈进天级之列，为何一直不让我们出手去抓他呢？”白九飞回眸，冷焰一瞪，眸中粉光凛冽：“放肆！他好歹也是王族2小姐，你们派人追杀他，将我们族中的尊卑置于何处？”大祭司们对望一眼，极为识相的蓦然低头。上次他们才向外界透露出了一点消息，鼓动海兰市周围的野生妖族去追捕白九岩，就被狐族王后与大小姐狠狠驳斥。他们着实有些不懂，
自己这难道不是为大小姐好吗？一半的九尾天狐血统根本就是残缺不堪的，若是修为低一点，身体上能承受，修为越高，身体面临的反噬也就越强。二小姐不死的话，大小姐就必死无疑。事情已经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拖的呢？在他们看来，整个狐族就应该齐心协力地追捕白九岩，将白九岩的心头血尽数挖取出来，送还给白九飞。届时，狐族拥有完整的天级九尾天狐血统的继承人，必定又能在整个妖界称霸一番。可他们也明白，这话是万万不能在王后与大小姐面前说的，否则恐怕就连自己的大祭司之职也难保。权衡利弊之下，大祭司只好旁敲侧击地试探性问道：“菲儿，恕我直言，你是否对你的胞妹还怀有恻隐之心？若是如此，我们恐怕便不能放心将这事交由你处理，我们将会采取某种强制手段，直到你拥有完整的天狐血脉。”这是大祭司再明显不过的潜台词。而白九飞是何等聪明之人，显然也已经读懂。他咽下了口腔中的血腥之气，挣扎着站起，浑身白衣翩跹，朝着面前的叔伯们冷冷一笑：“大祭司们这话便是小瞧我了。我身为狐族王储，岂会有那些多余的妇人之仁？我必亲手斩杀白九岩，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但这事只有我能做，你们若是出手，便是将狐族的尊卑礼教置于不顾，将伦理血统踏为粉尘。届时可别怪我动你们的大祭司之位。”大祭司们对视一眼，决定暂且相信白九飞。白九飞毕竟是下一任族主，得罪他的确是没什么好处。菲儿，你最近身体不好，就不要动气，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做出最正确的判断。我们始终等待着你变成最强大的自己，带领我们狐族重新踏破人类城市，取得妖界荣光。大祭司们双手举天，呢喃起了一些神秘的咒语。白九飞则是闭上美目，休息了片刻之后，便起身打道回府。狐族之前未曾有双生子瓜分一半血统的先例，因此事先没有人知道，天级的修为对于一副拥有着残破血统的身躯来说，竟然是如此难以承受。从小每逢寿辰时，他便因血统的影响格外虚弱。今年好不容易迈入天级之境，在血统与修为的两相夹击之下，更是疼痛难忍。这次出门，他是故意挑了小春小花不在的时候，这两个丫头对他极为崇拜又极为呵护，若是看到他吐血的样子，恐怕会吓得魂都飞起来。而整个族中尚有余力抑制自己体内奔腾的修为的，恐怕就只有狐族的大祭司了。多么可笑！天级本应是可以撼动一方的强者，却因为这残破的血统的拖累，变得如此孱弱。白九岩，如果你没有被人类社会磨砺成无情的懦夫的话，便赶快给我死回来吧！毕竟那个你捡回来的孩子还在水牢里等你，不是吗？他的嘴角勾出了一丝冷艳的嘲讽，随即化作一道凛冽粉光，消失于大祭司殿内。洞府前，门口风铃琳琅作响，白九飞轻挥宽袖，转瞬之间便以天人之姿，如仙女下凡般出现在那水波纹似荡漾的洞口处。他面容冷艳，周身曼妙，气质超然，一时间便夺得了所有人的眼球。宴席内的宾客顿时寂静了下来，其中不乏有些男妖怪控制不住地吞了吞口水。小花原本花蝴蝶似的穿梭在宴席中招呼着宾客，如今看到大小姐从外面回来，惊讶之余顿时热泪盈眶。她一个飞扑跪倒在大小姐面前，含泪说道：“大小姐对不起，小花今天回来晚了，我还以为你在寝室休息呢。怎么？”白九飞摇了摇头，以薄纱掩唇，示意她站起。小春呢？小花委屈地抽了抽鼻子，小春早已经回来了，就是如今不知道在哪里呢。点了点头，白九飞以冷漠的眼神扫了在座的宾客一眼，在看到莫凡时，他稍稍皱了皱眉，然后便消失在了洞口处。莫凡心里不由咯噔一声，这白九飞粗粗一看，竟有天级之境，恐怕并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对付得了的。这趟想要救人，难度恐怕又加大了。回到寝殿内，小春刚打扫完房间，见到大小姐回来，小春激动地放下水盆，冲过去抱住了大小姐。大小姐，你吓死小春了，这段时间不是身体不好吗？怎么跑得不见人了呀？这话放在主仆之间似乎是有点多管闲事的嫌疑，但白九飞念在小春小花都只是孩子，从来未曾多加计较。放心，我只是去找大祭司他们商量事情，无妨。他淡淡道。而小春问完那句下意识的关怀后，反而有些结巴起来。那小姐你之后还出去吗？白九飞摇了摇头，我累了，先休息一下吧。小春退下之前，紧张地往那张古画处看了一眼，但白九飞此时略微垂眸，由于身体微恙，甚至都没有发现房间里有几缕淡淡的陌生人气息。无论身体如何，明天自己是一定要出席寿宴的。狐族的继承人不能让别人看出虚弱与错漏，所以今天的休息也就变得格外重要。他迈上了床，结下密密麻麻的白色纱帐，然后在榻上沉沉地睡了过去。而此时，宴席外，莫凡兜里的手机猛然间震动了一下，他皱眉往四周看去，见无人发现异常，便独自走到阴暗处，掏出手机看看究竟是何事。只见一条信息提示跳跃在他的屏幕上，而发信人竟然是风尘。好家伙，不用点开信息，他几乎已经100%确定那群混小子跟着他一起混进了狐族。
不知道抽哪门子风，莫凡飞快地点开了那条短信，里面的内容更是震得他一时有些发愣。大哥，我们劫舍狐族大小姐的婢女，一路摸到了狐族大小姐的闺房，原来关押那小孩的水牢就在大小姐的闺房下面，那小孩好像已经失去了意识，你在哪里？我们赶快带着小孩逃吧。莫凡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啊，这群人进度怎么比他还快？猛然间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飞速按动手指，又给风尘回了过去。你们千万别冲动，刚才狐族大小姐已经回来了，现在极有可能正在卧房之中，我目测她有天级境界，你们一定注意好屏蔽自己的气息，不要被她发现，一切等着我的接应。水牢里叮铃铃一声，风尘接到了回信，他一脸狂喜地点开，但是下一秒里面的内容却顿时让他面如死灰。狂刀看着风尘猛然变色的神情，无语地接过了屏幕，但下一秒连狂刀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又把手机传递给了冰凌，冰凌看着屏幕上的文字，不由皱了皱眉，咬了咬下唇，他轻声道：天级？相神不会看错了吧？如果是天级，我们上下仅仅隔了10几米的距离，狐族大小姐怎么可能会发现不了我们？风尘紧张地摇了摇头，不知道，但像神一向很少出错的，我觉得我们还是相信他的话为好，先按兵不动吧。叹了口气，狂刀走到角落去抱起了这个孩子，其他事别管了，先来看看这个小妖怪吧，我怎么感觉他快死了？说来奇怪，他还是此生第一次和妖物如此接近，如果还带着他身上那把钢刀，恐怕早就把手中这命悬一线的小孩斩死了。这小妖物浑身冰凉，嘴唇与甲床都发起了乌，估计是一直被关在这水牢之中。狂刀向小翟招了招手，小翟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狂刀便让小翟再搞出一个小火球，给这小孩暖暖身子。小火球逐渐在这阴冷潮湿的空间里亮了起来。小翟颇为得意，喃喃自语道：我感觉我这些服用的都不错呀，看回去之后师傅还怎么骂我？洞府大院内，莫凡见那边再无回信，便又回到了桌上。他有些紧张的轻咳一声，见到还在四处跑腿的小花，便直接把他叫停了下来。你家小姐何时还会再出来？小花闻言愣了一秒，随即骄傲的扬唇一笑：爷爷是不是也迷恋上我家小姐了呀？这是很正常的，我家小姐乃是妖界第一大美女，任谁见了我家小姐都会对她朝思暮想的。莫凡没法解释这个误会，只好耸了耸肩，继续问道：所以呢，我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她？小花左右看了看，然后凑上去神秘兮兮地对他说：明天一早宴席正式开始，小姐会在这里观礼3个时辰，接受大家的祝贺，然后宴席结束，大家就要各回个家了，所以爷爷想看的话，就趁这段时间好好看，以后可没机会了。莫凡点了点头，然后便放了小花去忙他自己的事去了。他正在心里盘算着，3个时辰够不够他带着那4个不要命的兄弟和可怜的小蜥蜴精逃出这狐族地界？而小花则跑到厨房，她神神秘秘地盛了一碗粥，往楼上跑去。就在白酒飞闺房外，她和小春撞了个满怀，幸亏小花手脚灵敏，才没将那碗粥洒了过去。她气呼呼地将粥往地下一放，便开始指着鼻子骂小春：你跑到哪里去了？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你。小春心虚，自然是没敢说话。看到地上的粥，他连忙对小花问道：你不会是要去给那个小四脚蛇送饭吧？我警告你，大小姐可是不允许我们再去了。小花不忍心道：可是她这么多天都不吃饭了，不会出事吗？大小姐说担心她伤到我们，可是她那么弱，怎么可能会伤到我们吗？小春急得团团转，你听大小姐的就对了。地牢里，3个小火球围绕着白蜥蜴不停地转呀转，可却丝毫没能提升她体表的温度，反倒让她周围的空气愈发阴冷了下来。狂刀抱着白蜥蜴，敏锐地察觉到手上的触感仿佛有些不对，他借着小火球那微弱的火光拉开白蜥蜴的袖子一看，下一秒他猛然皱起了眉头。只见这小孩的胳膊上道绿色龙鳞竖立，几乎以毛骨悚然的姿态在小孩的手臂上错乱分布。这小孩到底是个什么妖怪？那小花妖说他是4脚蛇，四脚蛇会有这样的鳞片吗？看着让人怪瘆得慌的。他朝风尘冰凌招了招手，风尘冰凌凑过去一看，显然也都面色凝重。小翟也挤出一个脑袋，皱眉看着这小孩胳膊上可疑的绿色龙鳞。他越想越不对，连忙掏出了手机，在上面不停地按动着什么。他在国家妖魔图鉴官网上查找出了关于蜥蜴精的资料，可无论对比了多少种种类，也未曾发现有这样鳞片的族群。直到他在一个页面骤然停下了滑动的手指，颤颤巍巍地将那个页面举向狂刀。小翟必须得承认，他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儿。他吞了吞口水，说道：哥哥们，这小孩的鳞片看起来像是传说中的龙神一族啊。龙神一族这个词汇在几百年前曾经响彻了整片大陆，作为整个妖界最为顶尖的战斗力，他们不知剿灭了多少人类中顶级的高人，将人类一步步屠杀，压迫至无人居住的荒土之内。在最后一场世纪大战中，龙神族族长与来自华夏古国武当山的道长决一死战，最后双双陨落。从此之后，本就数量极少的龙神一族消失于大陆之上，留下的只有他们与其他族群所杂交的亚种。狂刀双眼一眯，在一瞬间，他有一种冲动，将这小孩接管在这。这族群对人类的威胁太大了，
但凡上过学读过历史，龙神一族在人类看来几乎都是恶魔的代名词。小翟颤抖着说道：“幸亏我师父没来，这小孩的祖先与我们华夏国的道教可是有大仇。我师父要是来了，还不得把他砍成稀巴烂？”狂刀的手逐渐移到白蜥蜴的脖子上。不瞒你说，我对妖魔这种喝人血吃人肉族群还是没有任何信心。不光是你师父，就连我都想让他烂在这儿。而这时，白蜥蜴痛苦地呜咽了一声，他又紧紧地卷缩在一起，手臂上的绿色龙鳞像是感应到他的痛苦似的，又往外伸了几寸。在这座安静的地牢中，4个人类几乎能听到怀中这小小妖物体内发出的一阵阵骨折般的脆响。他们再明白不过，这是进化与突变的声音。他体表冰冷，也不是因为这水牢的环境有多么恶劣，而是因为龙本身就是冷血动物。他们之前都错了，这小孩是逐渐在长大，而不是在逐渐死去。长久的沉默之后，风尘说了第一句话：“要不我们还是征求一下象神哥的意见吧，这毕竟是他接下的任务。他要是想留这个孩子去换奖赏，咱们就留；他要是不留这个孩子，我们还是尽早把他扼杀于摇篮中比较好。”其他3人点了点头。风尘叹了口气，掏出手机又给莫凡发去了一段短信。莫凡感受到了那阵嗡鸣，他把手机放到桌底打开，然后暗暗地咒骂了一句：“该死！这群人聪明的真不是时候，怎么就在那儿发现了白蜥蜴的身份？”但他也并不怪那4个兄弟，按照人类的思维常理，没有人希望自己在未来多出一位这样恐怖的敌手。可不知为何，莫凡总觉得白蜥蜴和白九岩一样，并不属于妖族。如果因为断定他们有危害就断送他们的生命，那未免有些过于残忍了。深吸了一口气，他组织了一下说辞，然后给风尘回去了信息。地牢里，风尘挣扎着点开了那封回信。信中，莫凡说道：“你们先冷静，我们如此冒险前来，总不能连任务都完不成。大不了将那孩子交给黑市之后，我们严密观察那孩子的动向，最后再做打算。另外，我已打探到了明天狐族大小姐离开屋子的时间，明天一早我会前进屋里找你们，我们尽量在3个时辰之内逃出狐族。”这话像一颗定心丸，在此时思维混乱的4人中，给出了一个还算有些道理的结论。莫凡说的没错，他们毕竟只是赏金猎人，完成任务才是首要工作，而那些关乎人类未来的大义，他们大可完成任务之后再去执行。风尘松了一口气，他咬着牙伸出手指去揪了揪白蜥蜴冰冷的小脸。这臭小子，希望黑市那些人不是花钱买你分尸做研究。而此时，莫凡回完消息，正打算收起手机，却感到面前突然阴下来了一块。他皱眉抬头，面前一只黑熊精面色阴沉地站立着。半晌之后，那黑熊精化身为一个又高又壮的黑胖子，一拳砸在莫凡面前的桌子上，对莫凡出言威胁道：“你刚才在干什么？”莫凡颇为镇定地站起，嗤笑一声：“没干什么，你有事？”黑熊精咬牙，继续愤怒地用他那碗口大的拳头砸着桌面，直到把桌面砸出几个大裂痕。还敢说你没干什么？他把牙咬得滋滋作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可是得到了情报，你这个不知羞耻的死老东西，刚才竟敢跟小花姑娘打听狐族大小姐！我告诉你，狐族大小姐已经被我雄霸天域定了，你敢跟我抢的话，就相当于与整个熊族作对。”噗！莫凡一下子没控制住，噗的笑了出来。操！他还以为是玩手机的事儿被这只黑熊精发现了，没想到竟然是被这黑熊精误以为成了情敌。而这在黑熊精以及在座其他妖物看来，显然是在明显不过的挑衅。黑熊精愤怒极了，他不管眼前这个看不出来任何气息的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一定要出手捍卫自己的主权了。啊的大吼了一声，黑熊精一拳砸向莫凡，他身后雄影奔腾，浑身的肌肉顿时胀大了2倍不止。很快就不乏不少看热闹的围观欢呼了起来。每年狐族大小姐的生日宴几乎都少不了这种为红颜大打出手的场面。在妖族人潜移默化的意识当中，谁是最强的，谁自然就能够拥有如今狐族的天之娇女掌上明珠。尽管白九飞对所有爱慕者都表示出了一视同仁的轻蔑，而此时小花还被小春坚定地阻拦在白九飞的卧房外，懊恼地向楼下看去。瞬间他的心差点跳出了嗓子眼。黑熊族的大公子与自己的恩人，不知为何竟在众妖眼皮子底下起了冲突，这可怎么行？先不说爷爷说远道而来的客人，大小姐还在里面休息呢，要是惊扰了他该如何是好？一咬牙，小花直接翻越栏杆跳了下去。而此时莫凡看着黑熊精蓄力满满的攻击，只是轻蔑一笑。这位黑熊精的境界在他看来只有旋级巅峰，捏死他还不是像捏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正当他思索使用哪招不会暴露自己人类身份时，小花已急速冲了过来。他紧张地张开双臂挡在莫凡身前，然后对黑熊精说道：“熊大少爷，明天就是我们小姐的寿辰了，她现在还在休息，我觉得你们最好不要在这里发生冲突，否则也是对小姐的不尊重，你觉得呢？”黑熊精没有想到这小丫头片子竟然会冲出来帮这个陌生人说话，他将后槽牙咬得死紧。小花姑娘，我敬重你是狐族大小姐的贴身丫鬟，不想与你过多冲突，但你如此拉偏架，
我可不可以视为是对黑熊族的不尊敬呢？小花急得快哭了。而此时小春看到小花被人为难，也急得从楼梯上跳了下来。他又连忙挡在了小花与黑熊精身前。熊霸天少爷，我知道你此番出手也只不过是为了大小姐，那么你就更不应该在此地骚扰她。就算想与这位客人打架，也请你们换个地方，不要打扰了我们狐族洞府的清静地，如何？小春的语气就比小花硬了一些。说到底，他并不认识这个浑身黑袍的陌生人，所以也无意在意他的死活，只要他别和熊族大少爷在这里闹事，顺便连累到大小姐和小花便好。莫凡没想到竟然会冲出2个小丫头，阻止这场马上要发生的争斗。他耸了耸肩，我倒是无所谓，打不打，在哪里打都行。黑熊精眯了眯双眼，活动了一下手腕，往狐族大小姐的闺房方向看去。他终究将小春小花的话听了进去，压抑住内心的怒火，向莫凡说道：那我们便在洞府外一决胜负，谁赢谁便可以出席明天的寿席，谁输谁便卷着铺盖回家，这位兄台觉得如何？莫凡懒得再与他多言，直接化作一道黑烟去到了洞府之外。黑熊精怒吼一声，也以急速冲刺出了洞府。而其他看热闹的群妖眼见小春小花已经出手阻挠，便不想再过多掺和，生怕失去参加明天一窥狐族大小姐芳容的资格。此时洞外2人站定之后，黑熊精浑身肌肉迸发，大吼着冲向莫凡。莫凡直接懒洋洋地伸出了一只手，朝黑熊精那边一捏，顿时黑熊精前方的土地被向引踩出了一个巨坑，而黑熊精也被那阵席卷而出的冲击波重重摔在10米开外。他不可置信地摸着胸口，面色痛苦地吐出了一口血。怎么可能？要不是不想在妖族里招惹过多的是非，刚才那一招他完全可以将黑熊精就地碾死，又哪里还有他说话的余地？莫凡懒得再看他，直接背手淡淡道：希望你遵守约定，卷铺盖回家，我就先进去吃席了，再见。2人距离出洞甚至没过1分钟，众人还在遗憾看不到热闹的时候，莫凡就以神色从容地回到了洞中，一挥袍子找了个角落坐下。小花激动地跑到他跟前，问他：你把那熊霸天打跑了？莫凡淡淡点了点头，弱得很，不值一提。小花别提对莫凡有多么崇拜，双手一握，几乎快冒出了星星眼。爷爷刚才真是太帅了，你不知道那个黑熊精可讨厌了，这么多年一直挑这种时候在府里闹事，想要得到小姐的注意，可小姐根本就懒得看他。他愤愤不平道：他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仗着家里势力比较大，别人不想招惹他罢了。莫凡着实对妖族这些家长里短事着实是没什么兴趣，但小花乐意讲，他只好一直坐在那里听。而此时周围人却猛然发出了几声惊呼，以及倒吸凉气之声，这其中还夹杂着几缕微不可闻的吞咽口水的声音。小花像是骤然反应过来了似的，她猛然往楼上看去，只见白九飞突然出现，他一袭白衣，神色慵懒，云鬓松散，正靠在阁楼懒懒地往下看去。刚才楼下是在吵什么？他淡淡开腔，嗓音如同仙乐般琳琅动听。小春连忙跪倒在地，没想到还是惊扰了大小姐，我们真是罪该万死。大小姐放心，只是起了一点小小的冲突，闹事的熊族大少爷已经离开了。白九飞有些厌恶地皱起了眉，又是他。小花也连忙跪倒在地，惭愧之余又向大小姐有些欣喜地说道：对不起大小姐，是我们没有维持好秩序，不过这次多亏了这次我带来的客人猿猴族的老先生，他和那熊霸天去洞外比武，然后赶走了熊霸天，这才还了我们洞府的安宁。莫凡心中咯噔一声，暗叫不好，他可是10000分的不愿意引起白九飞的主意。可白九飞慵懒地靠在栏杆上，目光就那样从小春小花的身上斜斜地向他瞟来。哦，是你？该死，怕什么来什么。心中深呼一口气，莫凡调整了自己的情绪，然后淡定地站起。他心中虽波涛万丈，面上却波澜不惊，知道越是此时越要表现得镇定，千万不能露出马脚。惊扰大小姐了，十分抱歉。没错，是我。这声音如同来自上古幽冥，听起来沧桑古朴，倒使在座的众妖都吓了一跳。白九飞挑了挑眉，他心中冷笑。小花说：你是来自猿猴族的老先生？莫凡颇有些骑虎难下，只得点了点头。在妖族外围与小花姑娘偶遇，确实也算得上缘分。白九飞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指甲，不如老先生上来与我详谈，如何？莫凡眯了眯眼，他突然有些搞不清楚面前这个女人的意图。小花也颇为震惊地看向白九飞，小姐，她不知道白九飞为何会突然提出这个要求。要知道，在这之前，白九飞从未让除了他和小春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拥有上楼的殊荣。楼底下的众妖更是一片惊呼，他们或嫉妒或羡慕地看向莫凡，不知道这人是哪里来的运气，就此获得了大小姐的青睐。在这样微妙的僵持之后，白九飞依着栏杆，用那骨节分明的纤白手指揉了揉眉心，他的音调逐渐冷了下来。怎么，老先生是不愿意？莫凡暗藏在袖子里的拳不由攥了攥，他已然预感到这趟邀请必定来者不善，说不定会是一场鸿门宴，但此刻他完全找不出拒绝的理由。怎么会？还请大小姐稍等片刻，吾这就前来。
莫凡淡淡道。小花又震惊地转头看向莫凡，他用夸张的口型无声向莫凡询问道：“你真的要去？”莫凡点了点头。在莫凡同意之后，白九飞嘴角微勾，然后他同时向楼下的众妖下达了逐客令：“好，还请老先生尽快，顺便感谢各位妖族同胞，今日提前来为我祝寿，还请各位明早按时来我府上参加正式寿宴。洞府房子不多，恐怕没办法让各位留宿了。”啊，哎，真不想走啊！台下又是一片失魂落魄的丧气之声。楼上，白九飞看着楼下哀叹的众妖以及漠然矗立的莫凡，意味不明的冷笑一声，随后便翩然转身进了屋里。而莫凡几乎快被楼下那些男妖精嫉妒的眼光戳出几百个洞来。他轻咳了2声，既要自己留下，又要其他人离开，这不是摆明了要让别人误会吗？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过是狐族大小姐，怕什么？在众妖陆陆续续离开的时候，莫凡向目瞪口呆的小花道了别，他一路走上了楼，然后他在那部分依依不舍不想离开的妖魔眼皮子底下，走到了白九飞的厢房前。忽视楼下那几乎肉眼可闻的咬牙声，莫凡吸着气敲响了门扉，里面淡淡的传来了一句：“进来吧。”莫凡硬着头皮推开门走了进去。一进屋，他就被这扑面而来的女儿香味熏了个头昏脑胀，肆意的妖气与肉体的芬芳夹杂在一起，恍惚中让他想起那2次醉酒之后和白九颜的耳鬓厮磨。摇了摇脑袋，他往前走到了很明显为他准备的待客区内。那是一张上面盛放了2杯酒盏的木桌，酒盏上还飘着颇为明显的桃花花瓣。房间深处的床幔摇动，白九飞掀开白纱，赤着脚，含着一种勾魂摄魄的笑容向他走来。这位先生，你是不是很想知道我为何要叫你上来？还未等莫凡回答，他便自顾自地继续说道：“我在狐族这么多年，你是我见到过修为也最高也最为神秘的人物，毕竟连我都看不出来你来自何族，这真叫我有点好奇，所以才叫先生你上楼一叙。”莫凡瞬间吸着凉气，低下了头。并不是白九飞的美貌已经刺目到了他不敢直视的地步，只不过是白九飞的面目与白九颜实在太过相似，相似到了会让他失神的地步。能为狐族大小姐祝寿，乃是缘分，又何必深究我的来处？莫凡打着太极回应道。白九飞在莫凡面前的酒桌前坐下，掩着嘴轻声一笑：“这可真是有意思了，一对互不相识的陌生人，甚至连在我面前表露身份都不愿意，又是因何来一趟狐族，还要欺骗我那单纯的小侍女呢？”莫凡眯了眯眸子：“欺骗？这就恕我不知从何辩解了。敢问大小姐从哪里看出我欺骗了你的侍女？”白九飞浅笑着举起酒盏，轻轻抿了一口。他用手肘顶着桌面，伸动身子，故意将面庞离莫凡又近了一步。他呵气如兰，使莫凡脑中的晕眩更为明显。我的小侍女说，你是辈分颇老的老先生，可我觉得你只是一个天资稍微不错的年轻人罢了。你身上这身黑袍遮掩了所有的信息，却遮掩不掉你处事的青涩哦。莫凡闭起眼睛，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他心中纷乱，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感觉就和那2个醉酒的晚上，他明明已经做好了和白九颜在一起的准备，却怎么也抵抗不了脑中的困意的感觉差不多。这是一种近乎玄妙的体验，连他的神像镇狱神功对此也束手无策。白九飞不再离他那么近，他收回身子往后靠了靠，然后玩味地看着莫凡。狐族的神医告诉我，我的血脉要么收回另一半，要么创造另一半，可自从我成年以来，放眼望去，这周边妖族里全都是烟杂货色，没一个我看得上眼。莫凡脑中的困意就像铺天盖地的海浪一般席卷而来，他终于察觉到哪里不对劲。或许前几次他与白九颜的中途放弃根本就不是醉酒所致，而是狐族特有的某种能力吗？白九飞歪歪头，他挑着秀眉观察着莫凡现在昏昏欲睡的样子。有意思，为了抵抗狐族的魅意，身体竟然在自发的催眠自己吗？这是什么妖族可以拥有的能力呢？还是说你其实根本连妖族都不是？莫凡掐了掐自己的掌心，借着这一丝痛觉激发起的清醒，他挣扎着说道：“可能是大小姐想多了，我现在只是非常困而已，如果没事的话，我就先下楼了。”白九飞又是一声轻笑：“刚才我的意思，先生可能没有听懂，那我就不介意再说的直白一些，我并不在乎先生是人是妖是鬼，甚至是死是活，我只需要一个男人给我一个孩子，在我那个败家妹妹销声匿迹的情况下，给我一点活下去的可能。”莫凡被这番话震惊到了，他脑海中的困意简直在一瞬间消散了大半。什么？白九飞又端起酒杯抿了一口，他的语调奇异般的变得旖旎又冰冷。不愿意的话，我当然也不会强迫你把这杯酒喝了，你就下楼去吧，我自会找别的合适的人。莫凡的世界观都快在这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崩塌完了，这是真实的吗？哈，自己面前这个长相和白九颜酷似的疑似小姨子，到底在说些什么？没有丝毫犹豫，他一咬牙，立即抓起了面前这杯飘着桃花花瓣的酒杯灌了下去。放在往常，对于喝东西这种有所风险的事，不管如何，莫凡都会思考一番再做决定。但此时此刻，莫凡的大脑着实有些短路，无法思考。有什么离开的办法？照着做不就得了？要他和一个和白九颜长得差不多的女妖精生孩子，
他实在是做不到啊。那谢谢大小姐款待，我就先走了。白九飞饶有兴致地靠在椅背上，双手抱胸，看着莫凡猛然站起来的身影。他当然不会是蓄谋已久。坦白说，在今天疼得险些濒死之前，他从未将狐族圣衣的建议放到心里过。而就在白九飞把这个念头不情不愿地重新拾起时，很凑巧，白九飞看到了那个勇于和熊族大少爷熊霸天对抗的神秘之人。此人装作很老成，但举止很年轻。洞府外将熊霸天一招击溃的样子，也颇让人看得入眼。从黑袍笼罩的身形来看，也不是个歪瓜裂枣的，这就够了。他若是妖，那无所谓；若是人，今夜过后中了妖毒，死了也就死了。对白九飞来说，显然是一桩不赔的买卖。莫凡刚转过身，白九飞张开红唇，笑着做口型。3，莫凡感觉他脚有点软。2，莫凡暗暗骂街，知道自己怕是被骗了。1，哐当，莫凡重重地栽倒在地，实打实砸在地上的声音叫人听了牙一酸。白九飞轻轻挥动手指，莫凡失去了意识的身躯被一阵粉光托起，床幔无风自动，莫凡就那样被砸上了床榻。白九飞淡淡转身，手指一动，莫凡的黑金面具也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被剥落，他的真面目就这样暴露于白九飞没有什么感情的冷漠双眸之中。哦，长得也还行，不知道能不能一下子就有孩子啊。自己目前只是天级初阶，由于身体血脉的残缺，已经持续1个月不敢再修炼。难道白九岩一日不回不死，自己就一日只能停滞于此吗？他才不要！白九飞不想再等了，一口气将酒盏里的残酒饮尽。他转身走向床榻，白色纱幔一层一层的重叠下来，直到将床榻深处所有的景象都覆盖完全。楼下，客人已经走光了。小春与小花双双抱着膝盖，坐在1楼的台阶上，抬头看着2楼。小花歪着脸问小春：“你说小姐叫爷爷上去，到底是要干什么呀？”小春烦躁地踩了踩脚下的地：“谁知道呢？反正是没人能欺负得了小姐的，小姐那么厉害。”小花点了点头：“是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上去这么久，小姐回来之后都没吃饭呢，我好担心啊。”小春托腮愤愤道：“一定是那个老家伙见色起意，缠着小姐不放了，等一会儿他出来，我一定要狠狠收拾他一顿。”地牢里，白蜥蜴仍然在沉睡着，他身上的龙鳞飞速加快着生长，原本只是在小臂上的龙鳞，已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散到了整只手臂。他的体表温度越来越冷，呼吸更是一会儿急促，一会儿平静到接近没有。狂刀仍然抱着他，不是出于关怀，只是一种别让孩子睡在地板上的人道主义。而狂刀被白蜥蜴头发所蹭到的衣服也变得越来越黑，随着化学染剂的褪去，他那头绿毛又展现于众人的眼前。小翟拼命地在手机上查阅着各种龙神一族的资料，然后不住地长吁短叹道：“放虎归山啊，这绝对是放虎归山啊，不对，是放龙归山。”风尘敲了敲他的脑袋：“行了行了，你就别吓人了，不过只是一个小屁孩罢了，完成任务之后，你要想杀就杀了呗。”小翟猛地摇了摇头：“我可不敢，传说中龙神族中绿灵这一族毒性可强了，当年大战时有记录，一只临死自爆的绿灵让周围整整5个村庄没了一丝人烟啊。”风尘一把抢过他的手机：“假的吧？能有这么吓人？”突然冰凌耳朵动了动，他突然对所有人比出了一个肃静的手势，然后指了指上方：“你们听，上面是不是有什么声音？”风尘闻言连忙把手机甩还给小翟，也竖起耳朵听了听，他皱眉道：“好像是有什么声音，好奇怪。狂刀，你快听听。”狂刀只好也努力地听了听，半晌之后，冰凌红着脸捂着耳朵蹲了下来。风尘也不好意思挠了挠头：“啊，这想不到他们妖族还蛮开放的嘛。话说上面那个是妖族大小姐吗？还怪好听的，我去。”狂刀随手在地上捡起个石子儿就扔向风尘：“看把你给馋的，你也上去啊，臭不要脸的东西。”风尘极为灵活地避开了那颗石子，他嘿嘿不停地嬉皮笑脸道：“又不是我发现的，干嘛一副我是色胚的样子？这不是我们冰凌大小姐耳力灵敏吗？”冰凌气得咬牙，他一挥手，水牢里的水立刻变成了他最好的杀气，根根闪着寒光刺向风尘。狂刀怀里的白蜥蜴又呢喃了一下，他立即下意识地捂住白蜥蜴的2个耳朵，不想让小孩被肮脏的大人世界污染，然后让正在打架的2位年轻人肃静。小翟也红着脸捂着耳朵蹲在了一旁，决定念念师傅教给他的道法心经。一夜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地牢里4个人不知不觉地睡去，又揉着眼睛醒来。风尘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看看莫凡有没有给自己发短信，但手机屏幕上灰蒙蒙的一片，莫凡显然还是没有给他任何消息。此刻楼上，莫凡迷迷糊糊的醒来，浑身感到一阵说不上来的酸痛。操，怎么回事啊？意识如同汹涌的潮水一般回到了他的脑海，令他在一瞬间回忆起了昨天下午都发生了些什么。啪！狠狠一巴掌往自己脸上一甩，莫凡既确定了这不是梦境，又适当发泄了一下自己的懊恼。这都什么事儿啊？房间里已经没有了白九飞的身影，但空气中弥漫的迷你气息几乎已经可以确定昨天晚上他们发生了些什么。魂游天外的
从各处抓回了自己的衣服。莫凡看着散落在床边的黑金面具，明白昨晚在那个天级强者的毒手之下，连自己的真面目都没能得以保全，捂着额头颇为痛苦地嘶了一声。莫凡实在是没想到，自己来救一趟白蜥蜴，竟然还要付出这种代价。阿弥陀佛，上帝玉帝，千万别让白九颜知道，要不然他实在是没脸再回家了。抓起袍子里的手机，幸好白九飞并没有收走他的通讯工具，叹着气给风尘发去了短信。他知道逃跑的最佳时机既然已经出现，尽管是出现在这种他之前打破脑袋也想不出的意想不到的时刻。地牢里，风尘才叹完气，手机屏幕就忽而一闪，他一脸惊喜地点开，便看到了莫凡通知他们撤出水牢的消息，激动地向其他几个同伴复述了一遍。其他3人均是不可置信，不是说机会来了才通知他们跑吗？这逃跑的机会就来得这么容易？但莫凡既然说了，这事儿肯定就8、9不离10了。狂刀抱着白蜥蜴，一行5人沿着下来时的台阶一步一步地向上走去。楼上，莫凡则是在收拾好行装之后，起身按照风尘交代的办法，扭动摆架上的花瓶，打开了那幅古画。一个幽深深邃的通道出现在他的眼前。如果忘却昨天晚上那一遭乌龙事件，那么这次他与4位兄弟的配合还算是天衣无缝。本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刻他们距离完成竟然只剩1步之遥。脚步声越来越近，风尘一道风似的冲向莫凡，然后紧紧地抱住了他，差点就没控制住的欢呼出来：“大哥，我们厉不厉害？”莫凡险些被他晃晕，只得摆手道：“厉害，厉害！”狂刀挪动花瓶恢复了古画，回头看到风尘在耍宝，恨不得一脚踹到风尘屁股上。“你别闹他了，赶紧过来！”将睡得正沉的白蜥蜴砸进风尘的怀里，狂刀吩咐道：“你跑得快，把这孩子接手了，咱们赶紧跑。来的一路没被人发现是运气好，要是走的时候出了差错，那可就真是得不偿失。”莫凡颇为同意的点了点头：“跑吧。”一瞬间，房中5道光芒一闪，5人加上一小孩竟齐刷刷地消失在了房间之中。洞府大院内，今日的规模显然比昨日更大，洞府内处处张灯结彩，好不热闹。白九飞原本正站在看台中央，接受众人的祝贺，下一秒，他神情一凛，冷着眸子往天上看去。呵，这就跑了？台下的人数显然也比昨日多了1倍，里面不乏有一些修为深厚的大妖，都在一瞬间发现了空气中的异常波动，他们也齐齐抬头往天上看去。很快，台下便有人交头接耳了起来：“我怎么嗅到了一丝人类的气息？”“是啊，方才明显有人类的臭气闪过，我也察觉到了。到底是谁敢在狐族大小姐的寿宴上放肆？”白九飞冷冷一笑，早在昨晚，他就知道了那人是个地级巅峰的人类，这也就注定了，那个人类在中了妖毒之后必死无疑，所以他并没有什么前去追杀的打算。跑吧，死得越远越好，最好这辈子连尸骨都别让他看见。对于板上钉钉的将死之人，他是连恶心之类的情绪都不会有的。清了清嗓子，他吸引回了窃窃私语的众妖的目光。诸位是不是太过担心我，所以才过于紧张了呢？放心，我乃天级，若是院子里有什么异常情况，我是一定会知道的，请大家不必过多有担心。此言一出，之前那些心存怀疑的大妖也都放下了心来，如此便好，他们也不想在狐族大小姐的寿宴上多生出无意义的事端。而小纯、小花站在台下，仍在四处张望着昨天那位老先生的身影。奇怪了，直到昨天晚上，他们撑不住去睡觉，都没有再看见那位老先生，也没有看见老先生从小姐的闺房里出来。今早的正式寿宴也没见老先生前来，老先生到底是去哪里了呢？此时，老先生正在另外的桃花镇里流着汗，进来容易，出去难。莫凡已经和其他4名同伴被这桃花镇困住了几10分钟有余，仍没有寻找到破解的办法。如果说入口还有明确的阵眼，可身处桃花林中，车辙路径千千万万，再想找到回去的路，几乎就有些难如登天了。风尘捏了捏怀里白蜥蜴的小脸，要不要把这娃弄醒了，让他告诉我们？毕竟他是要妖族中人，肯定知道点什么门道的。狂刀冷笑一声：“你弄醒吧，醒了就直接妖化把你吃了，你可别变成鬼找我们哭去。”莫凡听着他们对白蜥蜴无所顾忌的打趣，心里着实有些不舒服，但也无能为力。人类与妖魔的矛盾已经持续了几百年之久，这不是靠他个人就能够化解的，更何况整个妖族里，他也只不过单单在乎白九颜和白蜥蜴2个人罢了。来，把他给我抱吧。风尘，你速度快，去到处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异常的地方。风尘巴不得把怀里这个硌手的小怪物扔给别人。此刻听到莫凡这么说，连忙开心地把白蜥蜴抛给了莫凡，然后便化成一道残影跑没影了。桃花林里，相比他们进来的那日要寂静了不少，想必是因为普通的妖民都去白九飞洞府外贺寿去了，这倒也减少了他们逃跑的障碍。又在四处摸索了一会儿，风尘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仍旧没有发现桃花林的出口。莫凡咬牙叉着腰四处望去，不能再耽误了，妖族中人迟早会反应过来不对劲，而其中最为危险的白九飞乃是天级，如果真要出手，自己也根本保不住兄弟们。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快找出逃生的出口才是。就在这时，莫凡发现
怀里的白蜥蜴又在浑身站立，且发出了一阵痛苦的哼鸣。他那些鳞片已经从整条手臂蔓延至了胸口位置，浑身绿鳞纵横，看得着实让人有些心惊。莫凡低下头，仔细观察着白蜥蜴的神情。突然，喂，你们在这里待着干什么？还不继续去四处找出口？莫凡抬头轻咳道。他对才喘着粗气回来的其他4人示意，让他们继续分散开来，各自去寻找出口。其他人不疑有他，只当是莫凡离开心切，也都瞬间消失在了原地。所有人离开后，白蜥蜴在一阵痛苦的嘶吼声后，竟然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莫凡松了一口气，早在刚才，他就通过经验看出了白蜥蜴身边的真气流动平缓了下来。莫凡判断白蜥蜴已经离醒不远，所以才打发了4位兄弟离开。白蜥蜴面色苍白，额角滴着冷汗，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戴着黑金面具的男人，心里更是恐惧。你是谁？莫凡顿了一下，还是决定先掩盖自己的身份。我是白九岩派来救你的人，现在我们被困在这片桃花林中出不去，你可知道出去的方法？白蜥蜴被那涵盖着上古威压的声音吓得抖了一抖，但是那话中蕴含的暖意彻底冲散了他心中的恐惧。白蜥蜴含着眼泪，委屈巴巴地眨巴着那隐形眼镜被蹭掉之后暴露无遗的绿色眸子，不可置信地问道：你说的是真的？表姐真的派人来救我了？呜呜！眼看着白蜥蜴马上就要哭出来，莫凡连忙捂住他的嘴往四周看了看，生怕其他兄弟们回来。来救你的人都是人类，恐怕会对你的身份有所顾忌，所以除了在我面前，这一路上你最好一直装睡。还有，快告诉我离开的办法，否则妖族随时有可能派人追上来。白蜥蜴如梦方醒似的点了点头，他紧张地从莫凡怀里爬起来，抱着莫凡的脖子往四处张望而去。吞了吞口水，白蜥蜴慌张道：你们已经走到桃花林很深处了，这里离出口很远的，你们需要一直往东走，走到一棵最大的桃花树下，滴下一滴妖族之血，然后才能启动传输法阵，送你们离开。莫凡皱眉，他没有想到离开妖族的仪式竟然这么复杂，难怪这么多年来都嫌少有人类能成功突入狐族地界，带出什么重要信息。这样一所精妙绝伦的法阵，仅凭人类之力，甚至连出去都做不到。耳尖一动，他感受到远方风声呼啸，便连忙让白蜥蜴继续装睡。白蜥蜴不疑有他，直接窝在莫凡怀里，紧闭上了双眼。风尘又是哭丧着脸跑了回来：大哥，我们是越找越骗，找到最后连一个活物的影子都看不见了呀。其他3人也陆续赶了回来。黄刀一拳砸在树上，该死，不会什么难关都闯了过来，最后被困死在出口上了吧？莫凡还在心中组织着语言，他对狂刀劝慰道：不必操之过急，总会有办法的。既然他们这么久都没有追上来，想必也就不会再追，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该如何找到出口吧。狂刀点了点头，然后烦躁地搓了搓头发。这茫茫无尽的桃花林要怎么找啊？莫凡眯了眯眸，我来的时候特意记了一下方位，从桃花林往妖族乃是从东往西，现在我们从妖族回到桃花林，也就是从西往东，那么从理论上讲，或许一直往东走，能发现些什么呢？风尘眼神一亮，他十分夸张地朝莫凡竖起了2个大拇指：大哥，高啊！我们走到这里就怕被困住，所以没敢再继续往东，但是说不定孤注一掷再往东走走，就能发现什么不一样呢。此话一出，其他几人也都同意了，他们决定抛下一切，孤注一掷，一直往东行进。很快，在众人极力的飞行之下，桃花的香气越发馥郁浓重了起来。几人一抬头，瞬间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住了。一棵看起来足有1000年的桃花古树呈现在了几人眼前，那树干的粗度怕是10人手拉手围上都够呛。桃花古树外有明显的祭祀以及保护痕迹，几千根红绳以及木牌在桃花树干上飘飘扬扬，看起来既美丽又神圣。而此地桃花精的妖气已经浓重到了让人类不得不捂着鼻子才能说话的地步。狂刀的反应最为明显，他已经肉眼可见的焦躁了起来。风尘看到这个情况，连忙转头问莫凡：怎么办啊？我们一直往东走，结果就到了这里，这里会是我们出去的机会吗？莫凡没理他，他一直在低头仔细观察着古树旁边的地面。终于，他在一处树洞前发现了一块明显比周围土地都更呈现出暗红色的区块，朝其他4人招了招手。4人连忙围了过来。莫凡指着那块地对其他4人说道：这个地方一定有蹊跷，我们仔细闻闻都能知道这暗红完全是妖血，为什么妖物要把自己的血滴在这个地方呢？而且足迹全部都停留在这片土地的周围，没有任何离开的方向。风尘恍然大悟地拍了拍掌：我懂了，要把妖血滴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能够不用走路的离开这里。莫凡悄悄松了一口气，他还以为自己需要花费多大劲儿来启发别人呢，没想到风尘这小子接话能手的属性竟然在这个地方发挥得如此优秀。不需要再多说了，冰凌直接凭空变出一根小冰刺，然后朝白蜥蜴扎了过去。